我虽然只是个被人看不起的小偷，但却把500米的机甲看出来。按照美女的要求，高达送给她爷爷的寿宴。寿宴当天，机甲突然出现，直接把无数人天灵盖吹飞。美女客户蒙圈了。我不是只要个模型吗？收到信息，客户要求我做一个5米的机甲，我还是第一次接到有人要用机甲做生日礼物。对于这个大单，我不敢怠慢，连忙问道：关于这个机甲，你有什么具体要求？主要是得看着高大上，越科幻越好。还有就是我着急要，明晚就得做好送到我指定的地。我想在后天爷爷的寿宴上给他个惊喜。后面还附上了一张科幻感十足的机甲，我的心瞬间凉了半截。5米高的机甲，即便从学校找几个帮手焊个简单的样子，都得1星期时间，不到2天，怎么焊得出来？以为能赚下学期的学费，如今看来算是泡汤了。心痛之下，正想拒绝。滴滴滴，检测到宿主对制造高科技产品急切渴望，超神科技系统。初次界面，送超神科技工作台1000科技点，机甲制造学知识传输完毕。我脑海中突然多了许多关于系统运营和机甲制造的相关知识，我心中狂喜，呼吸都急促起来。现在有了超神科技工作台，2天时间肯定能做出。看到银行发来的收款到账信息，我激动了，开着我的20驶向了当地市场。爸，那制作一个50厘米的机甲模型需要300万吗？王天豪一听价格，皱了皱眉。你找的哪个顶级手工大师做的？许大师，你肯定没听过，一下子花掉了1星期生活费。王一雪也怕挨顿臭骂，王天豪没多说什么。王一雪在心中祈祷：徐师傅，你可千万要做得高大上一点，我可不想在老爸爷爷面前丢人。废旧仓库内已经购买好材料的我开始制造机甲。我把系统发放的超神科技工作台从系统空间取出，安置在仓库中央，将购买回来的材料堆放在四周。超神科技工作台启动。第一宿主关于机甲概念构思读取完毕，信息数据全方位强化修正，空气动力学测算结束，材料扫描完毕。本次建造消耗900颗据点，预计耗时26小时开始制造。我看着闪烁着金属光泽的构件，是小心。简直就是小母牛坐飞机牛皮上香了。第二天一大早，我来到仓库，整个人直接亮着太阳。看着眼前5米高的机甲，我嘴角弯起。越科幻越好是吧？不知道这个够不够？云顶庄园老爷子70大寿的长发，我将机甲盖好，停放在庄园别墅前的空地上。一辆辆劳斯莱斯、迈巴赫豪车驶入云顶庄园，中海市商界大佬分支踏板，3辆军车驶入庄园，停在空地上。前后车的士兵先行下车。一位穿着西装的老人向着别墅里面走去。华老和王老都是当代科学界的太神肥狗，现在2位老人心思压根不在寿宴里。王老，确实我过来也是和你当面商量一个事情。昨晚得到消息，北部战区同样也在做外国和装甲，要是让北部战区拔得头筹，我们这张老脸往哪搁？这时，一个女孩向着王老快步走。这是我给爷爷的礼物，这是从英国军方买来的外骨骼装甲模型。王艳艳扬起下巴，听到外骨骼装甲，王老眼中闪过一道金光。艳艳，你真是送了爷爷个好礼物啊！爷爷你喜欢就好。一雪，你不是也给爷爷准备礼物了吗？王典豪此时走出，别故作神秘了。王一雪此时焦急地低着头，急速的。徐师傅在哪？我定制的机甲怎么没送过来？我那么相信你，你怎么能骗我？我们的一雪姐姐不会又被骗了吧？一个电话打进来，一看号码竟是徐。我虽然只是个被人看不起的小特工，但却把500米的机甲焊出来。按照美女的要求，把高达送到她爷爷的寿宴。寿宴当天，机甲突然出现，直接把无数人天灵盖吹飞。美女客户蒙圈了。我不是只要个模型吗？王大美女，我哪骗你了？昨晚就把货送到了，就停放在别墅的空地上。5米高的机甲，那么大的东西，你真没看到，还是假没看到？我真服了，一上午打20多个电话，真有你的。5米是怎么回事？原来前天定做的时候，失误多数了一个零，本应是50厘米的机甲，成了500厘米。也就是说，别墅那个红布包裹的庞然巨物就是我定做的机甲。徐师傅，你先别激动，我什么我是不会给你退钱的，而且剩下的钱你必须打给我，否则我就每天给你打骚扰电话，我还要请律师告你，我不会放过你。不是，徐师傅，我不会赖账的，尾款我一会儿忙完了就转给你。那还差不多，机甲的换险和数据跟踪有专门的手机 APP， 我发给你了，收一下。王宁看了一眼窗外，做这么大个东西，肯定粗制滥造，一堆废铁焊接到一块，有个大概的样子罢了。这种垃圾模型我见多了，和我从鹰匠买的10厘米精致模型没法比。一雪姐姐，看来您准备的礼物也很好呢。趁寿宴还没开始，咱们先去看一眼吧。爷爷，您要先看看吗？哎呀，就去看看嘛，用不了几分钟。行，那就去看看。一雪姐姐，愣着干啥？快把红布掀开吧。小一雪，只要是你送的礼，爷爷都喜欢，掀开吧。一雪大美女，快点给大家看看吧。一架泛着冰冷光泽的机甲赫然呈现在众人眼前，无数人的安静呼吸。王宁难以置信，直接瘫坐在椅子上。
闪瞎了我的24K 太小刀拉屁股开眼了。我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机甲，这难道是真的？不对，再逼真也是假的。易雪她哪有能力买来真正的机甲？这东西鹰将都造不出来，夏国就更造不出来。小易雪，你老实告诉华爷爷，这机甲从哪弄来的？华爷爷，我如果说他是我花300万找了个焊工师傅焊的，你会不会觉得我在骗你？小丫头说什么傻话？骗人不是好孩子会做的事啊！华爷爷，我就知道你不信。小易雪，你是说就是刚才在别墅里给你打电话的那个徐师傅焊的？对，他叫徐帆，是个特级焊工。这机甲模型好帅，可惜只是模型。如果是真的机甲就太好了。不一定，说不定就是咱们国家最新最尖端的科技成果。傻了吧？这东西当然是假的，就是个空壳子杀漆，看着唬人。谁说的？我看那个驾驶舱好像能进人，说不定能够进驾驶舱。呵，刚才王一雪的表情肯定是装的，这东西只是徒有其表罢了。大家别心急，易雪肯定会打开驾驶舱，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对吧，易雪姐姐？根据徐师傅说的，似乎可以用手机对机甲进行简单的操控。王一雪拿出手机，安装 App， 运行 App， 随着程序启动，机甲内部发出一阵咔咔，把周围人吓得齐齐后退。连音响都装上，为了出风口，真够用心了。小易雪，小心点！王一雪轻轻点在了启动按钮上，沉寂中的机子双目红光大作。驾驶权限确认完毕，冷却液灌注完毕，迷你机能引擎启动完毕，上控震态式导出系统启动完毕，冷天1号机甲首次启动成功，扫描驾驶员。顿时王一雪和机甲合二为一，王一雪手口全息头盔，人彻底傻了。太逼真了，这钱花的真值。难道这东西是真的吗？我就不信你真能飞。这时，王一雪也把全息头盔戴在头上，眼前画面瞬间变大，眼前也出现了一行行透明操作键。这真的是一个焊工能焊出来的东西，真的是匪夷所思。飞一个。同时，王老也从地上捡起掉落的手机，手机的画面竟然连接了机甲的摄像头。众人纷纷看向手机屏幕，王一雪按在了按钮。任务完成，我就知道不行，鹰将都没研发出的东西，夏国怎么可能先研发出来？铁疙瘩装音响，垃圾！各位贵客，机甲体验结束，设验通。警报！刺耳的警报声彻底。不对劲！王老意识到事情不对，易雪，发生什么事了？爷爷，他要飞了！现在研究所最先进的外骨骼装甲根本就做不到，更别说飞行。他一个焊工凭什么做的？起飞吗？怎么可能？卧槽，机甲动了，好像要飞，他真的动了！我来都立刻组织所有人，马上撤出云顶庄园，封锁整个易来山，没时间了啊！易雪，有没有办法停下来？爷爷，我也不知道，他已经开始起飞倒计时了。检测完毕，3、2、1，降天1号起飞。无数人的注意力，降天1号拔地天际。我操，这玩意儿真的飞了啊！你来真的！我特么裂开了，世界上真的有机甲。王老，这事情你怎么看？这他妈离了个大谱！你说会不会是别的战区的人弄过来填打？恐怕也只有这种可能了。我这就给东部战区的老田打电话，想再想想，还真有可能是那个二愣子搞出的事情。喂，华老，今天吹的什么风？你这老家伙竟然也会给我打电话？老田，我就问你一件事，你们东部战区是不是研发了一台机甲？这怎么说呢？这么大，果然是你们。华老，你该不会是研发失败找我出气吧？我们是研发出了外骨骼装甲，但还远远达不到机甲的程度。别忘了，南部战区是你的娘家，你小子是我和王老带出来兵。不是华老，我真没骗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什么机甲？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真不是你吗？绝对不是，我对灯发誓。莫名其妙的接个电话，挨顿飙，气不打一处来。肯定是南部战区想为不久后的军演打太极戏。听老田的口气，应该不是他。这时，一道猛烈的音爆声在庄园顶轰炸下，音大，头顶红色机甲飞速变小。华老，我怎么看到他突破音障了？别问我可能也耳聋耳鸣。玩呢，牛顿的棺材板恐怕已经按不住了吧？简直震碎了三观，这就很离谱啊！真的假的？当前模式新手机甲姿态，反重力垂直爬升，背部1号引擎推力110千牛加，背部2号引擎推力110千牛加，背部3号引擎推力105千牛加，背部4号引擎推力105千牛加，侧翼引擎推力109千牛加，机体姿态调整矢量推力1号20， 2号10， 3号15， 4号10， 5号21，机体温度141摄氏度，热度1.357马克，增加一切正常。真的假的？这也能叫正常吗？开什么国际玩笑？易雪，你怎么样了？爷爷，他飞得好高，我好汗。信号中断，声音戛然而止，手机画面卡住。肯定是机甲进入云层，导致信号中断，得赶紧回基地。长空万里，云层之中，机甲外部温度已经达到240了吗？我在这驾驶舱里完全感觉不到，还有速度应该是超过2倍音速了吧？这时，整个机甲王一学只觉得进入了仙境。这时，一架民航客机从远处飞来，警报！一架机甲突然出现在屏幕。
那你马吉卡，快给我一巴掌，我肯定还没睡醒。小鸟击掌，关键是我好像也没睡醒。飞碟是飞碟，雅灭蝶，敲打吗碟。惊叫声此起，飞机上越鸣越暗，短暂的近距离交流，飞机又很快的恢复如常。快上报！角盆吉号飞机在途径夏国领空时遭遇高达袭击，幸好我小鸟太郎临危不乱，这才化险为夷。发大真尼玛够厚颜无耻！中海市军事科研基地，王老和华老都已经黑了，计算机最顶尖的天才团队都无法破解王一学手机上的 app。这种水平早就超过了全世界高水准10倍都不止。要是能亲眼见到这个 APP 的开发者一面，那真是此生无憾了。算了，先把手机画面投屏到汇报厅的显示器上。华老上前轻轻拍了拍王，我虽然只是个被人看不起的小韩工，但却把500米的机甲给焊住了。按照美女的要求，把高达送给他爷爷的寿宴。寿宴当天，机甲突然出现，直接把无数人天灵盖吹飞。美女客户蒙圈了，我不是只要个模型吗？检测到驾驶人长时间未进行合理操作，新手智能辅助系统启动，驾驶人可结合声控、全息头盔瞳孔聚焦选择等进行操作。具体操作方式已发送全息头盔。玄田，王一雪一声令下，机甲瞬间停，总算停下来了。王一雪长舒一口气，看向眼前，映入眼帘的是一颗湛蓝色的星球。这就是地球吗？地球母亲真的好美。来电话了。中海科研基地怎么样？连上了吗？没有，王老 APP 虽然没破解，但一雪的手机解锁和通话记录已破解。我们现在有了那位徐师傅的电话。拨通。是。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欠费，请续交话费。童瑶嘴角抽了抽，咬碎后牙槽给号码充了50块话费。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正忙，请稍后再拨。这小子手机会拦截陌生号码，查他 IP 地址，同时调取他的个人信息。好的，王老，5分钟搞定。今天丢了这大人，终于到了展现技术的时候。不用充话费的手机真好用，还有一堆炫酷的功能，这系统爱了。找到了，现在什么位置？马上派人过去。根据计算机显示，他的名字叫徐铁棒，现在的位置是……怎么了，童瑶？他在什么地方？咱们得赶紧派人过去。这个徐铁棒应该确实和机甲有点关系。华老、王老，这个地方咱们现在去不了。我说了，你们别骂我。能行的话，我个人建议还是从他的学校那边入手。联系他的学校会扩大影响。你查出什么了？那个，按照计算机显示，他现在的位置在月球。你说啥？我尝试了无数别人的号码，查出来的都很准确，就这个怎么就成月球了？算了，我再查一遍。领导要我说出来吗？你说呢？好吧，根据计算机显示，他现在的位置是 M78星云。闹了半天，这个徐铁棒是奥特曼，胡闹！江天机甲1号连接成功，太好了，小一血没事，真是太好了。爷爷能听到吗？我刚刚才注意到你们发来的连线请求，之前做新手练习来着。小一血，机甲一路爬升的过程中，你一定经历了极热与极寒吧？听过来就好。驾驶舱的温度一直都是这样呀，估计25度左右，很舒适呢。啊，听过来就好。哎，查小一下，你的意思是你穿着自己的牛仔热裤和吊带上衣，没感觉到驾驶舱有任何温度变化？对呀，有什么不对吗？哈哈，没事，哈哈，很对。这耐热的问题可是全世界的未解之谜，就这么解决吗？小一下，机甲的操作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学会的，你也别着急，先看看有没有一键自动返航的之类的操作，这才是最主要的事。不会啊，我正在做机甲的新手引导训练，估计再有10来分钟就学会了，到时候我驾驶降天1号飞回去就行。什么？还有新手引导训练？这又不是你最喜欢玩的那个王者荣耀游戏，怎么可能做个新手引导就学会？哎呀，爷爷都差不多，你是不是落伍了？人家降天1号机甲特别智能，还很人性化，我刚练了一会儿就已经能开着它唱跳 rap。这闹呢？会不会太儿戏了？赶紧上氧气瓶。那啥，小一血呀，机甲燃料能查看吗？注意着点燃料，别回的时候不够用了。总共10格，现在还有9格半。我他妈！爷爷，我又找到了一个储备能源的图标，容量比刚才那个多，有50格呢。王老直听。什么声音？爷爷，怎么了？爷爷，小一学，你爷爷没事，就是估计说话时间长了，得吸点氧气，不用担心。好吧，那麻烦您帮我照顾好我爷爷。一时等会儿开机甲回去带您兜风，我先继续做新手练习了。去吧，快把这个氧管还给他插上。华老，这不太好吧？管不了那么多了，先给他用上，然后把他送到医疗室。此时，王一雪看向眼前浮现的新手引导训练。当前训练科目：四肢同步协调性训练，是否开始？下一训练科目：轨道炮打靶。开始。鹰将空间站，那是什么东西？之前没有吧？估计是毛熊或者夏国刚发上来的卫星，不用管。可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在……这时机甲射出，远处的2个卫星瞬间
沃茨瑞斯，上帝啊，这是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东西太吓人了！妈妈呀，大事不好了，外星人进攻地球了，快得赶紧向航空航天局上报，搞不好地球要毁灭。鹰将航空航天局大楼简直荒谬！安追和密根这2个家伙在外太空呆傻了，这世界上哪有外星人？肯定是阴谋！立刻使用超视距射电望远镜，看看那个大家伙究竟是什么鬼东西。几分钟后，桌上摆了几张新鲜出炉的照片，保罗拨打了一个电话。这里是国防部长办公室，请问您是哪位？有什么事？我是航空航天局保罗，有 SSS 紧急军情上报，帮我转接奥斯汀将军。请稍等。中海市科研基地，小易学感觉怎么样？真的能初步驾驶了？哎呀，华爷爷，你好啰嗦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新手引导做完，我就能初步驾驶降天1号了。呵呵，小丫头还急眼了。对了，刚才我看到你好像操控机甲攻击远处的什么东西了？你说的是轨道炮？我刚才随便找了2个点，练了一下打靶。啥？在外太空打靶？外太空哪来的靶子？那个小易学，你说随便找了2个点打靶，哪来的？牛河，干炒牛河，10元1份，好吃不贵嘞。哎，少年，我看你骨骼惊奇，是个弄机甲的盖世奇才。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拯救世界和平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我这有2本书，不要998，不要98，只要9块8。警告！检测到天道化身。大爷，你这书保熟吗？你说什么玩意儿？我让机甲的量子原相控阵雷达随便锁定了2个移动靶，2炮全部命中，应该有图像记录，我找一下哈。顿时无数人齐刷刷的后退一步。竟是鹰将民用卫星的开拓者马斯托的星链卫星，这东西说是民用，实则早已被军方控制。小易学，你2炮干掉了2个这种东西。对呀，当时我着急继续训练别的科目，所以才开了2炮。其实机甲当时锁定了500多个距离最近的，我就打了2个，没多打。啥？这样吧，华爷爷，我现在再打几个给你看，就像烟花一样，可好看了呢。别，我的小祖宗，收了你的神通吧。小易学呀，咱别闹哈，听华爷爷的话，赶紧回来吧。你爷爷还在咱们中海科研基地的医务室躺着呢。好吧，那我到中海基地找你们。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启动，当前模式新手，目的地中海军事科研基地，姿态调整完毕，动力系统正常，机体智能检测完毕，预计抵达时间28分钟，建议将模式切换为普通模式，预计时长20分钟，当前模式普通，降天1号出发。降天1号在太空中爆出一团湛蓝色火焰，顷刻间消失在原地。找到了吗？快点！我记得上次看完月亮就放这里了，找到了，快，咱们用这个肯定能看清楚，而且它自带拍摄功能，照片发回航空航天局，大功一件。那还磨蹭什么？快！磨蹭什么？你不看就把望远镜给我，不是，那东西不见了。瞎说什么？刚才不就是在谢特拿去了？小日子防卫调查课。小鸟太郎，你的意思是确实看到了高达从你的前挡风玻璃飞上去了？伊藤课长，请你相信我，绝对没有撒谎。您如果不信，可以问我的副机长。如果你被查出是在撒谎，你不只会丢失工作，还会被造谣罪起诉。你想清楚再说。课长，我说的都是真啊，你要相信我。行了，我相信你说的。说起来，我有个朋友，他在人类精神领域有着颇高的造诣，你不妨去拜访一下。那你八嘎。小鸟先生记得一定要去名片上那个地址拜访一下，有病就得治，千万不能放弃治疗。巴格雅路，老子以后看见任何东西都不上报了。夏伯领一道金光从天际垂落。易学，开慢点。当前模式普通，机甲姿态补充，背部1号引擎推力150千牛加，背部2号引擎推力150千牛加，背部3号引擎推力165千牛加，背部4号引擎推力165千牛加，侧翼引擎推力179千牛加，机体姿态调整矢量推力1号30，2号15，3号45，4号13，5号22，机体温度430摄氏度，速度4.1马赫，评价一切正常。速度都已经4马赫了，这他妈还叫正常？易学4倍音速了，慢点吧，你这个速度能把地壳戳个窟窿。华爷爷，你真啰嗦，我先不和你说了，我挂断了。你华老，机甲的数据面板显示一切正常，您就放心吧。也只能这样了。天空之上，机体温度580摄氏度，速度5.7马赫，速度5.7还在增加，应该不算慢了吧？警报！相控阵雷达系统检测遭到不明来源洲际弹道导弹袭击，不排除弹有核弹头的可能性，请所有人员3分钟内到地下防空洞避难。遭到不明来源洲际弹道导弹袭击，请所有人员到地下防空洞避难。灾难降临倒计时开始，180秒，179秒。军事科研基地内，马上接通科研基地防空防卫部的座机电话。领导，大事不好，雷达显示基地被敌方洲际导弹锁定，计算机热息感应数据存
极有可能携带大方量子弹头。初步估计，广岛原子弹的部队已经自动向全城发布防空警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不对，到底哪不对？好像缺了哪个环节。华老，没时间想那么多了，灾难倒计时已经就剩下2分钟，您要不赶快进防空洞避难吧？我们牺牲不要紧，您是咱们国家的脊梁，不容有失，求您了。好了，王老，事情你应该都知道了，你有什么猜测？这东西来的突然，没有预兆，排除一切不可能选项，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相。老伙计，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哑谜？究竟怎么回事？你说有没有可能，这个所谓的洲际导弹，其实就是咱们的降天1号机甲？不好，防空部藏天系统是不是已经启动？藏天系统已经进入启动流程，正在进行最终核准，核准完成即可全方位出发。震3道核准还没通过，立刻上报，再迟就来不及了。3秒、2秒、1秒、0秒，赶上了。忽然空气震动，异响突起，花盆震动在地上，碎了个稀巴烂。哈哈，好了，走吧，出去看看咱们的降天1号。是他吗？还是男人的浪漫？小异仙，快下来！知道了，爷爷。异仙，你怎么了？没事，俯冲太快，差点没刹住，有点晕车。我不晕机甲。机甲女神晕机甲啊！这准备对机甲展开材料测试，立刻联系陈博士，他是留洋归来的材料学专家，少了他可不行。这个假老外拿的薪酬比王老和华老加起来都多，还喜欢对有些女同事动手动脚，这都什么人啊？准备测试超级材料，王老让你过来。谢特，咱们这19200的烂地方不比鹰将，能有什么超级材料？我就是传个话，你爱来不？鹰将阿拉斯加州，机甲停在山谷里。陈博士，你不是喜欢你的鹰将主子吗？你看我没用1个时辰就把你送过来了，不用谢我哈。金娜，这里太荒凉了，不可能是鹰将，你们不能这么对我。贝爷，德哥，你们要保佑我活下去。小异仙，这个降天1号机甲究竟是哪来的？就是我找了一个焊工制作的，送给爷爷的生日礼物。他叫徐帆，是个8级焊工，也是中海国防科技大学的学生。那小异学，你是提前几个月委托他制造机甲的？没有几个月，就前天。小异仙，撒谎可不是好孩子呀。不是，爷爷，我真没骗你。异学呀，你跟华爷爷说真话，这机甲到底哪来的？只要你说，以后这机甲就专门由你来操作。我真的没骗你们，当时我想找徐师傅焊50厘米机甲，谁知道一不小心多写了个0，最后就成了5米机甲。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异学这孩子和上面某些秘密部门有联系？哎，你这么一说，事情好像就能说通了。怪不得从不撒谎的孩子会说假话，原来是签了保密协议。这么想的话，机甲会出现在这里是个意外，还是说秘密部门想借咱们的手把这台机甲放到公众视野？上面的心思不好猜，暂且再看看情况吧。爷爷，你们既然不相信我，等测试结束，我带你们到徐师傅家里，你们当面问他。好，算了，咱们先开始吧。陈博士的徒弟张亮不是在吗？让他操作材料分析。也只能这样了。被测材料硬度无法检测。哈了，这材料真的有点出乎预料了。是啊，无法检测的原因只有一个，它的硬度超过了地球上任何一种合金的硬度。华老，难道说就连钨钢都没它硬？别说钨钢，金刚石的硬度都比不上它。竞合载强度无法检测，这难道是新型合金？抗疲劳性能无法检测，冲击韧性无法检测。哇，这么牛的机甲哪来的？肯定是日耳曼，只有伟大的日耳曼战车才能做出这么牛模型。啊，你们怎么不说话？陈博士，这台机甲是我们夏国制造的机甲，并非你口中的一族。你要是喜欢外国，就去吧，别回来了。夏国不欢迎你。童谣，你故意找茬是不是？我就是故意找茬，你有意见？陈博士，这机甲是咱们夏国制造的，我们刚做完测试，全都是无法检测。无法检测？不可能吧？小张，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了？我估计是机器坏了。师傅仪器中午还好好的，现在不可能坏了吧？你再叫我做事，肯定有些人不信我说的。那咱们就测一下，也好让各位死心。正在进行脉冲探测，光谱分析完毕，正在读取中，请稍后。该合金为新型合金，成分无法探查，综合力学特性等级389。我操！王老，这个数值怎么了？小张，打个比方，把这台机甲放在当年广岛核爆中心，它能屁事没有？不，这不可能，夏国不可能做得出来，这是现实，我敢打赌是这个脉冲射线分析仪出故障了，看来这个仪器也坏了。等我过几天弄个新的过来，重新测吧。到底是国产的仪器，就是用不住，以后再贵也得买进口的。崇洋媚外的狗汉奸，跪得久了站不起来是吗？我现在就送你去你的鹰将主子那里，永远别回来了。怎么活了？你说鹰将什么都好是吧？姑奶奶现在就送你过去，怎么活了？等下问你的鹰将主子。王老八老，快点救救我，这东西失控了。你都聋了吗？信不信我一会儿向上面反映？你们都欺负我。基础性能引擎调试完毕，轨道炮正常，高频粒子刀挂载正常。3、2、1，降天1号出发。哎，陈博士哪去了？不知道，估计又像之前一样到脑玩去了。这人怎么看都不像个搞科研的。哎，腾阳，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去哪了。啊，好的好的。测试场内，太平洋，一道快若闪电的
突破百米巨浪后，鹰将阿拉斯加州机甲停在山谷里。陈博士，你不是喜欢你的鹰将主子吗？你看我没用1个时辰就把你送过来了，不用谢我哈。亲拿，这里太荒凉了，不可能是鹰将，你们不能这么对我。贝爷，德哥，你们要保佑我活下去。金色的机体带着蛛丝炸出一道惊天响雷。中海军事科研基地10辆军车浩浩荡荡驶入基地上，吕国忠带领20多名军官步入接待大厅，基地所有人起身迎接。王老、华老，您2位可千万别折杀国忠了。您2老当兵的时候，我还没出生，以后要还是这么客气，我可再也不来了。你的来意，我和王老已经知道，咱们去外面说。王老，联合军演在即，咱们这边。他们东部军区有外国的装甲，咱们南部军区也有准备。那就好，只要差的不是太大，咱们必有一战之力。事实上，差的还真就有点大。王老、华老，没关系，哪怕他老孔是头老虎，咱也得崩掉他2颗门牙。国忠啊，咱们的秘密武器到了。在呢？没有啊，我怎么看不到？退后，他来了。我操！这该不会就是咱们的秘密武器？竟然是机甲，这东西能打吗？国忠啊，你的意思应该是想看一下他的战斗能力吧？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哈，那我来安排吧。王老拿出电话给王一雪拨通。一雪做下实战测试。好的，爷爷。国忠，这机甲名叫降天1号，目前有2个攻击武器。根据机甲起飞前的语音来看，总共应该有4种武器。王老，这东西的研发肯定不容易吧？不瞒你说，其实降天1号并不是咱们科研中心研制的，研制这东西的人好像叫徐帆，是中海国防科技大学的大学生。什么？王老，您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吧？国忠，不止如此，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台机甲从立项到完成也就用了不到2天时间。国忠，2个武器，先是哪个？哪个都行，您安排就行。哈，小意下，靶场有几辆报废的合金坦克，你打几下看看情况。好的，爷爷。已切换战斗模式。哈哈哈，有了它，别说军演，哪怕是小日子天皇，还有鹰将总统，睡觉都得做噩梦。国忠，粒子刀测试完了，这威力应该算是可以了吧？简直太可以了！还有一个武器是轨道炮，要继续实弹测试吗？测，当然要测。意下，2000米外的小山头上有个固定标靶，用轨道炮把它打掉。OK。那座小山哪去了？这特么火山呢？山哪去了？让你炸标靶，没让你把山炸没？王老，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想把一雪特招入。先生，一共11.5，请问现金还是刷卡？美女，谁买的你问谁，别问我。哈哈，王老，我就是开个玩，让他入伍吧。王老，咱可说好了，不行反悔。我一口唾沫一个钉，不过你也得问他本人的意见。好。一雪呀，驾驶机甲的感觉怎么样？很好，帅呆了。不过李叔叔，你笑的好像有点不对劲。一雪，想不想以后一直能驾驶这台机甲？想啊。那好办，填个表，按个手印就行。李叔叔，您是想让我入伍做机甲驾驶员吧？我愿意入伍。呵，不愧是王老的后人。王老，机甲的设计制造者，我觉得七小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用最低调的方式把机甲无偿赠送出来。不对吧？是我找他做的机甲，而且只用了2天。这个很可能你不管定什么，送来的都是机甲，反正到时候只要改一下聊天记录，说你说错了就行了。多么好的小同志啊！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像这种做好事不留名的人真的不多了。一学委托制作这台机甲，总共花费了多少？总共300瓦，我预付了150瓦，还有150瓦尾款没来得及结清。李叔叔真是默默无闻的天才好少年啊！这个能说明什么吗？徐帆可能是省吃俭用凑出来的机甲，甚至借了300万，所以他才向你报价300万，或许只是想还清外债而已。我现在就给徐哥结清余款。不，加个0，费用找我报销，不能寒了这位少年科研工作者的心。我操！幸好手机有防水能力，否则还得买新的。收到了吗？你又多打了个0，是你应得的。谢谢，惭愧。明天上午你有时间吗？详见一下。没有。中海军事科研基地接待大厅怎么样了？结清了，但是我想约他见面，被拒绝了。他这是想功成身退，悄然和你断了联系啊！这人怎么这样？才认识就要跑？一学遇事哭鼻子，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说得对，你说不见就不见，我偏要去找你。哼，想逃出本姑娘的手掌心，没门儿！儿子一定好好跟人家说话，给人家留个好印象。知道了，老妈。怎么是个购物中心啊？你好，我是徐帆，请问你来了吗？我10分钟前就到了，在爱马专柜这边闲逛，买了点东西，正好你过来帮我拿一下。爱马仕专柜是吧？行。
你好，美女，是相亲的吗？是的，你好，我是刘丽，你要好好表现哦，表现好了我就做你女朋友。那边3个圣诞系列包包我都想要，帮我包起来吧，我可以买吗？可以啊，喜欢你买啊。这女人怎么回事？她自己买东西问我干什么？爸，这个大色包包好漂亮。漂亮吗？我觉得这些都好适合我，我真的买了哈，帮我把这些都包起来吧。美女，确定一次性买这么多？怎么？你看我买不起是吗？帮我包起来。先生，一共11.5，请问现金还是刷卡？美女，谁买的你问谁，别问我。你不是和我来相亲的吗？我说了看你表现，你要是这些都给我买，我就给你追求我的机会。呵呵，姑娘，你是来相亲的还是来找大冤种的？我不管，反正你不能走。我去。怎么回事？吵什么？哥们儿，既然带人姑娘出来，咱就别抠手的。你说闹成现在这样多难看，要我说各退一步，你把东西买了，这事情就算完了。你觉得怎么样？不怎么样。哥们儿，这些东西已经打包好，耽误了我们这么久，咱这儿的误工费你可1分都别想少。表演完了吧？那我走了。想走留下误工费。其实也没什么大事，那些包包没什么损伤，等下的重放上去就行了。经理，要不就算了吧。你算什么东西？经理，人家进来以后什么都没做，你就要钱？你被开除了，马上滚出香榭丽舍。现在还有谁为这个小子说话？美女，这里不能停车。竟然是王氏集团的大小姐。大小姐，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徐凡，可算是找到你了。你知道我为了找你费多大劲吗？这人谁呀？大小姐，您。徐凡，你没空和我见面，我还以为你忙着研发机甲，跑这里来做什么？王一雪，我在这里。说来话长，你问他们。谭经理，谁借你的胆子？大小姐，这都是误会，是误会啊！误会？听店员说，这的事情你已经干了几10次，这是诈骗，有什么话留着交代吧。而且以后所有公司都不会聘用你这种人，你也一样。这明显是部队的人，他们来这里做什么？不会也是来买名牌包包的吧？这几个人我认识，这是来找你的。找我？徐凡，请问一雪的那东西是你研发制作的？是。好样的，坚韧不拔，舍小为大，是个好青年。啥？二老过奖了，真的过奖了。虚怀若谷，是个成大事的人，不错不错。哈哈哈，哪个是徐小兄弟？快让我瞧瞧。国中叔叔，你怎么来了？小一曲，你们来了，当然我也就来了。王爷、黄老、李师长，你们好啊！哎呦，老谢，你怎么也喜欢凑热闹了？您二老家到了，李师长也来了，我这晚辈要是不露面，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我虽然只是个被人看不起的小团工，但却把500米的机甲给焊住了。按照美女的要求，高达送给她爷爷的寿宴。寿宴当天，机甲突然出现，直接把无数人天灵盖吹飞。美女客户蒙圈了。我不是只要个模型吗？徐帆你好，我叫童瑶，你的手机能不能借我看一下？可以啊。干，怎么和我的不一样？徐帆，这手机也是你自己改装的？对呀，但是改装手机很麻烦的。的确很麻烦。徐凡，机甲是你造的，能不能现在试飞一圈？可以。小意下，之前听你说驾驶舱还有一个副驾驶位，确实有，不过相当于乘客，并没有任何操作权限。爷爷，我可以跟着吗？你也跟上吧，毕竟徐凡只操作过1次，万一操作错误，你也能立刻补救啊。各控制单元正常，光束武器未挂载，龙骑兵系统未挂载。当前驾驶模式大师，快速启动完毕，等待出击。启动王者模式。停。当前驾驶模式切换为王者。姿态操控限制已解除，轻动力引擎限制已解除，武器系统限制已解除，相控阵态势危险预警已关闭。我去，徐凡，不要下去，不要下去！江天1号出发。来不及了。当前模式王者综合推力1100千牛渣。王者模式下不提供小推力数据。机体温度1000摄氏度，速度10.8马赫。评价一切正常。王老稳住，没事，我没事，快看屏幕。当前模式王者综合推力1500千牛渣。王者模式下不提供小推力数据。机体温度1600摄氏度，速度16.8马赫。评价一切正常。机甲从地面到太空用了多久？报告王老，从机甲快速启动到现在也就过去20分钟。神马，小徐啊，感觉怎么样？感觉还差点意思，应该是激光武器和龙骑兵系统没安装的缘故，不够完善。这还不够完善，还是顺着他的话说吧，活命要紧。钱等你回来，务必把这台机甲完善一下吧，费用一提，管控。没问题，我最喜欢干活。小徐，你这是打算去哪？不回来吗？我带一雪去月球看看。你说呢？月球？不行不行，太危险了。月球距离地球38万公里，没有几天时间，你怎么可能到达？即便到达了，你有足够的能源返回吗？王老您不用担心，我尽量在午饭前回来。加力模式启动中，备用能源启动。机甲最优飞行姿态调整完毕，能源进口涵道已重新调配完毕，矢量喷口转化装置微缩连接完毕，进入加力模式。当前模式王者加1级抓力综合推力2800千牛渣。王者模式下不提供小推力数据。机体温度3100摄氏度，速度43马赫。评价一切正常。嗨，给华老吃速效救心丸。
距离已经足够近，是时候减速了。准备好，减速和加速一样难受。爸，我准备好了。易雪，快帮我四周看看，纪念碑在哪？徐凡，你刚才降落的时候有没发现踩到了什么东西？好像是踩了一块石头，硌了一下机甲的右脚。怎么了？你猜机甲的脚踩的是什么？我操！小旭，你能不能再造一台相似的机甲，将激光武器和龙骑兵系统完善？这个很烧钱的啊，1000万W，交给我，您放心。2天后，废旧仓库。我到门口了，开门卸货。降天1号、降天2号，久违了。师长好。巾帼不让须眉，2位辛苦了。城外。老李啊，别怪兄弟无情，这次演习你已经输了。传师部命令，外骨骼装甲团出击，务必在1小时内拿下蓝军师指挥部。是师长。易雪、童瑶，目标红方师指挥部，坐标79度33分 E，32度11分 N， 给你们俩10分钟时间，都给我抓活。5分钟足够。老孔啊老孔，这次我要看着你怎么哭。我的妈，那是什么鬼东西？我虽然只是个被人看不起的小韩国，但却把500米的机甲看住了。按照美女的要求，把高达送给她爷爷的寿宴。寿宴当天，机甲突然出现，直接把无数人天灵盖吹飞。美女客户蒙圈了。我不是只要个模型吗？赶快上报，汽车人入侵地球了！汽车人，你们要干什么？马上带领你的士兵向投降，并且将投降指令上报军演官网去。这里国中带着他的部队投靠汽车人了吗？这特么，告诉全师全部投降，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喂，小孔啊，刚获胜就来报喜了，你小子真是个急性子。报告首长，我方师部遭到汽车人袭击。什么东西？荒谬！你他娘的变形金刚看多了，别怪我没提醒你，战士造谣要上军事法庭。首长，其实也不一定是汽车人，也有可能是光能使者或者高达。好，很好，孔师长，既然你这么确定，给我把视频接通。要是看不到汽车人，老子把你送到军事法庭。真的是汽车人。怎么肥死？不是汽车人，怎么会是2个妹子？你们是什么人？报告孔师长，第8陆战装甲合成师机甲特种作战队队长降天1号驾驶员王义显。报告孔师长，第8陆战装甲合成师电子对抗营少校营长兼降天2号机甲驾驶员童瑶。孔师长，敌方已经全面投降，这场军演是我们胜利了，我们该走了。小李，我问你个事，你老实说，那2台铁疙瘩究竟猛不猛？您要问那东西猛不猛，我简直没法和您形容，那是相当猛，非常猛，嘎嘎猛。您是不知道，战斗测试的时候我就在现场，一炮平一山，一刀斩坦克。行了，小李，有点吹弹了，先就这样。废旧仓库。小旭，这个东西是？这个是集成式多功能工作台，它是制造很多科技产品的核心机器。我的天，王老，你快来看看这些部件，简直！可以肯定，就是徐帆制造的这个集成式工作台创造了那2台怪物。这个大家伙才是真正的怪物。那是什么合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那一堆是造完机甲剩下没用的碳缺合金。碳缺合金，那可是全世界最强的合金，硬抗核弹的材料。你特么给扔到库房角落里吃灰，暴殄天物啊！其实吧，2台机甲的边角料不止那些，那边篷布下盖着的都是。你们要是感兴趣的话，价格方面完全好说。我操，都是碳缺合金啊！华老，您要是对这些材料感兴趣的话，其实我正想卖掉。卖有多少要多少。既然如此，那咱就得亲兄弟明算账。这些合金材料成本都不低，所以先说好，咱这价钱肯定不会太低。小徐，你说的话我们都理解，你开个价吧。我这些材料成本加上房租、水电什么的，均摊下来，怎么着也得有100块1斤了。哎，算我吃点亏，就按每斤80吧。你刚才说多少啊？这算了，那就再给你们便宜点。
点，50块钱一斤，这次真最低价了。小徐，你刚才说50块钱一斤，哈老他真是这么说的，我这次听清了。不是，您二老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啊，再便宜我就真没利润了，这都是小本买卖。是我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行，就按你说的来，都按50块钱一斤计算。好的呢。小徐，这个也是你研发的新型合金？那个是常温超导合金，估计也得有接近1吨的废料。哦，是超导合金啊！超导合金常温。小徐，你是说这东西是常温超导？对啊，放在机甲内部做电路，基本能做到能量无损传递，而且不会因为轻动力引擎的高温而过载。我记得应该总共剩下了1吨左右，都在这一堆废料里了。你们收吗？交个朋友嘛，31斤怎么样？小徐，大。这样吧，我把合成方式和相关化学式给你们。好男儿，真乃国士无双，就按你说的办。小徐，这次来还有件事，想听听你的看法。什么事？你研发的机甲非常强大，中海军事科研基地想与你合作，共同研发机甲。那都不叫个事儿。不过既然是合作，那这研发制造机甲的所有消耗都由你们承担，我只负责搭建机甲的流水线和技术图纸。产线建成后，每产出1台机甲，我要拿3个点的利润。等下，小徐，你刚才说要帮助制造机甲流水线，还要提供技术图纸。当然啊，我只能帮助建造产线和技术图纸。小徐，你这是在研发什么？那个是我闲来没事构思深海潜航器。深海潜航器你也有研究？略懂1、2吧。记录我接下来说的话，并且上报。此刻，我决定动用镇国勋章权限，将徐帆的科研权限提升到10级。这个中海所有资源完全向他开放，各部门无条件配合。如果哪个部门有意见，无需上报，直接将此部门领导开除。同时，将徐帆的个人信息列为国家级保密序列，级别红色绝密10级。意下，徐帆好像还没有对象吧？没有。老伙计，你说是不是考虑给徐帆配1、2个秘书？要是徐帆自己不反对，咱们这边倒是也能安排。我反对，你们2个老人家这是多管闲事，人徐帆又没提这种要求，你们瞎操什么心？小杨，你也说说，他们2个老头说的合适吗？我觉得一雪说的对，都什么年代了，人家徐帆有手有脚，人长得也帅，可以自由恋爱的。那徐帆平日里这么忙累，有个秘书也可以减轻工作压力啊。那也不用非得找2个女秘书吧，我又不是不能帮忙，没有机甲出动任务的时候，我也能去徐帆家里帮忙照顾他家人。我没事的时候也能去帮忙，咱难道还能比那些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差了吗？既然你们2人都这么说，那你俩有空就去照看下徐帆的家人，我帮助下徐帆的工作。徐帆，早上好啊！一雪，你咋来了？快请进吧。这是一雪吧？我们家小凡天天夸你漂亮贤惠。阿姨才漂亮，我都不及阿姨的1/10呢。不行了，老了。阿姨你看着真年轻，是吗？阿姨你皮肤真好，哈哈，还行吧。阿姨我能不能叫你姐姐？哈哈哈，阿姨有那么年轻吗？徐帆，你这脑袋是怎么长的啊？这机甲都能做出来，简直帅呆了。呵呵，我也不知道。叔，附近没有旅馆。他不会真的是想那种事情吧？我还从没经历过，好难为情啊。这老板怎么回事？瞎想什么呢？不是叔，我是想问附近有没有酒店？更没有。现在的年轻人成熟的太早，这刚18岁就什么都懂，不像我们那个年代，18岁连手都不敢。特么的，我看着像那种肤浅的人吗？叔，我是想问附近有没有出租车？装什么装？没有。太好了，终于有车了。师傅，兵工厂走吗？是二狗吗？二狗是谁呀？不是二狗啊，我是来接二狗的。走了，兄弟。小杨，你现在忙吗？应该不算忙吧？怎么了，一雪？有事吗？也没什么大事，就是你能不能过来接一下我们？行，你发个位置给我。谢谢你，小杨，我这就发给你。行，我5分钟就到。放心吧，小杨说过来接咱们，而且5分钟就到。童谣这是在哪？5分钟就能到？不知道啊，他让我发了个定位，然后就说5分钟到。喂，有流星？流星你个大头鬼！那是童谣开机甲来接咱们了。咋地了？这么大动静，我还以为地震了。媳妇，我刚才好像看到那对小情侣被外星人抓走了。你特么流浪蓝星第2部看多了吧？赶紧回来睡觉。哎呦，老孔，听说上次演习把你吓着了，听说你出事以后心疼的我呀，哈哈哈！老孔，别跟受了气的小媳妇似的，不都是属于东南战区吗？你看你就不能大度点？老李，你他娘的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不是你被机甲对在脸上，我让我丢了多大人，你知道吗？
咱们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又都是东南战区的兵，你都他娘的列装上机甲了，我什么都没有，反正我不管你那个什么机甲，高低也得给我弄2台，少1台我就不走了，你还得管饭。红二愣子，没想到你小子长了800个心眼子，以前我咋就没看出来？演了半天，现在露出小犄角了吧？想要老子的机甲，门儿都没有，要机甲没有，要命不给，还说是一个班的老弟兄，有了好东西也不知道分享，抠死你得了！我们是2台机甲，刚好组成一个联合作战掩护组，哪有多余的给你？我那机甲产线想要量产，估计还得1星期啊！不是，对了，老孔，你那外骨折装甲是真不错，棒极了！老李，还有1个星期就能量产了，都是一个班出来的弟兄，我要50台，不过分吧？50台，1年也就产出20台，不行，绝对不行！咱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也不能不讲理。这样吧，你今年先给我5台，后续每年给我3台，这不过分吧？这你要是再不答应，别怪我出去乱说，到时候会有多少战区向你要？你可……我虽然只是个被人看不起的小焊工，但却把500米的机甲焊出来。按照美女的要求，把高达送给她爷爷的寿宴。寿宴当天，机甲突然出现，直接把无数人天灵盖吹飞。美女客户蒙圈了。我不是只要个模型吗？红二愣子，这机甲造价成本可要1000万，你可想好了？少废话，1000就1000，哈哈哈，净赚500万。各位，接下来我们要表彰的人是2位机甲驾驶员，也正是他们驾驶机甲力挽狂澜，将敌方指挥部一举摧毁，生擒敌方首长。有请王一雪同志、童瑶同志。果然是英雄出少年。为表彰王一雪同志、童瑶同志在军演中的重大功绩，特作出如下奖励：授予王一雪同志、童瑶同志特级战斗英雄奖章，向王一雪同志、童瑶同志颁发特级战斗英雄奖章、1等功奖章和红蓝演习标兵纪念奖章。首长、师长、各位战友，请允许一雪任性一次。有一个人，当我在温室里享福时，他研发出机甲无偿贡献出来；当我在这里荣誉加身时，他已经夜以继日工作了50多个小时，现在还在机甲产线上焊缺合金、超导合金等足以获得诺奖的发明，他都无偿捐赠出来，独自一人，苦心孤诣，呕心沥血，披荆斩棘，无怨无悔的将一切奉献出来，哪有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应该获得荣誉的人是他，是徐帆。说得好，王一雪同志，你说得好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不过请你放心，也请战士们放心，咱们东南军区绝对会给予徐帆同志最优厚的条件和最高的褒奖。不妨透露给大家一点消息，科研那边已经有授勋和任命在路上了，但这还不够，咱们东南军区会给出更大的诚意，必定不会寒了任何一个军工科研工作者的心。一雪、童瑶，模拟演练可以开始了。收到。音爆，音，首长稍安勿躁，这都是小场面，音爆起飞而已，不算演练项目的。等等，老罗，你看数据面板。当前模式大师综合推力2200千牛加，小推力数据忽略，机体温度1100摄氏度，速度13马赫，评价一切正常。老天爷，13马赫，目前全世界最快的战斗机也才3马赫啊！你垂直攀升就能飙到13马赫？我不信，绝对不信，这根本不可能。这数据肯定是假的。首长说你们太慢，可以再稍微快点。好嘞。国中现在机甲外面音障都没了，说明连超音速都没达到，数据面板还敢显示24马赫，你这造假也太……机甲飞出地球了。报告首长，已经达到近地轨道，请指示。按计划执行。首长带上吧。国中，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身体好得很，不需要这东西。我也不需要，我身体不比老罗差多少。早晚得带上。一雪、童瑶给首长炫一个。是。国中，这个飞行动作有没有名字？首长，这个动作教育健全，也是徐帆发明的。太强了！国中，你之前说的那些武器测试效果，该不会也是真的吧？首长，看您说的，国中什么时候骗过您？一雪、童瑶开始武器测试吧。是师长，这次是炸太空卫星吗？不炸卫星，咱炸点正常的就行。您二位这意思，仿佛炸个卫星和炸个狗盆没多大区别，还他妈说什么这次说的就像上次炸过似的。国中知道这机甲厉害，但是你这炸卫星是不是太浮夸了点？怎么着？2位首长想看？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雪，你们的道袍的射程是多少？能打到星链吗？能啊，我刚刚用量子源相控阵雷达扫描过了，不到1万公里，在射程内。首长想看烟花，你懂我意思吧？烟花感，懂。群做的隐蔽点，听听，这是人话吗？什么炮能打1万公里射程？有那么远射程的炮？要导弹干什么？机甲姿态调整完毕，空气状态分析完毕，距离9981公里，目标锁定，轨道炮蓄能中。报告师长，完美命中。好，干得漂亮！马上命令一雪和童瑶返回国境。是首长。
首长，模拟演练是不是就到这？不是说还有微型导弹、激光武器、粒子刀、龙骑兵系统？既然这样，那我就让童瑶再给2位首长来个简单的微型导弹打靶。好，那就开始吧。童瑶，就用你的卫星导弹给首长简单的打个地面标靶。是，师长。一血，我这边搞定，咱们回吧。行，回的迟了，咱师长该骂人了。我操！出大事了，这他娘是核弹，快撤！警报！警报！警报！防御系统检测到非4人强烈阵亡，疑似小型核弹在我师母附近引爆，请所有人员立刻撤离！请所有人员立刻。卧槽！不好了，国中那边出事了。童瑶，你们怎么样了？华了，我和易学马上到科研基地。好，你们2个立刻把机甲开到大楼这边。滴，探测结果无辐射。不可能没辐射，那东西咱们都亲眼见过，绝对是核爆。如果不是，我把这台机器吃下去。华老，这坑您怎么看？想知道怎么回事，得问那个小徐。你是说徐帆？在，给那小子打电话吧。徐哥，你那个微型导弹是怎么回事？那导弹比一般导弹要强一点点，你们尽量到远一点射，否则容易伤到自己人。徐哥，你研发的这导弹是不是核弹？当然不是，那个是高分子固态冷铀弹，爆炸的瞬间衰变就会完成，不会有任何核辐射。好的，徐哥，你忙，有问题我再打给你。东南战区网络会议室，各位，我长话短说，今晚这个紧急会议的内容就一个事情：挪威科考船在太平洋海域探测到了新型超级系统，对我国至关重要。我们现在需要7天内研发出能下潜到海底1万米的载人深海潜航器。你们哪个军工部门能抗下这个担子？总司令，目前咱们国家的载人深海潜航器能下潜到哪个深度？海底7000米，是由已经因公殉职的徐海平同志研发制造。也就是说，只需要将7000海里的潜航器改装成1万海里。我们战区有一位约翰国的深海潜航器专家，或许可以试试。我们战区也有一位鹰将级的相关方面专家，也可以一试。我们东南战区也有一个深海潜航器方面的专家，这事也算我们一个。好，所有战区立刻展开对深海潜航器的研发改造。深海泰坦，真想马上看到你完成时候样子。父亲，您的心愿或许要不了多久就能实现了。王老您好，小徐你好，战区下来个非常重要的研发任务，7天内研发出能下潜到1万米的载人深海潜航器。行，王老，您说的我都懂了。荣长官，你请我来有什么事？理查德博士，我们战区想与您合作，研发一款能下潜到1万米深度的载人潜航器。7年研发时间7天，不可能，7天做不出来。理查德博士，却没有别的办法吗？其实也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是恐怕得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请直说吧。研发深海潜航器需要从我们约翰国进口动力总成，而且还会用到大量的相关专利，这些都会产生很大的费用。要是愿意出这些费用，那还好说。你说的这些费用，我们可以出，你的酬劳我也会让你满意。可是这次海底潜航器的项目由3大军区的科研机构在同步跟进研发，如果你在7天后的评比中胜出，我会一次性付清你的所有费用，如果失败，我们不会付任何钱。这个你接受吗？你是要签对赌协议是吧？没问题，我们约翰国的深海潜航器技术是最强的。特么的，成本100万都没有，竟然卖10个亿，这就是垄断的力量啊！落后就是这个下场。詹老，大老远把您叫过来，真是太麻烦您了。张司令，您可千万别客气，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派上点用处，荣幸之至。哈哈，詹老请坐。各位，事情紧急，测试开始。理查德博士，就由你先介绍一下你研发的深海潜航器吧。我这台深海潜航器名为墨鱼号，设计下潜深度为1万米，拥有先进的红外雷达导航系统，以及目前最先进的动力系统，载人2位，载重500千克。做压力测试。抗压测试完成，抗压能力99.氢帕0.997吨，下潜能力9990米，还差10米很正常，任何仪器都有误差。我这么说，你们应该没意见吧？这是我研发的赤鱼号，数据和墨鱼号一样，你们随便测。张司令，东南战区的潜航器不是还没测试吗？要不要一起测试一下？就是下过研发的深海潜航器，性能肯定也非常不错，起码能下潜7500米，哈哈哈。另外一台潜航器还没运过来，等运过来的时候，报告。小朗，怎么了？报告司令，我们军区的深海潜航器早就运来了，应该也可以进行测试。潜航器在哪呢？报告张司令，我们的潜航器在码头那边的水里。你们研发的潜航器是不是像鱼儿离不开水？不，他们的潜航器喜欢躲猫猫，哈哈。小狼，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不是，真的在水里。要是轮到我们东南战区测试的话，我这就把它弄上来。小王说的可能是实话，有些老式的密封材料确实不能长时间离开水，要不咱们一起过去看看？好吧，带路去看看。卧槽，
小狼，你该不会想告诉我，这个就是你们东南战区研发的深海潜航器吧？报告司令，这个就是我们战区的深海潜航器，没错，它叫深海泰坦。特么的，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张司令，还需要测试吗？等后续安排人员下水测试吧。这么做不公平，以我多年研究，你这东西肯定就是个面子工程。如果现在不测试，那就请判定我们胜出，将25亿设计制造费用一次性结清。理查德博士说的对，如果不检测，那就给钱，25亿美刀，少1块钱我都会提起国际诉讼。2位博士，我下国做事，什么时候用得着你们来指手画脚？这架深海泰坦绝对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很多地方都是暗河流体力学。小狼，你这个深海泰坦有没有可能上岸？司令，这个我也没试过，但是设计它的人说能行，要不要试试？好，那你尝试操作一下，如果不行也没关系。是司令。易学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远程操作应该没问题啊。警报！警报！请驾驶员远离该区域，深海泰坦即将登陆，请远离。所有人马上撤离。女娃子，你们这台深海泰坦真的是7天建造的？ 5天，第5天的晚上，设计师就给我发消息说把这东西送过来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说的那个设计师，要是5天能做出这么个庞然大物，我把它吃下去，这他妈的根本就不科学。控制你的深海潜航器不对，应该叫深海泰坦。来测验场，开始检测。滴滴滴，抗压测试完成，抗压能力99999 MPa 999.99吨，下潜能力9999999米。不可能，这绝对是假的！你们找了一台故障机器弄虚作假，我不服！把另外一台全新的抗压测试机也推过来。滴滴滴，抗压测试完成，抗压能力99999 MPa 999.99吨，下潜能力9999999米。理查德博士，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即使你重新换了一台机器，测试结果也有可能出故障。报告司令，深海泰坦的量子原相控阵雷达系统检测到，他们2个身上有红外偷拍设备。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你们夏国就是这么污蔑外国科学家，我要曝光你们这种行径！你们迫害外国科学家，我要给大使馆打电话，我要回国。走。你们这么做违反国际法，我要给约翰国使馆打电话，放开我！司令，发现2个红外设备，带下去做更仔细的询问，注意别让他们自炸。女娃子，你这深海泰坦能载几人？老朽能进去看看吗？詹老稍安勿躁，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容我操。什么？这不可能！我不信，我绝对不信！100节，开什么玩笑？这数据面板肯定出状况。小狼、小童，开始吧。驾驶员确认完毕，船锚武器挂载正常，深海龙王炮挂载正常，蜂巢武器系统未挂载，加速背包未挂载。出击倒计时3、2、1，深海泰坦出击。后生可畏啊！司令估计还不知道这2个女孩的身份吧？什么身份？王一雪就是科研界王老的亲孙女，童瑶则是东南军区的电子侦察营少校营长。对了，不是说深海泰坦的设计制造者名叫徐帆吗？咱们要不要查一下？詹老，你这么一说，我也来兴趣了。喂，李主任，帮我查一个人，名字叫徐帆，东海人，痕迹现在就查。张司令，您说的这个人信息局那边压根就不让查，同时警告我绝对不可再查此人，还询问了我是谁在查他。知道了。张司令您好，首先要告诉你，我们现在的电话会全程录音。我是夏国安全局局长杜明成。杜局长你好，找我什么事？是这样的，因为您刚到试图调查国家级保密序列，我来告知您，请务必停止调查。竟然是国家保密序列！张司令，以我的最高权限，只能告诉您，您调查的人，他的保密级别是红色绝密10级。本次通话录音会一同录入绝密档案。再见。红色绝密10级，詹老，这个人咱们都不能再查。找到了。当前模式新手流体仿生姿态，海豚金动力引擎输出动力状态，低功率泵喷1号推力180千牛加，泵喷1号推力180千牛加，泵喷1号推力185千牛加，侧翼推力109千牛加，机体温度80摄氏度，航速100节。评价：新手上路慢点不要紧。什么？这不可能！我不信，我绝对不信！100节，开什么玩笑？这数据面板肯定出状况了。詹老，深海泰坦后方怎么出现一个半透明的空包？是不是出故障了？这是超空炮，足以说明这个数据面板是真的。航速180、187、206。詹老，超过200节能说明什么？张司令，目前一般的鱼雷也就300节航速。现在我可以说，整个世界这台深海泰坦绝对是顶尖的水准。什么500节，都听说过里海怪兽吧？里海怪兽我曾经有幸接触过，那东西的航速就是500节。一血，你们现在的位置在哪？报告司令，目前已经到达距离海岸线10海里。他就在那里，测试下潜能力吧，注意安全。是司令。滴滴滴，警报！检测到海底有不明潜艇正在向我正下方移动，智能分
关机，不具备对我方造成任何伤害的能力。陈主任，今天有没有我方潜艇在附近海域执行任务？司令，发生了大平洋稀土事件后，大多潜艇都出去执行任务，不应该有潜艇出现在这边。一血，童谣，小心点，一旦有任何动静，立马返航。一血，慢点，慢点。现在潜艇到哪个位置了？小鸟艇长，咱们已经进入夏国海域，妖系要不了多久，夏国海岸线的情报就会被咱们全都记录在内。小鸟艇长，好像有什么东西沉下来了，快逃！哥斯拉入侵地球了。尔等小国，冥顽不灵，看我大威！切换近战格斗状态，流体仿生姿态转换中，转换完毕。轻动力引擎输出动力状态，容功率目前流体仿生姿态，鲨鱼近战格斗状态切换完毕。怎么把它忘了？发射高爆鱼雷。长官，我们遭到怪兽哥斯拉袭击，潜艇都被一口咬成了2截。要不是我和伊藤成机灵钻进逃生舱，肯定被他吃了。快看，这个焊工造出了30米的潜航器，竟被外国称为哥斯拉，还动手挑衅。结果我一团毛送他们见了太奶，但他们却攻进了我国海域。就在他们雀跃之时，我驾驶机甲直接歼灭所有敌军。一群蛮夷之辈，荧光之火岂能与皓月争辉？我们的潜航器遭遇了变异乌贼的袭击，请求国际支援。有个很不幸的消息，所有国家都拒绝了救援，请告诉我还有什么想做的事情，我一定帮你们兑现。中将殿下，我只有一个要求，请照顾好我的妻子和孩子，保障他们今后的生活。哎呀呀！咦，那是夏国的战舰。老朋友，好久不见了。哦，我的老伙计，能联系上你真是太好了。我们的大熊号遭遇大乌贼袭击，能不能帮忙救援？事成之后，我毛熊国必有重谢。毛熊是我们的友好国家，责无旁贷。要死了吗？可我。这就是超级稀土矿石吗？你们找的没错，你们看一下，要是不多，就全都带回来。司令，这里还可以吧？不算多，那就全部带回来。这世界的天要变了，将军，什么意思？夏国有句古话，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今看来，正是变局之时。形态转换完毕，高功率模式已启动。超级稀土哪去了？这是魔法阵吗？沃德发。我操，这特么能叫不算多！联合国紧急会议，鹰将代表萨克逊。各位，我们已经得到几乎确切的消息，超级稀土矿全都被夏国挖走了，并且还有危害世界和平的武器。夏国代表，这件事情，请你给个说法。鹰将的荒唐发言，我有2点要说一下。第一，你们说的这些问题有证据吗？如果没有，就请闭嘴。第二，偷鸡摸狗这种事情一直以来都是谁在做？各位心里都明白。狡猾的夏国人，你这是诡辩。各位，我提议，夏国拥有的矿脉和机甲必须交给鹰将来管理，只有鹰将才能让世界和平。呸！特么的，要点脸行不？随便闹吧，反正我有1票否决权。童谣，你这手里拿的是什么？怎么这么奇怪？司令，这是徐凡让带回来的，好像是给深海泰坦用的。打开看看。司令，这有一封信。司令，鹰将的战舰进入了我国领海。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公然进入我国领海，你们是想发生战争吗？我们来了，你们能怎么样？今天必须交出来！哼，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叔叔能忍，婶婶不能忍。犯了疆域者，虽远必诛。报告司令，处在军事演习中的鹰将第7航母舰队已经进入我国12海里，彻底闯入我国领海。这群豺狼还真是胆大包天，这次就让他们知道，豺狼来了，有猎枪。童谣一血，紧急任务，一族来犯，诛灭一族。这东西怎么融合这么慢？来了嘛，就让我练练手吧。降天速来。将军，我方航母编队已经深入到夏国12海里以内，请您做下一步指示。原地休整半天，扩散消息，制造恐慌。限你们半小时内滚出夏国领海，否则永远留在这里。这就是最后通牒。告诉第7编队所有战机，全线再挺进2海里。我要让夏国知道，谁才是这个世界的霸主。夏国只能跪在我面前叹。开启电磁干扰。
威廉上将，不好了，无数电力系统全都莫名中断，通信系统要瘫痪了，舰载机都无法起飞。快使用备用电源！报告将军，备用电源也失灵了，完了，彻底完了！将军，前方好像出现一个汽车人。愚蠢的野蛮人，接受我的审判吧！什么？彻底消失了？怎么可能？给我查！司令，那些舰队一瞬间全部消失了。什么？难道是一雪出手？我造出了5米的机甲，歼灭敌军，结果却被网爆。星链卫星寻找结果怎么样？报告将军，一无所获，整个航母舰队都消失了。将军，有没有可能是夏国搞的鬼？就是在他们下了最后通牒以后，第7舰队才失联的。荒唐！就夏国那点海军力量，能悄无声息地干掉整个航母舰队？无论如何，都要给我查！你好，我是鹰将海军作战部部长。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第7舰队在你们的领海内失踪了。恕我直言，你所说的事情完全是你们鹰将的事情，和我夏国并没有半点关系。所以你说的要求进入夏国领海进行搜索，我们不同意。另外送你句话，我夏国已经不是几百年前那样，任凭你们侵略的国家。亲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能把鹰将海军部长训斥一顿，晚上高低得整几个硬菜。滴滴滴，电梯超重。丽，给我让一下。这黑子是不是有毛病？外国人怎么了？哇，你是网红黑哥，我给你让位置。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就是浪费。深夜，千内传媒大厦办公室，杰西，你今晚的事情热度已经彻底炒起来了。照这个势头，要不了多久登上热搜榜第1都有可能。我已经接到好几个电话，已经有资本进场，愿意再捧你一把。马上用我的账号去发文，怂恿粉丝加大对那小子的网暴力度，同时别吝啬钱，咱们花点钱多雇点水军，把热搜再往上顶一顶，这样热度会更高。小妹开心的应了一声，匆忙离去。我让你让个位置，你竟然不让，这下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我看你怎么上街。国家安全局办公室。我操！你们这帮人是干什么吃的？有人试图窃取红色绝密成员信息，看不到吗？马上给我查，究竟是什么人在窥探绝密信息？还有他们具体在窥探谁？20分钟查不出结果，卷铺盖回家。大数据监察中心，刘主任猛地一口冷气灌进了嗓。要知道，只有2国交战，试图刺杀敌国重要人物，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发生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你们也跑不了。要20分钟内弄不清楚状况，我这个大数据监察主任的位置也没脸做了。大数据工作人员疯狂地敲击着键盘。主任，矛头都指向了一个信息：今晚一个大学生在购物，没给黑人网红让电梯，黑人网红教唆粉丝把这名大学生给网暴了。同时还有多方网红和艺人在教唆粉丝加入到网暴大军中。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徐帆，目前是中海国防科技大学大4学生。这就奇怪了，一个大学生而已，没有什么资格让整个安全局都震动。中海国防科技大学的官网上立刻出现了一条红色紧急通知：大数据检查中心。杜局长，情况已经调查了。以下所有矛头都指向了目前的全网热榜第1。不过这个学生刚刚被中海国防科技大学开除，现在也不算是那里的学生了。这个学生叫什么名字？他叫徐帆，家住在……谁？你说的是徐帆？卧槽了，真的是徐帆！完了，天塌了！领导，难道徐帆是红色绝密人物？刘主任，我告诉你，徐帆是国家级保密序列，红色绝密10级。这些人都是夏国伟人，这样的人竟然被网暴了。刘主任，立刻对所有散播消息的人严控。我倒是要看看他们这些人究竟能不能在夏国只手遮天。是黑人网红，还有那些明星大咪，真他妈有眼不识泰山，招惹谁不好，非得招惹徐帆，一个都别想好嘎。杜明成，你他娘是干什么吃的？脑袋里装的是屎！徐帆的身份要是暴露了，我就豁出这张老脸，闹到你的安全局，谁都别想好过。王老，您消消气，千万别气坏身子。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正准备连夜约谈网络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以及相关涉事平台的负责人，保证您明儿一早起来都已经解决妥当。夏国可以没有你我，但不能没有徐帆，希望你慎重对待。王老，您放心，保证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詹老您好，杜明成，你这个安全局的局长是干什么吃的？随后，杜明成又接到了3个军部的电话。那些大数据筛查出的那些幕后教唆者，立刻封锁途径，联合警方以及军方展开雷霆抓捕，拒捕者当场击毙。随着数条命令下发，
整个夏国风起云涌。千妹传媒大厦的办公室中，杰西看着短时间暴涨的粉丝数，激动到颤抖。这才3个小时，粉丝就已经从1000万涨到了1530万。小美能有这样的成绩，你同样功不可没。等事情结束，给你发20万奖金。黑哥，你对我真是太好了。这算什么？让那些拿了钱的再加把劲，把那些支持徐帆的人一同网暴，用口水淹死他们。黑哥，事情闹得太大，会不会引起官方的注意？怕什么？他们没证据，况且这么多网红明星都参与进来，他们能都抓了？看看现在粉丝多少？怎么样，小美，是不是已经快2000万粉丝了？黑哥，你还是自己看看吧。不对，3分有10分不对劲，怎么会被封号？小美，这次咱们应该是踢到铁板上了，不行，得赶紧走。40人被认定为主犯，其中20个死刑，立即执行。该不会真的是机甲吧？罗首长你好啊！别，劳领导，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可别折杀小罗。折杀你？你们东南战区副业搞得这么好，听说都发财了，一点都不折杀你。劳领导，不瞒你说，确实前阵子研发了点新装备，搞了一条小型产线，不值一提。什么新装备？是不是机甲？您这不都知道了，就是机甲。卧槽，真的是机甲！这是在炸我，完了，这特么被炸出来了。快说，现在有多少台了？除了2台原型机，产线上目前也就下来1台。说人话，其实就下来2台，这次是真的。哈，小罗啊，做得不错，果然不愧是我带过的兵。过几天受训仪式，你不是正好也要过来，顺便往云台海军基地这边带1台，这事情就这么定了，早点休息。喂，国中有个不好的消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首长，您说我能挺住？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你别太有心理负担。好的，首长，您直接说就行。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张司令那边要1台机甲，现在要我的机甲，那就是革了我的命根子啊！快看，这个焊工造出了30米的潜航器，竟被外国称为哥斯拉，还动手挑衅，结果我一团毛送他们见了太奶。授勋仪式现场，授勋仪式就要开始了，这徐帆怎么还不来？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废弃船务，此刻徐帆正在呼呼大睡。云台海军基地会场，一血，你知道徐帆在哪吗？现在我也不知道，最近几天根本没见过真人。报告司令，前几天许帆向我要了大量的材料，送到了云台海军基地的废旧船坞那边，他现在会不会在那？还真有可能，我们这就去找他。我操！这是深海泰坦一体化产线。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才几天时间，开什么玩笑？老班长，要不要把徐帆叫醒？混账东西！你个孽障，看不见徐帆这孩子正在休息，一点眼力劲都没有。一转眼，小甜甜成了牛夫人。授勋大会就在这里召开，但有一点，谁都不准吵。谁打扰了徐帆睡觉，我绝对不会放过他。我的老班长，您护犊子我理解，但也没这么护的。于是诡异的一幕出现了，一众元老给一位酣睡的少年在车间里授勋。徐帆，男，22岁，中海人，授予国士无双勋章。上一个获得这个勋章人还是早已经过世的钱老，得此勋章可受整个夏国陆海空3军庇护。授予特级战士奖章、先进战士奖章、杰出发明奖章、特级发明奖章、军功能手奖章，所有东西都暂时由王一雪代为接手。就在这时，徐帆苏醒，卧槽，这下误大事了！完了！我去，张司令，你们怎么都来了？徐哥，你怎么在那上面就睡着了？着凉了怎么办？呵呵，没事，我本来就是想眯一下，睡过头了。这帮人该不会是因为没参加授勋过来找麻烦的吧？授勋刚才就结束了，我已经帮你带领了，所有东西都在这呢。报告张司令，按您的指示，深海泰坦产线建造完毕。消息，你刚才说是按照我的指示建造深海泰坦产线？对呀，可不就是你让我弄的？这特么该不会是想赖账吧？提起裤子就不认账，不就是您说想多搞一些深海泰坦，我这才抓紧把产线落实。我真是太不容易了，司令您可不能不认账啊！小徐这人太厚道了，明明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非得让我也跟着沾光，是啥意思？远山，你这个产线到时候正式开始投产以后，先给我留1台，我有用。老班长，你要这个干嘛？张司令，哪来那么多废话？你就说给不给？给。小李，你那不是说有机甲产线吗？也尽快给我安排1台。好的，领导。张司令，其实还有个事情。消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把咱云台海军基地当成自己家就行。
是这样的，这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 U 盘里，咱们也算是第一次合作，就当交个朋友。每台深海泰坦，我抽3个点的利润，可以吧？小徐，你刚才说这里面是产线相关设备的制造制图。随后，王一雪开车拉着徐帆返回了中海。一雪来了，今天别走了，晚上在这吃。下午2人逛完街回去时，已经是很晚。老哥，好久不联系了，你找我弄啥嘞？兰花，村里正在给你家老房子修路，让我和你说一下。为啥嘞？大领导说了，都是上面连夜下来的指示，要求把水泥路连夜修到你家门口。还有，俺们几个刚刚给你家头上把牌匾挂好，我给你看看。兰花，你家儿子有出息啊，不愧是徐海平的儿子，都是咱们村儿的骄傲。不说了，我要和村里人继续捯饬水泥路，挂了。次日，中海坦克研发中心，诸位，咱们的98D坦克靶场测试成功，太好了，整整3年了，终于能落地了。一雪带男朋友参观基地呢。二舅，你别胡说八道。2人来到了核心机密仓库。这是什么？估计是我二舅不知道什么时候研发出的坦克，有点落后，肯定放在这里有些年头了。既然是一雪二舅研发的，那就帮忙改装一下吧。超神科技工作台开始改造。叮叮叮！超神科技工作台 LV3 启动，98D 坦克科技读取完毕，防御装甲评估结束，攻击武器评估结束，动力引擎评估结束，信息数据全方位强化修正，微缩氢能引擎计算结束，磁暴震荡装置模拟校对结束，修正完毕，材料扫描完毕。本次建造消耗900科技点，预计耗时9小时。开始制造，傍晚98D 改装完成。就叫你赛博坦克吧。徐院士，实不相瞒，这次好几个领导打电话，就是想要几台机甲。你说我这，理事长的意思是扩大产线，对，产量越高越好，材料费用、人工都由我和老孔的师部承担，每台机要多少抽成？你说行吧？我也不坑你们，这次就算2个点吧。没见过这么搞价的啊！群太行了，徐院士真不愧是国士无双啊！这怎么行？3个点，那跟意思一下有什么呢区别？那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徐院士，你至少得抽5个点，否则我这产线宁可不做。我觉得其实至少7个点才更合理，要不就5个点吧，真的别再多了。就这样了。徐院士，初次扩大产能，能达到现在的几倍？5天内10倍应该没问题。10倍产能，这1年就能产出1个机甲师了。老李、老孔，我突然想起个事情，你们要坦克不要？爽快，就喜欢老哥俩这痛快的样子。我是这样想的，天上飞的机甲有了，那这地上跑的坦克你肯定也不能少了是吧？你们2个师，我给你们搞上它10条产线，怎么样？完全没问题，以后等条件成熟了，咱们一起去干小日子。京都教场陆战之王展览会，苏尔坦亲王，你所看到的这些坦克，就是目前夏国最先进的坦克，各方面数据都是世界一流水准，细节的参数，坦克的正面写着有。罗叔叔，我虽然16岁，但已经是英将斯坦大学的研究生，你别骗我，我的研究方向就是大型军事作战武器。你们这些坦克作战实力只能说凑合，离世界一流还差一大截，想要称作陆战之王，独配。我虽然只是个被人看不起的小团工，但却把500米的机甲焊住了。按照美女的要求，把高达送在她爷爷的寿宴。寿宴当天，机甲突然出现，直接把无数人天灵盖吹飞。美女客户蒙圈了，我不是只要个模型吗？就这水平还敢说是世界一流？既然如此，诸位请跟我来。大家为何要行如此大礼啊？老兄弟，这次我龙溪战区确实不如你。赵主任，这坦克你的团队设计的？首长我也不知道啊。你自家的崽子，你自己都不知道？首长，昨天还不这样，今天坦克就整歪了，不像是我们研发的。罗叔叔，能不能让你的人介绍一下这辆坦克？赵主任，你给莉莉丝公主介绍一下这辆坦克的相关参数吧。这钢铁巨兽名叫赛博坦克，整体采用碳缺合金一体化成型，综合力学等级389，轻动力引擎，瞬间能爆发出23000匹马力。武器采用双死道超视距电磁炮，可击毁。这位赵主任，目前世界上最硬的物质名叫硫化碳贵，它才66。你说你们坦克等级389，吹牛也不能这么吹。我要求用脉冲分析仪来测试一下。滴，根据光谱智能分析，该合金为新型合金，成分无法探查，综合力学特性等级389。我不信，我绝对不信。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之前学的知识又算什么？莉莉丝，这个数值389究竟代表什么？叔叔，这个材质就算放到核爆中心，也就刮掉层气皮，核爆都伤不到它，岂不是说这材料无敌了？赵主任，我能不能看一下你手里的说明书？轻动力引擎瞬间能爆发出23000匹马力，双子道超视距电磁炮可击毁10000米以内目标。赵主任，我绝对不信你这册子上写的内容，除非你能测试出上面写的功能。
好，那就试试吧。小强，你去跟着他，别让他受伤，毕竟是一国公主。这难道是真的？我不是在做梦吧？赛博坦克启动！警报！警报！赛博坦克首次启动，请无关人员迅速远离。急促尖锐的警报声在众人耳边炸响，无数人瞬间下意识的捂住耳。这东西肯定跟徐帆脱不了干系，快点离开坦克附近！不是说只是个模型吗？引擎都启动了。我操！量子原相控阵雷达启动成功，双轨电磁炮挂载正常，磁暴震荡武器系统挂载正常，智能驾驶系统刷新完毕，赛博坦克行动倒计时开始，3、2、1。刘大强，怎么回事？快点停下！首长，他根本停不下来啊！当前模式自动驾驶，引擎输出状态1公里，机体温度20摄氏度，时速160公里每小时。评价：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惊人2行泪。这速度怎么可能？坦克怎么会有这么快的速度？罗将军，麻烦你们快点让那东西停下吧。莉莉丝是国王的老来女，最喜欢的女儿，她要是出事，后果不堪设想。亲王要相信夏国。首长好。好什么好？学院士赛博坦克是不是你研发的？我操，首长你真神了，的确是我，这么快你就知道了。那东西现在载着2个人窜出去了，你赶紧告诉我，怎么才能停下来？首长，让特里人语音解除自动驾驶，然后踩刹车就行。好，刘大强，语音解除自动驾驶，然后刹车踩到底，解除自动驾驶。莉莉丝，你怎么样了？我操！我他妈不是在做梦吧？叔叔，我没事，这辆坦克太强了，不惜一切价都要买下来。买，你想怎么买，咱们就怎么买。学院士这边需要一个能操作赛博坦克的人，你看。嗨，这个好说，您直接把易雪叫过去就行，他对我设计的东西有操作经验，我设计的那些玩意儿在操作上都是共通的。降天机甲、深海泰坦、赛博坦克这些东西竟然被你这个憨货叫成玩意儿，什么虎狼之词。罗叔叔，能不能安排一下？我想开一炮试试。莉莉丝公主要等专门的驾驶员来才能测试。不愧是徐哥设计的东西，果然威猛。首长，准备就绪，请您指示。易雪，先将坦克开到靶场，我们随后就到。收到。起步就480迈，这速度，开什么玩笑？姐，您是要起飞还是咋？我不做了行不行？还是有点慢啊，陆地上的东西就是有点笨重，不如天上飞的或者海里游的。大姐，我百多还慢，敢问你以前是开什么的？为何会说出这种虎狼之词？卧槽，这个速度！易雪慢点开，慢点开，你旁边坐着的是狗大户的公主，稳着点。首长，这已经是最慢的速度了，而且我已经到了。易雪姐姐，我有个问题，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回答？你想知道什么？我是想问姐姐，你以前是开什么的？感觉好厉害。我以前开机甲和泰坦，那玩意儿动不动几10倍音速，这先要保密的啊。没有，我就是经常玩机甲游戏，所以才会开的比别人稍微好一点点。大姐，你摆明了是在说谎，把我当傻子糊弄呀。易雪85公里外的107坦克标靶，雷达信号标志为 GCCH， 打掉它。收到。当前电子力1亿高斯，双轨姿态调节完毕，雷达锁定完毕，双轨超视距电磁炮发射。监控室中，不是说让打107坦克标靶吗？怎么打在山上了？我去，这赛博坦克打的是直线，不像别的坦克，炮弹打出的是弧线。这特么，一般的坦克是抛物线，这个是直线，会直接打在山上，怎么可能命中标靶？一炮下去，干穿了2座大山，这是什么怪物？这么好的武器，一定要悄悄的发财，打枪的不要。老罗，我的亲哥，姓龙的，有话好好说，信不信老子把你送到安定医院？老罗，亲哥，你这个赛博坦克，说什么也得给我龙溪战区整2条产线，我不管，你要是不给，我他妈的以后就整天泡在你办公室不走了，你特娘的还得管饭。这老东西为了赛博坦克脸都不要了，这要是让你知道机甲和深海泰坦的事情，你特么的肯定能直接住在我家。老龙，你这是为了要装备，脸都豁出去了。要脸有什么用？要是能换赛博坦克，我把媳妇儿都送你。老罗，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瞒着我？这老东西的直觉真可怕，没有的事，哈哈，哪有？报告2位首长，已命中目标，请您指示。易雪，任务完成的真漂亮，即刻返回展览现场吧。收到。罗叔叔，都到这个份上了，要不就连磁暴震荡一块测了吧？可以，但是你们务必注意自身安全。谢谢罗叔叔，这下能看到这台猛兽的终极力量了。降天机甲的微型导弹，深海泰坦的深海龙王炮和这辆赛博坦克的磁暴震荡，哪个更强？我虽然只是个被人看不起的小焊工，但却把500米的机甲焊出来。按照美女的要求，高达送给她爷爷的寿宴。寿宴当天，机甲突然出现，直接把无数人天灵盖吹飞。美女客户蒙圈了。我不是只要个模型吗？磁暴震荡准备。
友情提示：本次磁暴震荡将改变地形，谨慎使用。这不可能！避险武器绝不存在。一血发射。收到。当前迅猛50亿高斯，电磁脉冲发射口打开完毕，磁暴震荡发射。这是什么东西？监控室内。走，外面看。磁暴震荡，恐怖如斯。老罗，我不管，你要是不答应我之前说的，我特么现在就给你跪下，老子豁出去了，直接给你磕一个。老龙，你打住，我送，真是怕了你了。这才是真正的陆战之王。老兵，这什么理解？你竟敢试爆核弹，你是想把总部端了吗？老领导，不是啊，我没试爆核弹。好你个老龙，你大把年纪学会撒谎，老子还能冤枉了你？我就是让手下测试了一下坦克上的武器，我也没想到那玩意儿威力这么大，真没骗你。行，既然你坚持，立刻做个书面报告交上来。是，老领导。莉莉丝是不是想父王了？我是莉莉丝，赶紧打钱！赏赏，莉莉丝，我的宝贝公主，你是不是被绑架了？不是，父王，我看上一款坦克，嘎嘎猛，想买几辆？这次你和你叔叔出门，不是已经带了500亿？父王，那东西太先进，500亿可能不太够，得再打500亿。宝贝，那坦克真有那么厉害？那坦克除了不能飞，简直万能，比鹰酱的先进100倍。你要是不信，我让叔叔和你说。大哥，这坦克真必须买，一炮下去，方圆几10里地成沙漠了，直接炸出一朵蘑菇云，你敢信？有了它，咱们再也不怕任何敌对势力了，甚至那东西还能钻地，咱们用它来勘探石油，简直绝了。另外一边，徐哥，你那个坦克现在要进行对外军售，你那边制造一台成本大概要多少钱？正常情况下，一辆的材料成本应该是在200万左右，别的花费也不少，得好好算算。徐哥，算上你的提成还有官方的盈利，1亿够不够？不愧是你，高价小天才，够，足够，那就行。会议室中，双方人员都已经就位。这次说什么也要拿下2辆。对于头顶1块5，天下我最富的他们来说，搞价就是耻辱。一雪姐姐，咱们也不说虚的，再补坦克我们肯定要买。这特么，你这一句话，对面报价至少翻个倍，真不愧是我狗大户的公主。莉莉丝公主，她很贵，贵不是问题，开个价吧。这报价直接1个亿，这么贵，狗大户那边会答应吗？成交。莉莉丝公主，这就成交了。我一个手指的意思是1，我知道100亿对吧？什么？一雪姐姐，反正我们向来习惯把一个手指看成100亿，咱们已经握手成交，你们不能反悔。就这个单价，我要10辆。100亿1辆就已经够夸张，你还要买10辆？莉莉丝公主，按照100亿1辆来算，10辆就是1000亿美刀。我知道，实则生变，早给钱，早拉稳。你们该不会是要现金吧？我们倒是也能到贵国的国际银行去兑换，就是1000亿不是个小数目，估计得开重卡去了。重卡拉美刀，恐怕也只有狗大户的亲王才能说出这种虎狼之词。致富宝刀挣1000亿美刀。莉莉丝和苏尔坦亲王连夜赶回了狗大户王宫，并第一时间向拉普汇报了赛博坦克的相关事情。莉莉丝、苏尔坦，你们2个做得好啊！咱们这次真的是捡了个大便宜。父王，这次咱们对夏国进行军购的事情，鹰将那边一定瞒不住。莉莉丝，这你就不懂了吧？当你把钱转过去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咱们已经彻底的抱在了夏国的大腿上。那1000亿，即是购买装备，也是保护费。咱们有夏国罩着，还需要顾及区鹰将。传我命令，从今日起，国内各大投资合作全都导向夏国，世界要变天了。是。4日上午9点，拜迪塔会客大厅，鹰将萨克逊与古苏尔坦亲王展开会晤。萨克逊，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苏尔坦亲王，你们目前的石油产量太少，不利于国际货币美刀的稳定，所以你们得每天至少增产100万头，这是鹰将政府的意思。这个简单，阿拉伯地区最不缺的就是石油。不过你们稳定国际货币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稳定国际货币有利于阿拉伯地区的和平稳定，更有利于资本市场的繁荣。亲王，你不会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萨克逊，你快别逗我了，要是没你们，我们不知道会有多稳定。苏尔坦亲王，石油增产是鹰将的意思，容不得你来反驳。不服从，老萨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懂了吗？萨克逊，你在狗叫什么？谢特，我最后问你一遍，答不答应？每天100万桶怎么能行？每天至少200万桶。当然，我说的是减产。苏尔坦亲王，你能为你现在说的话负责任吗？我叔叔说的话，就代表我们整个狗大户的意思。疯了，彻底疯了！夏国给这帮骆驼吃了什么迷魂药？真他妈的邪门！火后，你们鹰将别和我们联系，我怕夏国误会。狗大户造反了。喂，罗将军，有个事情我是想和你说一下。刚才萨克逊那狗东西来过了。夏国东南战区挂了电话的罗宾还有点懵，他没想到狗大户竟然把石油减产了，这完全就是在拆鹰将亲属搭建的石油加美元的世界货币结算体系。我虽然只是个被人看不起的小韩国，但却把500米的机甲给看出来。
按照美女的要求，把高达送给她爷爷的寿宴。寿宴当天，机甲突然出现，直接把无数人天灵盖吹飞。美女客户蒙圈了。我不是只要个模型吗？东海市原第3兵工厂。消耗了5000科技点，赛博产线果然不负所望啊！徐院士找你半天，原来你在这。赵主任找我有什么事情吗？这位是周所长，我们过来详谈一下赛博坦克的生产问题以及具体的利润分配。10条产线5天内就能完成，到时候半个月就能生产10辆。积极几天？一雪二舅怎么一惊一乍的？难道是嫌慢了？其实3天也不是不行。3天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不信，绝对不信。这是不相信我的实力啊！这样吧，要不我带你们去看一眼。随后两人在徐帆的带领下参观了赛博坦克一体化产线。我的乖乖，徐院士，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1纳米机床。我操，1纳米精度机床，这岂不是说加工出的坦克零件比最先进的水果 A14的芯片都要精细？这俩人该不会是想讹人吧？赵主任，周所长。不好意思，看到1纳米精度的机床，太激动，失态了。走吧，前面还有很多机器。徐院士，这个大家伙是什么东西？哦，那个是0.5纳米光刻机，给赛博坦克做中控芯片的。原来是0.5纳米光刻机啊！傻，这东西是光刻机，0.5纳米。对呀，咋了？太好了，这下狗日的技术封锁彻底宣告失败了。徐院士干得漂亮啊，国士无双，不愧是你。徐院士，今天我们过来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商讨利润分配问题。赵主任，一口价，我拿3个点，怎么样？徐院士，你说的是3个点？对呀，3个点真的没多要。不多，一点都不多。3个点怎么行？就这个价，徐院士的境界不是咱们能揣摩的，咱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成全。是我这厢了，境界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这是真正的伟人。这是赛博坦克的相关资料和图纸，以后方便售后。高精度热容机，1纳米智能机床，0.5纳米光刻机，就这么拿出来了。那就不送2位了，我先忙去了哈。徐院士，你的那30亿3天内就会打到你账户上。30亿不是说只卖了10辆吗？老周，今天这东西如果发生什么意外，那咱们2个万死也难以赎罪。是战狼特种部队吗？我是中海科研基地的赵春平，现在向你部队寻求特种部位。老吕，你们第2种甲步兵师赶紧过来，武器全部带上。随后两人在主力部队的掩护下回到了中海科研基地。太好了，我陆勇果然没看错人，徐帆不愧是徐海平的儿子，好样的。喂，老高。老陆，你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了？不是正忙着造坦克吗？兄弟，这有点小事，让你帮个忙。你说吧，你老陆张嘴了，我还能说什么？其实也不是啥大事，就是刚卖了几辆坦克，赚了1000来亿美刀，寻思着给人家送货上门，到时候想借你的运输机给送个货。老陆，你发大财了，送货也行，你这好歹得给我们空军划拨100亿吧？还有就是你那坦克的尺寸和重量是多少？尺寸宽4米，长8米，高3.6米，整装重量67吨，应该没问题吧？67吨不行，刚好超重了。咱们的最强运输机 Y200 最大载重66吨，刚好不够。Y200是目前夏国最强的运输机，它都在不动，这货要怎么才能送过去？老罗，听说你们东南战区机甲已经开始量产了，有没有这回事？总司令，您咋知道的这么清楚？别慌，这次给你打电话是想1个月后借你10台机甲用，送个货。老领导，没问题。行，到时候我联系你。夜幕降临，徐帆躺在床上刷抖音。我国正午暗杀岛唯一的4颗信号塔，遭到不明武装人员炸毁，附近大量人员失去联系。老爸，你一生为国为民，期望夏国崛起，不被外国势力欺负，可现在还是有不知死活的跳梁小丑疯狂试探。系统查看多功能信号塔的材料。第2天上午，一辆卡车把材料运输到场地，堆放在角落。资料已经提交了，这次定不能再让同伴遭受迫害。系统开始制造。超神科技工作台 LV3 双任务模式启动，宿主关于信号塔概念构思读取完毕，信息数据全方位强化修正，基站全波段测算结束，微缩氢能模块计算结束，洲际巡航引擎模拟校对结束，修正完毕，材料扫描完毕。本次建造消耗2000科技点，预计耗时10小时。开始制造。我虽然只是个被人看不起的小汉堡，但却把500米的机甲给焊出来。按照美女的要求，把高达送给她爷爷的寿宴。寿宴当天，机甲突然出现，直接把无数人天灵盖吹飞。美女客户蒙圈了。我不是只要个模型吗？信号塔制造完成，等待命名。就叫你棱晶防御塔吧。尊敬的大帅，请您明天到上京通信研究院参与最终评选。若您的设计被最终采纳，并且由您建造，将会有1亿洋币的酬劳。好事儿，问题是时间冲突了，这赛博产线正到了关键时候，走不开啊，咋办？
这种露脸的事儿，当然还是得人 LV 公主去。次日，上京报告厅中，3位专家对于这2份方案，你们现在是什么看法？陆先生，传统公司的方案看成完美，而这个爱看书的大帅的设计图，专辑就是幼儿园的设计，他有机。李博士，你怎么看？全通公司的设计方案的确无可挑剔。至于另外一个设计方案，要不是任老非要坚持，他根本不会进入最终评审。上百份设计方案，难道真的要由一个鹰将公司最终胜出？我下国无人了。任老，另外一份设计方案真有他们说的那么差？陆先生，虽然全通的方案不错，但另一份中的大多设计我都看不懂。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让这个设计师当着大家的面介绍一下。任老就该在家享福。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新式理论层出不穷，您看不懂很正常。既然那位爱看书的大帅爱看书，就应该让他在家好好看书，来也是白跑一趟。行了，让他们上台介绍自己的设计方案。请传统公司代表上台介绍你们的作品。诸位，我是全通公司的代表塞拉斯。我们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无线科技创新者，变革了世界连接、计算和沟通的方式。信号塔这种低端产品，对我们来说压根没有任何难度。低端产品，这是赤裸裸的鄙视啊！毫无难度，是在嘲笑我相国无人吧？我就喜欢你们看不惯我，却又干不掉我的样子。我们这次设计的信号塔拥有3频同步5G 的能力，数据传输能力可以达到500 Mbps。500已经是纯速率 5GS 了，在中文上那种偏僻的地方，能做到纯速率 5GS， 技术水准确实非常夸张。500 Mbps 很多吗？学刚好像说是1000 Kbps， 也不知道这2个哪个好。不管了，反正我就是亮个相，一会信号塔来了，就让这帮专家自己研究吧。20分钟后，塞拉斯讲完了设计方案的介绍。各位评委，陆先生，我相信你们只有这一个选择。另外，我要说一下我们的条件：一、信号塔由我们建造，你们不能偷学我们的技术，1亿只能算作设计费，建造费要另算。2、使用我们的信号塔，今后每年都要上交300万租金。暂时就这些，再有条款，我们随时添加。说完，塞拉斯一脸得意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任老，别那么狭隘，放开自己的胸怀，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要不是这影响对我的企业进行无底线无理由的政治扼杀，夏国必然也能达到极高的科技水平。现在这全通反倒嚣张到在夏国面前摆谱谈条件。 3位专家点评一下。真不愧是传统公司，当今世界也只有你们能设计出这么好的信号塔，专辑就是业界标杆。我完全记起你所说的任何内容。刚才我给你的掌声一直没听过，我觉得你们设计的作品很专业，我建议直接选定你的设计为最终方案。先看看另一个方案的设计者怎么说吧。哎，看书的大帅，请上台介绍你的设计方案。在这儿呢。这么年轻的女孩设计信号塔，哈哈，这么年轻的小妹妹是不是跑错篇章了？这里可不是什么超级女生选秀节目。小姑娘，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到别处晚去。胡闹，小姑娘，你来这种地方干什么？快下去！这里不是就信号塔设计方案的评审现场吗？爱看书的大帅忙得顾不上，让我替他过来。原来是个小丑啊，还是想想一会能创造更大的效益吧。那你简短介绍一下设计方案。我不会介绍。感情这姑娘是来逗我们玩的。原本以为可能是个好东西，现在看来我想多了。难道我真的老了，该退休了吗？小姑娘，既然你不会介绍设计方案，来这里做什么？他说不用介绍，直接带信号塔成品过来，交给你们就行。难道是成品吗？可成品在哪？成品在……这时室内突然开始晃动，一个黑影从高空坠下。我的上帝，这是什么鬼东西？这，小姑娘，你管这叫信号塔？这种东西竟然有人一天就做到了，这个世界不可能有人能办到啊！小姑娘，外面那个就是你说的信号塔。对啊，老人家，徐帆说了，这东西很好用。今早他和我说了很多数据性能，时间太短，我没记住。要是按照图纸记载，那就不是很好用的问题，简直就是好用到离谱。不可能，这肯定是假的，弄了个假东西来骗钱，只是个大一点的模型，我不信这是真的，绝对不信。对，我就说嘛，咱们夏国怎么可能做出这么先进的东西？闹了半天就是个模型。就是这么先进的东西，夏国有什么能力发明出来？肯定是假的。夏国研发出的先进装备多的是，其实你们几个人能评头论足的。
既然你说那不是样子货，有种出去验证一下。他要是真的，老子把它吃下去。好，就出去验证。一行人匆匆地来到场外，尖塔横贯天地，锐利夸张的造型，霸气绝伦的塔身，冲爆了无数人的眼球。小姑娘人哪去了？怎么不来操作？该不会是跑了吧？难道他真的离开了？装神弄鬼半天，现在狐狸尾巴才露出来，看事情闹大了，怕收不了场，人直接跑了，笑死人！我就知道，看电视模型，这种模型几千块钱就能做一个，没什么好看的。谁说我跑了？我拿个东西而已，你们也不帮我一下。小姑娘，你们这个信号塔怎么接电？我看也没有电路连接口。这信号塔不用接电，它目前用的能源是氢能，过阵子应该会换成更高级的能源。氢能，小姑娘，信号塔用氢能，你确定？我记得徐帆就是这么说的，错不了。这真的是我这辈子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了，氢能都能用在信号塔上。是他，我要笑死了。小姑娘，既然能源都已经准备就绪，是不是能启动信号塔，让老头子我开开眼？任老，他能演到这个地步，已经够不错了。你还指望他真的把这东西启动？你还真是够老糊涂的，要不早点退休算了。棱晶防御塔初次连接成功，正在激活，微缩氢能模块激活成功，全波段量子传输模组首次运行正常，全息监控实时开启，能量转化通道正常，高能极光系统正常，量子源相控阵雷达运行正常，信息对抗系统运行正常，洲际巡航载体挂载正常，棱晶防御塔启动倒计时10、9、8。别说，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差点就被这玩意儿唬住了。我怎么觉得这东西好像是真的？李凡，这么点情况就把你拿捏了，倒计时结束也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我说的。此时广场上所有人都期待地看着这个大家伙。我虽然只是个被人看不起的小韩风，但却把500米的机甲看住了。按照美女的要求，把高达送给她爷爷的寿宴。寿宴当天，机甲突然出现，直接把无数人天灵盖吹飞。美女客户蒙圈了。我不是只要个模型吗？棱晶防御塔启动完毕。尊敬的陆老先生，现在可以宣布我们全通公司是最终的方案胜出者了吗？哎，各位都散了吧。怎么回事？为啥手机上有那么多的小竖条？我操，我手机也是。渐渐的，惊呼声此起彼伏。陆勇拿出手机随意看一眼。我操，这不是信号格子吗？任老也颤抖着掏出手机，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我操，特么的下载一个20克的游戏就用了0.1秒。棱晶防御塔是真的，那女孩没骗我们，一切都是真的。不，你们肯定都在演戏。我们3个的手机为什么就没有你们那样的信号？狗叫什么？你们人品不行。就是你们这种人，肯定不配用这么快的。棱晶防御塔为了防止被外敌使用，内建了大数据识别系统，能够识别出连接网络的人是不是夏国人，只有夏国人才能使用他所覆盖的网络。我虽然是留学归来，但目前还是夏国籍，你这系统一点都不准。不是的，大数据判定不会错，当然也有可能他觉得你不配是夏国人。小姑娘，你们做得好啊，这个棱晶防御塔非常不错。你叫什么名字？首长，您叫我一雪就行。一雪，你这个棱晶防御塔的信号覆盖范围多大？我记得好想说是最大覆盖范围200公里，现在应该只有100米，我只要设置一下就行。小姑娘，信号越强，覆盖范围越小，你的信号覆盖范围顶多也就只有这100米。我知道了，你设计一个信号超强的信号塔，是为了骗那1亿经济。就是，我就说，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凶的信号？原来是这么个原因。一姐，弄好了。好了，现在200公里范围内信号都是满格。怎么个满格法？就是这种从屏幕左边排列到右边的满格呀。除了这种满格，还能是什么？以前那种信号排列也能叫满格？我不信，这么可能覆盖200公里。我现在就戳穿你。上京市距离地京市差不多就是200公里，我这个客户就住在的京市，我倒是要看看他是不是你说的这种信号强度。塞拉斯先生，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正在高速隧道里开车，速度太快不方便接电话。隧道？对呀，说来也奇怪，隧道里手机信号都有200多格。这个客户距离上京不止200公里，也就是说这是真的，离原上谱啊。我宣布，这次全夏国信号塔设计方案征集，最终的胜出者是爱看书的。我反对，这次评选不公平。李芬，哪里不公平？说来听听。信号塔不光要信号好，对坚固程度也有很高的要求。它是看着就像玻璃，跟万通的差多了。不愧是海龟博士，说的内容头头是道。本来以为没希望了，没想到还能峰回路转。麻烦大家都让一下，我给大家做个坚固耐用展示，过程非常危险，请勿模仿。
一雪，你要做什么？别冲动。顿时人群全都慌乱四散。首长，刚才不是有人怀疑咱棱晶防御塔的坚固耐用方面的性能吗？咱用这几个试试不就知道了？一雪啊，咱说话归说话，你的炮筒能不能别对着这边？哦，好的，首长。一雪，你们的这个棱晶防御塔能抵抗40火箭弹？肯定能，火箭弹而已，百分百没问题。徐帆研发的东西，区区火箭筒怎么可能撼动？我现在给首长演示一下，您就知道了。随后几人向着附近的建筑物后面。嘿！竟然连一丝刮痕都没有。这时陆勇使用望远镜仔细的看了一下弹着点，连个头发丝的刮痕都没有，这特么是什么硬度？这塔究竟是什么外星科技？变态啊！塞拉斯三人瞬间瘫在了地上。王一雪走了过去，专家评委你还好吗？请问还有别的要测试的吗？我很好，坚固耐用算你过关，但是功能不够多，你的信号塔功能太单一。这时一个身穿便装的干练男子来到陆勇身边，俯身低语几句。行贿受贿，你们3个准备去踩缝纫机吧，抓起来！塞拉斯三人向着四周逃走。这时王一雪立刻在手机上调一下，棱晶防御塔瞬间亮起。这是塞拉斯三人的新战场，功能很多，不过剩下的功能你们应该看不到了。一雪，你刚才说还有别的功能？徐帆说了，有的功能威力太大，不方便展示。威力太大，不方便展示，这特么难道比激光武器都猛？哎，卧槽！一雪，你刚才说什么？徐帆？是啊，这就是徐帆研发的啊。徐帆，这就难怪了。小齐，立刻把棱晶防御塔以最快速度送到正午暗杀岛，夏国领土容不得任何国家侵犯。毛贼若是再来，他就得洗。猴子国污蔑我夏国太过残忍，我夏国却送了他一发奖，直接将猴子给淹。好炫，这特么能叫信号塔。六子，我觉得今天好像不怎么对劲，要不咱们明天再来炸？长官总共就给了2天时间，万一明天刮台风，咱们完不成任务，回去被嘎了怎么办？六子，走。2位就在此歇歇吧。猴子国海军总部报告长官，大事不好了，咱们的人被抓了，现在正跪在正午暗杀岛忏悔。这2个孽障，快出动猎豹护卫舰，最快速度把他们救出来。要是人赃并获，麻烦就大了。不久后，一艘小型护卫舰快速驶进夏。一雪，咱们的激光武器攻击距离多远？12海里。打掉它的几率有多大？10拿10稳。今天就用猴子国这艘护卫舰来给世界一个警告，打掉它。是。信息对抗，电磁阻断立场正在开启中，敌方军舰电力系统和信息系统已全部瘫痪，可随时发起毁灭性打击。顷刻间摧毁敌方通信能力和电力，这还没开打，先把对方戳成聋子瞎子。没什么不对呀，徐帆之前打第7舰队就是这么干的。不管了，继续操作。这是奥特曼的必杀光线，究极在佩里奥光线，这世界上真的有奥特曼？太强了，这东西太强悍了。一雪啊，忙活了半天，肯定累坏了吧？快点歇会儿，可千万别累着了。司令，我就按了几下键盘，真不累。次日，鹰将几个知名大 V 突然站出来，在国际网络上抨击夏国。领导，我请求使用棱晶防御塔，给猴子国一个响教训。一雪，咱们的棱晶防御塔还有这种功能？有，其实也就是个辅助农用功能，用来惩罚猴子国挺合适的，而且神不知鬼不觉。有这么好的东西，得赶紧给猴子安排上。一雪，我现在命令你，使用你说的这个功能，给我狠狠地教育猴子做人。是，司令。棱晶防御塔各衔接口检测完毕，能量单元工作正常，棱晶导航定位完毕，发射台打开，准备发射。本次洲际巡航气象台，最大高度500公里，弹道模式前森学弹道，预计降雨量每小时500毫米，降雨时间为1周，发射倒计时3、2、1，发射。一雪，这就是你说的给他们一个小教训？是的呀，这个导量不炸人。洲际巡航导弹的气象弹、气象武器，而且还带着洲际巡航的前缀，动画都不敢这么做。我切换成内链的电视台看看。各位观众大家好，受夏国工业污染影响，我国空气质量严重下降，而且未来几天都不会有降雨。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乌云遍布？难道我的19年教育掺假了？
这特么能叫小小的惩罚一下？这要是连着下7天，一雪，咱们这个洲际巡航导弹最远能打到哪？鹰将本土那咱们这棱晶防御塔里总共装了几枚？9枚。太浮夸了，这要是全都发射到猴子国，那以后国际上就再也没有这个国家。一雪有个事情，近期听说鹰将夏威夷的珍珠港海军基地缺乏降雨，要不给他们也下场雨？确实，听说那边的人被太阳晒得都脱皮了，咱们就帮他们稍微来上一场小雨，也不多，每小时500毫米的瞄准，就下1个星期。说得对，执行吧。是。搞定。棱晶防御塔衔接口检测完毕，能量单元工作正常，高精度遥光定位系统锁定完毕，洲际弹道气象导弹增程燃料装填完毕，全息影响跟踪系统启动完毕，发射台打开。本次洲际巡航气象台最大高度500公里，弹道模式前森学弹道，预计降雨量每小时500毫米，降雨时间为1周，发射倒计时3、2、1，发射。当前速度80马赫。这是80马赫，一颗气象弹就能有这样的速度。这种技术要是应用在战略导弹上，什么爱国者萨德最强防空系统，老子打的就是最强。当前速度100马赫，100马赫了，它能飙到100马赫。按照这个高度，鹰将的雷达应该已经发现了。那么，你他妈倒是拦截啊！鹰将，他是洗地吧？我虽然只是个被人看不起的小韩国，但却把500米的机甲看出来。按照美女的要求，把高达送在她爷爷的寿宴。寿宴当天，机甲突然出现，直接把无数人天灵盖吹飞。美女客户蒙圈了。我不是只要个模型吗？一雪，这导弹竟然骗过了鹰将的防空雷达，你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吗？我就是的操作员，具体您得问石帆。不过前阵子石帆就研发出隐形涂层了，可能和那东西有关。这种超级涂层要是涂到飞机和导弹上，他鹰将那就是个瞎子了。钱老，这里原来是第3兵工厂，后来被李师长征用，改造成了机甲产线。你今天算是来着了，能开开眼。随后2人来到了徐帆办公室。小徐，你这是要做什么？前几天手痒弄出的棱晶防御塔，能源有点小问题，用的氢能，每隔几年就得填充氢能燃料，多少有点落后。我这不是想着给它改进一下。氢能都落后了，再改进的话，那得用什么能源？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就是可控核聚变而已。原来是可控核聚，等等，可控核聚变？小徐，你说的是可控核聚变？如果真的是可控核聚变，那就真的是小母牛坐宇宙飞船，牛到了外太空了。之所以用可控核聚变当能源，主要是觉得它动力猛、持久性强、清洁高效，以后要是研发超大型机械，肯定也还用得上。您二老觉得用这个能源行不行？什么虎狼之词，还真是可控核聚变。小徐，我们一直在研究可控核聚变，几十年来研发已经是到了瓶颈，那东西太难了。想要实现可控核聚变，首先得有能控制氘原子的方式。现在全人类都找不到将氘原子束缚的方法，难如登天。我觉得还挺简单的，束缚氘原子的量子超磁约束器，我已经做出了可行方案。只要咱们努力，多费点心，实在不行加个班就能拿下。努力，多费点心，加个班，这是努力费心加班能做到的事情？不对，小徐，你刚才是不是说已经把束缚氘原子可行方案做出来了？那不就在您手上拿着吗？棱晶防御塔能源替换构思，可控核聚变核心装置，量子超磁约束器设计方案。钱老、华老，这套可控核聚变方案还需要您2位甚至更多人参与进来，我是有点顾不上。小徐，你的意思是愿意让我们2个老家伙也参与进来？我想让2位充当我这次可控核聚变各大基础设施的总指挥。等我完成这次的可控核聚变任务，诺奖就是一坨谢特，以后那些国外专家给老子擦鞋都不配。哪怕是把这一副老骨头干没，也要誓死完成任务。小徐，太感谢你了，我真的谢谢你，你是个好孩子啊。钱老这是咋回事？平白无故的突然这么激动，有什么好谢的？小徐，谢谢你，太感谢你了，老头子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俩人咋回事？难道搞科研的人最终都会成这样？这份方案我能不能借着看2天不1天？我保证不会抄录，只做研究。钱老，你这下手也太快了吧，我也想借阅的。这有什么好抢的？钱老、华老，我都已经送你们了，怎么看你们自己决定。如此划时代的科研技术直接送，这
是什么境界？岂止国士无双，简直就是真正的伟人。我们在第一层，他在大气层，在银河层。钱老，你今天来不是说还有别的事情？你看我这记性。小徐，你研发的气象导弹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隐身设计？导弹表面涂了隐形涂层，能够实施全波段雷达隐身。全波段隐身？小徐，你说的是在所有雷达波段内都能隐身？是的，就是一种新型涂层而已，很简单的。不愧是天才，说话竟如此浮夸。之前看到我国西北地区有些地方缺少降雨，这才追加了人工降雨功能。后来一想，非洲的朋友更缺水，又担心途径国外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就加了点航程和隐形涂层。小徐，深海泰是不是也用了这个技术？对啊，除了颜色不一样，其他的都差不多。华老，深海泰坦是什么？你和王老是不是背着我搞到了什么厉害的科技图纸？啊哈哈，没什么，动画片，我说的就是动画片。你个老东西，肯定是有事儿瞒着我。都是一个科研班出来的弟兄，你竟然吃独食！钱老，你不是还要谈能京防御塔的产线搭建吗？小徐，国家想和你合作能京防御塔产线，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行啊，老规矩，费用你们出，我负责所有的技术问题，图纸也会给你们，我还是3个点，行吧，华老？是，肯定行啊。钱老，你再想想小徐说的话。什么话？3个点肯定没问题啊，跟白干似的。哎，等等，你前面说什么？技术图纸也给我们了？当然，以后的维修工作肯定得有人做，不是？夏国有你是最大的幸运，崛起指日可待。华老，虽然小徐说1000人就够了，但我觉得还是得保险点，起码得3000人。3000人也只是科研工种，建造设施的工人起码得5000人。既然这样，保险起见，凑个1万人算了。咱们招募1万人，万一招不够咋办？以防万一，按照2万人去招募，咋样？超神科技工作台 LV3 启动量子超磁约束器，确认完毕，材料扫描完毕，本次现在消耗3000颗据点，预计耗时50小时，开始制造。徐院士，你好啊。王老，您就别逗我了，还叫我小徐吧。哈哈，小徐，听华老说，你们要搞可控核聚变是吗？确实有这回事。成功的把握有多大？说10成好像有点太狂了，就算是9成吧。多少？9成。哈，做得好，不愧是你小子。那个小徐，老头子我这辈子从不求人，但今天想求你个事啊。王老打住，您有什么任务直接交代就行，小子保证完成。小徐，纯属个人请求，就是你那个可控核聚变的项目，能不能让我也参与进来？看您说的，太能了。您要是能参与进来，我高兴还来不及。你的意思是答应了？当然了，要不您和钱老和华老一起，3人全权决定一切，这样您看行吗？好，老头子，我哪怕拼了这条老命，和要帮助可控核聚变最终落地。我虽然只是个被人看不起的小韩工，但却把500米的机甲给焊住了。按照美女的要求，高达送给她爷爷的寿宴。寿宴当天，机甲突然出现，直接把无数人天灵盖吹飞。美女客户蒙圈了。我不是只要个模型吗？王老，您这么晚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吗？救国同志，接下来我对你说的任何一个字都是红色绝密。发生什么事了？刘秀国同志，你为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征用，时间未知，最迟明早出发，以最快速度赶往中海科研基地。秀国，你今天怎么有时间回来了？肯定又没吃饭，我给你热饭去。老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可能过几天就回来，也可能过几个月，也有可能今年我不在家的时间，你照顾好狗蛋儿，等我回来。这些年你总离家在外，我们娘俩受委屈的时候，你总是不在，孩子都3岁了，都没见过你几次。如今你又要走，你究竟要干啥？事情紧急，我怕路上还会耽搁，现在就得走了。早点回来。科研界的精英们，你们可能在研发最关键的时刻，也可能是用那不多休闲时间在陪伴家人，但我还是把你们都叫来了，你们是最重要的先驱者。接下来所有人都要拼尽一切，促成这次科研项目的完成。什么研发需要接近2万人才能完成？当年在西境大戈壁上研发核武都没用了这么多人吧？相信大家都在心里猜测这次科研项目究竟是做什么。在此，我只能告诉大家，本次红色实行绝密科研项目的代号，它叫人造太阳。人造太阳，这难道是可控核聚变？大家也不需要太紧张，诸位的亲眷都会进行帮扶，以解决各位的后顾之忧。5分钟后会有车来接，各位可以自由活动一会儿。
太牛了，绝对就是可控和聚变，就像做梦一样，我竟然真的被征召到这个科研项目了。廖徐，咱们这将天机甲和赛博坦克的性能确实强悍，但是目前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训练过程中，咱们的战士体能跟不上。但那已经选的是整个市里面体能最好的战士。这个问题不在咱们的设备上，当然更不是战士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看来强化药剂的计划得提前了。廖徐，你说的该不会是电影里那个士兵血清吧？当然不是，但成品功能上可能会有些相似。相关构思我早就有了，就是利用病毒激发人体潜力的生物科学。最大的难点就是克服病毒的副作用反噬。听，廖徐，你和我说，我也听不懂。老办法，需要我干啥，直接招呼就行。得嘞。王老、华老、钱老，您3位来的真巧，量子超磁约束装置刚好完成了，等我测试一下，机器就能给你们运走了。小徐，你测试你的，不用管我们，我们就是过来看看。对，你测试就行，别管我们3个糟老头子。是否进行当原子束缚？是。启动超磁约束立场，超导回路接通，量子通道完成，1级约束、2级约束、3级约束。竟然真的成功了，真不是做梦。小徐，真的成了，你真的创造了历史，全人类都应该感谢你。小徐，机器已经造好，普通运输方式恐怕会伤到这么精密的仪器，我建议空运。钱老说的不错，我正是这个打算，已经叫了人过来。运输人员来了。小徐，你说已经叫人过来空运，该不会叫的这玩意儿吧？就是它，别的动力输出不够稳定，飞行速度也不够快，用它运输最为保险。真的是太猛了，就跟从科幻电影里走出来一样。2个没义气的家伙吃独食。我们得赶紧跟上去安排工作。小姚，是我，这次要特别的材料，生物实验用的。报告博尔斯上将，士兵血清实验非常成功，除了会对身体有一点损害以外，简直完美。实验士兵一拳打出了200公斤的力量，拳王阿里也只能打到这个数值。Oh my god， 萨克逊，我真的不敢想象你们真的做到了，迅速制作2支成品，我有急用，你的士兵血清太及时了，立刻对所有国家发出世界特种兵大赛邀请，时间3天后，地点就定在小日子。这次世界特种兵大赛，我倒是要看看你们夏国还怎么蹦的！我要彻底碾碎你们的尊严，让所有国家都看看谁才是世界霸主。绝境病毒应该就是这个双链基因序列吧？系统上。超神科技工作台 LV3 启动，宿主关于绝境病毒研发内容读取完毕，信息数据全方位强化修正，基因学融合测算结束，病毒共生模拟计算结束，双螺旋排列校对结束，修正完毕，材料扫描完毕。本次建造消耗3000颗祭点，开始制造。绝境病毒第1阶段药剂完成。老李在哪？我在师部，正搞兵王选拔。廖徐，你是不是有啥事？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事儿，初步做出了点东西。啥事？我咋不记得了？就是你说的增强体能的药剂，我好不容易才研发出来。廖徐，你就是我的救星啊！你真是我亲哥，我直接派机甲接你。这老李一惊一乍的，大白天的直接派机甲，保密工作不做了吗？廖徐，你就是我亲哥。老李，稳重。哈哈，咱们屋里说。廖徐，这就是你刚研发出的增强体能的药剂。确切来说，应该叫绝境病毒。绝境病毒？你是说这东西是绝境病毒？科幻电影里那种？科幻电影里的东西竟然能走进现实，太夸张了。电影里的绝境病毒会将人的肉身强化到比钢铁都坚硬，力大无穷。咱们这个做不到，同时也没有它的副作用，匹配度不高，也不会爆炸。至少有强身健体的作用，无副作用，又能强化身体素质，简直完美。廖徐，这个药怎么用？这东西刚做出来，我先试试有没有什么意外情况。作为它的研发者，只有以身试药，才能最大程度的了解它的作用，以及更好的进行第2阶段药剂的研发。咋样，老李，猛不猛？5毫米的铁板都干碎了，你问我猛不猛？太猛了，廖徐，你这是变成超人了。差得远了，看来第1阶段的增强并不明显，得在第2阶段中进一步加强。第1阶段就已经这么猛，第2阶段该有多强？有了绝境病毒，还找什么兵王？有了这个，谁都能是兵王。老李，这样没问题。接下来你得考虑谁来注射剩下的4瓶药剂。
这东西很难做，目前还建造不了相关产线。廖徐，这还用想吗？当然是先给咱们机甲特色中作战大队的队长和副队长安排上。随后给两人注射之后，两人去往了上京。等第2阶段研发结束，就给老妈也来上一针。以后老妈菜市场买菜，单手拎个几百斤，估计会把大爷大妈们吓坏吧。菜鸟们，我是这次大赛的总负责，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特种兵大赛。第1下，负重30公斤，并在30分钟到达山顶。你们身后会燃起大火，注意，最后的人可能会被烧成焦炭。大赛现在开始。世界各地的网民朋友们，你们好！可以看到，目前鹰将的参赛者遥遥领先，相信这种优势会逐步拉大，直到第2名选手看不到他们的背影。那么最后1名是谁呢？小姚，咱们走吧。走。一眨眼就消失了，这是人类能有的速度吗？夏国人真狡猾，肯定是传说中的夏国功夫。我抗议，夏国用功夫作弊。安瑞，你看到什么了？我看到黑鹰，你呢？我也是。咱们该不会是遇到鬼了吧 ？Fuck！ 别瞎说，估计是两头的野豹。 3分钟后，山顶终点站。学芳给的手表真好用啊！狗大户的特种兵好像有点不对。小姚，你在这等下，我去看看。不行，太危险了，咱俩一起。卡尔和塔德冲着头顶的无人机呼救，但没有任何救援。就在刚刚将要超越小日子，中了麻醉针案，即将葬身火海。狗大户，现在先收点利息，剩下的慢慢还。麻醉针而已，被火烧过以后根本查不出来。烧吧，给全世界的人看看。不听话，这就是下场。这时突然有2道黑影一闪而逝，那是什么？没看清，估计是倒塌的树干之类的东西。时间差不多了，立刻上山顶。很快2人就到达了山顶。卡尔、卡德，你们是人是鬼？太离谱了！上将，是不是我们没干，把你吓着了？卡尔，我只是刚才从直播画面里看到你们遇险了，现在见到你们没事，我很开心。波尔斯拿出电子感应名次表，第1名赫然是夏国，网友们瞬间爆炸了。刚才狗叫的宝子们，跪出来说话！鹰将和狗腿子，把眼珠子扣下来，放手机屏幕上看看，谁是第一？我不服，夏国太狡猾，使用夏国功夫，不讲武德。就是有种别用功夫，真刀真枪干一场。难道夏国功夫真的那么厉害？要不要弄一本武功秘籍拿回来练练？当大赛第1阶段结束后，世界网络上此刻却是炸开了锅。高下求购夏国武功秘籍，比如凌波微步。也输行不行？滚，输的是夏国功夫。本人手上有多门夏国武功秘籍电子版，因急需卖钱还房贷，现对外售卖，非诚勿扰。顿时无数人都在国际网络上疯狂购买，短短2个小时，凌波微步就已经卖了10万单。寒蛇山兵营内，安瑞，咱买不买？买啊，别人都买，咱要是不买，以后等他们练成了，咱们的士兵血清还有屁用。我以前就听人说，他们想我的武林高手出场看着英雄，赢了想起一把掌拍出来，是把条龙在天上乱飞，凶得很。必须买。小姚，你从哪弄的这么多秘籍？没有啊，这些都是我从小学生广播体操里剪下来的动作，经过打乱重组以及视频特效后做成了现在这样。哇，已经卖了这么多！我的这个只会卖给鹰将和小日子这些国家，对咱们友好的国家我都不会卖。干得漂亮！第2天大赛现场，各位，首先恭喜你们完美通过第1轮比赛，能站在这里，证明了你们的优秀。接下来的第2轮比赛，死亡8项。死亡8项：跳跃毒蛇水池、匍匐刀片地桩网、尖刀墙体极刑，每一项都会致命。王一雪和童瑶迅速占据第1梯队位置，从2米多长的水池上方一跃而起，穿过尖刀墙体上飞檐走壁，又越过了绳体。上帝，这是什么速度？这就是小国传说中的凌波微步，竟然是真的。奶奶问我为什么和妈妈一起跪着看直播，我夏国特种兵牛掰。 2人急速飙上，全场人目瞪口呆。
欧蕾谢特，这绝对是在飞。 Shata, Shia Gorgon Frumiji, Lousy Napamir my new, Ya Yamai Wei Lai。早知道夏国功夫这么厉害，格雷瓦为什么要从小学忍术？无数鹰匠人都疯狂，小日子也疯了，整个蓝星都在谈论夏国功夫。这个美女兵全打到了肌肉男，只因他使用了绝境定毒，在世界特种兵大赛中占领胜，吓得小日子晕倒，妹外记者脚下成铁坑，而鹰将直接将其投降。快点爬！要是从20米悬崖掉下来，一定赏心悦目。这时突然绳子被一个飞镖勾住，王一雪眼中窜出一抹金色，脚尖轻点，在所有人满脸不可置信时，稳稳地落在了山头。我特么这是看见了什么？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啥？ Masaka， 这就是轻功。自古爱我小日子怎么就没有这种功夫？武当踢云纵，绝对是武当踢云纵，我昨天就买到了。绳子好好的为什么会断？这是暗算，鹰将脸都不要了。这是可逆人为，用脚趾头想想就知道，和鹰将小日子脱不了关系。我宣布，王一雪和童瑶已经代表夏国得到了本轮第一。夏国上京陆军指挥中心，肯定是波尔斯幕后策划，小日子执行，太不要脸了。既然你们玩阴的，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司令，这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要提出最严厉的抗议。要是抗议就能解决问题，要飞机大炮做什么？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司令，要全面开战了吗？不至于，不过我倒是要看看波尔斯有几条命。老领导，鹰将和小日子这是挑衅，我请求出动机甲编队，干碎他们。罗宾，宰一个波尔斯有什么意思？既然要出手，事情不妨做得再大一点。老领导，您的意思是要全面动手了？不至于，毕竟鹰将的上万枚核弹头还在那放着，但是给他们动个小手术，问题不大。让你的机甲编队原地待命，等待出击。寒蛇山顶第2轮死亡8项比赛完，下一轮比赛稍后开始，死亡率极高的无限制格斗，对手认输或者倒地不起，视为获胜。宫崎广场8红一与石塔下压着238块夏国石块，10块都是来自夏国5岳大山。小日子取名镇魂塔，想要以此镇压夏国气运。狗日的，这塔怎么还在？谁去炸了这玩意？不要碧莲的小日子！既然你能自寻死路，那就别怪我们手狠。第一场是夏国对战小日子，随后双方选手进场。比利，不行，快认输！瓦卡达将军，可以开始了吗？对战开始。不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打迂回，选择正面硬碰硬，愚蠢！战斗马上就结束了。一雪，就让他们睁开眼看看，究竟是谁愚蠢。这一刻，全场死寂，一股凉气直冲脑门，将所有人天灵盖掀飞出去。沃艾斯上将，这是谁赢了？这一局王一雪获胜，那么下一局就是王一雪对战小日子另外一名参赛者疯魔小太郎。小太郎上场。我不。废物！其他参赛者都哪去了？都到旗杆那了。快点传我，这样的完了就得上擂台，会被一拳打爆脑浆。安追、密根，你们2个混账东西，怎么能投降认输？作为军人，一点荣誉感都没有。夏国太强，我们上去就是送死。将军你要是有武器，你自己怎么不上去打？再说了，将夏国人输而已，不丢人。以前又不是没人输过。我宣布，这次特种兵大赛提前结束，最终获胜者是来自夏国的王一雪和童瑶。明天一早进行颁奖仪式。司令您好，我是王一雪。一雪，你们做得很好。鹰将和小日子心肠歹毒，联手坑害咱们夏国，这次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事情查清楚了，这次比赛场上做手脚的幕后主使是现在日京都的市长东条四郎，此人是东条实根的嫡长孙。侵略战争入侵夏国的罪魁祸首东条一脉，害我夏国战士，不论是谁，其罪当诛。王一雪、童瑶今晚对波尔斯以及东条四郎实施斩首行动，行动代号杀鬼。是司令，那个宫崎广场的镇魂塔炸了。是司令，我会派遣你的机甲编队掩护你们，给你提供相关武装设备，并且接应你们撤退。司令，这次我们不需要掩护，徐帆给的手表里有胶囊炸弹，足够我们用，你只需要最后派人接应一下。夏国中海第3兵工厂，
现在有个紧急任务，需要你亲自出动。快看，这个小焊工只是去小日子执行任务，他却提着加特林灭了敌，更是给小日子输了中分。警报，请所有人员立刻撤离。我给徐帆打个电话吧。小徐，核聚变基地这里出事，超重水反应池测试的时候失控了。超重水反应池失控，目前温度已经达到1200度，整个反应池都在沸腾。王老，你们快撤，一切交给我。超重水到达1500度就会爆炸。徐帆驾驶机甲迅速到达地方，来到控制室，此时温度已经飙到了1450度，大脑疯狂运转，迅速操作，很多数值直接拉到了最大。小徐，有把握吗？还好，问题不大。眼看整个基地都要炸没了，是问题不大。如果现在反应池爆炸威力将是之前4倍。小徐，我怎么觉得问题更大了？华老放心，温度已经稳住了，半小时内应该是不会爆炸。当前超重水温度1498度。王德法1498，1500度就会爆炸，你直接干到了1498。三老心脏猛烈跳动，如果不是吃了速效救心丸，我妈现在肯定已经塌了。在所有人的注视中，温度跳动到1499，但下一刻数值又跳回到了1498。要不你直接炸了算了，一大把年纪了，谁能受得了这么一惊一炸的？王老，温度这样很正常，会稳定在1498和1499。小徐，那半个小时内后会怎么样？如果如理好，一切回归正常，安稳度过危机。小徐，你说的是真的？你们放心，想要完美化解危机，只要用掉它就好了。继承把握。如果所有人能精准操作，算9成吧，毕竟10成显得有点狂了。等待所有准备做好，徐帆直接跳进了超重水反应池。那是超重水啊，有辐射的。几分钟后，一声巨响，基地运转正常。王老情况怎么样了？果中，危机全都接触了，一切已经恢复正轨。真的太好了，是不是徐帆那小子搞定了？果中，小徐他。王老，小徐娘，你让小徐接电话，快点。就在这时，超重水池子中一道身影窜出，落到岸上。这水真苦，下次得带氧气管。无数人目光呆滞。大家好啊，等会儿要不要一起吃个大排档？不过先说好，自费哈。随后，徐帆交代了几句基地的事情后，驾驶机甲继续飞去。听说那里的温泉非常不错，我去清洗一下身上带辐射的超重水，不过分吧？小日子群马县，首相阁下，这里感觉比下面那些温泉旅馆效果还要好。这里是全小日子最好的温泉营。龟田眼睛一亮，蹲下身子，喝进几口水，暖洋洋的，感觉身体都变好了呢。其他人也蹲下去品尝温泉水。另外一边，徐帆驾驶降天机甲开进了温泉上游，下方100米的水池里。龟田，上面的那是什么东西？高高的，估计是这边那个企业做的模型，专门放在这里当标志性建筑物的。我就说嘛，这世界上怎么可能真的有高？下一刻，机甲瞳孔爆出一道红光，冲天而起，几人此时全都麻了。次日，23号厂房，首长，量产型绝境病毒已经研发完毕，初次测试做了100只，已经可以搭建产线。成了，效果虽然一般，但可以量产。量产型大概会是什么效果？老人能延年益寿5年左右，年轻人体能增强到2倍。你这是在说什么？这是什么神仙药水？徐院士，我安排人与你对接，尽快搭建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你留下50只自行支配，剩下一半我给老领导他们拿过去。挂断电话，徐帆回到家给老妈打了一针，随后带着剩下的49只赶往了可控核聚变建设基地。王老，绝境病毒的量产版样品已经出来了，我想在咱们基地找一些人进行注射。行了，好事，具体效果是什么？老人只能年轻个5岁，年轻人的话就是增加个2倍的力气和敏捷。多少？老人年轻5岁，年轻人体能2倍。王老，咱们进去，我先给您3位一人来一针，找感觉。这么珍贵的东西，先给更需要它的人。我这里还剩下49只，以后这东西多的是，您就别推辞了。之后，徐帆先给王老注射了绝境病毒，王老一下子就像换了个人，所有人都傻眼了。你们怎么了？看我干什么？王老，你还是照镜子吧。王老拿出一面镜子，整个人瞬间呆滞。这是我。一会时间，所有人注射完毕，徐帆回到了第3兵工厂。3天后，一型绝境病毒产线建造完成。LV 整整3天不间断工作，终于宣告成功。次日，人造太阳工程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小徐，所有部分都已经建设完毕，就剩下一个反应池端口和量子超磁约束器对接的问题，对接了2次都失败了。不对，这样确实对不上。徐帆离开指挥中心，来到工作台旁边。小徐来得正好，快看看这接口是怎么回事。咱们有氮气吗？来1罐。不多时，一个人抱着1罐氮气赶来。你们都退后，我来完成对接。所有人退后，徐帆抱起氮气罐，白色氮气喷在左边接口上。链接完成，真的成了，我裂开了。随后众人回到了指挥中心。各位辛苦修行，终成正果，所有付出终会值得。从此，我们夏国将掀起能源革命。现在点燃核聚变之光。声音落地，一道毫无感情的机械声音在指挥中心响起。所有装置启动完毕，各单元运转正常，将以最大能效产出可控核聚变能源装置昆仑核心。晚上，陆勇接到信息，报告大领导，可控核聚变项目已经搞定。哎
哎，可控核聚变项目已经搞定，我的老天爷，可控核聚变真的成了。次日，国事部办公室，陆勇将可控核聚变研发完成的消息上报。老陆，你确定说的都是真的？已经核实过，而且基地产出的昆仑核心能源装置会彻底颠覆现有能源。做得好，这次我们要让小徐荣誉加身，给他最高的荣誉。既然要公布出来，那就得足够隆重，大办特办，全国直播，要让夏国人民都知道，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绝对不能寒了小徐的心。还有镇国勋章、无畏勋章、红色勋章都要拿出来，要办就要办的大计。而且到时候咱们3个老东西去申请，由元首亲自颁奖。徐帆的荣誉差不多给到了，但他的亲人是不是也应该照顾到？星联卫星进攻夏国，下一秒卫星直接爆炸，泡菜国也变成了水世界。23号工厂内，小徐精神头不错啊，这是高司令。陆司令好，高司令好。小徐你好，你的绝境病毒前阵子那可是立下了大功劳啊。领导过奖，小发明而已。绝境病毒都能叫小发明，是不是谦虚过头了？老高，之前的赛博坦克、核降天机甲也是小徐发明的。什么？还有深海泰坦、可控核聚变什么的，其实也都是小徐发明的。什么可控核聚变也是你发明的？高同此时惊得都要炸掉。2位，您二老来这里，应该不只是巡视下属吧？小徐，你的方案其中有很多地方需要当面了解一下。领导，您哪里不明白？我来解答。棱晶激光防御网是什么意思？就是夏国空海范围内的防御系统，能达到全天候、全时段、超视距的防御。您明白了吗？老高，你懂了吗？说不懂会不会被小徐瞧不起？没懂，你肯定也没懂，别装了。小徐他没听懂，要不你再解释一下。我对先前的棱晶防御塔进行了升级，脉冲激光也能打到地球同步轨道的高度了。卧槽，能打到地球同步轨道？小徐，你刚才说能打到地球同步轨道？确实能打到同步轨道。那岂不是说能直接从地面打到外太空？没错，我已经把能量核心换了。要是只锁定一个目标的话，其实还能打得更远。小徐，这个多目标锁定是怎么个锁定法？隐形目标能锁定吗？每台防御塔能同时锁定1万个大小目标进行同步攻击，而且任何隐形措施都会跟没穿衣服一样，看得清清楚楚。这东西要是安装上，那夏国的领空任何牛鬼蛇神都别想进来。科幻片都不敢这么拍吧？至于安装，我昨晚做了台样品，咱们现在就把它发射出去，试试效果。泡菜国兵将海外驻军基地，马尔多参谋，咱们的侦察机确定不会夏国的雷达发电是吗？报告将军，您100%放心，高度1.8万米，航时24小时，具备全向宽频隐身能力，绝对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人机。说得好，这次侦察行动就要把他们的裤衩都扒出来看看。第3兵工厂，徐帆带着陆勇和高统来到存放区，棱晶防御塔泛着冰蓝色光芒悍然呈现在面前。我操，这东西太科幻，老陆，我特么裂开了。领导，咱这第1个防御塔安装到哪？您2位指个地方。要不就安装在这兵工厂附近。随后徐帆招呼2人退出存放区，取出手机，在上面点击，这时地面猛地一震。棱晶防御塔 2.0 激活成功，昆仑核心引擎链接完毕，全波段量子传输模组运行正常，全息监控实时开启，量子人像控制雷达运行正常，多区块模组挂在正常，3到2到1，棱晶防御塔发射。突然，棱晶防御塔化作一道蓝光飞向天际。小徐直接就这样安置在泥土地面上吗？会不会不够稳固？不会，防御塔有专门的加固措施，可以抵挡20级台风。陆勇和高腾的倒吸一口冷气，这时防御塔从天而降，滑落在地面上。老高，你看下手机信号怎么样？高腾掏出手机，哎，这特么的是信号，直接从5级跨越到50级。就在这时，警报声突然响起，警告：检测到有不明人员侦察飞机进入识别范围，无人机高度8000米，目前位置 N234S256，正在向我方快速靠近。徐帆和2老同时看向手机屏幕，这是鹰将最新研发出的 RQ 无人机，他们就爱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小徐能不能打掉它？可以。徐帆在手机上快速操作，棱晶防御塔射出一道蓝色光束，一道光束穿透无人机身，白色无人机迅速坠落。漂亮，激光武器果然名不虚传。泡菜国什么？那是什么 ？Oh my god！ 沃斯瑞斯出大事了！夏国第3兵工厂，一架白色无人机躺在3人面前。司令，这架无人机需要破解吗？应该能反向追踪到指挥中心的位置。小徐，你连这都会，几成把握？9成，毕竟说10成显得有点狂了。好，破解，找到无人机的指挥中心，看看是不是泡菜国的鹰将驻军基地。 3人随后来到23号厂房，5分钟后，屏幕弹出一条信息：经过信号感追踪，测定发讯位置为泡菜国，具体位置 N353S134。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鹰将真的当我夏国不敢动你？这时手机突然响起，我鹰将无人机误闯你方领空，失去追捕，请你方务必尽快找到无人机残骸，联系归还。若因为你方延误造成不好的结果，将由你方承担。鹰将外交部警报！警报！检测到我方正上方近地轨道上有3颗卫星正在快速组网，试图对我方进行高精度电子探测，是否击毁？小徐，卫星也能打下来？能打不打？干他！好，量子原像控制雷达锁定完毕，棱晶防御塔超视距激光。
光发射。棱晶防御塔射出冲向天际。将近3颗星链卫星全都失联，疑似都被神秘力量击毁。3颗卫星一瞬间全都击毁，这如果真的是夏国所为，那这世界霸主真的要改换旗帜了。23号厂房目标命中，已坠入大气层。老高，想不想玩点大的？咋玩？咱用洗地神器给他洗洗。好。小徐，就刚才反向追踪到的坐标点，给泡菜国的鹰将驻军基地降点雨。徐帆点下手机，棱晶防御塔一颗蓝色的核射出。老陆，这就是你说的洗地神器？确定这不是火箭军的东风特快？徐帆点开一个泡菜国的户外直播，顷刻间10米深的水淹没这个小岛。小徐，老高，我从没求人办过事，今天有件事想求你，你就说答不答应吧。领导，您有什么指示直接说就行，我保证完成任务。小徐，你能不能给咱空军也添置点加大？没问题啊，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要具备飞行能力，要大气，要有战斗力，防御力、动力方面要足够强劲。根据高鹏说的内容，徐帆脑海中进行构思，这东西要是做出来，恐怕想保密都保不住。领导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不过要研发这地方就有点小了。三江市有个废弃的空军基地，你有什么要求随便提。行，那我后续要是再有什么要求，再和您打报告。上集说到棱晶防御塔让泡菜国开了实验，引起世界关注。毛熊国克里木宫会议室内，这些是要与夏国进行合作的项目，从今天开始都把这些项目当作重中之重。大帝，按照流程，应该先进行问政测试，才能展开大规模合作。贝尔洛夫参谋，夏国崛起已势不可挡，墨守成规只会被时代淘汰。前阵子玛利亚海沟事件，那道绿光都还记得吗？你的意思是，那绿光是夏国的手笔，太可怕了。同一时间，世界网络上无数国家都对夏国展开了声讨。夏国恶意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激光武器，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夏国必须立刻交出激光武器技术，否则将对夏国进行经济、科技、能源等领域的大规模制裁。而此时夏国这边，三老微微一笑，各个国家发表通告的机构地理位置都已经统计完成，可以进行下一步。好，我现在就下令。别忘了给咱们罗布泊也下点，一举两得。半分钟内，棱晶防御塔连续发射10颗洲际降雨，世界多地突降超大暴雨，这些国家都出现了特大洪涝灾害，而夏国只有罗布泊无人区下起了大雨，让荒芜的大地再次焕起生机。这时，国际网络上，夏国发布了一条公告：首先，我们听说有些国家均爆发了特大洪涝灾害，对此我们呼吁世界各国做好抗洪防范措施。其次，对于鹰将、小日子、袋鼠等国对夏国的恶毒针对，我们很失望，希望相关国家先管好自己。夏国做任何事，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当鹰将看到公告，立刻就做出了对夏国进行制裁。老拜召开紧急会议，做出最终决议，逼迫其交出核心技术。这时，正在军事训练的罗宾接到苏尔坦亲王的电话：老罗，听说鹰将要制裁你们，有没有这事？老苏，消息挺灵通，确实有这么一回事。还能源方面，你们完全不用担心。咱家在阿拉伯地区方方面面的。昨天我家仆人在后院洼地种菜，突然喷出一股石油，测了一下500亿吨的储量，我好好的菜园子没法种菜了。你说到哪说理去？500亿吨石油储量，夏国有名的大气油田储量也就50亿吨，真不愧是土豪国度。咱新发现的这个油田一起开发就行。总之，能源方面你们可尽早就行了，这也是我哥的意思。随着制裁命令下，夏国网络都掀起了讨论热潮。科学无国界，要是咱们真的研发出来，把技术分享出去算了，这样皆大欢喜。小的孙内，我同意上面这位网友说的内容，咱们夏国不是讲究和气生财。说得对，支持科学无国界，咱们就应该把激光技术分享给全世界。上面3个肯定是间谍，艾特安全局。此时，一个地下室中，3人正在疯狂评论。其全副武装的人突然降临，把3人团团包围。一只大鸟，东营一把刀，爱吃泡菜。你们涉嫌窃取国家机密，跟我们回安全局接受调查。之后，鹰将的制裁已经开始。鹰将首先让阿拉伯地区禁止售卖石油给夏国。苏尔坎马上发表对外声明，我决定加大对夏国的石油出口力度，并且再优惠10%。好的，陛下。由于夏国的出手，鹰将此时无法制裁阿拉伯地区，石油禁令直接成了一则空。可很快，鹰将又从芯片下手。为了促进芯片行业安全健康的发展，从即日起，凡是与鹰将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均不得出口任何芯片以激光科技给夏国公司。凡是违反此规定者，将受到鹰将严厉制裁。通告一出，无数跨国企业纷纷迫于无奈举起白旗。突然有人在微博上发出一个灵魂拷问：为什么我们国家研发不出光刻机？下方纷纷评论：孩子下科院，咱们真的研发不出来吗？中海军事科研基地，相信你们加把劲啊！
需要我们的时候，哪怕我这样简单普通人，也可以为家园赴汤蹈火。夏国加油！鹰将的封锁只会让夏国的科技迎来更大的爆发。夏国上京国事部，三老看着网上评论热血上涌。老聂、老林，你们看看，位卑未敢忘忧国啊！5000年的传承都在血脉里。团结，这是炎黄血脉独有的东西，没有哪个国家能将夏国击垮。是时候该宣布点了什么了，大家等得太久了。就在这时，微博上出现了一则新的评论：我基地0.5纳米 EUV 光刻机研发取得重大成果，已进入量产阶段。一瞬间，全网都炸了。光刻机每增加1个纳米的精度，技术难度就要提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想要做到0.5纳米，100年内想都别想。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局座，今天受邀来到中海军事科研基地的电子芯片研发区进行实地探访。光刻工艺要经历硅片表面清洗烘干、涂底、旋出光刻胶。卧槽，咱们真的研发出0.5纳米光刻机了！这位做讲解的人该不会是传说中那位王老吧？我的妈！我裂开了，兄弟们，这也太牛了！鹰将现在该懂得谁是小丑了。画面中，光刻机一览无余。局座，快把镜头挪开，别被敌方偷师。对，快挪开啊，防泄密。大家放心，0.5纳米光刻机不太先进，可以展示，不用担心泄密。妈妈呀，这都不先进，我人傻了，脑瓜子嗡嗡的。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直播。与此同时，波奇看到密密麻麻的先进仪器和机床，人都傻了。0.5纳米光刻机竟然是真的！鹰将会一听，一掌佩洛，整个人如遭雷击。光刻机是真的，上帝啊，这怎么可能？夏国真的得到了外星科技吗？总统先生，我是佩洛，情况很糟糕，我需要当面向您汇报。小汉宫焊出了0.5纳米光刻机，却遭到鹰将逼迫制裁，但夏国直接反击。你说什么？封杀失败？总统先生，众议院的意思是用10艘航母组成的超级编队给夏国施压，让夏国交出极光技术和0.5纳米光刻机技术。就按你说的执行。中海科研基地的直播现场，网友们，今天的直播即将结束，大家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下播了。局座0.5纳米的研发人员是谁？对，谁发明的？他的真名现在还不能透露，网名倒是可以告诉大家，他叫爱看书的大帅。说完，无数网友都懵逼了。爱看书的大帅是何许人也，竟能研发出0.5纳米光刻机？难道指的是一个团队，或者是哪个天才少年？而此时，中海科技大学的宿舍中，刘大春看着手机陷入就沉思。这网名不就是好朋友徐帆的网名吗？徐帆已经旷课很久了，可能已经在打工了，肯定不会是他吧。接下来2天，整个世界都在为夏国的研发实力所震惊。2天后，废旧空军基地材料已经全部运输完毕，系统上。超神科技工作台 LV4 启动 ，LV1启动，宿主设计概念读取完毕，信息数据全方位强化修正，空气动力学测算结束，科伦模块能源密度计算结束，矢量推进装置模拟校对结束，材料扫描完毕。本次建造消耗24000科技点，预计耗时60小时，开始制造。次日，上京陆军总部，数百辆装甲车停放在总部广场，陆海空3军司令全都到齐，进行全程直播。家人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冰冰，今天我将以一个主播的身份来带大家观看本次特别活动。卧槽，就连他们三老都来了，今天究竟是什么日子？军政顶级人物都到场，我特么裂开了！谁来告诉我，这究竟是要干什么？同一时间，鹰将水晶宫召开大型新闻发布会。媒体记者，你们好，今天将宣布一个好消息：鹰将原子能实验室研发出了核类电能转化装置，我们的核电站将会产生更强的电能，我们的航母会建造得更大。无数记者惊得面容失色，发布会一片骚动。记者朋友，现在可以提问问题。佩洛议长，我是小日子的记者，请问这项新技术是否会传授给其他国家？在鹰将完成能源升级后，会考虑帮助盟国进行能源升级。至于不友好国家，不在考虑范围内。一时间，国际网络上燃起热潮。那你鹰将好厉害！那些支持夏国的国家，我很想看看你们的脸色现在有多难看。而夏国内，众人看着手机有点想笑。老陆，鹰将是不是有病？那么低端的技术都好意思拿出来开个发布会？就是什么年代了，谁还玩核裂变？不过这还有10分钟，大会就要开始，徐帆怎么还没来？之后，陆勇给徐帆打了视频，而接通之后，他瞬间懵逼了。画面中，机甲正从外太空向着地球高速狂飙，无数人眼珠子瞬间飞了出来。小徐，你这是在哪？咱们9点开会。卧槽，都快9点了，我去月球开采了点稀缺原料，耽搁了，没关系，我再有最多10分钟就到。你特么现在还在外太空？你告诉我10分钟就能回来。小徐，慢点开，注意驾驶安全。哈哈，大领导放心，不快，安全得很。现在速度多少
70多马赫。多少？70马赫，70倍音速。场内无数人瞬间倒吸冷气，人都麻了。70多马赫，洲际导弹的速度也才20多马赫。大领导，我这边开始俯冲加速，可能电磁信号会有点跟不上，我先挂了啊。电磁信号都特么跟不上了，那还不快？小徐是谁？都已经70马赫了，还怎么注意驾驶安全？兄弟们，你们说爱看书的大帅会不会就是这个小徐？此时中海国防科技大学的教室里，一个学生瞬间像是被10万伏特高压电击中。小徐就是许帆，爱看书的大帅就是许帆。许帆难道真的研发出了0.5纳米光刻机？而这时黑人老师正站在他旁边。哈哈哈，上队啊，笑死我散了！0.5纳米光刻机本就是你们夏国做出来的虚假宣传，明显是个骗局。刘大春同学，老师不得不佩服你的想象力。0.5纳米光刻机是不是徐帆研发，暂且不提。但是我夏国局座和王某都已经证明了一切的真实性。你一个鹰将来的老师，凭什么说我夏国研发出的科技就是假的？刘大春的反驳使得全班人都震惊了。Oh no， 这就是你们夏国人的素质。同学，像你这种人，待在学校里就是浪费你们的教学资源。老师建议你退学。说完，他就向着讲台走去。要不是为了夏国这边的高工资，我才不会来这种地方。这时学校广播突然响起，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所有课程暂停，全部观看电视直播。话音落地，多媒体教学设施全部打开。一道苍老的身影站在台上，杀伐之气扑面而来。各位，你们好，我是夏国5军总司令龙广，这场大会由我来主持。老陆，龙老哥不是刚做完手术吗？怎么突然就出现了？他说不能让有功之臣心寒，刚才还在后台悄悄挂点滴，不让我告诉你们，怕几个老弟兄担心。现在我郑重向大家宣布，夏国已经完成激光武器0.5纳米光刻机以及可控核聚变的设备研发制造，相关产线已全部落成，并且开始运行。这一刻，会场所有人都变了脸色。可控核聚变，人类穷尽100年都没有寸进的顶级科研项，被咱夏国攻克了。会场上所有人如同被火车迎面撞击成13级五震堂。卧槽，可控核聚变，兄弟们我人傻了。这么一看，鹰将的核裂变高效转化装置就是一头奥利给。以后谁还玩核裂变？要玩就玩核聚变，核裂变给核聚变提携都不配，不是一个级别。龙广宣布的消息瞬间令无数国家都为之一颤。而此时鹰将水晶宫佩洛的发布会还在继续。佩洛一场不好了，出大事了。什么事？别慌慌张张的。一场大事不好了，夏国研发出了可控核聚变，并且已经投入使用。什么？一场现在夏国正在询问国际部，夏国无军人司令当场询问部的消息，您随便都能看到。此话一出，全场皆惊。我不信这是真的，马上连接夏国的直播画面，我倒是要亲眼看看他夏国究竟在搞什么鬼。很快，大屏幕就接通了夏国直播画面。诸位，我刚才所说的3大成果，研发者都来自一人，并且那些成果也只是他研发成果的冰山一角。此话一出，来自夏国各地的目光全都汇聚在此中海科技学院的教室中。那个人要真的是许帆，那外教老师那张黑脸必然会非常精彩吧？就在这时，一道光束从天袭下，冷冽的咆哮声在汤身上炸裂，狠狠地砸落下来，直接将无数人天灵盖吹飞。机甲的钢铁身躯熠熠生辉，双目爆闪出红色十字光线。这一刻，全场眼珠子统统炸裂，空气完全凝滞。卧槽，燃起来了，光能使者！我傻了，这也是咱们夏国研发出的科技，兄弟们见笑！我特么尿了。小汉宫焊出了400米巡天母舰，得到了无数奖章，更是吸引了无数人前往夏国拜访。走大护皇宫，莉莉丝，咱们一起去夏国，叫上你叔叔款10万火急。不玩，给徐帆的礼物我还没准备好呢。不妨，不行就先带几吨黄金送过去。听说夏国流行送那东西，那就几10吨吧，不能让人家觉得咱们大呼小气。与此同时，无数国家高层也全都出发前往夏国。诸位，研发出一切的人，博士无双勋章获得者，迄今为止夏国最年轻的国家级科学院士，他就是徐帆。这时，徐帆从机甲里出来，来到龙广身旁。看到这，所有人都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我弟嘛，好年轻，怪不得说是最年轻的国家级院士。有他，夏国腾飞有望。徐帆，中海人，无数次夜以继日拿命搞科研，意志犹如烈火般汹涌，授予烈火勋章。夏国陆军司令，请为徐帆授勋。随后，陆勇走到徐帆面前，把勋章挂在徐帆颈部。好家伙，这分量着实不轻。此时，中海国防科技大学教室中，黑人外教老师双眼无神。这不可能，肯定是骗局，这是一定是假的，我不信，绝对不信。
跳梁小丑，不远万里来夏国耀武扬威，滑稽可笑。徐帆以大无畏的精神，与困境以命相搏，奠定可控核聚变的成功，授予无畏勋章，遣江老上台为徐帆授勋。此刻全场掌声雷动，江老走到徐帆身旁，将勋章戴在徐帆的脖颈上。现在我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会豁出生命去研发深海潜航器了，是在争一口气，是再也不受欺辱的决心。一人之力镇守夏国科研界，肩扛整个国家前进，授予镇国勋章。这一刻，全场死寂。至此，4大勋章全部集齐。而鹰将水晶宫发布会，佩洛突发心脏病，被送去了急救。发布会宣告结束，夏国陆军总部报告大厅。诸位，授勋仪式结束，授衔仪式开始。徐帆以一人之力拔升整个夏国军队战斗力，得到所有司令一致认可，授予徐帆陆军中将军衔，享上将待遇。全场人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22岁的中将，在整个世界都是独一份。兄弟们，我先趴下了，徐哥，请受我五体投地大礼。邻居问我们为什么全家跪在电视机前。授衔结束，徐帆回到机甲内，机甲拔地而起，音爆声炸裂长空。2天后，鹰将对夏国进行谈判。你们必须把技术上交联合国。不可能，我们会在大平洋搞超大规模军演，会有10艘以上的航母，并且会进入夏国领海。以后这种演习会不间断进行。耿建议长把人体拍烂，来多少杀多少，犯我夏国，虽远必诛。次日，夏国废旧空军基地，因大型轰天作战平台制造完成，等待命令。就叫你巡天母舰吧。这时，高司令和一个中年男人来到身边。小徐，这是什么怪物？这是按你要求弄出来的装备，不错吧？这位是？这是陈院士 H20总设计师。小徐，这东西是你造出来的？对呀，咋样，够不够高大上？太高大上了，但问题是我是空军啊，这摆明了是海军装备。小徐，你造这个大家伙应该不能飞吧？航母不可能飞天上吧？这东西要是能飞天上，我特么把它吃下去。高司令别担心，咱这东西能飞，想往哪飞往哪飞。徐院士想要让航母飞起来，所需要的引擎推力和结构设计，那都不是一般的困难。母舰上装载了20台祝融级核动力引擎，轻轻松松把这艘巡天母舰送上天，所以飞行方方面面的事情完全不用担心。小徐，这玩意儿能上去看看吗？当然能。徐帆在手机上点击几下，3人缓缓进入巡天母舰的舰艇。高鹏看着眼前的指挥室，愣在原地。高鹏拨通手机视频打给了陆勇。老陆，你好啊。老高，你这是在哪？哪个高科技研发中心？没啥，就是小徐给研发了一艘巡天母舰，这里是指挥室，小玩意儿而已。陆勇倒抽一口冷气。什么东西？巡天母舰？那是什么？快，你让开，别挡着我。不就是上次咱俩去兵工厂，我委托小徐研发的那个东西？这跟巡天母舰有什么关系？巡天母舰是什么东西？快，你到指挥室外面拍个全景，让我看看这东西究竟长什么样。老陆，这东西长400多米，你让我怎么给你拍全景？画面特么的能收得进去？多少米？400米，绝对不可能，老子不信。之后，徐帆给陆勇的手机同步了画面。大领导，要不要试驾一下？开出去溜一圈？这还能试驾？当然行。当3人坐好位置后，冰冷的机械声音响起。凌霄号巡天母舰开始启动，祝融级核动力引擎结束休眠，动力链接完毕，量子原相控阵雷达启动，质量喷口调节完毕，信息对抗系统激活，带风粒子炮挂载，超磁力场防御系统挂载，搭载机载属灵，启动成功。母舰瞬间冲出，出现在大海里。此时陆军指挥室内，陆勇愣在原地。老高这家伙发了。当前模式海域巡航，核动力引擎输出动力状态低功率，泵喷1号推力1瓦千牛加，泵喷2号推力1.1瓦千牛加，泵喷3号推力1瓦千牛加，航速50节，评价一切正常。陈院士，航母跑50节正常吗？高司令，目前世界上已知最快的航母30节，况且这玩意它根本就不是航母，比航母霸道多了，怎么会飙到50节？陈院士此时脑瓜子嗡嗡的，三观已经彻底被颠覆。不能激动，我要沉着，我要冷静。陈院士再次看向航速栏，航速130节，130节了。徐院士，巡天母舰跑到了130节，这是嫌慢了。陈院士别急，主要都是新机器，刚才用低功率模式稍微磨合一下，现在咱们把功率拉升一下，速度就能再快一点。130节已经快得离谱，我特么是嫌慢吗？这要是安上翅膀，搞不好已经起飞。陈院士的大脑陷入缺氧状态，又瞟向了航速栏，航速240节。陈主任发出一声鸭叫，彻底绷不住了。这是能再快一点，240节换算到飞机上已经是起飞速度。而此时陆军指挥部全场死寂，别人飙车，你飙航母，徐帆你真溜啊！大领导，母舰差不多热身完毕，咱们飞上去试试效果。海域巡航模式切换，当前模式更改为空域巡航，祝融级核动力引擎启动高功率模式，导流器打开，1号芯开始充能，当前10%，2号芯开始充能，当前7%，3号芯开始充能，当前12%，20号芯开始充能，当前18%。陆军指挥部内，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接下来的变化。小汉宫通宵造出了一艘飞天战舰，却被航母舰队围剿。下一秒，所有航母竟原地消失。开始空域巡航，顿时母舰爆发出惊人能力，冲天而去。我执掌空军多年，就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事。
活了半辈子就没见过这种浮夸的场面。领导，夏国领海附近有10艘航母，10艘航母全都压到我夏国领海附近，他们这是想死。领导不用着急，咱们飞过去看看，用他们搞测试。用10艘航母组成的超级战争舰队来做测试吗？是啊，他们也是来得巧了。咱们目标这么大，会不会翻车啊？领导放心，咱母舰全身都涂装了隐形涂层。与此同时，鹰将在世界网络上发出通知，即日起将在夏国以及小日本领海附近进行超大规模军演。军演期间，一旦有外部舰船或者飞机进入演习范围，将直接视为攻击目标。夏国也快速发表了回应，犯我夏国，虽远必诛。夏国蓝海云层之上，当前速度1000公里每小时。我的乖乖，接近超音速，怪不得感觉到母舰船体有轻微的抖动，这是物体接近音速会产生的空震现象。2位抓紧扶稳，我给2位炫个音爆。20万吨的巡天母舰，你要炫一个音爆，这说的是人话吗？夏国领海鹰将航母指挥室，夏国的领海附近，果然别有一番滋味。传我命令，9艘航母以及相关军将一字排开，禁止任何他们任何船机飞机通行。夏国哪怕研发出这样短科技，也是一级级老虎。就在这时，一道爆炸声从九霄砸落，航母上所有人已是七窍流血。兄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哪来的爆炸声？报告长官，这么大动静，会不会是月球着了？学他，你们家着了月球都不会爆炸。掉头，先离开夏国领海。母舰指挥室内，2人彻底麻了。陆军指挥部，陆勇等人也被惊得说不出话。小徐，要不你开着巡天母舰去鹰将飞吧，狠狠的飞，各种阴仗阵阵鹰将，夏国经不住啊。母舰指挥室中，大领导陈院士，您2位是不是觉得瞌睡了？要不咱们再炫一个？徐院士，快请收了神通吧。行吧，那咱们演示一下超磁力场防御系统。这个超磁力场防御系统是用来防御的吧？怎么测试？其实也能搞近战。你们看下面那些小不点，咱们就用它来做示范。超磁力场防御系统启动，使用增加开始，快速充能完毕，量子缠绕立场锁定，超导磁力场笼罩，超磁抓取。此时下方的航母已经完成掉头。将军，您快看看吧，咱们头顶上有艘外星飞船。外星飞船？天空上巨大的母舰定格在天空之上，真的是外星飞船。学他，外星飞船上有汉字，快主人苏小丽。报告将军，汤水机汤船不瘫痪，目前只能用汽油浇流。就在这时，一股神秘的力场直接将航母定在原地。怎么回事？为什么停止前进？将军，有一股神秘力量将咱们拽住了，搜捕了，而动力发动机已经感冒炎了。整个航母被挤压成铁屑沉入海底。巡天母舰指挥室，2人彻底愣住。一艘航母就这么被一个磁力抓取给捏成了一团铁屑，太浮夸了。我以前学的那些都是什么垃圾？这他妈才叫高科技！大领导，防御武器测试完毕，咱还有脉冲粒子炮，要不要放一炮试试？来上一炮吧，不过得注意分寸，万一一炮下去引发世界大战，鹰将和大毛各自的1万枚核弹升空，整个世界都会遭受毁灭性打击。核聚变能量分裂冷缩网闭，蓄能池开放，激活高能粒子开始蓄能，1号蓄能池10%，2号蓄能池15%，激活高能粒子蓄能完毕。霎时间，无数金色光芒汇聚到。向着远海贯穿出去，蓝海之外的9艘核动力航母在金色光柱之下瞬间消失。巡天母舰指挥室，卧槽，原子弹也就这么大威力了吧？有了这玩意儿，我看看那帮狗杂碎还敢不敢来犯我？这科技吊打世上一切大杀器。徐院士，我有个问题，这台粒子炮的攻击原理是什么？这东西很简单，它其实就是一台超大型粒子加速器，加速电子和质子生成高能夸克粒子，高能夸克粒子引发超大规模爆炸。听君一席话，胜听一席话。随后3人准备回到夏国。小徐，这艘巡天母舰不能暴露在群众视线中，不然鹰将和一些敌对国家很可能会狗急跳墙。领导不用担心，咱们有烟雾隐藏系统。顿时，巡天母舰慢慢被烟雾笼罩，像一朵巨大云彩。这都行，完美。10分钟后，3人回到了三江空军基地。小徐，老哥有个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领导，您有什么直说，我保证完成任务。小徐，这个巡天母舰当真不错，能不能多建造几艘，让8大战区都能有这么一艘？高司令真是敢说啊！这巡天母舰能建造出1艘已经是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多造几艘？我还以为领导要说啥，您是想量产吧？没问题。小徐，你说的是量产，量产的难度可不只是再生产几艘那么简单啊！咱们三江市码头那个超大型厂房改装一下，就能当做一体化生产组装产线。小徐，你真的是太牛了！100万吨的零消耗巡天母舰都能上产线，这比母猪会场数都夸张1亿倍。随后3人详谈了后续事情，徐帆就接到陆勇的电话。小徐，狗大户的莉莉丝公主找你，要不我让她过去找你。领导，公主在哪？我亲自过去吧。行，她现在就在东南战区指挥部，你联系罗宾就行。
小汉宫造出了赛博坦克，却在空中被战机包围，结果战机直接原地爆炸。东南战区指挥部，你好，徐帆，我叫莉莉丝。你好，这个是我亲手画的画像，送给你。谢谢，那我也送你一个礼物。随后徐帆快速在纸上画着什么，然后递给莉莉丝。这是新型抽油机设计图，预计效率最少提升300%，就当做见面礼吧。这个礼物太贵重了。这次人情欠大了。苏尔坦亲王，你们1个月前定下的10辆赛博坦克可以送货了。之后，众人来到指挥部旁边的训练广场，10辆赛博坦克排列整齐。有了它，再也不用担心被小霸王国欺负。小徐，坦克就在这了，在运输。徐帆在手机快速操作，营销运输带动系统启动，量子原相控阵雷达定位完毕，尾部舱口打开，超磁吸附开启，可动锁开始释放。顿时，天空之上出现数十根黑色火焰，向下狂飙而去，各自吸附到一辆赛博坦克上。亲王、公主，我们走吧。徐院士，我和老罗还有些事情要商量，莉莉丝和你一起走就行。行，那莉莉丝公主来吧。徐帆带着莉莉丝进入一辆赛博坦克内，10辆坦克撕裂长空，冲向天际。当莉莉丝回过神，已经是出现在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徐哥，咱们这是到哪了？巡天母舰货舱。什么？巡天母舰是什么？就是跟货运飞机差不多。莉莉丝目光看向四周，这真的不是外星飞船吗？莉莉丝，走吧，咱们去指挥室。两人来到指挥室内，莉莉丝呆滞了。徐哥，这就是你说的货运飞机？还差不多。两人坐好，巡天母舰立刻向着远方飞去。与此同时，鹰将10艘航母沉没在大平洋的消息传遍全网。机会光都等到说完了，留在国内说马上就好。哪怕放2万个码头，他也得票升级钱吧。数不清的评论留言充斥在评论区。此时，鹰将作战指挥部谢特以及中将根据情报部门反馈，大户今天即将和神秘国家完成狙手交火，你立刻派出 F2战机编队，直接击毁目标。阿拉伯地区万里高空警报声突然响起，简报检测到 F2 猛禽隐身战机队伍挂载实弹，进入我雷达识别范围。F2 猛禽都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机，这种机会可不多，好赖的碰一碰。徐帆，怎么办？咱们要不要掉头逃跑？逃跑是不可能逃跑的。莉莉丝，借你加赛博坦克用用，我去和 F2 猛禽碰一碰。波特，坦克在飞机面前不就是活靶子吗？放心，短板可以通过操作来弥补。徐帆来到赛博坦克驾驶舱，坦克瞬间消失在原地，以抛物线的方式撞向战斗机。哥，你能不能正常一点？你是要一头撞死来犯吗？与此同时，飞行员一连忙。那是什么东西？上帝，天上为什么会掉坦克？就在这时，坦克底座已经砸在 F2 机身，机身直接爆炸。报告立即中将，老二的战斗机被坦克队淹了。你说啥？被坦克队淹了？这时，赛博坦克直接从爆炸的烟雾中窜出，落到了第2辆战斗机上，突而炸。中将，坦克又队淹了一样，请求救援啊！谢特，这是我听过最离谱的情报了。紧接着，第3辆、第4辆、第6辆、第7辆、第8辆，一会时间，整个战斗机队伍全部阵亡。这时，巡天母舰射出一道火焰。徐帆回到了指挥室内，莉莉丝彻底明智。飞天坦克耍特技，徐哥你这是彻底不当人了。低调，我也不想啊，是他们来挑战我的。莉莉丝，到地方了，我们下去吧。随后两人进入到赛博坦克的驾驶室，准备好了吗？好了，出发。徐帆声音落地，10辆坦克从天际坠落而去，直接砸到地面上，将无数人生灵在吹飞。徐帆和莉莉丝走在铺好的红毯之上，两旁无数人齐齐行礼。我就是个送货的，搞这么隆重什么意思？小徐一直听莉莉丝念叨你，总算见到真人了。拉伯语听不懂啊！您好，您好。这时旁边的年轻王子给徐帆翻译了一下拉普国王的话。我是莉莉丝的亲哥阿尔萨王子，来咱大户这边就当在自己家一样。这次来了可得多住几天，让我们够大户尽地主之谊。就是今天是我生日，正好参加我的私人宴会。行吧，正好给你们做一些售后维修工作。迎接仪式完毕，徐帆被带回了皇宫。徐帆，等会要不要来个一条龙？这你都懂。我先走啦，晚上记得参加我的生日 party。我这妹妹自从上次去你们夏国，好像变得特别愿意表现自己，现在8成是去大厦里选衣服了。什么大厦？她有栋大厦，里面放着的都是她的衣服、鞋子、饰品、包包之类的，真是毫无人性。走，咱去我的大厦，里面都是我收集的车，咱们去研究一下，今晚开哪辆？真不愧是一家人，各凭本事败家，谁也别说谁。此时鹰将大楼奥斯汀办公室，李奇，夏国天才发明家在大户出现，也是真的。我刚找专家做了影像对比，确定消息属实。好，那这事情就有趣起来了。接通了小霸王电话，一顿交流，最终
以1万平方公里为条件干掉徐帆。这时阿尔萨和徐帆来到一家5星级酒店。徐哥，宴会还有10分钟开始，你先进去。莉莉丝估计也马上就到了，你随便吃吃喝喝，我去换身衣服，马上就回来。行，你忙。随后徐帆来到了2楼，帝王蟹、澳洲大龙、窖藏美酒、佳肴点心应有尽有。徐帆捧着帝王蟹开始狂啃，周围传来了阵阵议论声。哥们儿，今天在国王广场，那个东方仔竟然2次牵到了莉莉丝公主的手。他一个东方仔，凭什么？就是他算什么东西，哪能配得上莉莉丝公主？阿尔萨快步徐帆身旁。徐哥，这里是2层，你怎么在这里吃东西？饿了啊！你一天不吃饭试试。此话一出，无数人都懵了。这个家伙不是送货的吗？怎么肥似？大尔萨王子见了面都得叫哥，太离谱了吧？怪我，忘了和你说，2楼是给普通人提供的，咱们上3楼吃。这里的小虾小蟹又干又柴，没味儿。随后2人走向电梯口，突然看到从里面走出来的莉莉丝。莉莉丝穿着一身得体的黑色晚礼服。徐哥，你们果然在2楼，2楼餐品不好吃，咱们上3楼吃好吃的。之后3人来到3楼落座。我追求了莉莉丝大半年，莉莉丝总共和我说了不到10句话，可现在却和一个东方仔这么亲近，他算是个什么东西？徐帆则看着一桌的华夏名菜，口水直流。徐哥，快尝尝正不正宗？徐帆品尝一口西湖兔鱼，香味浓郁，口感绝佳，非常不错。这位大厨学过10年华夏菜，好吃就多吃点，大家都不用客气，今晚都是华夏菜，可以好好品尝一下。莉莉丝热情地照顾徐帆，而对面的萨尼气得头都大了。我不远万里来给莉莉丝过生日，结果让我看你们郎情妾意，你侬我侬。你敢信？有人出动300枚核弹，却只为了围攻一个小焊工，而小焊工只是说了句我没 K， 核弹就变成了烟花。莉莉丝，我有礼物送给你。我不要，谢谢。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哥伦比亚祖母绿，价值5亿美金。夏国人，你肯定准备了更贵重的礼物吧？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吧。萨尼，我警告你，不要挑衅我的朋友。你要是不想待在这里，可以马上离开。这个东方仔哪里好了？我萨尼是塔尔国的28王子，难道还比不上一个送货工？萨尼，嘴巴干净点，更别用你的手指着我朋友。萨尼，我明确告诉你，徐哥送的礼物比你这个好无数倍。荒谬，就几张废纸，能值多少？徐哥送我的是整个大户的未来，岂是你一个不务正业的28王子能比的？能提升300%石油提取效率的技术，价值几何知道吗？你算老几？在这指手画脚。这个夏国人究竟是谁？为什么能送出影响整个狗大户未来的无价之宝？突然，急促的防空警报声迅速在头顶炸响。是空袭，快跑！别慌，我会出手。就在这时，天空上出现无数全部冲向酒店。徐帆拿出手机快速操作。对，超磁力场防御系统启动，核能分压开始，快速抽能完毕，量子缠绕立场锁定，超导磁力场笼罩，超磁抓取。顿时，所有导弹直接全部停止前进。我是见鬼了吗？莉莉丝，想不想看烟花？什么烟花？这时，所有导弹飘向远处，爆发出绚烂的烟花。徐哥，今天这事情是我们没有考虑周到。不必在意，你们狗大户好像和小霸王国有仇，是不是？是，深仇大恨。那就好办了。徐哥，啥好办了？教他们做人。这3炮不知道小霸王顶不顶得住。这时，酒店外的街道上，一个身影拨通了电话。报告将军，说出来您可能不信，咱们的导弹遭到万磁王阻击，他将30枚导弹全都定在了半空，最后更是丢到了天上放烟花。什么？马里奥，你是说咱们的导弹被万磁王拦截了？将军，我要是有一句假话，您可以对我处以实刑。我还有别的猜测，就怕您更加不信。阻拦导弹的人也可能是天道佩恩，用的是神罗天征和万象天影。统管小霸王国防部多年，第一次有人把我当傻子。很好，马里奥，快点回来领奖，我亲自给你颁奖。既然干不掉，那就再来个大的，风浪越大鱼越贵。战略导弹部队核弹发射井直引5星酒店阳台上，徐帆继续操作。核聚变能量分离连接完毕，蓄能池开放，惊天动地螺3炮已准备，发射口已打开。放屁如打雷，轰天裂地螺3炮。九霄云图之上，金色光团急速移。金色光团射出一道金色光柱，奔向小霸王。来而不往非礼也，去吧！小霸王战略导弹部队指挥中心汇报情况：安全槽打开，蝴蝶阀关闭，皇家5星酒店 GPS 定位完毕，核弹头当量校对完毕，杰里科9型核弹准备工作完成。听我命令，发射！干掉它！领土面积再度扩展1万平方公里，这开疆扩土功绩足以在整个小霸王国留下弄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枚小当量核弹头扶摇直上，升向天。就在这时，一道金光出现。这是什么？刚刚升起到半空的核弹被金光淹没，随后直接爆发。5星酒店3楼露天阳台，放屁如烟雾，放屁如流星，放屁如骨刺，去吧！螺3炮，1米高空，3道金色光柱冲向。徐哥，刚才那光束攻击的位置是？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我徐哥是神。各位还饿不？一起来吃。这发生甚么事了？之后，徐帆住进了总统套房。晚上，莉莉丝站在房间门口，敲响了门。
列列斯，大半夜的你不回皇宫，来这找徐哥干啥？哥，你怎么在这？我明天带徐哥去售后检修狂风3导弹，为了方便，我直接住过来了。都12点了，你来干什么？啊，我当然是过来让徐哥看一下哪个衣服好看。对，就是这样。我信你就有鬼了，妹，徐哥虽好，但能不能循序渐进？徐哥已经睡着了，看不了你的漂亮衣服，先回皇宫。哦，知道了。当晚，小霸王本土发生核爆的消息传遍世界。昨日因为技术人员操作失误，这才引爆了一颗小当量核弹头，恳求国际救援。核弹都能失误发射，你们脑子里装的都是奥利给吗？现在小霸王国已经成了全世界的笑柄，就像个小丑，丢人拜信。很多国家已经改叫咱们小王吧。总统先生，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小霸王总统办公室，该嘎的约特，你倒是嘎了一了百了，留下这么大的烂摊子，让我怎么处理？狂风3导弹基地，徐帆完成了所有检修工作，准备告辞回家。一条粗壮的铁链从高空中飙射下来。徐哥，你该不会是想用这玩意儿上去吧？用这玩意儿方便快捷，就跟电梯似的。有空了来夏国找我玩，我先走了。徐帆单手死死地扣在铁链上，铁链向上空飞去。晚上，徐帆回到了夏国。小徐，欢迎回来。我有个问题。什么问题？您说。降天机甲作为巡天母舰的舰载机甲，你觉得需不需要做一些调整修改？改，真的能改，那应该往那方面改，更高、更快、更强。好，小徐就按照这个来弄，还是得麻烦你了。行，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次日上午，徐帆来到三江码头边的巡天母舰建造基地。超神科技工作台 LV 4度任务模式启动，宿主机皇构思读取完毕，地质干扰模块模拟校对结束，材料扫描完毕。本次建造消耗10000核聚点，预计耗时23小时，开始制造。同一时间，拉普国王向全世界宣布要进行突击阅兵，并全球直播。拉普国王乘坐赛博坦克快速检阅。我操，那是什么？看着好牛的样子，是外星装备吗？昨天网上有个飞天坦克的特效视频，里面的坦克和这个好像啊。岛子嘛，国王做的坦克正是我们的最新装备赛博坦克。我准备了这款坦克的实战视频，大家随意观看。视频中，一辆坦克从天而降，连续歼灭了 F2猛禽战队。我去，这坦克太强了！坦克都能在天上飞，我也就在电影里唯一见过一次。公主殿下，快点宣布吧，这坦克究竟是从哪买的？鹰将六角大楼，奥斯汀呆愣在原地。狗大户竟敢公然击落我鹰将的战斗机，拉普想和傻大木一个下场吧？狗大户突击阅兵的现场，巨大的导弹发射车缓缓驶入画面。怎么看着和上次阅兵是不一样了？对，大了一圈，这特么是狂风300吧？岛子嘛，现在的狂风3已经进行了升级，威力、精度、射程都有了成倍的提高。我们狗大户的这2种镇国大杀器都来同一个地方——夏国。此话一出，无数国家一个个电话打向了夏国订购武器。你敢信？小汉宫竟造出了300米出现瞬间直接震慑无数国家，但却遭到鹰将陷害。夏国三江市码头，舰载机甲建造完毕，等待命令。就叫你们风暴机皇。这时徐帆突然接到了高鹏电话，领导好，您要的舰载机甲的样机也做好了，也在母舰里面，您刚好能看一下成品效果。小徐，你是说新机甲样机都出来了？是的。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让童瑶过去配合您。小姚等会带着高司令去参观一下新机甲，有个产线需要我去看看。很快，高司令等人就来到了厂房。不是说参观巡天母舰在哪呢？司令是不是逗咱们玩呢？哪有什么巡天母舰？老高，你不是说有巡天母舰在呢？你该不会是拿我开涮吧？这时，码头附近的海面爆发出巨大的巡天母舰瞬间出现，所有人心脏狂跳，有人直接跪倒。这是我的凌霄号巡天母舰。老高，这一定就是巡天母舰了吧？真猛啊！我驰骋沙场多年，差点被你这玩意儿吓死。2位领导，要不要进去看看？头，咱们进去参观一下。当所有人来到指挥中心，所有人都傻眼了。这特么是阿凡达吧？我就离老母，太夸张了吧？我的前列腺已经吓出毛病了。龙司令、高司令，徐帆说新型舰载机已经安放到货舱，现在去看吗？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龙老哥，小徐已经研发出了新款舰载机甲，要不要去看看？新款机甲，一定要看。随后众人向着货舱走去，当来到货舱内，全部都跪了。进入激活程序，身份验证通过，智能锁解除，信号进入，激活倒计时开始，3、2、1。突然，机甲头颅双眼爆出红光，一道气浪冲击波向着四周横扫扩散。我操，这是在做梦吗？我又差点跪下。紧跟着机甲头颅发出震耳欲聋的机械声。开始弹射准备，冷却液灌注完毕，昆仑引擎限制解除，量子原相控制态势感知系统启动完毕，出舱。机甲头颅拔地而起，冲向天际。嗨，快上甲板！等众人快速来到甲板之后，一尊巨大的机甲头颅悬浮在1000米高空。小姚，这东西真的能当舰载机甲用吗？我也有这个疑问。2位领导，你们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不过只要进一步启动了，就能马上知道答案。启动吧。是。当童瑶点下启动按钮
之后，一道惊人的绿色电弧从机甲头颅中涌出。片刻之后，30米高的机甲呈现在众人面前，狂暴炸天的机甲乍然呈现在所有人眼前。这一刻，所有人血压一瞬间飙到了880。这感觉特么的上头了，多么克萨拉玛闪光吧的风暴使者！不愧是徐哥研发的机甲，果真不同凡响。远处，机甲变形完毕，迅速冲向甲板，气浪向着四周悍然横扫，所有人都被吹得失了神智。小姚，这东西能试飞吗？可以。大家伙初次合作，请多关照。当所有人远离了机甲，童瑶立刻点击出击按钮。驾驶员确认完毕，核准进舱。领导，你们直接回控制室吧，我等下把画面和数据都接通。随后，童瑶被一束光线收进了驾驶舱。核聚变引擎工作正常，各控制单元连接正常，超频情报追踪装置已激活，天命航挂载正常，量子风暴系统挂载正常。出击倒计时3、2、1，风暴计划出击。机甲瞬间拔升到离地100米，传出一声音爆，消失不见。引爆起步，真他妈帅啊！等龙广众人回到指挥室后，就看到机甲在高空之上肆意纵横。小姚，机甲性能如何？报告总司令，非常强。要是单轮直线加速，甚至比降天机甲都要强出一截。这东西比降天机甲还要强。如果真是这样，那说明小菊在机甲领域的研发又迈进了一大步。小姚，要不加速试一试？好的，首长。风暴机黄暴直接消失在原地，指挥中心内。卧槽，龙老哥，你快看数据面板。当前模式精选机甲姿态水平加速，吞了1号引擎推力1400千牛加，吞了2号引擎推力1400千牛加，微缩矢量引擎推力合计1830千牛加，机体温度98摄氏度，速度78马赫，评价一切正常。转眼功夫，速度又已经跳到了80马赫，这特么能叫一切正常？超80倍音速这么离谱的事情，从娘胎到现在就没听说过。牛顿第2定律已经管不住了。领导，您看这直线加速测试能行吗？行，太行了。小杨，试一下机动性，就回来吧。是，司令。此时所有人看向画面，风暴机黄快速。老天爷，80马赫飞出来了，回形真激动，我特么裂开了。80马赫下做出这2个动作，离谱他爷爷给离谱开门，离谱到了他爷爷家。说好的随便做2个动作，你玩难度最高的是吧？测试结束，童瑶快速向3江市前进。与此同时，一艘小日子监测船正在夏国领海外行驶。土飞远还没扫描到，报告坂田少佐，没有。天上高速飞行的童瑶忽然响起一阵警报。警报！检测到有小日子船只进入雷达安全预警范围。这小日子的间谍船鬼鬼祟祟的在夏国领海附近做什么？巡天母舰指挥室中，风暴机黄雷达图同步显示到了屏幕上。小日子是一颗都不安生啊！报告总司令，雷达预警您已经听到，是否进行情报监控？风暴机皇安装了超频情报追踪装置，能够对各种目标进行附着监听监控。监控想要摧毁很容易，不过我倒是要看看他们要究竟在做什么肮脏事。间谍船驾驶室。狡猾的夏国人究竟使用了什么方式让鹰将的航母舰队沉没？长官，不是海啸导致10艘航母组成的超级舰队沉没。我早就怀疑夏国已经研发出了超级大杀器，只不过碍于鹰将的上万颗核弹，没有直接亮明。但咱们的那些高层，我的任何意见他们都听不进去。长官，按照您的意思，那夏国对咱们的威胁岂不是已经非常大？咱们得尽早想后路啊！尤其土飞远，你小子也算有点脑子，不过夏国可能马上就要完了。这句话让所有人都是一惊。长官，夏国现在不正搞科技崛起吗？怎么会突然间就完了？就在今天，鹰将派出一架 B2 幽灵轰炸机，挂载了1枚小当量核弹出发了，3架 F3 飞电5号。你猜他们去哪了？应该不是夏国。鹰将的无人机被夏国打掉后，他们就不敢入侵夏国领空了，哪会是北方吗？再猜。长官，难道是毛熊？小的司内，这颗小当量核弹会引爆毛熊的核基地。鹰将已经做好了夏国发射核弹引爆这个基地的虚假证据，只要成功引爆，证据就会被人看似无意挖出来，到时候毛熊和夏国玩命，那夏国拿什么崛起？毛熊和夏国你死我活，咱们岂不是又有机会登上那块肥沃的土地？毛熊国遭遇核危机，夏国出手解决，并且让小日子发生了50级地震。巡天母舰指挥室，龙广等人在听到鹰将的计谋之后，很是愤怒。就在这时，徐帆走了过来。领导，你们这眼神什么情况？小徐，现在有个紧急任务交给你，鹰将 B2 携带核弹头要引爆毛熊的莱纳地区核弹基地，栽赃到咱们头上，需要你立刻出击，拦住 B2。我当是什么大事？这个简单，保证完成任务。那架 B2 现在到哪了？估计核弹快投下去了，你得马上出发。我去，时间不等人，我先上。记得把全息影像同步到母舰大屏幕。知道了。小姚，加冕那艘间谍船留着没用，送他们上路，然后赶往毛熊支援小徐。是。此时间谍船驾驶室，等到夏国残破不堪的时候，我们就能趁虚而入，我也能登上人生顶峰，千载难逢，时势造英雄。就在这时，一个金色光球从天空落下，暴
炸化作虚无。而此时货舱里，徐帆已经进入其中一个机甲，光能机皇进入快速启动模式，安全阀全部开启，限制器全部解除，超加力模块链接完毕，拍摄准备，通行窗打开。一道音爆炸响，机甲头颅瞬间消失，万米高空，机甲头颅以几十倍音速狂飙，机甲在空中迅速变形，化作一道猛烈的光暴影。这玩意确定不是霸天虎吗？这是真人版汽车人吧？光能机皇太帅了，好想看看最后一个机甲是什么样啊！此时光能机皇在天空中高速急掠，像极了秋名山车神。母舰指挥室中，龙广看向了数据面板。方程模式，王者机甲实体无法行动。光能1号引擎推力2600千牛加，光能2号引擎推力2580千牛加，微缩矢量引擎推力合计2830千牛加，机体温度198摄氏度，速度126马赫，评价一切正常。龙广死死地按着自己的胸口，疯狂颤抖。这世界上竟然有载人设备能到达126马赫，别说牛顿，爱因斯坦见了都得怀疑人生。高鹏直挺挺地向后倒，直到两人都戴上了氧气罩，才恢复一些。130多马赫，太恐怖了，不是人类能干出来的速度啊！很快，徐帆就发现远处的4架小型战机。看一下距离目标还有多远，100多公里，再有不到10分钟就能抵达莱纳地区。OK， 等会儿投放一定要精准，咱们这次载着的是实实在在的核弹。我的老伙计，我可是鹰将王牌投弹手，当年咱老哥俩轰炸夏国设立在斯拉国的大使馆，5枚导弹全都命中目标，这战绩你都忘记了吗？哈哈哈，伙计，那是咱们2个人的无上荣誉，我怎么可能忘记？警报！检测到有巨型不明飞行物，正以140马赫的速度迅速接近，请立即采取防御措施。巨型不明飞行物，雷达出故障了，要么就是外星人。后方有不明飞行物追上来，迅速拦截。3架 F3逆向飞去，1架战队发射一个导弹，徐帆驾驶光能机皇直接冲上去。管他什么牛鬼蛇神，被导弹正面击中，哪怕是外星人来了，都得留下3条腿。烟雾散去，30米高的机甲正单手抓1枚导弹，这一幕将指挥室内的众人给呆住了。上帝啊，这是什么鬼东西？变形金刚吗？在无数道惊惧的目光中，导弹瞬间爆炸，火光吞噬了整个光明机皇，母舰指挥室的众人僵住了。徐帆，我们几个老东西都可以出事，你绝对不能出事啊！敢贴脸引爆空导弹，弟子无疑。目标已经击毁，立刻回到 B2 编队。就在这时，一只遮天大手瞬间将 F3战机给吞噬，瞬间爆炸，万米之上，风暴机皇双目爆闪红光，仿佛魔神降世。这时机甲一拳打到了旁边的战机上，爆发出一道火光。母舰指挥室，众人已经说不出话，龙广2人更是戴上了氧气罩。一拳一个 F3战机，要多离谱有多离谱。活了一大把年纪，多半截身体入土的人了，差点被惊死。这是机甲事件吗？太狂暴了！画面中，剩下2架战机正在疯狂逃窜。结束吧！光能机皇手上红色光环疯狂对3战机全部贯穿。远处 B2 驾驶舱中，只要我们再降低点高度，进行精准投弹，任务就完成了。突然，保罗看到雷达上有一道光以150马赫速度向着这边高速靠近。这是什么东西？启用 M 空导弹，沃德，赶快调转机头，击毁这鬼东西。与此同时，另外一边，毛熊的3架 F57向着这边呼啸而来，进行摧毁 B2 幽灵。都给我听好，一旦发现 B2 幽灵，立刻将它赶出国境，以免核弹在我国本土爆炸，之后再用蟒蛇空导弹赶它。上帝，长官，11点钟方向发现一只变形金刚，正向着 B2 幽灵飞去。格罗涅夫看向远处，一架红色机甲狠狠朝着 B2 战机砸去。卧槽，上帝啊！夏国出动拦截的该不会就是这东西吧？长官，咱们现在该怎么办？要对 B2 发起驱离性攻击吗？就凭咱们有什么资格过去？听我命令，远远的看着就行。远处机甲伸手揪住了机尾，沃德和保罗人都傻了。我们引以为傲的 B2 竟然只是个玩具，这真的是霸天虎入侵地球了。之后，徐帆驾驶机甲向着远处飞去，而远处毛熊的 F57全都愣住了。我堂堂轰炸机械扛把子，在夏国的机甲面前，竟然连个屁都放不出来。任务结束，马上回基地待命。毛熊莱纳地区万米高空，光能机皇扛着哑火的 B2 缓缓飞行，远处一架绿色涂装的机甲狂飙而来。耶，怎么感觉徐哥好像在朝着我飞？你把这个大家伙先带回去，我去转转。对了，这架 B2 弹舱里有核弹，你当心着点，我先撤了哈。说罢，徐帆一个加速，直接消失在原地。感情我这是抱了一颗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核弹。此时，小日子鹰将驻扎空军基地。打吧，等到你夏国国破家亡，那些尖端科技最终还是会留下我鹰将。奈斯将军，有架飞机在冒着黑烟，快让塔台联系这架飞机。将军，是咱们派出去执行 B2 护航任务的 F3，他们神情似乎受到了极大惊吓，都是胡言乱语。他说什么了？难道 B2 任务失败了？那家伙说遭遇了霸天虎袭击，1号机被霸天虎撕成了2半，就连2号机也被一道光波给覆灭了。这说的像人话吗？任务失败找借口我理解，但编得这么离谱，绝对是对我的侮辱。卡尔，马上调取这架 F3的飞行记录，同时给我把飞行员带上来，我倒是要问问他霸天虎长什么样。10多分钟后，迪克，是你，你可是在傻大木战争中立下过重大功勋，是王牌飞行员啊。将军，是我。迪克，我现在问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在即将抵达目标点的时候，遭遇了霸天虎袭击。将军，飞行记录已经提取，要现在播放吗？你敢信？小汉宫造出了霸天虎，竟让小日子出现了50级地震，小岛直接消失。播放，让大家都好好看看哪来的霸天虎。屏幕上显示出了当时的画面，巨大的红色机甲身影出现，单手捏爆导弹，李奇笑容瞬间凝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无数颗心脏疯狂跳动。Oh my god！ 上帝啊，我这是看到了什么？这世界上竟然真的有变形金刚，这要是说出去，肯定被抓到精神病院。李奇膝盖重重地砸在了地板上，瘫软无力。卡尔，马上联系保罗和沃德，他们的 B2要是也出了事，就真的闹大了。好。卡尔拿出军用卫星电话，不断联系 B2，但信号根本接不上。李奇犹豫半天，最终决定将一切情况上报。李奇拨打了上将莱特的号码。就在这时，警报声响起，警报，有敌机入侵。窗外一道巨大黑影出现，瞬间将李奇吓倒。光能机皇中，徐帆俯视下方渺小的空军基地。目标位置已锁定，微型弹射口打开，伽马射线玻璃2向立场装置开始投放。光能机皇后被弹射出8道。快速的向着四周散去，将整个基地笼罩在内。整个空军基地都在震动，基地防空导弹被自动触发。李奇抱着最后的希望看向了即将被导弹命中的机甲。巡天母舰指挥室中，龙广看到一连4枚导弹即将命中徐帆，没有上次那么紧张了。这位爷刚刚都徒手缩烂了好几枚了，你这才哪到呢？这台光能机皇强到令人发指。田横空军基地的大楼中，李奇嘴角掀起一抹凶厉的冷笑。 4枚最新型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推力可以达到13吨。小看这4枚导弹，你会为你的自大付出代价。徐帆看着袭来的导弹，没有任何防御动作。1号粒子所就位，能量10000 KeV。2号粒子所就位，能量9808 KeV。3号粒子所就位，能量10006 KeV。红色光网将整个空军基地笼罩在内，而4枚导弹也即将射到光能机皇，但突然被汹涌的红色光电包裹，悬浮在光能机皇。 机甲轻轻一握，4枚导弹瞬间哑火消失。基地大楼中，痴呆的李奇直直地向后倒去，旁边的卡尔赶紧扶住。将军，您没事吧？通信系统恢复了吗？还没，咱们现在已经和外界隔绝了。听到这句话，所有人都沉默了。左右都是死，我倒是要看看他究竟是人是鬼。李奇向房间外走去，来到了基地外面。 入侵者，你将我们困住，究竟有何目的？如果有什么要求，下来当面谈判。机甲之中，欲要人亡，先赎其罪。你们已有取死之道。这些年，你们鹰将出台无数法案，专门用来遏制我夏国发展。就在刚才，还想用核弹诱使我夏国和毛熊爆发战争。你们为了高高在上，奴役全人类，已经丧心病狂开启。现在带着你们的愚蠢和诡辩傲慢，下地狱去吧！这机甲竟是来自夏国，夏国人，难道你们就没错吗？你们崛起太快，严重影响了地区和平稳定。我们只是利用一些非常手段维护世界和平。徐帆冷笑一声，伽马射线风暴准备完毕，是否开启？开启。声音落地，整个田横空军基地的人瑟瑟发抖，无数道红色气丝在基地范围疯狂涌动，猛烈爆炸，天穿地陷。 伽马射线风暴下，没人能生存。巡天母舰指挥室，龙广不停地颤抖。一旁的军官见到龙广这状态，一惊：“卧槽，总司令您怎么了？您别吓我啊！快来人，总司令不行了！”说完，赶忙背起总司令，向着外面冲去。我爹妈，高司令也不行了。转眼，2人被抬上了轿车，消失在三江码头。空军基地，徐帆已经离去，一架返回的飞机。空军基地哪去了？报告莱特将军，大事不好！咱们的田横空军基地好像刚爆发50级地震，整个基地的地皮被翻过来好几层，飞机跑道都没了。谢特，多少级地震？报告将军，至少50级，场面一言难尽。我现在没地方降落了，你先飞着，等我通知。飞行员听到回应，心凉了半截。太危险了，等这次迫降结束，我就找个理由直接退伍。 这时，徐帆已经回到了指挥室，给童瑶打了个电话。小瑶，直接把 B2先放甲板上就行。龙司令他们不见了，我打电话问问。知道了。童瑶慢慢悠悠地飞向巡天母舰的甲板，将 B2幽灵放到母舰的甲板上，将2人放在甲板上喝点西北风，让他们先清醒一下。另外一边，徐帆挂了高司令的电话，通过电话他才知道龙总司令和高司令2人刚才都休克，刚抢救过来。要是有更多的珍稀材料，就能彻底量产2阶绝境病毒。要是二老注射的是2阶绝境病毒，肯定就不会有这么大问题了。1星期后上午，对，巡天母舰生产线搭建完毕。高司令，母舰产线已经搞定，随时可来验收。三江市空军基地，高鹏与雷大牛和詹老在交谈。老高，那咱就说好了，下一个请求小徐研发军工科研装备的指标，那就是我的了。让老高这老东西松口还真是困难。老雷，看一个指标能把你高兴成那样，怪不得龙老哥说咱们几个老兄弟里面，就属你沉不住气。老高，你巡天母舰都开上了，搞不好再有半年连产线都落成了，你当然能沉住气。半年，小徐亲口说了，5、6天就能搞定。这时高鹏收到一个短信。
好，太好了，总算大功告成了。走走走，带你们去个好地方。1个时辰后，三江市码头。老高，你究竟是要让我们看什么？老雷，你不是说我的巡天母舰产线在有半年就能完成？实话告诉你，现在已经完成，它就在这扇门后面。雷大牛猛地一震，明显有些不信。那么大的母舰刚研发出来1个星期，这么快就批量投产了，说出去狗都不信。老高，你别想忽悠到我，1个星期不可能做出产线。詹老，你说说这事情有没有可能？说实话，按照常理来说，的确不可能。嘿嘿，有专家在这，你在瞎编。但紧接着詹老又补充道：但是研发者毕竟是小徐，所以一切都不能按常理来思考。是啊，向来科学严谨的詹老，怎么给人一种开始相信玄学的错觉？走吧，进去看看。等众人进去，所有人全都懵了，呼吸开始急促，心脏快速跳动。这真的是21世纪的产物吗？活了一大把年纪，70来岁的人了，从未见识过这种惊世骇俗的场景。你敢信？小汉宫造出了800米新舰，竟引得科技院士前来观看，结果直接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绚烂的科技产线呈现在眼前。这时徐帆走了过来。高司令好，雷司令好，詹老好。小徐，你这研发速度真够快，这才几天，产线都整出来了。能这么快就完成，主要还是运用了一些新思路。很好，不愧是你。几人攀谈了几句，徐帆便带着三老转转，但三老却一直盯着红色镭射光线，一动不动。小徐，那个机械臂上的镭射光线，你要不介绍一下？那个是伽马刀，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镭射光。詹老面色一红，犯这种低级错误，多少有点丢脸。镭射光本质上就是激光，伽马刀则是用激光放射源加上超强电磁力场，原理上和降天1号的高频振动粒子刀有些许相似。您3位肯定听明白了吧？要了老命了，不能说没听懂，只能说完全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天数。很好，很好，你这么完事吧？咱们往里面看看，这座产线比之前的所有产线都大，一下子看不完。徐帆带着三老向着里面走去，一座50多米高的熔炉出现在面前。这个是氦闪熔炉，能够最大效率熔炼高能合金。那这里面的温度大概有多少？现在里面的温度大概是10万摄氏度。多少？10万摄氏度？太阳表面的温度也才5500摄氏度啊！你他妈的比太阳表面温度还高，牛顿来了都得被烫死。这个温度比核爆的中心温度都要高了吧？对啊，就是10万摄氏度。这炉子里每时每刻都在爆发高能微型氦闪，不过不用担心，分子级的氦闪很好拿捏，安全的很。什么叫分子氦闪很好拿捏？谁要是轻易信了这话，估计自己老家的被炸了。詹老只觉得现在 CPU 有点冒烟，垂死病中惊坐起，小丑竟是我自己。徐帆接着带三老继续前进，最终4人来到了大门口。詹老长长的舒了口气，参观应该算是结束了吧？谢天谢地，能活着真的很好啊！走吧，咱们去见识一下巡天母舰。当几人来到巡天母舰组装地，詹老直接懵了。卧槽，星星，星际迷航，成千上万的银白色的金属构件竟然凌空飞起，悬浮半空中，四周和房顶涌动着蓝光的棱形光源。詹老呆愣在原地，身体剧烈颤抖。我是穿越重生了吗？重生到科幻世界了吗？太匪夷所思，腰子要爆了！卧槽，我的老天爷，这是到外太空了！领导们别慌，这个是咱们的一体化装配车间，要进去看看吗？小徐，你这个装配车间怎么和别人的不一样？这个装配车间全名叫磁悬浮太空模拟舱一体化装配车间。你到底在说什么鬼东西？我好像对牛弹琴里面的牛啊！徐帆领着三老迈步走进里面。常规的构件装配效率低，工序复杂，但利用这种模拟太空状态的磁悬浮方式进行安装，能节省90%的装配时间。90%节省90%时间，这技术要是放到外面，绝对会引领新一轮的大型机械安装变革。徐帆一路介绍磁悬浮装配舱，也走到了尽头，一个大门出现在面前。小徐，巡天母舰的一体化生产装配车间，咱们已经看完了吧？母舰的产线就是看到的这些，看来从这里推门出去，应该就离开母舰的产线了。有了这些尖端科技，绝对能让整个夏国实现超凡跨越。詹老推开了房门，一架机甲从脚趾甲开始缓缓出现。3D 打印，30多米高的人形机械进行一体化3D 打印，这未免也太浮夸了。詹老50年的科学研发工作，此刻彻底被颠覆了，其余2人也都傻了。小徐，这难道是3D 打印舰载机甲？用氦闪熔炉将材料分类高温溶解，接入阻凝剂进行堆叠打印，光能、风暴、波涛3种机甲，每个月都能有一台同步巡天母舰下产线。高鹏瞬间狂喜，岂不是说以后每个月都能有一艘搭配3台舰载变形机甲一起下产线服役？鹰将，要是1年后我夏国10多艘巡天母舰带领30台变形机甲悬停在6角大楼上空挖时，请问阁下该如何应对？徐帆带着几人走出了产线车间，4人站在码头上，感觉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小许，已经建造成功的那艘巡天母舰不在这边停放吗？在，他现在是隐匿模式，您老稍等，我让他出来。徐帆在手机上点击了2下，巡天母舰瞬间出现。这一刻，两人头晕目眩，无法动弹。詹老突然后仰，徐帆赶快止住。詹老，您没事吧？詹老大口呼吸。小许，我没事，真不愧是你。放眼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你能研发出这种惊世骇俗的科研作品。走吧，咱们应该能进去看看吧。徐帆点点头，4人来到了指挥室，两人戴上了氧气罩。徐帆拿出一个 U 盘递给了高鹏。领导，这里面是产线的相关技术设备的图纸和理论推导公式，后期的维护和升级，说不定你们能用得上。小许，你是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尖端科技都在这个 U 盘里了？詹老和雷大牛急促喘气，那些科技任何一个拿出去都能获得诺奖。就这么上交国家了？都在里面了。伽马刀、芯片3D 端接技术、氦闪熔炉、磁悬浮装配舱全都有了。要是以后有个什么问题，对应的都能在里面找到相关的图纸。高鹏捂住 U 盘，口干舌燥。夏国有此人是莫大的幸运。这样的人太伟岸了，太无私了。这种境界谁能做到？世间只此一人。小许，这次不能听你的，必须给钱。你可以不要，但我们偏要给。谈钱多伤感情，您随便给点就行。这事就这么定了，不能总让无私奉献的人受委屈。小许，这次航母研发完，咱们天剑军这边也想和你合作，研发点新装备。原来您是想合作研发啊，完全没问题。雷司令，您想研发什么？有什么具体的性能要求？雷大牛听到徐帆答应，面色狂喜。咱天剑军就是导弹部队，要求不高，想研发一款威力大、速度快、没放射性污染、全球打击、直拿打门、高机动性和不被锁定的导弹。雷大牛的要求，高鹏和詹老给看无语了。这还能叫要求不高？就这要求，要是说给别的科研专家，绝对会被当成神经病。能行，雷司令，我保证完成研发任务。呵，小许真不愧是国士无双。傍晚，中海科研基地，徐帆不停地在纸上写画画。王一雪走到了徐帆身旁，一雪，你咋来了？我刚训练完，正要走，就看到你这里灯还亮着，过来看看你咋还不休息？雷司令那边让设计一款导弹，我刚写完方案。徐帆将手稿递到王一雪手里，一个名字浮现在眼前：天基势能武器永恒之枪设计方案。王一雪倒抽一口冷气，不是说研发导弹，这天基武器是什么鬼？真不愧是你，我的天才老徐！雷司令让你弄导弹，你整出个天基武器，不知道到时候雷司令会不会被吓死？王一雪随后和徐帆闲聊几句就离开了。徐帆拨通了童瑶的电话，小瑶上材料。小焊工造出了机甲产线，却被美术院副校长用油画羞辱丑化，结果被无数机甲包围。当王一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玩手机，就看到一张画风非常诡异的图片。科研小子，这图明显是冲着徐帆来的。王一雪压下心中怒火，看向评论。来了，夏国的方教授又有新作品了，画的好像是他们夏国那个天才发明家。每一个线条和色彩都将人物的鲜明完美表现出来了。出现无数对西方画作褒奖的评论。把徐帆画成这形象，究竟意欲何为？王一雪直接在下方评论。方教授，麻烦你睁眼看清楚，夏国人有长这样的吗？你凭什么把他画成这样？艾特人 LV 公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观点，你管得太多了吧？艾特人 LV 公主，请你尊重艺术，艺术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你这种曲解它的人。王一雪看到这些回复，气得喘着粗气，立刻在网上搜索，这才知道此人竟然是华大美院副校长。明天找领导商议一下，一定要严肃处理。同一时间，华大美院学区别墅。基尔，图我已经发出去了，效果非常好，等我明天再加一把火，到时候影响肯定会更大。奈斯，老方，你的第一笔润笔费已经给你打到鹰将账户，接下来就看你的了。OK， 不过除了润笔费，咱们说好的那个位置，嘿嘿，这你不用担心，都已经安排妥当，等你过去了，直接就是副会长。OK。方德林挂了电话，心中狂喜。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筹划几个人就能得到丰厚的报酬，成为国际美术协会的副会长，还能拿到鹰将绿卡。这次阶级跃迁，是我画蛇成龙的机会。阿拉伯地区塔尔国5星酒店，基尔挂断通话后笑容满面。自从被中海科技大学开除，没有任何一个学校愿意聘请他，夏国更是直接对他下达了永久驱逐令。都怪那个徐帆，还有刘大春哥哥安排的这个丑化任务，刚好能让我出气，几百年来一直都是这么的好用。次日，一张油画出现在短视频平台，无数人在下面评论：方教授是谁？明摆着意有所指，当谁看不出来？丑化国人，侮辱国事，向鹰将主子邀功。同时，评论中也有另外一个声音：现在的人都这么极端，我们教授又没直接点出名字。只是艺术风格不符合你们的低级审美罢了。山猪吃不了细糠，读不懂高级审美。天亮后，王一雪向上汇报了情况。陆勇听王一雪叙述完，眼中燃烧着怒火。这个方教授是想成为名人，还是为主子办事？不管你要做什么，堂堂国士都不是你能侮辱的对象。侮辱徐帆，就是在打整个夏国的脸。听令，雪狼特种作战旅即刻进入战备状态，原地待命。机甲特种作战大队也随时准备出击。警卫员备车。
三江市空军基地，高鹏听完下属汇报，脸色阴沉。一个华大美院的副院长，谁给你的勇气侮辱国士尊严？为了向你的主子摇尾巴，践踏整个夏国的脸面，真的好大的胆子！听令，飞龙空战编队即刻进入战备状态，哪怕他姓方的最终逃到天上，老子也要把他拦下来。备车。天剑军总部，雷大牛沉默无语。昨晚徐帆还在连夜研发导弹，今天就被一只牧羊犬当着全世界人的面侮辱，好大的胆子！听令，天剑军立刻进入战备状态，狂风17、狂风21、狂风41导弹发射车都给老子开出来！解围员，备车。华大美院学区别墅，方德林看着手机，在自己的群聊天里发出了消息：小伙伴们，再加把劲，等师傅在鹰将那边安顿妥当，就会陆续接你们一起离开。至于先接谁，看你们的表现。此时，夏国安全局杜明成对方德林进行了隐秘调查，只要他接通电话，就能立刻锁定幕后的人，一网打尽。想通过丑化国人的方式来博取国外某些势力的好感，我倒要看看你有几条命。这时，安全局的外面响起了堂科声，杜明成赶忙来到大院，绿色越野停满了整个大院，数道身影向着大楼走去。杜明成心沉到了谷底，这些狠人估计都是来兴师问罪的。方德林，你害惨我了！众人来到会客厅，陆勇直接开门见山：杜局长，事情查得怎么样了？报告陆司令，已经锁定所有嫌疑人，只要方德林和境外人员联系，就能全部一网打尽。方德林今天会乘坐专机离开夏国，在上飞机前，他大概率会联系那个境外人员。看来你们的工作并没有落下，这第一关算是过了。随即他又将详细事情讲了一遍。等众人离开后，杜明成瘫在椅子上，一名士兵走了过来，报告，目标已经出发，正前往上京国际机场，咱们的人已全部提前抵达，伪装遮附。憋屈了这么半天，方德林终于行动了。走，我倒是要看看这个方教授能吃几颗枪子。上京国际机场，方德林拖着个行李箱来到了一家小型专机旁边。哪怕还在夏国，我就已经能嗅到鹰江那香甜的味道，还有国际美术协会那悠闲的下午茶香。方德林取出手机，拨通一组加密电话。Hello， 基尔。我亲爱的朋友，你的油画很好的在世界人民心中塑造了邪丑陋的夏国人的形象，尾款已经转到你的鹰将账户。小事一桩，那我的移民绿卡。放心，我的朋友，落地你就能成为光荣的鹰将国民，还有你要的副会长职务，明天直接入职。听到这，方德林面色狂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哈哈，终于熬出来了！我方德林的人生终于迎来了巅峰。这时，王一雪冷笑一声走了过来。这个空姐怎么没穿制服啊？不知道顾客是上帝。王一雪抬手就是一巴掌，拎起方德林扔在水泥地上。你是什么人？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华大美院副校长，你算什么东西？竟敢打我！王一雪抬头看向天空，来得真晚。方德林跟着往天上看了一眼，一道流光划破长空，从天际激射而来。5台降天机甲整排列在地面，方德林倒抽一口冷气，疯狂颤抖。下一刻，机甲竟抬手对着王一雪进了个军礼。报告，东部战区机甲特种作战大队1分队前来报道。事情基本处理完了，应该没你们事，先一边等着。是。这一刻，方德林彻底傻了。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什么？这个女人肯定是外星人，我他妈被外星人打了。突然，地面剧烈震动，地面炸裂，2辆赛博坦克出现在面前，几名老人从里面出来。好像这次得罪的确实是惹不起的存在，我的鹰将梦碎了。方德林突然倒地抽搐，这东西丑化国士，羞辱国家，不能让他死得这么痛快。把人押走，同时公布方德林的所作所为。是，总司令。小汉宫造出了天机武器，却被108人集体投诉，结果108人竟全部进了小黑屋。塔尔国5星酒店，基尔被2个黑衣人带到了一个阴暗的房间里。你叫什么？最近干了什么缺德事？我叫基尔，最近啥也没干啊。我都说。基尔将抹黑丑化夏国的事情全盘托出。有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能活着就好，大不了再去别的国家任教。这位帅哥，我已经回答完问题了，能把我放了吗？当然可以，我叫萨尼，是塔尔国的王子，不叫帅哥。谢谢。没事，我就是随便叫你过来问问。抹了，记得全程录像，把他交代的内容录音和死亡的视频发到国际网络上。是。 2个黑衣人拖着一脸懵逼的基尔往外走。王子殿下，别杀我啊！我可以做鸡翅。正想办法怎么抱夏国大腿，你就来这么一出，谢谢啊，基尔，幸好有你。次日，媒体全都出现一条置顶新闻：主犯方德林涉嫌勾结境外势力丑化国家功勋科研工作者，已被多部门联合逮捕，即将提起公诉。上京东城区地下停车场，大家听我说，方教授现在面临天大冤屈，咱们一起去看守所要个说法，还方教授一个公道。对，这个主意好，一起去要说法，和他们干到底。20分钟后，东城监狱外站满了人。皮克利大哥，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当然是和他们干到底。要我说就示威游行，让所长亲自把咱们迎接进去。六子最近表现不错，接下来咱们就按照六子建议来办。这时，一个中年人来到了队伍前面。诸位来这里何事？我们要见方教授，教授是被人恶毒迫害，不见到他我们是不会离开的。
就是，我们要进入牢房里亲眼看看教授的关押环境。你要是不让我们进去，肯定就对他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六子喊完，皮克利看着六子，发出一声赞叹。这六子说的不错，回去必须加鸡腿。好吧，你们跟我来吧。当众人来到监狱深处，皮克利双眼含泪。师傅，是谁这么没有人性，把你打成这样？我说怎么被转移到这个超大牢房，还吃了一颗麻药，感情这是把我当鱼儿直接一网打尽了。想到这，方德林眼眶中涌出泪水。这时就听到人群中的六子高喊：“让我们进去，我们要进去，近距离看看老师。”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今天这事情未免也太顺利了。关押方德林的牢房门被中年男人打开，无数人一拥而入。皮克利脚不沾地的被带着进到了里。这时房门突然关闭。六子，你怎么在外面？对啊，小六，你不是应该和我们一样在里面吗？你个老六，难不成叛变了？六子走到中年男人身前敬礼。报告，双料高级特工六子潜伏任务结束，请求归队。任务完成的很漂亮，这次给你小子记头功，回局里报道吧。是，局长。此时众人全懵了，现在才明白这是请君入瓮。我是夏国安全局杜明成，你们涉嫌团伙性攻击功勋人员，危害国家安全，罪证已经核实无误，现在对你们实施逮捕。一瞬间，几十人双腿瘫软，全都倒下去。我不该跟着他们辱骂国家，不该背叛夏国，求求你放我出去！我真的错了，我还有80岁的女朋友要养。没关系，下辈子注意点就行。1小时后，一条新闻炸裂全网。方德林，元华大美院副校长，22所大学客座教授，经过上京法院审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时一段视频又出现在世界网络，视频中基尔交代了鹰将指示他让方德林用艺术丑化夏国人，各国网友疯狂评论：好歹毒的计策，想用这种方式丑化夏国，同时提高他们国家的民众自信心。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势力？此时鹰将水晶宫发表了声明，在此我们郑重声明，基尔和我们鹰将没有任何关系，他诽谤我。2天后，中海军事科研基地，天机动能武器永恒之枪制造完成。徐帆拿起电话拨了出去，喂，雷司令，我这边基本已经搞定。上京天剑军演武场，叶老，按照小徐说的时间，应该快到了。叶老点点头。能亲眼见到徐帆研发的新型洲际导弹，这辈子值了。就在这时，一道音爆声音突然在顶峰响起，一尊机甲吊着一个黑布包裹的巨大物体快速移动，砸落在地。这难道这就是小徐研发的导弹？这东西要是导弹，我这大半辈子算是活到狗肚子里去了。雷大牛陷入沉思。雷司令，这是什么东西？叶老，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叶老来到巨大十字架旁边，失声惊呼：碳缺合金。雷司令，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东西就是小徐研发的洲际导弹？先扯开看看吧。雷大牛扯开黑布，十字金属呈现在众人眼前，无数人表情明智。老天呐，这特么是什么怪物？雷大牛只觉得自己要崩溃了，取出电话给徐帆拨了出去。雷司令好，是不是天机动能武器已经送到了？卖相不错吧？卖相那是相当不错，不过小徐，就这个东西，它真是我让你设计的？当然是您让设计的，威力大，速度快，没放射性污染，全球打击，指哪打哪，还发射单元，具备高机动性，这话不是您说的吗？我是这么说的。那不就得了？您放心，咱这天机武器速度相当快，威力也不小，努力把地壳干穿问题不大。雷大牛憋得通红，压下心中的波澜。小徐，你现在在哪？我还在路上，估计再有20来分钟就到了。我把 APP 给您发过去，您和身边人先研究着。雷大牛看着手机，脑瓜子嗡嗡的。天机武器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夏国和毛熊都开发过，但是最终都失败了。叶老，为什么会失败啊？当年毛熊的科技应该是非常顶尖的吧？因为天机武器根本就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是鹰将为了在太空竞赛上拖垮毛熊编出来的虚假设想。这话一出，全场死寂。叶老，那就是说这座天机动能武器只是个空架子，是假的？理论上说不可能，但他是徐帆，徐帆手中没有不可能。现在只有一个办法知道真假，启动它。你敢信？小汉宫造出了天机武器，不仅能看到小秘密，更是直接看到了鹰将水波。雷大牛点下了启动按钮，突然地面开始震动，警报声响起。警报，天刃主体即将启动，请周围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请迅速撤离。我操，它动了，喷火了！马上撤离，远离这里。再不远离，恐怕得死在这。都跟我来！雷大牛带着众人走向远处。天刃主体进入快速启动模式，液氮冷却系统连接完毕，昆仑引擎激活完毕，量子姿态感应系统调节完毕，永恒之枪挂载正常，起飞倒计时开始，3、2、1，天刃永恒之枪出击。天刃主体瞬间起飞，爆发出一声音爆，消失在原地。雷大牛和叶老表情陷入呆滞。活了这么多年，今天才算是开眼了。走回指挥中心。天剑军指挥中心，天刃主体的全息影像已经投屏到了大屏幕上。天刃主体急速爬升，传出一声声音爆，指挥中心所有人人生观都崩塌了。
40多米的庞然大物干出了垂直音爆。牛顿，麻烦你爬出来解释一下。要冷静，基础力学和微观力学，大不了再加上量子力学，实在不行把平行宇宙理论也算上，肯定能解释其中的原理。要坚挺，要扛得住。叶老，快看这是什么？所有人的目光落在了表格上。当前天刃主体姿态垂直爬升，核动力引擎推力1万吨，矢量调节喷口，静默状态，主体温度99摄氏度，当前速度38马赫。这速度怎么可能？刹那间，无数人窒息了。叶老大口喘息，再次看向数据面板，当前速度129马赫。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叶老甩甩头，瞪着眼睛再次看去。我操！200马赫。叶老一口气没上来，直直的倒了下去。叶老，您怎么了？您别吓我们，快来人！叶老咽气了。别胡说八道，你才咽气了，我没事，刚才就是出岔气了。就在这时，大屏幕画面陡然一黑，天刃主体赫然已飞出地球，出现在茫茫宇宙。这一刻，无数人都挺不住了。这才不到15分钟就飞出地球了。那是什么？国际空间站要撞上了。这时国际空间站中，安追和密根正在泄压。哎，那是什么？圣玛利亚，我这是看到什么？一架十字形的巨大外星战舰正向着他和安追高速撞击过来。闹了半天，最终还是没能躲开外星人。算了，摆烂了，也不考了，毁灭吧。就在十字外星战舰即将撞到两人的时候，突然停下，十字战舰顶在他的头盔上。上京天剑军指挥中心一片死寂。还好，在最后的一刹那，天刃主体稳住了，没酿成重大事故。天刃主体开始机动变轨，量子原行星微缩定位系统开启，超视距宇宙探测系统开启，永恒之枪能量解锁完毕，矢量动力切换为太空模式，各单元连接正常，开始变轨。天刃侧翼喷口爆出青色火焰，带着天刃主体快速远离。安追和密根两人浑身瘫软，就像是一口气生了10胞胎。上帝保佑，还好外星人对咱没兴趣。得坐最早一班返回舱回地球，回去以后我要打螺丝，这才是正途。天刃拖着长长的青色尾焰进入蓝星同步轨道同步飞行。上京天剑军指挥中心，叶老的神经放松了一些。天刃主体停稳以后，应该就没什么事情了吧？超视距宇宙探测系统神之眼开始工作，当前默认任务对地超视距监控，双指操作可对画面进行超视距放大。雷司令，要不试试？雷大牛拿起手机 P60，大屏幕画面陡然放大，一只小狗撒尿的场景出现在屏幕中。太好了，这东西用处太大了呀！以往鹰将总是到夏国上空到处乱拍，风水轮流转，以后他鹰将将在神之眼面前将无所遁形。叶老，那岂不是说，当咱们想看某些鹰将的军事设施时，它就跟裸奔没什么区别？哈，话糙理不糙，的确可以这么说。超视距宇宙探测系统神之眼，当前默认任务对地超视距监控，画面清晰度差，变焦倍数10亿倍。叶老猛地一颤，双眼无神。雷大牛立刻拨通了徐帆电话。雷司令好，您是不是已经研究过那款天击武器了？咋样，猛不猛？相当猛，已经发射到太空上了。小徐，你的这个超视距宇宙探测系统是咋回事？您是说神之眼？那东西就是我造的一个监控功能，这功能咋样？行不行？太行了，没有比这更行。马斯托的星链连给你提鞋都不配。小徐，你应该快到了吧？5分钟保证到。神之眼只是小功能，到了以后我给您演示永恒之枪的操作方法，包教包会。神之眼都是捎带的功能，作为真正功能的永恒之枪得有多强？无数目光都在看向门口，等着那位传说中的少年国士出现。同一时间，阿拉伯地区叙亚利2个战地记者躲在一个石头后面，总算是逃出来了。这次要把他们灭绝人性的罪行公之于众，让世界人都看看他们究竟造了什么孽。同时，鹰将诺伊州会议室，这次运输石油的任务非常成功，你们有15天假期，可以好好潇洒。长官，这次在叙亚利执行护送任务，出现了一点点意外情况，一直没来得及上报。佐佐木中尉，出什么意外？石油不是已经安全运回来了？2天前，咱们偷油。但不运油行动被2个狡猾的夏国记者偷拍到，2人在逃跑途中钻进了叙亚利的一个村落。为了保持行动隐秘性，我们进行了灭口行动。这能叫一点点意外？真是不给我省心。杀几个记者平民都是小事，事情做干净就行。长官放心，事情做得非常干净，都杀光了。不能留下任何把柄，都杀光了好。等等 ，stop， 杀了多少？整个村子上到99，下到岗位走都杀完了，大概1000多，没细数。多少？1000多人都杀了。是的，长官，有些几个月的，大家都下不去手，最后还是我出手，把他们都丢到了水井里。格里菲斯倒吸口冷气，身体猛地打了个哆嗦，震惊地看向没事人一样的佐佐木。从现在起，你们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你们在执行任务中，发现夏国部队冲进了叙亚利村落，展开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还将几个月的丢进了水井。我会亲自和小日子维和部队的长官通话，他们会出面作证，一起揭发夏国丑陋的嘴脸。是长官。国际网络爆炸了，夏国部队冲入叙亚利村落，上千老少都到于恶魔屠刀之下。我们鹰将代表正义，代表那些无辜的受难者，强烈谴责夏国的这一行径。1分钟时间就出现了无数评论：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夏国就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
夏国仗着自己研发出激光武器，现在更是对平民展开血腥屠杀，终究会遭到报应。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夏国必遭天谴。夏国国事部办公室，老聂，事情查得怎样了？那个被屠杀的村子昨天已经探查过，那里死的都是村民，咱们的那2个记者并不在里面。我已经派人展开搜索，相信要不了多久就会有结果。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上京天剑军部，众人看到这则消息，怒火中烧。这时，国际网络上突然出现一条视频。Hello， 大家好，我叫佐佐木。昨天我在叙亚里看到夏国部队冲进叙亚里安拉村，屠杀了无数男女老少，如此行径和禽兽无异。稍后我会直播带货，所有盈利的5%都将送到叙亚里无家可归的孩童手里。指挥中心众人彻底怒了。就在这时，徐帆走了过来。雷司令、叶老，各位科研大哥，你们好。小徐，你来的正好。雷司令，不是说测试永恒之枪吗？测，现在就测。靶点位置定了吗？基本定了，你来之前刚定下，就视频里这个东西能不能直接出了它。小汉宫造出了天机武器，不仅能探险秘密，更是直接让富士山喷发岩浆，淹没整个小岛。当徐帆了解了网上的事情，瞬间暴怒：这帮东西真想让他们从蓝星消失啊！这时雷大牛拿起手机向国事部申请了斩首作战。国事指挥部三老接到了那2名战地记者的消息，明白了安拉村1000老少的凶手，面色冰冷。斩首作战嘛，那就战，立刻马上干碎他。天剑军部，雷大牛收到信息，事情已经查明，佐佐木为了掩盖鹰将偷油，害了安拉村1000老少，杀人的是佐佐木，将几个月丢进井里的人也是佐佐木。这一刻，所有人怒火都被点燃。徐帆拿出手机快速操作，为了杀我，指使小霸王向我发射核弹；为了阻止夏国崛起，挑唆、丑化、污蔑安拉村上千老少，人性泯灭，该灭。量子原行星微缩并入完毕，地壳态势感知完毕，地幔热色返回波接收完毕，天热亚原子凝聚态释放完毕，永恒之枪开始凝聚10%、20%。宇宙星空中，一个蓝色电弧状的长枪慢慢凝实90%、100%，永恒之枪凝聚完毕，出击。蓝色电光击射而出，悍然撞向鹰将，蓝色光影转眼已到鹰将位移洲上空。与此同时，佐佐木在诺伊广场开播了。家人们好，我是佐佐木。2天前我亲眼目睹夏国士兵屠村，这时我患上了抑郁症，为了治疗抑郁症和帮助那些老少，我才开直播带货，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忽然天空大亮，蓝色长枪直接没入地面，地面开始震动。佐佐木，现在怎么办？要死了！都怪你这东西，非要把几个月丢到井里，现在他们变成怨灵找咱们来了，怎么办？这一刻，全世界全都明白了真相，狐狸尾巴露出来了，真是他们干的。这些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时地面突然爆炸，岩浆四溢，整个广场都变成了炼狱。夏国天剑军指挥中心，众人看着这一幕，没有丝毫同情。地狱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人在做天在看，天不生我徐神，歌言万古如长夜。我操！你们看我干嘛？雷司令，咱这永恒之枪效果还可以吧？这效果，小徐，你这武器没有比这更可以的了。徐帆点点头，客户就是上帝，满意就好。小徐，好样的，这天机武器太强了，无愧国士无双之名，当真好样的。叶老，小日子好像在网上直播了徐亚丽大屠杀的事情。一则醒目的标题出现在屏幕中：夏国血腥屠杀上千人，惨绝人寰，天理不容。小日子部队亲眼目睹，见证恶魔行凶。想死的天天有，今天特别多。梁小丑还真是不知死活。这时突然一道短信出现在大屏幕上：碾碎他。小徐，你那个大的，要不再来一把？永恒之枪每天都能发射3次，完全没问题。小日子既然要在北水道采访直播，那就让北水道也热闹一下。量子原行星微缩并入完毕，永恒之枪开始凝聚90%、100%。天刃主体凝聚成一把蓝光长枪，向着蓝星贯穿下去，瞬间落到一个火山之上，顿时火山直接喷发，溢满整个城市。夏国上京天剑军指挥中心，消灭倭寇，人人有责，不存在任何后悔或者怜悯。你对禽兽心软，他吃你的时候一点都不会犹豫，而且还觉得味道很美。小徐，老头子，我有个问题。叶老您随便问，小子知无不答。你这个永恒之枪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能引动火山爆发？其实就是用小型电离反应装置制造出亚原子，转化成正电子，凝聚成永恒之枪进入地幔，产生正负电荷湮灭地幔，高压岩浆就会爆发性涌出。我这么说您明白了吧？叶老一脸茫然，这说的都是什么鬼东西？亚原子凝聚态、湮灭塌缩都整出来了。小徐同志，这是不当人了。叶老您怎么了？我怎么看您脖子红了？热的。雷司令，这指挥中心太憋闷。刚才小徐讲的内容听懂了吗？叶老，我一句都没理解。这样吧，徐帆拿出纸币快速写画，随后将本子递给叶老。您看下这个小型电离反应装置原理及建造，亚原子凝聚存储及释放。此话一出，全场倒吸冷气。小徐，你这是？这些就是天机武器的主要的几项科研技术，您拿回去随便看看就懂了，完事也能给大家伙讲解。突然指挥室空气凝滞，所有人呆愣在原地。这么重要的东西随手就送给国科院，这得多大的魄力？小徐，你的意思是把天机武器的核心技术送给国科院了？徐帆点点头，一瞬间所有人都露出崇拜的神情。
这是不行。怎么回事？难道是因为写的内容太复杂了？不应该啊，这些技术都挺不入流的。我们必须得给钱。叶老，这钱我就不要了吧，都是些不入流的技术。这事儿没得商量，再穷不能穷人才，再苦不能苦科研。小徐，这事情就这么定了，你要是开口拒绝，我就撞死在这里。叶老不至于，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小徐听您老的安排。小徐，这个天机武器能不能也弄条产线让它量产？要是能在天上布置个1200-800的，那咱夏国就真的高枕无忧了。雷大牛的话让一旁的叶老众人变了脸色，真是不搞科技，不知道科技难。天机武器中的超级科技想要上产线，肯定不可能。可以啊，天机武器产线相对简单，完成后应该会有每月1台的产量。小徐的意思是，咱们这天机武器真能搞出产线？当然能，就包在我身上了。就是这2天正在制造单兵作战装备，天机产线得往后推几天。能行，产线不着急，你有空了开始搭建就行。今天我算是发了，不光手握永恒之枪，就连产线都有了盼头，简直是人生巅峰。众人又聊了一会，徐帆便先行离开。而此时国际网络炸锅，有人把佐佐木的录播发到了网上。IT 鹰将再出来也了。小日子，你不是说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地狱现在肯定满了，你们组团去了。就在这时，鹰将水晶宫发表了一则声明：在此，我方郑重声明，我们和这个佐佐木没有任何关系，他是小日子人，并不是鹰将人，请世界各地的网民朋友擦亮眼，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误导利用。鹰将要点脸行吗？把谁当傻？鹰将睁眼说瞎话。5分钟后，夏国官方同样发表了一则消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方2名战地记者拍下惊人画面，揭露了佐佐木和鹰将大兵惨绝人寰的罪行。鹰将水晶宫众议院叙亚利安拉村惨案，封锁国内消息，所有工作的重心全都放在诺伊州的灾难救援上。窦恩，这次火山爆发伤亡人数的统计结果出来了吗？议长，伤亡人数总计1018万人，受灾面积10万平方公里。佩洛瞬间回想起了最近发生的灾难：洪水、海啸、地震、火山爆发。难道这都是夏国做的？他们拥有了地质武器。立刻起草法案，对夏国进行全方位材料禁运，让他们即便有技术，也没有东西用。同时加大本国科研的投入，强力推进 S 计划。与此同时，夏国南境军演的2支野战部队已经救援。你敢信？小汉宫造出的铁血战甲不仅能透视1公里，还能力大无穷，视坦克为玩具。玉方指挥室内，怎么？你怕了？师长不是怕，主要是那满小广打仗不讲武的，完全不当人。这次又不让用机甲，有点悬啊。满小广的蓝军确实厉害，他能打出这么大的名气，不仅是拥有秘密武器，灵活的战术也是他的一大亮点。战前这么夸对手，师长这是已经认怂，这不是说输定了？这时李国忠勾起嘴角，不过论起秘密武器，咱们东南巴师也不差。至于战术，咱老李更是没怕过谁。师长，咱有啥秘密武器啊？下雨了，散会，回家睡觉。师长怎么神神叨叨的？难道或许这是为了明天的秘密武器能出其不意？次日一早，中海基地的研发厂房，对，善兵作战装备制造完毕，等待命名，就叫铁血战甲吧。之后，徐帆给王一雪打了个电话。2分钟后，徐帆把手提箱递给王一雪。这时，叶老突然走了过来。叶老，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小徐、一雪，没打扰到你们吧？叶爷爷，您怎么还是这么爱开人玩笑？哈哈，我顺道过来就是想看看你说的那个善兵装备。徐帆打开手提箱，一个金属护臂出现在眼前。其实老头子，我去那边也有点事，一雪能不能把叶爷爷也载上？南境丛林深处，红方指挥部，李国忠站在空地上，忽然一道光束坠落在地，王一雪2人降落在平地上。叶老好。老头子，我就是跟过来看看，你们不用管我，忙你们的。李国忠点点头，从王一雪手里接过手提箱。好家伙，分量不轻啊！这套善兵作战装备肯定非常强悍。这就是要打败南境之狼，活捉满小广的秘密武器吗？李国忠打开手提箱，这一刻，大家迷茫的眼神中写满了惊异不定。这东西该不会就是秘密武器吧？那个一雪，你是不是拿错了？不会，徐哥亲手递到我手里，不会拿错，这就是善兵作战装备。这造型确实是徐帆的风格，可要说是善兵装备，实在让人没法相信。这东西看着的确挺霸气，可实在和善兵装备挂不上钩。一雪，该不会是你故意逗咱们师长吧？这的确是小徐让一雪送过来的善兵装备，一雪接手的时候我也在场，不会错。走吧，先回指挥部。临时作战指挥部，李国忠给徐帆打去了电话，电话接通。老李，干啥？是不是被我研发的单兵装备吓到了？吓得不轻。了徐，这东西真的能当善兵装备用？老李，你没带上试试？没啊，直接带上就能用，不用像机甲一样安装手机 APP 啥的。这种小装备带上就直接启动，不过有个能同步主视角画面的 APP， 我给你发过去。那我之前说的那些功能，放心，以1敌100，预警机的电子战系统、体能辅助系统、视觉辅助系统都给你安排上了。咱老徐研发装备主打的就是一个客户是上帝。行了，补给包的制造到了关键点，我先忙去了，祝
祝你旗开得胜。君，你忙吧，我自己再研究研究。师长是不是疯了？有这么提要求的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研发的是航空母舰。你比老雷还不当人，这么整真的能造出来吗？李国忠将手臂缓缓换身进到护臂中，一套非金色战甲瞬间将李国忠全身覆盖，众人下意识的后退2步。我操！钢铁侠战甲。这套外星战甲真的是人类能制造出来的东西，爱因斯坦见到都得怀疑人生。铁血战甲穿戴完毕，智能辅助系统启动，昆仑内核功能正常，肢体力量补偿开启，接炮激活，双刃粒子找刀激活，激光动态瞄准系统激活，铁血战甲基础功能激活完毕。冰冷的声音在指挥部回荡，战甲的双臂吸射出2道双刃粒子刀。师长，您能听到吗？您咋样了？李国忠看向说话之人回应：放心，我很好。师长，您能不能别用这粒子刀对准我？我害怕。这东西怎么看都是外星科技，碰一下估计直接领盒饭了。李国忠将武器系统收起，又把画面同步到了屏幕上，就看到战术板块出现了3个功能：短波透视、电子渗透、光影。李国忠点击短波透视，瞬间墙面突然变得透明，一只老鼠出现在视线之中。这短波透视不就是透视眼吗？探测距离1公里，简直就是战斗神器。叶老众人看着屏幕，呆愣住了。这种技术随便都能碾压诺贝尔。小徐，你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知识？简直无穷无尽啊！有了这东西，以后敌人撅起屁股就能知道拉什么屎，根本就是不对称战争。这种功能只是辅助，接下来不如先上硬菜。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到外面试试。说完，李国忠瞬间消失在原地。卧槽，好猛！太邪蛮了，这是科幻片吗？另外一边，蓝军指挥部，王参谋布置好了。好了，按照咱们打探到的消息，这种排兵布阵已经是红方部队最佳方略。我只需要1招，就能让你的阵型土崩瓦解。长官，您的意思是，咱们这次有那个武器的使用权限？没提前告诉你们，是担心情报泄露。万一李师长得到了这个情报，来个狡兔3窟，就得多费点功夫。有这个秘密武器，演习开始半小时就能结束战斗，又是躺赢的一天。那咱们现在的军规调动，随便动一动，给敌军一个假象而已。上兵伐谋，李师长别怪兄弟下手狠。演习开始的一瞬间，你们的失败倒计时也就能开始了。绿方指挥部画面中传出李国忠的声音：叶老、叶学、郭参谋，咱就用这个报废的 T34做测试吧。指挥部众人面色一愣，什么意思？测试善兵装备和坦克有什么关系？咱们就先试试战甲的力量。用坦克怎么测试力量？哪怕是想拔河，那也得找个能动的坦克吧。这时铁血战甲突然搬起坦克，这一动作让整个指挥部人都懵了。战甲再次动作，将坦克扔掉后，2个粒子刀突然出现，拦腰划过 T34的身躯 ，T34齐断成2半。指挥部这次彻底麻了。我这真的不是在做梦吗？武器都要有催发原理吧？就凭胳膊上的那些薄薄的铁甲，如何催动这么强悍的粒子刃？这是钢铁侠第10部之手撕坦克吗？还是铁血战士第10部之大战 T34？太帅了，这战甲简直帅到了姥姥家。什么精锐，老子他娘打的就是精锐。接下来再试试肩炮。你敢信？小焊工造出的单兵装备不仅能透视、隐身，更是一人战胜了整个战狼部队。咱们现在测试肩炮，我就随便找个靶子来一发，就那边的那个山头吧。师长，这又是什么意思？坦克都不看在眼里了，直接炸山。战甲对准了远处小山，射出一道电弧落在小山中央，顿时天崩地裂。原本圆滚的小山变成了一个中分。指挥部内叶老面色惊骇，瞬间倒地。一仙，我带了速效救心丸。带。王一雪拿出救心丸给叶老服下一颗，叶老服药后剧烈喘息，总算是捡回一条老命。干脆别叫肩炮，叫巡航导弹多好，叫肩炮简直太委屈了，和事实严重不符啊！有了这套战甲，南境之狼满小广就是个弟弟。磨刀石、碳缺合金，你来磨下试试。这东西以后要是能大规模量产，夏国那不得遍地小超人？李国忠脚步一动，瞬间消失在原地。红方指挥部门外突然远一道残影瞬息而至。哈哈，第一次操作还比较手生，不好意思。师长，距离军演开始还有1个多时辰，要不再试试刚才没测试的战术功能？我正有此意，还剩下2个战术功能没使用，电子渗透不方便测，那就看看这个光影吧。光影开启，10秒过去，没有任何反应。功能失效了，就眨了下眼，铁血战甲怎么不见了？不对劲！这时众人突然看见前方的空地战甲缓缓出现，这一刻所有人都懵了。卧槽，这是隐身吗？我不是在做梦吧？李国忠此时也懵了，这战甲是不是坏了？大家怎么都傻了？还有这光影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李国忠带着疑惑，再次点击光影，隐形现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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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景直接让众人开始抽搐。各位，你们怎么了？大家没事吧？你们看看这个光影功能是什么？我怎么看不到啊？你都隐身了，我们能看到个锤子？做个人行吗？太嘚瑟了。李师长，收了神通吧！你这哐哐一顿隐形又现形，太刺激人！老头子，我眼睛都快被你闪出白内障了。隐形现形，这是隐身。
身、透视、站立、隐身，无敌了。1个小时后，地下多功能观摩部，陆高叶三老看着大屏幕，老陆，这神之眼太强了，老雷竟然毫不犹豫的就借你用了，还是你的面子大。他昨天竟然要让我拿巡天母剑来换，这神之眼可不白用，要了我1台降天机甲。老雷是导弹部队，要机甲干什么？老雷说，万一以后洲际导弹发射出去，后悔了就开降天机甲追回来。你们听听，这是人话。对了，老陆，李国忠可是东南战区首屈一指的将领，你这次让他直接对战满小广，万一输得太狠，会不会太难看？放心，你太小看他了。老高，咱们是定的12点开始吧？没错啊，这要是弄错，那咱们就真的是老糊涂了。陆勇将画面重心放在蓝方战线营地，奇怪，他们好像是在等什么。陆勇把画面放到绿方阵营，狠狠地吸了口冷气。这绿方在搞什么？摆烂了吗？老高，这事你怎么看？这事儿吧，要不打个电话问问？不行，规矩就是规矩，演习一旦开始，不能介入。等战斗结束，把李国忠叫过来问问情况吧。事出反常必有妖，这李国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蓝方指挥部报告师长，前线侦察兵反馈，绿方部队处在瘫痪摆烂状态，有狗也吹的，还有山坡上晒太阳的。满小广瞳孔出现了一丝迷茫，李国忠究竟在搞什么鬼？这可是今年级别最高的军演，命令导弹增援部，对敌方指挥部实施战术核弹打击，同时全都给我压上去，半小时内将敌方都给我干掉。是。半个小时后，地下观摩部，刚才蓝方发动突袭，以极快的速度冲进了绿方阵地并占领。老陆、叶老，你们快看，伤亡名单里没有李国忠。他在演习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远离了师部，他把整个师部和主力部队丢在这里，自己却失踪了。李国忠难道是想靠着铁血战甲翻盘吗？蓝方指挥部都被摧毁了，师长哪去了？此刻，一道身影站在战场边缘，打开电子渗透功能，检测到未知相控阵雷达 ，L 波段1000MHz 到2000MHz，已完成渗透，可模拟入侵。这好像不是监听电话什么的。李国忠选定了坦克图标3000，请选择虚假雷达目标的投放位置和进攻方向。制造虚假目标，这不是妥妥的幻术吗？老徐研发的东西越来越浮夸了。李国忠点击了确认投放。老马啊老马，老子这次不把你的屎下出来，算你拉得干净。蓝方指挥部，满小广精神萎靡。今天真的是活见鬼！绿方指挥官究竟去哪了？我要冷静，10分钟后军演结束，我就要赢定了。师长，大事不好了！根据雷达显示，我方右翼发现敌方大规模坦克装甲部队猛烈进攻，保守估计有3000辆。我操，3000辆坦克，那他们可是足足10个装甲师的兵力啊！整个夏国也只有5000辆坦克。师长，3套相控阵雷达全部都是这个结果，你要是不信，可以亲自去看。走，去雷达室。当来到雷达室，满小广就看到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红点，还有统计数量。李国忠消失不见，现在带着夏国1多半的坦克部队杀过来了，这特么怎么打？命令警卫连给我冲上去，不惜一切代价为师部转移拖延片刻时间。师部马上向左侧转移突围。是，李师长，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弄来这么多坦克，但想让我束手就擒，没那么容易。此时地下多功能观摩部，战斗再有10分钟就结束了。李国忠究竟去哪了？咦，为什么蓝方警卫连突然疯狂冲了出去？蓝方警卫连这是做什么？那边一只鸟都没有，扛着火箭筒去和空气玩命吗？老高，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老陆，这么跟你说吧，就这种见鬼的情况，即便放眼整个银河系，它也是相当炸裂。先是李国忠人间蒸发，现在蓝方警卫连和空气玩命，军事演习怎么就成了灵异事件？蓝军大后方，满小广乘坐一辆装甲车快速转移。1公里外，李国忠看着远处正在移动的师部，再次开启电子渗透功能。接下来就由这具铁血战甲彻底结束这场军演。警报！雷达检测，大批敌方战机快速逼近，请迅速做出反应。雷达什么情况？怎么突然就报警有敌机了？师长，大事不好！雷达显示有1000架敌机超音速巡航，正飞速逼近咱们要完的。不要急，不要慌，没到绝望的时候。你现在立刻开进附近密林熄火。驾驶员一脚油门，装甲车瞬间窜向密林。命令师部所属全都四散而开，各自寻找安全路径撤离。夏国研发出了碳缺合金，女院士却被绑架逼迫，而小汉宫救出了女院士，却遭到核弹轰击了3天3夜。不对，3000辆坦克已经够离谱，现在又来1000架战斗机，老子绝对不信。报告师长，我们已经到达阻击地点，压根没有1辆坦克，我们好像被骗了。满小广身体一颤，怕什么来什么，快启动坦克，是冲我来的，快跑！就在这时，车子一阵抖动，战甲拎起车子把2人赶了出来。卧槽，铁血战士入侵地球了！立刻通知你的士兵向绿方部队投降，并将投降决定上报军演观摩部。他竟然是李国忠派来的，命令全军向绿方部队投降。满小广拨通了陆勇的电话。小满，是不是已经把红方打垮，取得最终的胜利了？司令，我刚才已经命令全军投降，这次演习是我们失败了。
你们不是马上就要赢了，为什么投降？司令，绿方部队派出了铁血战士，我们打不过啊！什么铁血战士？哪来的铁血战士？难道又是小徐研发的新东西？这是李国忠脱下战甲。没事，我先走了哈，再见。你是老李，亲哥别走，你把这个玩意儿借我几天，我1星期后保证还你。你半个月前借的机甲，说3天就还，结果现在机甲都不知道在哪。老李，这次我保证说到做到。对，等量产了，给你拿一套吧。这时李国忠接到一条消息，脸色大变，几人一起来到了一棵大树前，一个士兵被吊在树上。这是谁干的？给我查，1分钟内我要结果。报告司令，半个时辰前，前来演习现场采集数据的唐诗韵院士被外国雇佣兵绑走了，算时间，现在应该即将逃出夏国边境。立刻派遣机甲小队前往拦截，哪怕他们跑出夏国，也要抓回来。就在这时，一道流光降落在眼前。司令，事情我已经了解了，我请命，就由我去救回唐诗韵院士。小徐，事情10万火急，我只给你8个字，记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司令。老李，借铁血战甲一用。战甲手臂瞬间飞向徐帆，一瞬间就变身成功，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原地。小徐，去吧，用他们的鲜血告诉世界，犯我夏国，虽远必诛。司令，我这里有同步铁血战甲画面的 APP， 能看到小徐现在的情况。走，去指挥部。等到众人来到指挥部，立刻就被屏幕中的画面惊呆了。机甲直线飞行，运速撞树，运行山，启动纳米瓢虫追踪器。一道光线突然从战甲身上射出，1公里外，狙击手卡巴听到轰鸣，一头雾水。卡巴大哥，发现目标了吗？还没有。突然，卡巴从8倍镜看到一道和金色人影。卧槽！马卡巴卡巴卡巴卡米卡巴卡米。卡巴快速瞄准射击。都什么年代了，还拿烧火棍？就在子即将射中战甲的时候，徐帆手臂突然抬起双指，直接掐住子弹。天下武功，无坚不摧，唯快不破。这是夏国功夫吗？从蝌蚪长到这么大，头一次见到这么离谱的事情。指挥部内全场都傻了。卧槽！火云邪神。这时徐帆已经快要来到卡巴身前。邪神是吧？不知道你听说过神雕的日耳曼制式防步兵地雷没有？你过来啊！难道你不知道我夏国人人都会金钟罩铁布衫吗？徐帆在地雷上狠狠踩了2下，地面突然爆炸，不远处的卡巴瞬间狂喜。什么金钟罩铁布衫？我日耳曼炸弹就是你的罩门！指挥室中众人脸色难看。这次徐帆怕是危险了，这可是日耳曼制式地雷。烟雾散去，战甲竟毫发无伤，卡巴双腿颤抖，跪倒在地。太奶，来接我的时候麻烦开着老司，我好面。我好像在看科幻片啊，这还是现实世界吗？离离原上谱，一谱又一谱。这时徐帆瞬间来到卡巴面前。下辈子小心点！战甲一巴掌下去，卡巴直接消失。半公里外，多拉众人已经来到了雇佣兵基地门口。不走，那是什么？快备战！一道黑金色残影高速冲来，多拉一拳对了上去，多拉瞬间消失。同样是外骨骼装甲，为什么你的这么硬？路上问别人吧。什么路？黄泉路。这里属于面国，你无权。徐帆射出一道光线，比尔瞬间消失。小黑子，我赶时间。指挥中心，老高，我刚才头晕了一下，什么都没看见，你看见什么了？巧了，我也什么都没看见。你们呢？我们为了练盲僧，已经瞎了，什么都没看见。此时雇佣兵基地地下房间中，一个壮汉着看着凳子上的你。唐院士，请你把碳缺合金的合成方式写出来。我已经说了很多遍，我不知道你说的碳缺合金是什么东西。那是徐院士呕心沥血拿命研发出来的最强合金，是夏国崛起的根基，是值得全夏国人用生命守护的知识财富。我就是死也绝不会写出来。小美人，你要是不写，我们还可以再抓别人。而你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你猜你会有什么结果？唐诗韵打了个寒战。徐院士，我没有把你的成果交出去，我要走了。哦，什么结果？法克，哪来的声音？见鬼了！这时一道身影缓缓出现在壮汉面前。我的发，阎王叫你3更死，谁敢留你到5更？战甲一巴掌下去，世界瞬间干净了。唐院士，我是徐帆，奉命接你回家。这位铠甲勇士是来救我的。等等，徐帆，徐院士。这时机甲响起了陆勇的声音。小徐，我们刚核实完毕。嘎的，这位是昆石，他哥昆沙是面国北部最大的军阀，你做得很好，现在带着唐院士回国吧。是。就在这时，雇佣兵基地突然爆发出巨大爆炸，淹没2人。这时徐帆直接把战甲转移到了唐诗韵身上。指挥室内，众人面色大惊，立刻出动整个陆军的所有储备，火速前往支援。我要他们所有人给徐帆和唐诗韵陪葬。立刻出动整个空军的所有储备，火速前往支援。爆炸持续了半个小时。基地之上，烟雾散去，只剩唐诗韵一人跪倒在地。徐帆，求求你别死，一切都是我造成的。这时，一群身影出现。昆沙将军，要不要把他抓过来？罢了，挑了哥了，做好止血，我要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今晚先送到我那儿。是将军。这时，突然一道光柱从地面爆发，一道身影出现在空中，释放出万丈光线。光暴结束，整片大地已经空空如也，只有昆沙一人幸存。
突然坤沙从地上捡起火箭筒，对徐帆发射而去。火箭弹瞬息间来到徐帆面前，火光冲天，打中了，哈哈，哪怕你是神，我也。坤沙表情瞬间僵硬。小汉宫造出了0.1纳米石墨烯光刻机，却被300枚核弹炸到濒死。夏国直接云开雾散，战甲熠熠生辉。唐诗韵看着天空的身影，心脏砰砰直跳。这种触电的感觉，会不会就是爱情？这时坤沙突然大喊：“都给我陪葬吧！”战甲红光爆闪，脉冲粒子炮疯狂聚集，射出脉冲镭射激光。坤沙化作飞灰，支援小队也全部到齐。这时战甲突然从100米高空坠落。王一雪手机响起：“陆司令，徐哥他昏迷了。”一雪，你马上将小徐和唐院士带到上京陆军总部，我给小徐找最好的医生治疗。对，司令。1个小时后，上京103医院，看着床上的人影。邪门第一次检查发现内脏破损，多处骨折，神经损伤，换做寻常人早就嘎了。第2次检查身上的伤竟然都没了。张景润将徐帆情况向国事部上报后，和老朋友们各回个家。深夜，我这是昏迷多久了？徐哥，你醒了。你们这是？我们几个闲的没事，在这里陪陪你。你已经昏迷小半天了。小半天，怪不得饿了。徐哥，饿了吧？我准备了你最喜欢吃的西湖醋鱼。竟然有西湖醋鱼，那赶紧开吃吧。次日上午，徐帆回了第2兵工厂，开始搭建天基武器产线吧。可惜材料不够，不然就能制造铁血战甲产线了。系统开始建造。天基武器一体化产线开始建造。石墨烯摩尔芯片光刻机规划完毕。波色爱因斯坦凝聚态熔炼机规划完毕。边缘性粒子对撞机规划完毕。空间测算复合建设基准。本次建造消耗2014科技点，预计消耗144小时。开始建造。次日一早，国际网络突然出现一则消息：经过多方面探索，我国北水道地区发现超大储量稀有金属矿藏，其中铋、钴、铬等金属储量更是达到了1亿吨级别，将在今天中午进行10年开采权限的拍卖。小日子想钱想疯了，北水道火山2-3个月就会喷一次，那里面就算是埋着1亿吨黄金，都开采不出来。小日子首相府，小泉桑通知的怎么样呢？尊敬的首相阁下，林角、夏果、毛雄、高卢、约翰等都直接通知了，世界网络上也已经发出了公告。网上的反响怎么样？反响一般。老和民族难道真的过不去这个坎了？12点整，直播拍卖现场。网友你们好，我是小日子的小泉，今天拍卖北水道的金属矿藏开采权限，10年内可以无限制开采，只要拍你有能力，把整个北水道都挖空都可以。整个北水道都被岩浆吞没了，现在火山还在喷发，哪有这么坑人的？诸位朋友，起拍价100亿美刀，现在开始竞拍，有想竞拍的朋友可以直接上麦。与此同时，中海市第2兵工厂，徐帆看到了小泉直播拍卖的一幕，大好事啊！给童瑶打过去了电话，一通叙述。徐哥，你的意思是说，先拍下来，整个北水道现在都是岩浆，真的能开采吗？很简单，搞几台挖掘机就行。什么？徐哥，我刚才是不是听错了？没有错，你就这么办。我这边顺带把挖掘机搞上，你竞拍前记得提前和上面打招呼哈。整个北水道都是岩浆，那是搞几台挖掘机能解决问题的事吗？全网直播拍卖会，起拍价从100亿降到20亿。网友们，20亿起拍价，这次是最后一次，如果还是没人出价，拍卖将直接结束。我们夏国出20亿鹰将国债的债券。这话一出，整个直播间都惊呆了。20亿鹰将国债来竞拍，还能有这种操作？近几个月鹰将国债受到无数人嫌弃，想抛售都不一定有人要。这时手机上传来了岸田的信息：成交，恭喜夏国官方获得北水道10年矿藏无限制开采权。下播后，童瑶向徐帆汇报了拍卖得手情况：20亿鹰将债券，要不了多久，小日就会哭爹喊娘的后悔吧。不过那个时候后悔已经没用。系统开干。超声科技工作台 LV4开启上任务工作模式，多级平衡模块设定完毕，动态仿生系统强化完毕，强穿激光发射系统设置完毕。本次建造消耗8000科技点，预计消耗38小时。力霸天海陆空全地形挖掘机开始制造。次日上午8点，叶老和唐诗韵来到了第3兵工厂。当2人来到工厂内部，瞬间就被镇住了。波色爱因斯坦凝聚态，小徐，这个东西是？您说凝聚态啊？那东西就是正电子，通过电磁束缚形成永恒之枪。简单说，就是没啥技术含量。这都能叫没技术含量？那我研发的卫星是不是可以改名叫竹蜻蜓？小帆，凝聚态拥有绝对零度，而且是一种气态超流体。你的这个透明立方体应该不能把这种物质困住吧？简单点说，就是在中间搞一个超导力场漩涡。当有超导介质的时候，它会向超导介质运动，这样它就被牢牢的锁死在这里面。你明白了吧？唐诗韵表情一凝。我不想在徐帆面前表现得像个傻瓜啊，但真的没明白怎么办？要射死？我好像有点明白了，道理就像那句老话，想管住男人的心，就要先管住男人的胃。是这个理。徐帆带着2人来到了车间。石墨烯芯片摩尔光刻机，卧槽，石墨烯光刻机。叶老，您这是怎么了？小徐，你和老头子，我说实话，这东西真的是能加工制造碳基芯片的光刻机？当然啊，具体点应该说是加工石墨烯芯片。以后要不咱们都
都用这种芯片，您觉得行不行？行，相当行，简直没有比这更行。石墨烯芯片都被你捯饬出来了，你问我行不行？石墨烯芯片，它所代表的意义，甚至远远超过了之前研发的0.5纳米光刻机。小徐，这石墨烯光刻机的性能肯定挺强的吧？还可以，也就只做到了0.1纳米。只有0.1纳米啊？没关系，等等，小徐，你刚才是说这台石墨烯光刻机的精度是0.1纳米？碍于场地和建造成本考虑，只做到0.1纳米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想要做到0.01纳米，成本实在是划不来，只能凑合着先用0.1纳米的。如果真的是0.1纳米，那这真的刷新了全人类的极限，简直耸人听闻。为什么我从你的字里行间听出了你对这台0.1纳米石墨烯光刻机的嫌弃？实在不想要，给我行不？这种级别的尖端科技，在徐帆眼中竟然也就不过如此，胸有万千韬略，我自俯瞰人间，帅啊！叶老，诗韵，咱们往前再看看。徐帆带着两人来到了一个巨大隔间。小徐，这东西它有什么说法？这个是定源性真空超导粒子对撞机，用来参与铸造天刃主体合金材料。叶老被徐帆的名词给说的有些懵。定源性真空超导粒子对撞机，这是粒子对撞。你敢信？小汉宫竟让小日子火山爆发被迫迈进，而夏国用鹰将战线拍下后，又让火山重新熄灭。这一刻，叶老人直接猛13了。这竟然是粒子对撞机！小徐，西方的粒子对撞机都是隧道，而你的这个造型倒是很特殊啊，是不是有什么说法？叶老慧眼如炬，寻常的粒子对撞机需要巨大的空间，我这个只要将内腔抽成绝对0度的真空环境，再加速到无限接近光速，就会产生我们想要的新粒子。咋样，叶老？太牛了，真是眼镜里面没有镜，开了眼了。小徐，我们就参观到这里，后面的等改天做好十足准备再来，下次来得把氧气呼吸机和速效救心丸带上。那行，您啥时候来都行。徐帆点点头，拿出一个 U 盘递给叶老。叶老神色一震，1等于1024P，1P 等于1024P，这小小的 U 盘竟然能存储海量的数据。小徐，老头子我就是随便来转转，你看你送什么礼物？叶老，这是我改装过的 U 盘，内存是1亿，天级武器产线的相关理论技术和搭建方式都在里面了。您老回去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呼我。小徐，你是说这 U 盘里装的是整个天级武器一体化产线的相关技术？这岂不是说刚才那些尖端科技都在里面了？叶老您言重了，小发明而已。叶老身形一颤，什么叫大局观？什么叫无私？徐帆就是化身，必须得给钱。小徐，夏国有你，何愁不能崛起啊？小徐，国家会最大程度给予你经济上支持，无论如何你都不能拒绝。次日，云台市蓝海码头，唐院士，小日子北水道火山大爆发，整座岛都被岩浆覆盖，那地方真的能开发矿产？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很快有人会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士兵快步走来，肩膀上扛着个1人多高的长条形灰色包裹。报告唐院士，这是中海市徐院士刚空运过来的包裹，说是送给开发部的贺礼，请签收。唐诗韵打开黑色包裹，一门肩扛式单兵火箭筒呈现在眼前。卧槽，标枪反坦克导弹！唐院士，这是要干啥？唐诗韵拿起说明书，玻色冷冻结晶弹发射器，功能引导高温岩浆主要成分硅酸盐裂变式结晶，熄灭北水道所有火山，并且在结晶过程中吸收大量热等等，熄灭北水道所有火山。四周人全都被镇住，表情呆滞。我不信，绝对不可能，这就是徐院士和咱们开了个玩笑。40公分的火箭弹砸到8万平方公里的岩浆海洋中，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怎么熄灭？就是发动全人类的力量都不可能熄灭正在大规模喷发的火山，大自然的力量不可战胜。唐诗韵甩了甩头，继续往下看。射程5万公里，操作方式：户外空地对准天空任意方向，一键触发，弹头自带行星定位系统，发射后会自行引导飞往北水道诸有火山口。说明书全部读完，唐诗韵像是被高压电抽中，僵硬在原地。整个赤道周长也就4万公里，这火箭弹能飞5万公里，你敢信？我擦嘞，还自己给自己导航，上个敢这么做动画的作者已经被粉丝喷死了。张局长再也绷不住了，肯定是徐院士和大家开个善意的玩笑，这要是真的，我把这根炮筒吃下去，怎么可能？这么小的弹头，想要绕赤道一周，根本没可能。没想到徐院士那么厉害的人，也会像咱们一样恶作剧开玩笑。以徐帆的风格，似乎不可能大张旗鼓的开这么个玩笑。唐诗韵拿起了地上的火箭筒，好轻，果然是个塑料模型。不过有一说一，这造型真的很帅，做工也细。唐院士，你这是？出去测试一下。众人来到了广场之上，唐诗韵扣动扳机，一个火箭瞬间冲天而去，在天空中爆发出一阵音爆。唐诗韵满脸震惊，张局长众人更是倒吸一口冷气。唐诗韵收回目光，立刻
刻申请了神之眼监控。之后，众人来到了报告厅，连接了神之眼信号。超视距宇宙探测系统使用调频，根据已知坐标进行动态捕捉。木包检索中，检索完毕，木包已捕获。一枚50公分的火箭弹在万米高空狂飙，画面出现的刹那，报告厅无数人死死地定在了原地，所有人呼吸急促。要是因为我的错误操作，让火箭弹发射到邻国首都，那事情就真的闹大了。张局长众人瞪大双眼。画面中，火箭弹从高空垂落，冲进沸腾的熔岩，却没有丝毫变化。好了，徐院士能做出这么一个远程火箭弹来开玩笑，真是有心了。接下来我们……张局长瞬间僵住，岩浆迅速从暗红色转变为的灰白色，化作固态结晶，火山直接熄灭，整个火山都变成了灰白色。大自然的伟力竟然败给了一个火箭筒，神迹啊！整个北水道的火山全都熄灭了。之后，唐诗韵将熄灭火山的消息发送给了徐帆及国事部三老，上京国事部。小徐办事看似没什么道理，实则早就算好了一切，这事儿干得漂亮。8万平方公里的岛屿蕴含1亿吨矿产稀缺金属矿石，这么巨大的弹道，难保不会再生什么事端。半个时辰后，国际网络上传出了北海道火山被熄灭的消息。什么自然现象能把火山给灭了？假消息！是真的，我家就在北水道不远的位置，刚才划船过去看了，的确都熄灭了。上帝啊，不公平！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诺伊州火山还在疯狂喷发，喷得跟涡轮增压似的？什么自然现象？我只能说懂的都懂，我大哥牛批！我大哥牛批+1。此时小日子内阁，大哥，火山熄灭的原因怎么还没查出来？不能把10年开采权白白的给夏国20亿债权。小陈嫂，你来说说，按照现在的情况，北水道什么价值？咱们小日子资源匮乏，地少人多，现在北海道又变成了能住人的地方，又有那么多矿藏，必须让夏国交出10年开采权限，要继续使用，至少要再补交100万亿美刀。马上发表对夏国声明，北水道的10年矿藏开采权限绝对不能这么轻易的落到夏国人手中。不多时，一则炸裂性的消息出现在世界网络上：北水道之前和夏国签署的10年开采协议纯属误会，望夏国主动解除协议。如果非要开采，请补交100万亿美刀。若夏国强行派人上岛开采，我国将会将之视为一场无耻的侵略战争。声明一出，直接引爆蓝星全网。阿西吧，在无耻这一块，我泡菜国甘拜下风，自愿退避三舍。如果夏国的真的登岛开采，那就是无耻的侵略，侵略者不得好死。小日子这3个字本身就代表无耻和侵略。呵呵，世界上谁不知道我们小日子有礼貌、有素质、热爱和平？我们教科书上写了，有些人说我们侵略，那是对我们这个友好民族的误解。那么请问，当年为什么会有60万小日子到西伯利亚挖土豆？你们手脚生冻疮，我们就利用高空抛物的方式给你们治疗。你们感到寒冷，我们友好的把你们放进焚烧炉取暖，你们难道不会感恩？这是夏国发表了对小日子的回复。根据国际贸易协定，北水道的开采已成定局。小日子的声明既无理又好笑，奉劝勿要再丢人现眼，贻笑大方。岸田看到夏国的回复，目光露出凶光。想用20亿英镑债券就换取到北水道的10年，当真是恬不知耻，还有没有天理？你敢信？小汉宫造出的力霸天挖掘机，却遭到小日子千万人抗议，结果力霸天竟将小日子搬走了。将夏国的蛮横行径告知全国，用人民的声音逼迫夏国主动交出10年开采权限。另外一边，第2兵工厂，力霸天挖掘机建造成功，有了它们，在北水道开采金属矿料效率会高很多。这时徐帆手机响起，诗韵咋样？北水道的火山都熄灭了吧？玻色冷冻结晶弹猛不猛？小帆，那个火箭弹确实把火山都熄灭了，可是小日子又反悔，让咱们主动放弃10年开采权。现在小日子石洲岛聚集了上百万人游行示威，逼迫咱们就范。还真是瞌睡了，就有人来送枕头。新产品的测试又有着落了。诗韵，你现在有没有时间带你去看一下咱们北水道矿场，顺路把游行示威的事情稍待解决？有时间。行，你应该在云台市吧？我大概10分钟到。10分钟后，北海道矿产资源开发部5台力霸天挖掘机陈列在地面上，唐诗韵人呆滞了。小帆，这东西是？你说他们啊？他们是力霸天挖掘机。等下咱们开着它到北水道挖矿。唐诗韵娇躯颤抖了一下，开着挖掘机去北海道，万里的距离怎么开？徐帆取出手机，点击2下，两人进入到了一个挖掘机驾驶室。唐诗韵面色猛地一怔，这个驾驶室帅爆了。两人戴上全息头盔，唐诗韵心脏快速跳动。诗韵，准备好了吗？我好了。小日子眼巴巴的等着上路，不能让孩子等急了。走你！启动力霸天挖掘机多线操作模式，冷却液灌注完毕，hơi冷可控核聚变引擎模块能源引导成功，超能组合模块激活，泵喷仿生系统激活，强穿激光挂载，1号机启动完毕，5号机启动完毕，力霸天出击。100吨重的力霸天挖掘机弹射起步，驾驶室内推背感十足。小帆，小心要掉到海了呀！没事的，从海里走得快。还说没事，掉到海里淹死，走的能不快吗？在唐诗韵的目光中，力霸天挖掘机向着蓝色大海悍然一跃，消失在海面上。进入海水后，徐帆收到一道信息：小徐能不能同步力霸天的第3视角？没问题。画面接通，叶老和张局长人都傻了。挖掘机掉水里了，快救人啊！力霸天挖掘机开启深海运行模式，启动泵喷仿生系统，开启氮气矢量喷口，节流阀打开，造流器打开，龙尾系统开始工作。声音
结束，挖掘机喷出气流向着深海远去，叶老脑细胞都在打哆嗦。挖掘机变成龙尾鲸鱼游走了，这像话吗？太不科学了。力霸天驾驶室中，唐诗韵价值观都崩塌了。小帆，你操作这台力霸天1号机，谁操作另外的4台呢？我看到他们都在后面跟着，就像有人在操作一样。其实说起来也简单，多线操作而已，就跟打魔兽游戏差不多。唐诗韵愣了愣，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自卑。这力霸天操作这么复杂，能操控1台绝对堪称逆天，但徐帆竟然在一人操控5台，这会不会太离谱了点？小帆，学习挖掘机驾驶会不会很难？有手就行，想学啊你？我教你啊！真不愧是我徐哥，好自信，好帅。开发部报告厅中，张局长目光死死地盯在航速一栏。当前驾驶模式：王者连击，梦攀仿生姿态，蓝鲸，扭矩推力，4000吨能量储备状态，最优当前航速1034级评价，一切正常。报告厅响起一阵阵倒吸冷气的声音。卧槽，航速1034节，水下都干超音速了，顶你个肺！叶老身体在剧烈的颤抖，咽下一颗救心丸。几秒钟提速1103节，这特么根本不是游得快，这是飞得低啊！力霸天在深海狂飙，而整个国际网络更是风起云涌。上京国事部，三老看着手机露出一抹笑容。按照小徐刚才上报的情况，应该再有不到15分钟就到了吧？到了也就安静了。5000米深海，力霸天狂飙而去，驾驶室中，小帆，咱们不是要去北水道挖矿吗？是不是走错了？现在的方向是小日子南边。没走错，咱们先去一下石洲岛，送那里的人上路。唐诗韵俏脸瞬间呆滞，一股麻痹感席卷全身。送那里的人上路，小日子肯定等急了，加把劲。与此同时，石洲岛上3000万小日子示威游行队伍的气势已经攀升到顶峰。打倒夏国侵略者，杀到夏国本土，靖国神策万岁，终于必胜。石洲岛外，5台力霸天挖掘机稳稳停住。徐帆已经看到了叶老发来的神之眼画面。这种垃圾色要怎么才能改变他们？只有嘎犯我夏国，虽远必诛。力霸天超能组合模块，机车合体系统开启，以钛合金切换伽马形态，1号机就位，5号机就位。 5台力霸天挖掘机快速汇聚一处，融合成了一台100米高的巨无霸挖掘机。我去，这是擎天柱吗？开发部所有人都在颤抖。原以为火箭弹发射到小日子就够离谱，现在才知道这尊力霸天挖掘机才是真正的硬菜。诗韵，你没事吧？啊，我没事啊，我很好。那行，时间不早，咱们得开始干活了。强穿激光发射器开启，行星定位捕获当前位置，锁定击穿范围。模式：强穿激光连续横扫，开始能量聚集100%，强穿激光能量聚集完毕。徐帆将准心对准石洲岛的海底地跳上。小帆怕不是要把整个石洲岛给楼底切出来？我的老天爷！一道20多米宽的超大型金色光柱向着远处贯穿而去，所过之处全部湮灭，整个地壳都下沉了20米。力霸天副驾上，唐诗韵2只手死死地揪扯着座位两侧，脸色苍白。指挥室中，叶老人直接呆了。说好的挖掘机能组合变形就已经够夸张了，这又把整个石洲岛给切了，这要是说给鬼，鬼都不信。真是小黄牛上太空，牛上天了。此时徐帆完成强穿激光后，力霸天背后打开2道20多米宽的矢量喷头，向着已经被剥离地壳的石洲岛冲去，顶着整座石洲岛发疯似的向着远海狂飙。你敢信？小日子为了大米竟拍卖废弃品物，却被夏国拍下变废为宝，而小日子又要驻兵把守，但小岛早已被整个搬走。小日子首相府，岸田接到三井电话，报告岸田首相，我们已经到了原石洲岛上空，但是石洲岛不见了。报告三井，说的什么鬼话？石洲岛怎么可能不见？难道还能长腿跑了？岸田首相，我说的都是真的，长没长腿不知道，但据下属分析，确实有可能跑了。继续给我找，找不到就别回来，马上向鹰将请求星链通讯的权限，务必取得与麻生太郎或者石洲岛人的联系。5分钟后，岸田通过星链接通了麻生太郎电话。麻生君，究竟发生什么事？首相阁下，出大事了！我们石洲岛正在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向着大平洋深处狂飙。真是离谱，他祖宗给离谱开门，离谱到了他祖宗家。刚才三井说石洲岛跑了，现在麻生太郎又说石洲岛正在大平洋高速狂飙，你们联合玩我是吧？给你最后一个机会，马上立刻交代一切。尊敬的岸田首相，我说的句句都是真的啊！你要不信，可以派出飞机军舰之上来看。我姑且相信你，马上派人支援。如果事后证明是假，也要上军事法庭。马上派自卫队以最快速度找到石洲岛。同一时间，云台市北水道资源开发部，众人全体窒息。4万平方公里的岛屿在海面高速狂飙，千里之外10艘护卫舰极限追逐。中心护卫舰的指挥室中，这要是再给石洲岛一对翅膀，绝对就特么飞起来了。报告长官，关于石洲岛板块运动问题，我做了细致的思考，有个猜测，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我判断这不可能是地球的板块运动，使得石洲岛发生高速移动的根源是哥斯拉，绝对是他，那只曾经登上过咱们海岸线的庞然大物。仓桥大校听完面色瞬间变黑，还以为会说出什么真知灼见，结果把哥斯拉给抬出来了。要袭123号机，你们打头阵，最快速度探查前方情况。8架直升机飞向石洲岛，
此时力霸天驾驶室中，雷达图上8个红点正在向着这边快速移动。长川激光发射器开启，锁定击穿目标模式。长川激光手动横扫，当前能量剩余发射次数7次。力霸天射出一道光柱横贯长空，直升机全部消失不见。马上命令救援舰队停止前进，最快速度掉头，告诉他们哥斯拉来了，快跑！直升机消失的一瞬间，岸田以最快速度组建了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报告，已经成功截取直升机最后无线电声音。播放出来。快跑！哥斯拉来了，那是原子吐息。声音戛然而止。为什么哥斯拉他就是要和小日子过不去？我小日子究竟造了什么孽了？大平洋玛利亚海沟附近，力霸天将石洲岛放在一处石头上，拿出一个铁锹，一铁锹把整个小岛拍碎。夏国云台市开发部叶老众人拍手称快。驾驶室中，小日子而已，算是个什么东西？一切搞定，前往北海道。这威力比当年的小男孩都厉害。小日子应急救援中心，岸田接到仓桥电话，报告岸田首相，我是仓桥，刚回到笨州岛，刚有电话信号就联系您了。大瓜，仓桥让你去救援，你带人跑回笨州岛了，石洲岛的人就回来了。首相大人，我们舰队遭遇了一只哥斯拉，那家伙拿着石洲岛跑了。仓桥君，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信不信我现在就送你上军事法庭？岸田首相，这都是真的，他们都被哥斯拉干掉了。仓桥，你说的都是真的，句句属实。要是有半句假话，您送我上军事法庭。岸田涌出一股深深的无力感。难道哥斯拉是夏国饲养的？一切太巧合了。半个时辰后，世界网络出现了一条消息：今日我小日子我遭遇疑似变异体哥斯拉怪兽袭击，整座石洲岛葬身大海，3000万岛民无一幸存。这一刻，无数小日子陷入了恐慌，世界网络的无数人都在议论：家人们，石洲岛真的没了，我没亲眼所见。我就笑笑不说话，这个结果早有预料。哈乐少，我也笑笑，楼上加1。我怀疑是某亚洲神秘大国干的。石洲岛游行示威闹得那么凶，直接就被哥斯拉袭击，哪有那么巧的事？爱和白象，三哥，又有人说你，我看不下去了。泡菜国的杂碎，我们绝对不会干那种事情。三哥，这没你什么事，你快找三嫂吧。与此同时，力霸天在海底狂飙。诗韵，咱们把北水道带回去吧。小帆，你刚才是不是说把北水道带回去？对呀，北水道是咱们真金白银买回来的，肯定不能按照小日子说的还给他们，他们自己白字黑字签下的，当然得认账。北海道8万多平方公里，足足是石洲岛的1倍还多，要怎么带回去？小帆，那座富含金属矿藏的北水道岛，咱们要把它给带回去。当然，隔着老远开采，运输效率太低，咱们把它带回去，后续你们的开采工作就会轻松很多。天才的大脑，咱跟不上。开发部内，带回来，什么虎狼之语？8万平方公里，满含矿石的海岛，重量大概是石洲岛的2.5倍，想要带回来，这根本不可能。此时，徐帆操控力霸天已经来到了北水道，长川激光发射器开启，行星定位捕获当前位置。一道20米宽的金色光柱将北水道地壳切割开来。同一时间，北水道上方，报告首相，我们检测发现整座北水道方圆8万公里，全都是稀有金属矿藏，咱们这下发了。首相大人，您咋不说话？朱下去，我记得你和你的100多勘探队员都是石洲岛人吧？你家里应该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对吧？是的，首相大人，您还真是关心下属，连这都记得。就按照你说的，你们暂时在北水道待着吧，先别回来，我怕你接受不了。什么接受不了？首相大人，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没事，你们的石洲岛发生了点板块移动，要是没别的事情，就忙去。小汉宫造出了力霸天，竟遭到小日子舰队围攻，力霸天直接覆灭小日子舰队，还把北水道搬回了下海。就在竹下郡猛圈之时，强烈的光线湮灭整个小岛。应急救援中心，岸田心中充满了憋屈无力感。为什么哥斯拉老是来小日子？跟你有仇吗？岸田给鹰将水晶宫打了个电话。5分钟后，3艘俄亥俄级核潜艇接到六甲大楼命令，快速向着北水道航行。这时，力霸天将北水道抗在背上，快速冲向夏国。唐诗韵彻底麻木了。我是幼儿园小朋友吗？大人世界这么夸张吗？开发部众人倒吸冷气，这特么不科学啊！牛顿老哥，快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小日子应急救援中心报告首相，根据检测，北水道向着夏国方向去了。这会不会就是夏国圈养的哥斯拉在作怪？与此同时，深海之中，3艘核潜艇快速航行，而远处，徐帆看着雷达上逐渐逼近的红点，勾起一个微笑。小帆，现在怎么办？对方是鹰将目前海底最强战力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要不要呼叫支援？不用，他们最大下潜深度也就才400米，咱们在2000多米的深海，他们下不来，哪怕他发射鱼雷也没什么用，不疼不痒。乍一听还真是没什么毛病，可那是鹰将海军的大杀器呀！夏国蓝海水下400米，3艘核潜艇急速前航。1号潜艇驾驶室中，目标移动速度很快，马上就要出现在视野里，加足马力跟上去。随着3艘核潜艇靠近，眼前的景象让杜特拉汗毛炸裂。Oh my god！ 我这是看到什么了？一座岛在海底急速狂飙。这时，杜特拉手里的通讯器响起，报告杜特拉上校，前方发现一座幽灵岛。上帝啊，岛自己在跑，请求撤退，请求撤退啊！马歇吧，要相信科学，这其实就是一种地壳运动。
动，地球上71%都被海洋覆盖，其中人类探索过的海底仅有5%，尚未发现的神奇自然现象多的是。千里外力霸天驮着北水道前进。小帆，力无霸与海岛底部石头的接触面这么小，为什么接触到的石头部分能承受这么巨大的力量？石头不应该直接塌陷崩碎吗？你说的也没问题，可咱力霸天并没有和北水道直接接触，托起岩石的是气流，让力霸天引擎开到最高，以1000度高温产生气雾，用气雾托起北水道。唐诗韵听完心中慌的一批，4句话1句都没听懂，要不我回去再念2年小学，感觉这20多年的书白念了，简直了。其实也简单，比如用水把手打湿，快速的深入烧红的岩浆，在0.5秒的时间内取出，手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就是因为气雾效应。这下一定明白了吧？把手伸到岩浆里，脱骨鸡爪吗？算是明白了吧？这时力霸天即将进入夏国领海，雷达显示那3艘潜艇依然跟在后面。徐帆嘴角勾起，希望你们能耐得住性子，等下把北水道安顿好，就去安顿你们。1号核潜艇内，马歇尔、楼森立即率领你们的潜艇跟上1号潜艇，一同进入夏国领海。杜特拉上校，你是说进入夏国领海？长官，您没听说吗？现在好多国家都在传一个消息。什么消息？现在大家都说夏国领海是世界海军的禁地，进去都得死。对，就是这个说法。小道消息说咱们鹰将航母舰队的沉没，就是因为进入了夏国领海，咱们不能进啊！蠢货，你们身为艇长，竟然连这种谣言都信！现在我命令你们立刻马上跟在1号潜艇后面，协同防护，一起进入夏国领海。3架潜艇前行，3号潜艇突然溜走。我宁可就地退役，坐牢也不送命，能活着比什么都好。卢森竟敢战场抗命，等到任务结束，绝对送他坐牢。远处，力霸天已经抵达了目标地点。力霸天挖掘机开启加力模式，狂暴的力霸天爆出强悍的推力，整座北水道岛屿在海中。原以为之前已经是巨无霸的极限，没想到它根本就没有极限。1号潜艇舱内，果然这就是一个奇特的自然现象。现在它已经停止向前运动，我打算给这种现象命名为杜特拉板块移动现象。都说夏国的领海是世界海军的禁地，咱们这不还是想来就来？长官，您快看，它不是停住，它好像浮起来了，这属于自然现象吗？整个海岛快放大上升。当然是，这是天然气，岛屿中存储了大量的超高压天然气，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被激发引燃了，于是喷射出超长的火焰，反冲力顶着整个海岛向上浮起。不对啊，那要是天然气的话，怎么会有挖掘机？挖掘机？蠢货，海底哪能有挖掘机？海底海岛已经与潜艇齐力，力霸天乍然出现在杜特拉眼前。杜特拉目光呆滞，活见鬼了 ！Oh my god！ 这时海岛停止上浮，力霸天将整个海岛扔向前方，海水狂暴汹涌。1号潜艇中，杜特拉怀疑人生。上帝啊，那是什么鬼东西？为什么海里会有一只挖掘机之神？2号潜艇驾驶室中，法克说了不能进夏国领海，非要进来，相信屁的科学，老子信了你的邪！我要是和卢森一起跑路，就没有这档子事了。这时，力霸天的铁锹在马歇尔的瞳孔中快速放大，2号潜艇瞬间爆炸消失。力霸天驾驶室，鹰将最强核潜艇在巨无霸面前竟然犹如一条毛毛虫，毫无还手之力。这么强的挖掘机用来开采矿石太可惜了，这完全就是一台无敌的战争堡垒。万里之外的开发部，众人已经要发疯。俄亥俄级核潜艇，鹰将的海底究极大杀器，成了巨无霸随意践踏的蝼蚁。特么说出去根本没人会信。要是能亲自驾驶一次，狠狠地碾碎一艘鹰将潜艇，就是死都值了。废话，到了下面，阎王爷都得递根华子。1号潜艇内，管你什么挖掘机之神，在 MK48 鱼雷面前都是蝼蚁。发射 MK48 鱼雷，一颗深海鱼雷向着力霸天击射而去。就这种不入流的东西，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力霸天的铁锹向着急速飞来的鱼雷一打，鱼雷瞬间爆炸，鱼雷贴脸爆炸，我还是第一次经历，太刺激了。爆炸结束，力霸天铁锹连漆皮都没掉。1号潜艇中，杜特拉表情瞬间僵直。法克，完了，谢特，我好恨。力霸天又是一铁锹，1号潜艇瞬间爆炸。10分钟后，云台码头地面快速震动，退后，他来了。海面之上，力霸天瞬间窜出，降落在码头，一道狂暴的气浪向着四周扩散，众人瞬间窒息。叶老和张局长一人吞了一颗就行了。这时徐帆和唐诗韵来到几人面前。叶老、张局，诸位开发部的兄弟们，你们好。小徐，你这研发速度真是让人惊叹，这才几天过去就研发出这么强悍的科技，非常不错。走，回楼里说。叶老带着众人来到接待室，说了一些力霸天的驾驶注意事项和北水道矿藏时的技术要点。回了中海军区大院，你敢信小汉宫造出了帝王引擎心脏，却遭到约翰博士嘲讽，结果博士直接倒地不起。次日早
晨，徐帆吃着妈妈味道的西湖醋鱼，大快朵颐。小帆，小瑶的妈妈住院了，这事你知道吗？童瑶的妈妈病了，前几天童瑶还给她送材料，没见有什么不正常啊。小瑶的妈妈昨天突发心脏病，被救护车拉到中海国际医院抢救，现在也不知道啥情况，要不咱们去医院看看？徐帆点头同意。好，应该去看看。中海国际医院，徐帆娘俩进入医院住院部大楼。喜哥，李阿姨，母亲她心力衰竭，医生说需要3天内换1颗心脏才能活下去。可是3天3天确实很难找到合适的心脏，不过还有一个办法。小瑶，医生有给你提到人工心脏吗？医生说母亲她左心室细小，目前国际上仅有的2种人造心脏都很难进行手术安装。徐帆拖着下巴，大脑飞速运转。小瑶，或许我能研发1颗人造心脏。童瑶瞳孔猛地一颤。喜哥，你是说你能帮我母亲研发一颗人造心脏？3天时间应该问题不大。童瑶瞬间哽咽。那我母亲她可以不离开我了。是。小帆，你研发这个大概有多大把握？大概90%吧，那1成是给天道个面子。9成，而且按照我对儿子的了解，想必这还是含蓄了说的，搞不好有9成9，这岂不是说童瑶的母亲有极大概率治好？徐帆很快离开了医院，回了第3兵工厂，提起笔开始设计。既然要造，那就造最好的，名字的话就叫帝王引擎吧。2个时辰后，系统上。超省科技工作台 LV4 开启工作，宿主设计构思读取完毕，纳米氏晶体守护单元强化修正，脱链可控核聚变能源细胞嫁接测算结束，超压血浆活化分析完毕。本次建造消耗10000科技点，预计耗时48小时，开始制造。还需要1滴小瑶母亲的血样进行融合。下午，徐帆来到了中海国际医院，刚到医院就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小瑶，别浪费时间了，不用约翰国的人造心脏瓣膜，你妈妈根本活不了，我还可以帮你请约翰国的博士来做手术。罗非，你会这么好心？这个嘛，嘿嘿，我也不藏着掖着，要求很简单，1年之内我想要你的时候，你要随叫随到。真想不到中海医院会有你这种垃圾。我是垃圾，别说的这么难听，麻烦你掂量清楚说，你有的选吧，想让你妈走是吗？童瑶眼中闪过一道冷光，瞬间来到罗非面前，一把巴掌打在了罗非脸上。不急，慢慢玩。童瑶2天后你会跪下来求我，希望到时候你还能这么够劲。罗非转身离去。这时徐帆走到童瑶身旁，小瑶，童瑶猛地一颤。徐哥，你来了。徐帆点点头。人造心脏的研发还算顺利，得从阿姨手指头上采集1滴血样，做排异性亲和疏导。能进去探视了吗？应该可以了。徐帆和童瑶来到 ICU。阿姨，我只需要在您指尖轻轻扎一下就行。小徐，阿姨不怕，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用管我。徐帆拿出针孔取下1滴血液，刚要转身离开。小帆，你等一下。小帆，我很感激你们母子的帮助，如果阿姨有个3长2短，希望你能帮忙照顾她。您肯定不会有事，就把心放到肚子里。你是个好孩子，比那个叫罗非的医生好多了。那人獐头鼠目，看一眼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要是我不在了，你一定要让小瑶远离那种人。阿姨真是目光如炬，火眼金睛啊！之后，徐帆带着采集好的血样回到了第3兵工厂。2天后，人造心脏帝王引擎研发制造完毕。徐帆赶忙拎着人造心脏的收纳箱赶往医院。与此同时，中海国际医院住院部重症监护室外，罗非，这里不欢迎你，马上滚！童瑶，我身边这位可是约翰国的巴德博士，他能来是咱们整个夏国的荣幸。况且他还带了一台最新的人造心脏瓣膜，只要你同意我的提议，因我亲今天就能活。今天我必然要到床上蹦上一动。敬酒不吃罚酒。罗先生，这是什么情况？尊敬的巴德博士，只是有点小问题需要处理，您稍安勿躁。我昨天说的1年，现在改成半年，这下总行了吧？我不可能再让步了。就在这时，徐帆来到童瑶身旁，童瑶给徐帆讲了罗非的事情。怪不得不和他交易，原来是有小白脸提供人造心脏了。童瑶，你有人造心脏也没用，能做人造心脏移植手术的院长中午去上京开紧急会议，今天根本不会回来。现在整个中海国际医院能做这个手术的只有巴德博士。No， 你们想我造出的心脏我是不会做手术的，我们为韩国的才是最棒的，希望你们那张破烂给病人做手术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巴德博士，您别生气，您说的都对，要做手术也是用约翰国研发的人造心脏。好好的中海国际医院，怎么就出了这么一只牧羊犬？这时2个须发皆白的老人走了过来。巴德博士，我们中海国际医院的邓院长和103医院的张院长专门来迎接您了。主动过来碰碰结交，算他们有眼光。邓院长、张院长，没想到我把巴德博士请过来，结果把您2位惊动。2老与2人擦肩而过，走向了徐帆和童瑶。张院长，这次又麻烦您了。徐院士不用客气，能帮上你的忙，是我们这把老骨头
的荣幸。事情我们已经了解清楚，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先抓紧手术吧。2分钟后，童瑶母亲进入了手术室，手术开始，罗非和巴德也跟过来了，两人面色发黑，眼中闪烁着凶厉的光芒。没想到童瑶的小男人竟然是徐帆，等会尸体送出来的时候，我要亲自上去道喜，出口恶气。山为国际上知名医学把戏，竟然被12国人当面羞辱，我要亲眼看着这几个12国人手术失败，哭着出来。手术室中，张景润已经完成前半段操作，就差最后一步，徐帆的人造心脏。张景润按下箱子的打开按钮，一个机械心脏悬浮在空中。启动可控核聚变能源，帝王引擎开始激活，切换普通生存模式。纳米氏菌体解除休眠，核聚变能源等待嫁接，超压血浆火化剂灌注完毕，帝王引擎激活完成。所有人瞬间头皮发麻，咽下一口唾沫。徐院士研发的人造心脏确实不同凡响，帝王引擎，我一个半截身子入土的人都觉得帅。你还别说，这心脏我都想给自己装一个。按说应该不会再有什么情况了，咱们继续手术吧。突然，一道急促的粒子引擎启动声音响起，机械心脏射出一道道涟漪，直接冲向了童瑶母亲的胸腔中。检测到目标受体心脏即将失去活力，现进行同调切除替换，开始智能手术。你敢信小焊工造出了人造心脏，竟能让人术后直接起身，心跳声更是震聋了2个偷心贼。心脏竟然在给自己做手术，活见鬼了！几分钟后，手术已经基本完成，血浆开始融合，纳米氏菌体抵达重要节点，普通生活模式开启，帝王引擎智能安装完毕，祝您生活愉快。众人愣在原地，这事情是真的吗？随后张景润把伤口缝合完毕，最后张景润习惯性给病人把脉来判断一下病人的健康状况。手指触及到脉搏的一瞬间，张景润突然感觉手指一阵疼痛。张景润人猛啊，这特么不是蓝星人类能有的脉象，根本就是赛博坦汽车人。邓院长也把手指搭在了病人的手腕上。两人齐齐后退一步。诸位，手术圆满完成，等病人醒来后再进行检查。徐院士研发的人造心脏太猛了，脉搏的跳动差点把我的手指头差点震断。老张，要不咱们先撤？走吧。众人正准备走出去，突然手术台上的人影瞬间坐起，诈尸了。张景润表情一凝，刚做完心脏手术的病人自己一屁股坐起来，如此阴间的事情就这么毫无花哨的出现了。诸位大夫，你们好，我的手术应该是做完了吧？我是不是没啥事了？手术确实做完了，但具体您得问胸腔里的帝王引擎啊。再说那么大剂量的麻醉，就是成年大象都不可能醒来，但您就直接醒了，感觉有事的会是我们了。大夫，你们怎么了？没事没事。那我能下地走走吗？要不你自己试试。女人下床走了2步。大夫，我感觉现在特别好，浑身有用不完的力气。那就好。大夫，我是不是能出去了？我女儿肯定担心坏了。你要是觉得自己身体能吃得消，出去看看也行，不过多少还是得注意着点。行，谢谢大夫。手术室外，巴德博士，为了庆祝这个开心的时刻，要不等会儿我带您去感受一下我们夏国的夜店。Nice， 卢沃菲，这个主意很不错。那2个老医生估计会马上出来，等下我亲眼见到了他们难看的死人脸，咱们就出发。OK， 都听您的，尊敬的巴德博士。就在这时，手术室突然打开。巴德博士，您快看，手术果然失败了。上帝啊，多么美妙滑稽的场面！突然几道身影从里面出来。这不是这次手术的病人吗？我的发，刚做完手术就自己走出来了。两人两腿一软，瞬间跪倒。是人是鬼，手术不是已经失败了？就算成功，病人也不可能刚做完心脏手术就他妈的跟着医生直接走出来啊！还能不能再离谱一点？童瑶如遭雷击。妈，张院长、邓院长，谢谢你们。不必如此，说来惭愧，我们也就起到了点辅助作用，基本都是机械心脏自己在做手术。徐院士，你研发的帝王引擎真是太神奇了，足以改写整个医学史，堪称医学界的奇迹。张院长的话怎么这么奇怪？心脏自己做手术，帝王引擎是什么？就是个名字而已。我信你个鬼！就拿脉搏力度，把我手指差点震断，你还说它就是个名字？用脚后跟都能想到，这颗心脏绝对没这么简单。张文昌，你这么做手术是对病人的不负责任。你是什么人？我是为韩国医学把戏，现在这位病患表现出来的健康状态是这样，半小时不可能做一场心脏移植。为了保护这位病人的人权，我会向国际医疗组织控告你们。突然一道人影闪过，巴掌声响起，巴德瞬间原地转圈圈。我健康的很，用不着你来多管闲事，别用你的脏手指着我们夏国的张院长。没想到母亲刚做完手术，精神这么好，比没做手术前都要好很多。这女人好大的手劲，轻轻一下，搞不好手臂已经粉碎性骨折。这他妈真的是刚做完心脏手术，我外国来的，别骗我。巴德博士，您不要紧吧？不是好歹女人，他们给你装了一个劣质人造心脏，
我为你说话，你吹钢机话，你们下国人国人也吗？在夏国领土上没有你说话的份，况且人造心脏很好用，轮不到你多嘴。于是仪器已经准备就绪，可以进行术后检测了。术后检测必然能将这场手术内幕彻底揭露出来。既然要检测，光明正大，当着大家的面子，再当场公布结果，否则你们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完全可以，诸位谁有兴趣，大可跟上来参观。检测开始后，只需要等待5分钟，结果就会出来。5分钟后，张景润和邓院长手里拿着检测文件站在众人面前。检测结果已经出来，接下来由我当众公布。检测结果：排异反应0.00001%，血液导流能效比1.0。我绝对不信，排异反应要真是这么低，那跟自己身体里长的有什么区别？还有血液导流能效比，你早不说你早出了用动机，荒谬！我手的是第一手资料，足以证明检查结果的权威性。相关资料我们会公布到医院网站，接受夏国社会监督。听到邓院长这话，巴德脸色发黑。心脏运行供血峰值99，左心室射血分数2800%，运动耐力无穷大。巴德整个人都疯了。人类刚学峰值为高级有10，你这立即减弄出个99，无穷的游戏什么鬼？另外，这颗心脏的能源和材料都是顶级，具体使用寿命，以医院目前的仪器无法准确估测，只能说最低也有几百年。巴德瞬间在地，身体抽搐。能使用几百年的心脏，而且性能如此之强，那岂不是比自己原装的心脏都要好得多？突然，巴德开始吐沫子，罗非赶紧进行了心脏复苏。次日凌晨，一辆救护车驶入了军区大院。只要我要拿到那颗心脏，就能有约翰国籍以及500万美刀。别紧张，只要咱们今天得到了那个神奇的人造心脏，你就要什么有什么。随后，两人来到了童瑶家门口，撬开房门进入了客厅。罗非，你有没有听到心跳声？帝王引擎切换战斗模式。你敢信？小汉宫造出了人造器官、钻石肝、星药肺、24K 金腰子，直接惊呆众多科研院士。突然，一道黑影出现，看射击。两人抬起手臂，正准备射击，身影突然出现在面前，两人倒飞出去，人影渐渐清晰，赫然就是童瑶妈妈。这人不就是昨天刚做了心脏手术的那个女人？我操，这真的是一个50岁的大妈？太小三来了，他们都得跪下磕一个喊大姐好。大姐饶命！你们女人向前一步，两人猛地一颤，直接跪倒在地。什么情况？我什么都没做啊！正疑惑之时，2名执勤人员听到动静来到客厅。Help！ 唐吉，快把我捉走吧！我有罪，我故乡杀人，即将入戏，我罪不可赦能判个无期。求求你带我走吧，吓死人了！我想坐牢啊！两人癫狂样子让执勤士兵一脸的疑惑。次日，一条消息传遍短视频平台。网友们直接疯了！卧槽，当代花木兰，高手在民间，我一个搏击教练都想跪。妈，我是您失散多年的干儿子，认了我吧。此时第3兵工厂内，系统，请开始你的表演。超神科技工作台 LV4 多任务模式启动。 5天后，第3兵工厂迎来了一众人。张院长、邓院长，还有诸位研究员，你们好啊！徐院士，这次真是打扰了啊。看您说的，诸位都请进来说话吧。众人来到了厂房内部的办公桌前。徐院士，其实我们这次过来，除了参观人造心脏的研发车间，还有个医科院交代的任务，就是说你研发的那个人造心脏能不能进行量产，所有费用由医科院承担。原来是产线啊，没问题。不过批量生产只有普通生活模式，就是打架的时候只能打10个了，无法像初始版一样以1敌100。张景润如造雷击，什么虎狼之语？别人安装人造心脏，基本也就告别了剧烈运动。你的量产版人造心脏直接不当人，你要打10个。到底是天才，说话和正常人就是不一样。之所以性能减弱这么多，主要是机械心脏中的纳米是军体原材料消耗太厉害，还有就是要用到为国做贡献的人身上，不能让它变成富人的奢侈品。说得好，要把人造心脏用到最需要它的人身上，才能发挥最大价值。那就老规矩，产线建成后，每产出1颗人造心脏，我分3个点。3个点不行，绝对不行。早就听说了，徐院士每次都是象征性的收取1点研发费用，现在看来果然如此。我也反对，至少10个点，这是没商量。说得对，这话一出，全场骂了。徐院士，这不光是我们的意思，也是上面的意思，你就体谅一下吧。既然这样，那就按照2位的意思办吧。随后众人来到了厂房门口，一个名字却吸引了众人目光：综合器官制造仓等等。不对，综合器官制造，也就是说，徐院士，你这里面研发制造的不只是人造心脏。此话一
一出，所有人顿时愣住。帝王引擎心脏已经强无敌，现在竟然有可能还有别的人造器官，这是要逆天了。这几天确实顺带搞了一些别的小发明，诸位跟我来。等众人来到了厂房内部，全都愣住了。一颗机械肝脏出现在眼前，靠近观看也没关系，不碍事的。张景润快步上前，心神激荡。永恒钻石肝脏可解一切剧毒，人的肝脏能解毒功能，你这直接就变成了石破天，百毒不侵了吧？太溜了，有了这肝脏，是不是能拿地当饮料？我操！我要是装上这颗永恒钻石肝脏，岂不是能不睡觉做动画？光是一个机械肝脏嘛，要是能再来一个别的机械器官就太好了。那是什么？那也是个小玩意，诸位过去看看就知道了。张景润心脏猛地一揪，小玩意儿，你可拉倒吧！信你个鬼！这个所谓的小玩意儿，肯定又是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尖端科技产物。众人来到了工作台旁边，至尊星药肺脏，肺活量10万毛，可水下呼吸。张景润猛地一讲，这百毒不侵机械肝脏已经离了大谱，现在连水下呼吸也来了。徐院士这是彻底不当人了，而且也不打算让咱们当人。10万毛的肺活量，吸一口气都得3个小时，这像话吗？水下呼吸就是用迸射装置将水吸到机械肺，掠过纳米氧分子过滤系统，成功收集到氧气，将氧分子输送到血液中。张院长，你肯定听懂了吧？亲娘啊，徐院士这说的都是啥？不能说没听懂，只能说完全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躺好，老邓，你明白了吗？邓院长实诚的摇摇头，没懂。徐院士，你看老邓没听懂，要不等有时间你给他好好讲吧，到时候我陪老邓一起过来。邓院长顿时一愣，好你个老张，他们自己没听懂不好意思说，拿我当引子是吧？真不地道。不用那么麻烦，等会儿走的时候我送二老点东西，所有疑惑肯定都迎刃而解。那边好像还有什么东西，远处2个机械器官在跳动，2个一对，难道是那个东西？那东西对男人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那要是出现在市面上，受欢迎程度堪比核爆。2人快速来到机械面前，2个黄金机械腰子呈现在众人面前。我操！我要是安装上这一对黄金肾，岂不是无敌了？我特么能打10个，这才叫铁打的腰子。以后出去吃烧烤还吃什么羊腰子？完全不需要。这时张景润看到了下面的名牌，最强王者肾脏，谁用谁知道，这名字太强了。众人离开综合器官制造舱，来到了另一个舱室门口。综合机械假肢制造舱，徐院士，这里面制造的是机械假肢，你连这个也有研究？略有涉猎。我今天才算是真正的重新认识了这位天才少年，太让人意外。徐帆领着众人进入到舱内，一个机械一直乍现在眼前。我第一吗？冬兵的机械臂，帅呆了！瞬间感觉自己身上长的胳膊和大腿不香了，谁帮我砍一下胳膊？想换机械的。你敢信？小焊工造出了人造一躯，能将80岁大爷移植到一躯之上，结果大爷竟和汽车肩并肩。时间不早了，我们离开吧。张院长，剩下的3号舱要继续参观吗？方便的话就看看吧。行，这个舱室最简单，里面只有1个研发品在制造，应该马上要结束了。徐帆带领众人来到了3号舱，不是说有一个即将完成制造的研发品吗？什么都看不见啊。小徐，研发品在哪啊？行天战区研发制造完毕，智能操控模式开始激活，混乱引擎链接完毕，微缩矢量端口连接无误，镭射眼静默，掌信号静默，天书系统已挂载，激活到计时开启。卧槽，那是什么东西？我第一吗？这是什么鬼东西？高空杂技表演？这特么是什么情况？我特么裂开了。3、2、1，行天战区智能操控模式激活完毕。数十道超长蓝色电弧凭空乍现，从天空落下，一道狂暴的气浪向着四周扩散。卧槽！终结者 T800入侵地球，最强人造人施瓦辛格，我头颅骨都裂开了，全场人都傻了。徐院士，这东西是什么？这是一具机械一体，名叫刑天战躯，是专门为高位截瘫的患者设计，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脑移植。脑移植的最大难点神经连接问题，整个国际医学界都没人能攻破。这个难题真的有解决的可能吗？徐院士，目前脑移植复杂神经系统无法正常修复，难道这个医学难点你已经攻克了？我们只需要用高分子仿生纤维将其标记嫁接，让它正常传递就行。我感觉还挺简单的。神特么的简单，你感觉简单，我们感觉像是在听天书啊。徐院士，这具机械一体内部的操控指令传输应该也是类似电磁信号吧？电磁信号会不会很容易被外部干扰针对？我已经在机械体中内置了干扰防护措施，一旦识别到外部有电磁信号，主动攻击，将其摧毁，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外部信号攻击。张景润木讷的点点头，来到了机械一体身旁，拍了拍刑天战躯。奇怪，这么硬的皮肤就跟铜像一样，他要怎么动弹啊？
这是拟态金属，能够最大程度的模拟人的皮肤细胞，静默状态下坚硬无比，激活后就会兼具硬度和形变能力。徐院士这次能过来参观，真的是太感谢了，老头子我算是大开眼界，这辈子没白活。有你是国家的幸运，夏国崛起指日可待。我们这帮老骨头，哪怕现在死，也可以瞑目了。二老严重了。徐帆拿出一个 U 盘递给张景润，这里面都是帝王引擎、最强王者肾脏之类的一手研发资料。您和研究员们要是有不懂的，看这上面就都明白了。帝王引擎、最强王者肾脏的一手，等等，这是研发资料。小徐，你的研发资料就这么给我们医科院了？这些东西留在我这里没啥用，您老就拿去吧。张景润双手都在颤抖，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这么惊人的研发成果竟然直接就上交了，这么至高无上的人值得所有人敬佩。徐院士，还是那句话，至少我们得给钱，我会上报，按照最高标准给予你研发经费上的帮助。学术上我们帮不了你，但是其他方面需要的话，完全可以给你配2个生活助理。张院长，助理的话我暂时还不需要，以后再说吧。张景润又聊了2句就直接离开了。与此同时，国科院会议室，诸位，这次的国际机器人格斗大赛，如果连前3都争取不到，那咱们在西方国家眼中就是彻头彻尾的笑话，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兵将科技局办公室，局长 ，S 计划产物战争机器已封装完毕。好，接下来3天看好它，记住，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能靠近。有了那它，国际机器人格斗大赛，所有对手都将匍匐在我鹰将脚下。是，局长。此时国科院内，叶老突然收到一条信息：叶老，国科院缺不缺参赛机器人？我刚搞出来一个，我查了一下，刚好符合参赛要求。只要是徐帆研发出来的东西，那肯定就是预定了第一，相当缺。我现在就找人去取，先运输到上京。徐帆刚挂断电话，就接到唐诗韵的电话。小帆，我到门口了。好，诗韵。随后徐帆将唐诗韵带到了办公室。那个小帆，我没打扰到你吧？没有。咱们夏国需要哈萨国的矿产资源来给科技产线提供材料，可是我们的火车运输能力有限，张局长派我过来询问一下，有没有合作研发的可行性。闹了半天是要合作研发火车，这有啥不行的？行啊，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具体要求就是每趟列车货运能力最少1万吨，时速不低于300公里每小时，别的就没了。这领导要求的确实有点不讲道理。现在夏国最强的货运车也只能运输5000吨，时速更是只有100公里每小时。就这么点，没了。那这要求还挺低的，像要求这么低的甲方还是头一次遇到。要求确实挺低，要求低。对啊，光是载重和速度的话，要求有点低了。不过煤铁路运输中可能会出现地震、山洪等状况。唐诗韵有些呆滞，听小帆的话，这是要跟老天爷对着干啊！火车再改也还是在铁轨上跑的呀，面对这种不可抗力，能有什么办法？又聊了几句后，行天战区被直升机编队护送离开。徐帆又回到厂房内，开始构思列车的研发。几个小时后，徐帆完成构思，给唐诗韵打了一个电话。诗韵，上材料。等到材料堆放完毕，徐帆来到了工厂中。超神科技工作台上。超神科技工作台 LV4启动，已读取宿主关于货运列车构思信息数据全方位强化修正，运行模块算法补充完毕，材料扫描完毕。本次建造消耗18000科技点，预计耗时108小时，开始制造。你敢信？夏国机甲惨遭7国机甲围攻，而夏国机甲只是一招，瞬间团灭7国机甲。2天后，鹰将自由岛广场之上站满了人。家人们，你们好，欢迎来到本次机器人格斗赛，我是记者丽莎。根据赛程安排，揭幕战由小子日国的机械武士对战夏国的刑天战区。最近国家遭难，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只要揭幕战干掉夏国，小日子必将再次声名大噪。国际机器人格斗大赛揭幕战现在开始，有请参赛机器人上台。话音落地，2道身影走上台区。小日子是一台武士机器人。战斗开始，机械武士身躯猛地前冲，瞬间贴脸，长刀高高举起。突然，一只大手悍然掐在了机械武士的面门上，瞬间砸在地上，无数人面色大变。Baby， 这是无耻的偷袭！夏国人不讲武德，放开我们的机械武士！擂台外，黑泽疯狂拍打操作机，都起来啊！给老子起来战斗！当着全世界的面，我小日子绝不能输！天皇赐我力量，快斗啊！这时机械武士的胳膊动了一下，管他什么牛鬼蛇神，只要将高压电流的武士刀碰到对方，就能毁掉芯片，绝地翻盘。突然，大手再次抬起，重重落地，机器人瞬间爆炸。那你能大库雷瓦？波雷谢特，夏国好强！啊，歇吧，这还打个棒子！小日子经济部会议室，奈良直接栽倒在地。奈良部长，别死啊！奈良部长，快来人啊！部长他咽气了。整个会议室乱成一团，鹰将自由岛，整个广场陷入了寂静。裁判可以公布结果了吗？得棒。
揭幕战结束，获胜方位来自夏国的刑天战区。揭幕赛结束，王一雪来到叶老身旁。叶爷爷，我打的咋样？还不错吧？很不错，相当不错。我就是想看看小日子机器人有什么本事，没在第一时间动手，没想到后面随便碰了2下就碎了，一点都不经打。按照赛程，下一场好像还是咱们，就是不知道和谁打，准备一下吧。刚才都没过瘾，再来，有请下一位受害者。这时直播画面中也出现了丽莎的声音。家人们，揭幕战结束，第2场比赛是夏国的刑天战区对战袋鼠国金刚战士。话音落地，直播间顿时疯了。默哀，袋鼠死定了！我们不服，肯定有内幕。夏国机器人这么强，你怎么不上去打？我们投降行不行？擂台之上，刑天战区矗立在台上，1分钟过去没有一人上台。裁判欧文当场宣布，袋鼠国参赛选手肚子疼，本场比赛弃权。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半个小时后，诸位久等了，接下来进行上半区大混战。随后8台参赛机器人全都上场，混战开始。7台机甲瞬间朝着刑天战区而去，顿时电光四射，电浪冲天。一瞬间，所有人都明白了这是要群殴夏国。突然，刑天战区快速消失，出现在1台机甲面前，瞬间将机械头颅捏爆，数万人的观众席全都哑然。发生什么事了？我约翰国的死亡切割者头怎么没了？我日不落的荣耀就这么被轻而易举的击碎了。我作为泡菜国顶级机器人操作员，吃翔都得是现拉的，什么时候受过这种侮辱？我的机器人内部可是装了爆炸核心，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爷们思密达，一起上西天吧！朴大俊点击了启动按钮，机甲顿时释放出光芒，践踏泡菜国的尊严，这就是下场。而且事后只要把体内装有爆炸物的锅甩到你们夏国头上，一切就能高枕无忧。哇哈哈！突然，刑天战区将机甲体内的爆炸核心取出，用力一握，整个核心的分子结构瞬间破灭。朴大俊身体猛地一颤，这颗爆炸核心是泡菜国最强的军工科技结晶，却被夏国机器人直接捏没了。阿西吧，这怎么可能？刘顿，你快出来，这根本就不科学！朴大俊两腿发软，三观碎了一地，无数人破口大骂：泡菜违反大赛规则，应该永久除名。无耻的泡菜国，还不如我们小日子。泡菜国的男性统统只有3厘米。泡菜国机器人违规，取消所有成绩，后续处罚会在3个工作日内对全网公布。我宣布，上半区获胜者是来自夏国的刑天战区。结束后，王一雪来到叶老和童瑶身边。叶爷爷，这次我打的也不错吧？哈哈，很好，坐下看下半区的混战吧，看看鹰将的机器人有什么厉害的科技。片刻后，国际网上出现一则消息，声明一出，网友们瞬间不乐意了。泡菜国八卦比无耻，我们都自愧不如。泡菜国，感谢有你们垫底，虽然我们败了，但总算比你们强。你们这是诽谤，你诽谤我啊！你诽谤我啊！10分钟后，比赛继续。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久等了，接下来进行下半区大混战。话音落下，8台机器人竖立在擂台之上，比赛开始。鹰将雷神释放出强烈的闪电，全场机器人瞬间报废，唯独刑天战区没有一点事情。特殊席位上，看来鹰将多少还是有2把刷子，这个电流强度应该已经达到5000伏。不过刑天战区装载的可是小型可控核聚变能源核心，这种电流充其量也就是挠痒痒。赛博雷神，我来送你上路。刑天战区豹瞬间来到赛博雷神面前，直接掐住面门。赛博雷神释放出剧烈的闪电，但所有闪电尽数被刑天战区吸收殆尽。赛博雷神瞬间爆炸，电流4溢，所有人四处逃逸。夏国中海第3兵工厂，这次机器人大赛肯定会有案件，就由我来做后盾吧。小汉宫造出了刑天机甲，并在比赛中完胜7国所有机甲，却在回程遭到鹰将战斗机拦截。机甲速来！一道光线降落在徐帆身上，徐帆瞬间进入机甲内，消失在原地。鹰将水晶宫副总统办公室，哈里眼神浮现一丝冰冷。帮我接海军作战部。是，副总统先生。此时鹰将自由岛，现场一片狼藉，王一雪3人已经乘坐飞机离开。而珍珠基地外，2艘航母舰队快速航行。航母甲板之上，命令1号机、2号机立即前往北纬18度54分航线，发现目标后逼迫其降落，特殊情况直接将目标击毁。是。先让2架 F3去试试情况，一旦不对劲，航母舰队的地空导弹一轮起势，天都能戳个窟窿。几分钟后，2架 F3战机快速靠近王一雪的直升机。禀报，量子原相控阵雷达识别，2架 F3战机正在快速靠近，疑似挂载空导弹，请注意防护。来得好，刑天战区撤。夏国人，你们涉嫌在鹰将境内制造恐怖袭击，我鹰将第3舰队现命令你们立即紧急迫降，否则我得发。F3B 战机之上，刑天战区跨坐在机头上面。 Oh my god！ 终结者 T800。1号机，你速度怎么降低了这么多？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报告，我见到终结者 T800了，他现在就骑在我的挡风玻璃外面。谢后，你咋不说？他现在把你的驾驶舱扣开，
骑到了你的脖子上，信不信我现在就向上级汇报？突然，刑天战区一拳直接将整个战机锤爆，航母舰岛指挥室内2架 F3全部失联，连个求救信号都没有。邪门了！执行任务要紧，现在目标距离已经足够近，命令阿利伯克导弹巡洋舰立即锁定目标，将其摧毁。是，将军。这次任务基本上算是结束了，不会再有什么意外。突然，室内光线急速暗淡。将军，那里好像有东西。达瓦西看到眼前场景如暴雷击，远处一台蓝色机甲，背后喷涌着2道千米焰浪。沃茨瑞斯，这是什么怪物？霸天虎吗？好，舰队马上撤退，害怕啊！将军，通讯系统全部中断，整支航母舰队都瘫痪了。达瓦西面色煞白，我这支足以灭掉一个中等国家的军事力量，竟然就这么轻易的成了瓮中之鳖。远空波涛机皇驾驶舱中，1号磁暴装置能量1021 KeV，2号磁暴装置能量992 KeV，3号磁暴装置能量982 KeV，8号磁暴装置能量1003 KeV。HRO 涡流磁暴准备完毕，可随时启动。蝼蚁们，带着你们那些行径向我夏国赎罪吧！狂暴的海流变成一道强烈的雷卷，向着2艘航母而去。天域震颤，乌云密布，电闪，2艘航母瞬间就被卷进龙卷之中，爆发出剧烈的爆炸。内卷的威力果然很大。鹰将校唯一珍珠基地，哈里脸色阴沉的可怕。先生，这有你电话。拉丽娜，忘了我告诉你的，不管发什么事，都要沉着，以不变应万变。哈里副总统，六角大楼来电，1级军情。你好，我是哈里先生。出大事了！劫夏国飞机的事情已经彻底失败，本次出动的双航母战斗群已经失联。哇，你是说双航母战斗群在光天化日下突然就失踪了？是的，副总统先生。自消息来源为坐镇珍珠海军基地的劳伦特部长，经过六角大楼多方核实，千真万确。一股冷气顶进了哈里的心窝。上次10艘航母舰队全军覆没，这次刚下水了4艘航母，2艘又失踪，简直活见鬼！这事情排除一切不可能，这一切都是夏国干的。夏国竟然有了神不知鬼不觉摧毁航母舰队的力量。这个推论瞬间把哈里吓了一跳。达丽娜，帮我预约一下，我要见总统。此时狗大户皇宫，前阵子赌国运压住夏国，现在看来真的是太明智。萨穆勒、莉莉丝今天去哪了？国王陛下，公主殿下这2天都在学习驾驶赛博坦克，说是要在几个月后的夏国航展上给徐哥露一手。看时间，估计上午已经练完，快回来了。小丫头长大了，女大不中留啊。半小时后午宴开始。莉莉丝，赛博坦克学会了吗？还不熟练，比起我徐哥太远了。莉莉丝，咱能不能换个别人对标？徐哥的驾驶技术不能用正常人的思路理解。我知道呀，我就学一些基础驾驶。莉莉丝，最近零花钱够用吗？父王，您前天刚给我转了100亿，一下子哪能花得完？现在女孩花钱的地方太多了。父王最近听说塔尔国过阵子打算到夏国军购，带队的是你的好闺蜜玛雅公主。玛雅要去夏国，徐哥那么单纯的人，万一被玛雅那个腹黑小妖精欺骗感情咋办？天哪，本公主绝对不允许。父王，要是有玛雅去夏国的具体时间了，您千万告诉我。拉普国王笑着点点头。父王，您和大家先吃着，我有急事先走了哈。什么事这么急？买化妆品。等等，怎么啦，父王？父王在给你打点钱。现在的劣质化妆品太多，你得买最贵的。听说那个 S 土什么水，水源产地就是小日子和辐射水做的，千万别买，要买就买最贵最好的。知道啦，父王。顺便买些漂亮衣服和包包，绝对不能输给塔尔国的玛雅。莉莉丝摆摆手，快步离开。咱们狗大户的前途就全都压在你身上了，妹妹加油！此时国际网络上，鹰将副总统哈里发布了一条谴责声明：本次机器人格斗大赛是为了各国尖端科技友好交流，夏国却安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导致35人死亡。夏国必须对此时给我们鹰将一个交代，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一个交代。我没看错吧？鹰将也学会谴责人了。他们以往不是直接把航母开过去。鹰将改信 Z 了。希望夏国的确需要给全世界一个交代。我们8臂筋膜操作员回来以后，内心留下了巨大的创伤，正在接受心理治疗。Ash 泡菜，这里有你狗叫的份，有种来阿拉伯地区练友。艾克鹰讲，狗大户和塔尔国都是恐怖主义国家，制裁他们。夏国的外交部账号在国际网络上做出了直接回应。鹰将这地方一碰就碎，显然是豆腐渣工程，请鹰将勿要推卸责任。对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这点力量着实算不上。奉劝鹰将多见见世面，不要小题大做，让人耻笑。鹰将水晶宫内，哈里看到了夏国的回应，愤怒无比。什么叫一碰就碎？你摸着良心说，你那叫碰了一下。夏国中海军事科研基地，天空剧烈颤动，波涛机皇轰然落地。徐帆将2人送走之后，回到了第3兵工厂。
货运列车制造完成，等待命名。就叫你苍龙号吧。徐帆掏出手机拨通了唐诗韵的电话。喂，诗韵，你要的货已经搞定了，给你送到呢。小帆，你的意思是说货运列车制造完成了？当然，这次之所以费时间，主要是除了车头，还有车厢要一节一节的制造，工序不少。天才的大脑就是和别人不一样，一辆真正的货运列车竟然只需要5天，就离谱。小帆，列车建造完后都要进行测试，我向上申请一下，看看用什么办法将造好的列车运输到山岭市列车检测中心。行，那我这边就不给你安排了，一会儿还要接待个人，等我谈完事情就去山岭市找你们。你敢信？小汉宫造出了苍龙号列车，一节车厢就可以承重99999吨。次日，山岭列车检测中心。诗韵，这就是你说的新型货运列车吗？对，这个就是。先把布子掀开吧。两人来到火车头面前，一名工作人员掀开了火车头的红布，一辆银白色车头赫然呈现在众人眼前。刘教授猛地一颤，这东西是火车头！卧槽，我要跪了！这造型怕不是开往火星的星际列车，逆天了！这种时候更要冷静，要稳住。女娃子，这列车它叫什么名字？苍龙号。苍龙，这东西究竟是什么来历？难道真的是哪个科幻电影的改装道具？小林，把牵引机的钢索挂在火车头上，测一下牵引力。测试员开始进行常规测试操作，钢索连接完毕。诗韵，上车发动一下吧，试试牵引力大小。唐诗韵取出手机进入了操作界面。刘教授，用手机就能遥控操作，不用上车。手机就能操作，真不错。教授，可以开始了吗？开始吧。对，苍龙号货运列车开始激活，混乱可控核聚变引擎启动完毕，变形模块超导链接完毕，低效飞行装置智能静默完毕，全频段信息对抗系统开始运行，电子湮灭炮已挂载，激活完毕，开始马力测试。小林，看一下现在的牵引力是多少？小林点点头。通常情况下，开始测试30秒以后才有结果。既然刘教授问了，那就先看一眼吧。现在的话，2000等等。卧槽，2530吨！目前世界上最强的火车头牵引力也才300吨，你却是别人的8倍多，活见鬼了！小林，年轻人要懂得沉着冷静，你究竟看到什么了？不要紧张，千万别害怕，刚才一定是幻觉，要相信科学。小林用力揉搓2下眼睛，再次看向屏幕。3522吨，我的妈！刘教授猛地一惊，数值赫然已经变成了3729吨。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土星5号运载火箭的推力也才3400吨，你一个火车头比登月火箭还劲儿大。诗韵，暂时停止牵引力测试吧。唐诗韵点点头，点击终止按钮。女娃子，说实话，这列苍龙号列车究竟是谁研发的？他就是徐帆院士。闹了半天是我徐哥，那就合理了。刘教授还测吗？徐院士研发的火车头太夸张，抗拉强度4000吨的钢索都拉断了，再测下去，相关机器设备估计全都得报废。我看测不测都行。那车厢呢？就简单的做个车厢的承载力测试吧。在车厢下面布置变形传感器，准备投放配重。好的，教授。等到安置好了一切，一块5米长的金属配重块落到了车厢，传感器数值为0，一块配重20吨，就跟没放一样。老天爷，徐院士这是研发了个什么怪物？小林将平板内容展示给刘教授和唐诗韵。刘教授，唐学姐，你2位快看看吧，这数据不对劲，这什么情况？教授，传感器数值为0，能说明什么？诗韵，20吨配重，传感器没有检测到任何变形。所以变形数值为0，这20吨重物对于车厢的真实载重能力来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要真是这样，那这车厢的货运能力根本无法想象。20吨放上去忽略不计，未免太夸张了。小林，再投放2块20吨的配重。教授，一次性投放40吨，我没听错吧？对，投放吧。2块20吨的配重再次落在1号车厢。小林看向手里的平板，卧槽，这什么鬼？传感器数值依然为0，这真的是活见鬼！刘教授瞅了一眼，狠狠地倒吸一口冷气。这种情况，活了小半辈子就没见过。继续投放配重。教授，投放多少？我不喊停你就一直放。好的，教授，一直放。等等，我得放。教授，您是说我啥也不管，一直往进放，直到您喊停？对，吊装吧。一块又一块的配重落在1号车厢之上，一伙人全都麻了。300块、500块、1000块、1000块、1万块。此时众人已经怀疑人生，传感器数值依然是0。当初和小帆说的是列车整体的货运能力够1万吨就行，可现在这情况，这是多少吨啊？小帆研发的列车真的是太狂暴了。教授，咱们仓库的配重块已经全都用完了，
咋办？将配重放回原位，咱们就测到这里吧。教授，你个老六，配重这东西放的时候容易，这么高怎么往下去啊？此时136厂房中，龙总司令，您有啥事情直接招呼就行。小徐，我这次过来也是想参观一下兵工厂，不过主还是想与你合作研发一种新型气垫登陆船。你出技术，国家提供场地、材料、资金、人工等等。有什么具体要求吗？老视野牛级气垫船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海岛登陆战的作战要求，各方面性能要全面提高。小徐，要求确实有点高，但有一个地方是夏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也该回归了。夏国真正的大一统，他要来了！叛逆的熊孩子，是时候认祖归宗了，保证完成任务。年轻人，你就是我夏国的脊梁，我在兵工厂逛一逛，你忙你的。说罢，龙广就离开了厂房。无论如何，这次的研发必须来个最大最狠的。当徐帆准备好一切，来到136厂区，超神工作台，干吧！超神飞行工作台 LV4 启动，宿主设计构思读取完毕，信息数据全方位强化修正，昆仑引擎动力组件模拟校对完毕，纳米斯发射单元算法补充完毕，战场磁力阵列投放测算结束，修正完毕，材料扫描完毕。本次建造消耗2000科技点，预计耗时60小时，开始制造。小汉宫造出了苍龙号列车，不仅有无限负重，更是能超音速，直接震惊所有人。山岭市火车检测中心，教授，车厢腾出来了，接下来做什么？接下来时运啊，刚才小林说想到列车里面看一眼，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要是不行也没啥，千万别勉强。我却想进列车里面看看，可没和别人说过啊。教授，你拿我当借口是吧？真不愧是你。当然没问题，这车经过检测，马上就上路了，到时候很多人都会看到。说罢，三人来到了苍龙号内部。刘教授三人瞬间愣在原地，心跳如打雷。我这是一部迈入了赛博科幻世界吗？小林狠狠地打了个哆嗦，太震撼了，根本不是这个世界能出现的画面，我这是穿越了，这特么绝对是未来世界。唐诗韵看着磁悬浮座椅，好奇地走过去，坐在主驾悬浮座椅上。难以想象小帆的大脑里究竟装了多少知识，真的太神奇了。教授，这条铁路线能跑吗？能啊，听唐诗韵话的意思，似乎真的能让车跑一跑。现在苍龙号所在的路线是一条400公里线路，可以随便跑。这样啊，小帆研发的科技产品绝对足够智能，坐在这里面应该会安全的很。唐诗韵深呼吸一口气，点击了开启按键。苍龙号货运列车结束休眠，昆仑引擎动力传导系统连接完毕，立体机动变形模块准备就绪，地效飞行装置开启智能检测扫描，信息对抗系统运行中，电磁烟灭炮解除静默，发车倒计时开始，10、9。快，抓紧驾驶室两侧的扶手，来不及了。3、2、1，苍龙号列车出发。巨大的推背感瞬间将三人压扁。我擦嘞，这起步好猛！我双脚要飞起来了。苍龙号在急速狂飙，唐诗韵找到了智能减速按钮，点了下去，车速慢慢降了下来。孩子们，你们没事吧？没事，我们都很好，就稍微有点手疼，别的没什么。突然，驾驶室开始震动，屏幕上显示出车头背后的画面，一个车厢在快速靠近，三人一惊。小林，那是什么？我没有看错吧？教授，你没有看错，一个白色车厢正在狂奔，再有半分钟就追上来把咱们爆了。这活见鬼！这是13路末班车吗？学姐快加速啊！唐诗韵对着加速按钮就是哐哐一顿点。忽然，刘教授一愣，这种科幻风格不就是苍龙号的车厢？我的妈，真的是苍龙号的车厢，他自己跑来找火车头了。检测到苍龙号车厢排气，开始智能对接，光学几何定位，开启动力学智能同步，云铁横墙磁装置打开，导引探头伸出，智能连接中。一声金属响声过后，连接完毕，车厢通道自动打开。直到这一刻，刘教授终于舒了口气。我眼中的危机，竟然是徐院士的一个小设计，真不愧是国士无双，让人大开眼界。这时，唐诗韵拨通了徐帆的电话。小帆，你在哪呢？到火车检测中心了吗？喂，诗韵，你等一下哈，我先飞过这个山头，你们肯定在试车吧？我已经快追上你们了。苍龙号列车咋样？猛不猛？苍龙号非常猛，刚才把大家都给镇住了。哈哈，那行，要是不太会操作，就什么都别管它，我再有几分钟就上车了。等下上车说。挂了电话，唐诗韵有点失神。还有几分钟就上车是怎么回事？现在列车以一道流光的急速行驶，你怎么可能上车？就在这时，一辆装甲车拖着焰浪降落到了车厢之上，唐诗韵人都麻木了。刚才小帆说几分钟后上车，这该不会就是小帆？我去。徐帆已经来到驾驶室内。徐院士，之前听老钱说起过你，这次终于见到真人了。幸会啊！刘教授，您可千万别折煞小子。小时候经常听到您妙用2桃杀3士，通吃国际高铁巨头的事，当时就对您非常敬佩。哈哈，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也没啥大不了的。比起你的成就，差太远了。你是咱们夏国的希望。这时手机铃声响起，唐诗韵一看竟是材料局的张局长。一通交流之后，好的局长，我都明白。小帆，你有时间吗？
有，发生什么事了？有西方势力出手，要武力抢夺哈萨国的高纯度老矿，那是已经谈好要低价卖给咱们的。要是咱们现在出发，或许能抢先把老矿运回来。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发！没说的，哪怕拉回来不用，就放着看，也绝不给西方国家分毫。我来调配疏散沿途可能遭遇的其他列车，保证苍龙号不受其他列车干扰。小帆、刘教授，这次就全靠大家了。教授，你们做好了，等下列车速度可能会有一点点快。徐帆在手机上快速点击2下。教授，咱们怎么才能知道列车的当下时速？大家看，右下角有个列车数据栏。苍龙号列车当前驾驶模式：王者，列车状态，铁轨行进，侧翼涡扇推力0，1号的效引擎升力0，2号地效引擎升力0。这都是什么东西？我一个研究不了半辈子火车的人，竟然看不懂。1029公里每小时，等等，这速度要超音速了。这不可能，音速也就1224公里每小时，它快接近音速了。不管怎么说，这就是一辆火车啊！要真是这个速度，已经比飞机快得多了，根本不是跑得快，绝对是飞得低。诗韵，你看现在咱们的速度是1000多，这种情况明显有点慢了。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这个就是速度调节面板。比如现在咱们要加速，就可以这样。徐帆拖动调速槽，列车突然震动一下。检测到轮毂动力已到极限，核动力传导刺激涡扇通道，矢量喷口开始工作，列车即将提速，请扶稳抓紧，开始加速。车头两侧爆出2道冷焰，车内众人仿佛灵魂都要剥离。卧槽，好猛！我脊椎快被压断了。快看，1203公里了，还在飙升，已经超音速了。这不可能，火车怎么会超音速？我肯定是在做梦。刘教授颤抖地看向数据栏，速度已经变成了1.2马赫。刘教授靠在座位上，发出一阵阵的剧烈抽搐。教授，你怎么了？我亲爱的教授，你不能死啊！小林，闭上你的乌鸦嘴！我怎么会死？出岔气了而已。这种话速度简直匪夷所思。爱因斯坦来了都要问10万个为什么，伽利略也得绕道走，牛顿早都不敢来，这根本就不科学。你敢信？这2辆火车即将擦出爱情火花，但银色火车却摇身一变成了赛博机甲，飞向了天空，直接惊呆车内众人。教授，苍龙号要进入连山段了，来不及做列车疏导，就会和 K666列车相撞，后果非常严重。徐院士，不好了，前面列车疏散失败了，马上就要撞上了。刘教授放心，天塌了我都能给顶下来。这时一辆列车冲着苍龙号列车快速冲来，诸位抓稳了！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苍龙号列车直接冲天而起，直上云霄。刘教授众人瞬间全部崩溃。什么玩意？火车竟然上天了！徐院士，哥们儿强都不服，就服你。同一时间，哈萨国境内，20辆豹2坦克在荒野上疯狂奔袭。1号坦克内，议长先生，请放心，我方还有20分钟就能抵达伏击地点，保证完成任务。很好，有金，你的晋升任命已经拟好，我等你凯旋。是，议长，这次的作战任务只要完成，就能直接越级晋升少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尤金少校，咱们这次攻击夏国货运列车，那就算是把夏国彻底得罪了。到时候夏国找号长，咱们咋办？巴特利，你个懦夫，怕什么？咱们背后站着的是约翰国，是整个西约组织，是鹰将。什么叫鹰将被夏国压了一头？别逗了。巴特利面色红，茅塞顿开。尤金少校，西方国家确实厉害，假如夏国对咱们动手，他们真的会管咱们吗？巴特利，这次的任务就是咱们的投名状，成功后我们将走向辉煌。夏国算得了什么？劫了他们的列车又怎么样？刘金拿起通讯器，马上到埋伏地点，等会儿夏国列车过来，都给我一股脑杀出来！夏国的列车，快点过来吧！我的豹2坦克兵团已经饥渴难耐了。苍龙号内，小林和刘教授众人正在吃着红烧牛肉面。警告！量子云相控阵雷达定时扫描，监测到122公里外有坦克潜伏在我方途径品路线。徐帆看着雷达图，心情莫名的激动。来得好，正是时候。苍龙号正愁没地方搞测试。小帆好帅，足20辆豹2，绝对是国家级军事武装，明显冲苍龙号来了，行动还是被捕捉到了。小林，抓稳了，苍龙号可能会像之前一样腾空而起，利用速度优势完成突围。远处，一辆辆坦克排列整齐，刘金嘴角挂着自信的弧度。对面一定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处境，吓懵了。这种猫戏老鼠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了。突然，2道淡蓝色的光柱横扫整个山谷，刘金猛地打了个冷战。怎么回事？这一定是错觉。尤金少校，不对劲啊！这火车的声音好大。怕什么？声音越大，说明火车越落后。不是啊，上校，这个好像是音爆。什么音爆？
尤金慌忙抓起望远镜，看向列车方向，表情瞬间凝滞。一道银白色彩印散发出一层层磁暴，快速冲来。这是什么东西？少校不好了，火车都超音速了，这哪是火车，这明明是数码宝贝钢铁海龙兽啊！少校，快下令逃跑啊！求求啊！都闭嘴！上面说了，完成这次任务每人奖励10万美刀，富贵险中求，擅离职守者就地枪决。这肯定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造型特效，这就把你们吓傻了。突然，一道惊人的金属撞击声猛地炸响。苍龙号列车进入机动状态，涡轮增压引擎开启高功率模式，变形模块启动，激战堡垒出击。声音落地，火车头冲天而起，形态快速发生变化，一座战争堡垒出现在视线中。尤金彻底呆滞，这是铁胆火车侠。长官，他看过来了，请求立即撤退，请求立即撤退啊！所有坦克车厂给老死听着，风浪越大，鱼越贵，架起你们的高射机枪，得干碎这只钢铁怪物。无数机枪对准了苍龙号激战堡垒，喷射无数火光。刹那间，整个苍龙号战争堡垒都被金属火花淹没。尤金眼中涌出一抹兴奋，面对这种密集的火力网，哪怕就是 F-22来了，都得躺在这，看你怎么办。诗韵，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咱们就可以使用电磁湮灭炮，我给你演示一下。徐帆点击启动按钮，苍龙号瞬间涌起白色光团。一道白色光束射向了豹26，爆发出刺目的强光，19辆豹6坦克全部人间蒸发。苍龙号内，刘教授擦了擦头上的汗，已经在怀疑人生。匪夷所思，火车头变成堡垒，还能射出电磁炮，这是发生了什么？电磁炮、湮灭炮恐怖如斯。泰山啊，我高低得给徐哥磕2个。远处的灌木丛中，尤金表情麻木。高射机枪打出的上万发子弹，不仅连漆皮都没掉，竟然还一炮灭掉了19辆坦克。我要活下去！我刚娶了第4个老婆，还没入洞房，我不能在这没了。尤金掏出通讯器，尤金，是不是事情已经办妥了？这么快就邀功，你小子还是老样子。米基科夫议长，我方坦克部队遭到了铁胆火车侠进攻，坦克全都没了，我也顶不住了，请求支援啊！荒谬，你是动画片看多了，这世界上哪来的铁胆火车侠？议长，我句句属实，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也有士兵说那东西是钢铁海龙兽。哈萨国首都阿斯塔，议长米基科夫剧烈颤抖。听听这像人话吗？今天怎么满嘴胡说八道？不过这事情好像确实有点蹊跷，以夏国现在的科技，还真有可能研发出一款类似铁胆火车侠的东西。尤金，马上想办法自行撤离。要真是夏国，那咱们就赶紧投降吧，这玩意太恐怖了。您是没看见，一炮下来，兄弟们连灰都没剩下。法克，从和约翰国合作开始，你我就再也没有回头路。行了，你自己抓紧撤退。喂，尤金。此时哈萨国境内，天空之上，苍龙号虚空而立。诗韵，这下明白了吧？这个就是电磁对抗能力，除了可以大范围破坏信号发射器以及细小的电路板等设施外，还能进行全频窃听。唐诗韵点点头。还有这个同声翻译，又快又智能。刚才他们在通讯器里说的话，咱们一句不落的都听懂了。这都是小功能，走吧，咱们得去一趟哈萨国首都阿斯塔，我找米基科夫有点事。苍龙号运输矿藏，却遭到哈萨国突袭。当小焊工找上门才得知，哈萨国竟已经被控制。不久后，哈萨国首都阿斯塔上空，苍龙号内，全频段信息对抗系统开始运行，已定位榜 RA6信号中断发送位置，调和电子波发射器开启，目标防空雷达系统，目标电力系统，目标精密电子芯片，摧毁倒计时3、2、1，摧毁完毕，任务达成。声音结束，苍龙号向着议会大厦飞去。此时议会大厦内，米基科夫有点懵，整个城市全部停电，全部没有信号，难道火车侠来了？不可能，就算他再厉害，也不可能杀到议会大厦。发生这么大的事，说不定已经撤回到夏国境内了。突然，整个议会大楼剧烈震动，苍龙号出现在窗外，气流将米基科夫掀翻。米基科夫，尤金和他的士兵已经上路，你作为尤金的主子，我给你1分钟时间交代遗言。米基科夫瞳孔骇然扩张，这哪里是火车侠，这明明是环太平洋切尔诺阿尔法机甲，而且这东西竟然来自夏国。米基科夫大口喘息，即便他来自夏国，他应该也不敢怎么样。我可是哈萨国2号人物，敢动我就是挑起2国战争。米基科夫猖狂大笑，装神弄鬼，夏国士兵你们很强，但你敢动我吗？我后面可是整个西约，哈哈哈！我就站在这，朝着打，你敢吗？突然一道光柱将米基科夫包裹，消失在原地。我本来是想给他1分钟时间说遗言，可他非要让我开炮，这你也看见了。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说的好有道理，不过小帆他刚才说的5种超级武器，没关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诗韵，你在上面等我一下，我刚才收到了杜局长的信息，得进楼里看看。唐诗韵点点头，小心点，快点回来。徐帆点点头，消失在原地，出现在大楼内部。你是米基科夫的保镖？我是米基科夫的贴身保镖格森。米基科夫把你们的总统马尔特葬哪去了？马特尔那个老顽固，现在就在地下室。具体点？就在这栋议会大厦的负2层。
门外的都听清了吧？还不进来？话音落地，3个身穿军装的士兵快速进入房间，把枪口对准了徐帆。都别动，带路去总统所在地下室。哦，这么巧，我也是。随后众人一起进入了地下室中。马尔特总统，整个首都守备军都在找您，原来在这，您已经失踪3天了。阿特，别担心，我没事。这位小兄弟，你是？马尔特总统，米基科夫议长已经人间蒸发了，和这个人有直接关系，也是他从格森口中问出的了您的下落。马尔特打量着徐帆，突然一惊：您是夏国的那位科学家徐帆？总统先生，千万别激动，我就是个搞科研普通人，这次来哈萨国就是过来拉点矿，顺便试试车，过来救您也是顺带手的事儿，不用放在心上。徐院士，您可千万别谦虚，多亏了您，否则哈萨国必将被米基科夫毁于一旦啊！马尔特，你胡说八道，你才是那个带领哈萨国走向毁灭的人，跟着夏国走，绝对不会有好结果。格雷站在门外，铁栅栏的防爆锁落下，这是定制防爆锁，我会将你交给约翰伯，用来做人体病毒试验，让你们给米基科夫陪葬。徐帆叹息一声，这傻孩子还真是米基科夫的铁杆粉丝啊，真是够死心塌地。徐帆走向栅栏门，一脚踹在栅栏门上。地下室所有人目瞪口呆，手雷都炸不开的门，就这么被的一脚踹开了。这要是踹在人身上，不就直接就天女散花了？超人嘛！这时格森突然拿出一把手枪对准徐帆，都别动，谁敢动一下，我就把这个夏国宝贝的科学家打死。你们退后！徐帆瞬间来到格森面前，格森一惊，慌乱的连开了口。徐帆全部一一接下。夏国功夫了解一下。你不是人，鬼呀！总统先生，他就交给您了。马尔特从愣神中回来，徐院士，您说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总统先生，他就交给您了。他一直跟在米基科夫身边，估计知道的不少，从他身上顺藤摸瓜，应该能挖出不少东西。那行，徐院士今天帮了大忙了，谢谢。对了，总统先生，在进入首都的时候，我为了方便抓米基科夫不泄露信息，瘫痪了全城电力，还摧毁了所有芯片，这个问题不大吧？马尔特愣了一下。徐院士，您是说您直接就把我阿斯塔市的全城电力、微型芯片都干掉了？大概就是这样吧。哦，对了，防空雷达也被我干掉了。马尔特倒吸一口冷气，这得什么级别的科技才能达到这个地步啊？原来夏国已经强到这个地步了吗？怪不得大虎和塔尔国还有毛熊巴巴扬几个这么死心塌地。原来如此。马尔特闪过一抹狂喜。徐院士完全不用担心，米基科夫身价接近300亿，他的资产刚好用来维修那些损坏的设备。徐帆点点头，又简单说了一下在哈萨国边境发生的战斗。这时阿特接到消息，报告总统先生，有不明外星铁甲怪兽正悬浮在议会大楼正面。什么是外星铁甲怪兽？徐帆这时摆摆手道，不要紧张，那是我开过来的苍龙号，不是啥外星怪兽。果然如此，早就听说过夏国的机甲，今日总算是能大饱眼福了。随后两人来到了楼外，马尔特呼吸急促，心脏高速跳动。徐院士，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激战堡垒。是的，总统先生，要是没别的事情，我就先走了。我们这次是过来运输老矿的，现在车厢还在半路上放着。这样吧，我给您安排老矿场10公里外的国营酒店，您到了那边以后，今天可以先和您的朋友住进酒店，明天再继续运输矿藏。这会不会太麻烦了？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只要稳稳地抱住夏国大腿，别被别人抢了位置，哈萨国的前途就是一片光明。徐帆点点头，拿出手机点击了2下，一道钢索从天而降。徐帆在众人的目瞪口呆中抓住钢索，消失在现场，来到了苍龙号内部。诸位久等了，现在带大家去矿场附近的星级酒店休息。我的粉丝都知道，火车是可以飞的，而这辆火车不仅能飞，还能变成机甲，开着它去哪里都会受到最高规格待遇。矿区国营酒店，众多人员已经在外迎接。就是这个时间点，怎么还没到？突然天地变成白色，苍龙号从白光中出现，悬停在众人面前。沃德发，这是什么东西？这时徐散3人从苍龙号内出来，法尔瞬间打了个冷战。沃特，这该不会就是夏国的使团吧？刚从火星殖民地乘坐星际列车回来，夏国已经奔向星辰大海了吗？尊敬的夏国使者，欢迎你们的到来，感谢莅临哈萨国北境矿区，欢迎。法尔部长你好，大晚上的劳师动众，好扰了。请使者千万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哈萨国的荣幸。随后众人进入了酒店，徐帆靠在沙发上打量着装修，有点味，就是差点什么。突然门铃响起，夜宵来了，这才对味嘛。一桌的美食被摆到桌子上，清蒸美羊羊、红烧喜羊羊、西湖醋鱼，应有尽有。徐帆眼睛一亮，
快速拨通唐诗韵电话，隔壁房间。小帆，是不是饭好了？你是没看到，这个晚饭真是绝子，快过来吃。行，那个我有点事，马上就过去。好嘞。挂断电话，唐诗韵穿着睡衣到了徐帆房间。诗韵，这个宵夜可能有点白啊，不，有点大，看着卖相不错，快来尝尝。看到一只烤全羊，唐诗韵吞咽口水。这么多，好香！两人赶忙开吃，唐诗韵一口烤羊肉，一口木瓜。诗韵，你平时都爱吃这个水果？我从小就喜欢这个口感。徐帆点点头，仿佛懂了什么。小帆，你也尝尝，这个很好吃的。啊，这不太好吧？要是我也行吧。两人吃饱喝足，唐诗韵回忆起了之前刘教授说的话：人生在世，不妨大胆一点。唐诗韵举起红酒，来，小帆，咱们小酌2口。徐帆就看见唐诗韵一口直接干了。我擦嘞，这么猛，不能让妹子说不行啊！徐帆也端起一饮而尽。片刻之后，唐诗韵已经醉倒在沙发上，得赶紧走，不然要出事。诗韵，我还有事，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哈。次日一大早，所有人来到了装卸区。诸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昨晚睡得可好？很好，谢谢。法尔简单介绍了一下，身边胖子名叫卡萨夫，是老矿场的负责人。徐院士，5台挖掘机都已经就位，可以开始装载了吗？徐帆点头，随时可以。1号机到5号挖掘机开始装填，1到9号车厢先按3000吨来装。徐帆也突然一愣，卧槽，改装吉普还在车厢里放着了。徐帆掏出手机，在上面点击。法尔有些疑惑，唐院士，徐院士，他这是怎么了？他的车在车厢里，现在需要遥控飞出来。法尔挠了挠头，有些迷茫。遥控玩具车会飞，不愧是天才发明家，真会玩，和咱们正常人就是不一样。突然地面震动，这个玩具车好像不太对劲。一辆越野车出现在车顶，好大的玩具越野车！浩帅，我的眼睛被刺到了。10分钟后，托尔已经在9个车厢中装载了3000吨，每个车厢大概装了1/3，还要继续吗？卡萨夫看向徐帆，徐帆点点头，继续装。又是几分钟后，托尔已经4500吨，货运火车最多只能装载车厢的1半，再往里面装会把下面的钢板压断，绝对不能再装了。卡萨夫看向徐帆，徐院士，老矿密度非常大，要是别的矿石可以装满车厢，但是老矿只能装1半。这位老师傅有20年经验，听他的准不会出错。放心，卡萨夫先生，尽管装满，苍龙号列车不会出问题的。这怎么这么不听劝？不知道有句话叫听人劝，吃饱饭。按照徐院士说的，装。卡萨夫叹息一声，这些年我见过很多头铁的，全部都是列车损毁，无一例外。看来徐院士善在实践上还是有些欠缺的。听我命令，不用管别的，损坏了和你们没关系，一直装到满。一堆又一堆的矿石装进苍龙号车厢，突然咔嚓一声，卡萨夫叹息一声，这下撞到南墙，可以回头了。果然还是断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等下咱们估计还得跟以前一样，把矿石再卸下来。遭罪。行了，闭嘴，原地待命。法尔先生，刚才是您下的命令，现在您怎么看？法尔则看向了徐帆。徐院士，您看现在没事，继续装就行了。肯定是铁轨断了。铁轨断了？不可能吧？铁轨怎么可能断？说罢，众人来到了铁轨面前。卡萨夫猛地一将，笔直的铁轨竟凹下去一个断口。铁轨真的断了，简直离谱！铁轨怎么可能断？干了小半辈子，没听说过啊！卡尔萨看向法尔，队长，这铁轨已经断了，是不是得先维修一下？否则这列火车也走不了。没事，这列苍龙号不用铁轨也能行驶。卡萨夫一僵，法尔部长，您刚才是不是说这列火车它不用铁轨都能行驶？卡萨夫，老实说，这个很难跟你解释清楚，因为哪怕我亲眼所见，也不敢相信那能是真的。这么干真的行吗？火车不用铁轨要怎么行驶？此时卡萨夫 CPU 有点冒烟。1号到5号挖掘机继续装铁老矿，装满为止。头儿，不是吧？底盘都压烂了，还装？头铁这么铁吗？都闭嘴，别拿你们的无知当真理。这列苍龙号列车目前毫发无损，刚才断裂的是铁轨，都工作吧。片刻后，装载总结束。徐院士，装填的差不多满了，足足9000吨。这话一出，众人都是一惊，还没满，还能再装一点点。徐帆拿着手机快速点击，苍龙号开启大力工载模式，滑轨锁定，2号车厢扩展完毕，3号车厢扩展完毕，10号车厢扩展完毕。声音结束，苍龙号车厢变大了1倍。卡萨夫身体僵硬，这究竟是不是火车啊？干了半辈子矿藏运输，哪有这样的？这扩展出来的空间是一点点吗？我是在做梦吧？原来火车还能这样。麻烦卡萨夫先生把扩展空间也装满吧。卡萨夫打了个冷战，点点头。都听好，继续装填，
将车厢多出来的扩展空间装满。听提到了吧？头儿，这辆货运列车太猛了，不光造型狂暴，车厢都能变形，我刚才魂儿都要飞走了。行了，你老色夫怎么也变得这么胆小？赶紧装车！装倒是能装，可是车厢变这么大，遇到个稍微狭窄点隧道怎么办？卡萨夫表情一僵。卡萨夫，这列苍龙号除了不用走铁轨，其实也可以不用走山洞，等下你看到就明白了。卡萨夫懵了，刚才说不走铁路，现在又说不走山洞，搞什么？总不可能直接从山顶上飞过去吧？要真能飞过去走，我卡萨夫特么的把这条铁轨吃下去。装吧，老色夫，你们就一股脑的直接装满，啥也不用管。1个时辰后装载完成后，徐帆3人进入苍龙号。法尔部长，您刚才说的话究竟什么意思啊？这列火车又是不走铁轨，又是不过山洞的，让人费解。说出来你也不信，这列苍龙号它能上天？能上天？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要是火车能上天，我卡萨夫就把这铁轨……话说一半，苍龙号喷出焰浪，瞬间消失。卡萨夫倒吸一口冷气，小到辣顶，开眼亮。汽车上天就算了，现在连火车都上天，哪个科幻片敢这么拍？哪个剧本敢这么写？卡萨夫，刚才你说它要是飞起来，你就把铁轨怎么来着？不那的，总不能真的把铁轨吃下去吧？我说的是，就把铁轨给擦干净。法尔点点头，行，你慢慢擦，我得回首都给马尔特总统当面汇报这里的情况。对了，记得让现场所有人签保密协议。同一时间，上京五军总部，五军司令齐聚一堂。诸位，龙爪岛漂泊数十年，也该回来了。最后一环，我已经拜托小徐，相信他一定能出色的完成任务。大平洋上，一艘游轮逐渐向着龙爪岛海域开进。米兰，还有多久到达龙爪岛海域？报告将军，现在的位置是龙爪岛往东500海里，但照当前航速，抵达龙爪岛海域大概还得1天时间。吉尔姆点点头。高速作战部可以开始准备了。进入龙爪岛海域后，就把雷电之神放出去。我倒是要看看夏国会嘎多少人。是，将军。吉尔姆嘴角勾起弧度。夏国，我飞黄腾达的垫脚石，感受到恐惧了吗？我杰尔姆来了。1个时辰后，徐帆独自回到了第3兵工厂。突然有一条加好友提示声响起，徐帆点开手机，以为是骗子，直接忽视。这时夏国我外交部又发来了一条短信：徐院士，塔尔国公主想加您个好友，您看。卧槽，那个人是塔尔国公主。徐帆立刻点击通过。徐哥，久仰，我叫玛雅，初次认识，先送你个礼物，昨天就已经专机托运走了，2、3天之后你就能收到。当公主的都这么豪横吗？谢谢。大型对功能运输机械制造完毕，等待命名。这样应该能满足龙总司令的要求了吧？名字的话，就叫你浮游天阙号吧。徐帆一个电话打给了龙广，报告龙总司令，研发任务已经完成，随时可以进行验收。小许，这才几天，新型气垫登陆船就已经研发完毕了。对，都搞定了。您啥时候过来验收？那还等什么？我叫上老魏和詹老，马上就到。挂断电话，徐帆来到了厂房外。半个时辰后，龙广和魏东人众人向着徐帆快步走来。龙总司令好，魏司令好，詹老好久不见。你小子跟谁学的这么客气？听老高说，你们关系很铁，互相都是老哥老弟的称呼，咱们一样就行。总司令千万别，高司令那是开玩笑，您称呼我小徐就行。龙广哈哈一笑，疑惑道：小许，咱的新型气垫登陆船在哪？叫人开出来吧。龙总司令，新装备已经造好了，是全方面改进款，可能与您心中想的气垫登陆船有一点差别，应该不要紧吧？没关系，既然是改进款，有点差别很正常，反正是功能增强，这是好事嘛。旁边的魏东人和詹老也是点点头。那行，他就在上面，我这就让他出来。说罢，徐帆捧着手机开始激活操作。浮游天阙退出鲜明状态，量子计算中控系统开启，各单元运行正常，龙牙模组激活，电力炮已挂载，纳米飞刃已挂载，开始解除光学隐形。所有人目光都呆呆地看着头顶，表情瞬间僵硬。苍穹之下，一艘银白色碟状飞行器缓缓浮现，霸气科幻的外表出现在眼前，让所有人心神震动。气垫船能长这样吗？这明明就是一艘外星飞碟。龙广猛地打了个冷战，豁然看向徐帆。小许，你不会要说这东西就是你研发的新型气垫船吧？对，这就是我研发的新型装备，全名叫浮游天阙号多功能运兵飞船，您叫它浮游天阙号就行。龙广用力咽下口唾沫。你研发的这个气垫船，果然和我想象中的那种有一点差别。龙广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徐帆出品，必属精品，这必然又是一款大杀器。这玩意儿，光看卖相就相当猛啊！詹老脑中突然闪过一道电光。小许，你这艘浮游天阙号飞船要怎么做到人员的快速登船和投放？徐帆转身离开，拎过来2个巨大的编织袋。您说的问题其实也简单，浮游天阙号有专门的飞升系统，上下方便得很。徐帆拿出几件战术背心递给众人。
总司令、卫司令、詹老，一人一件战术背心，穿上试试。这是浮游天阙飞升系统的配套小物件，等会儿测试个小功能，然后我带大家一起试试飞升效果。龙广众人快速将背心穿好。小许，咱们这个战术背心是用来防弹的吗？您说的一点不差，防弹确实是其中一个小功能。我先给大家先展示一下防弹能力哈。说罢，徐帆来到一片空地，李国忠出现在徐帆对面，扛着一根火箭筒。众人面色猛地一变，倒抽一口冷气。这是要做什么？该不会是要用火箭弹来测试防弹衣吧？廖徐，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发射吧！呵，龙广浑身打了个哆嗦。就算有2阶绝境病毒防护，可被火箭炮正面击中，也有可能会重伤。要是天才大脑被伤到，可咋办？防弹衣防火箭弹，从没听说过，简直胡闹！怎么可能？小徐，实在要用炮弹测试，把背心脱下来挂在柱子上也能试，这样不安全。放心吧，詹老，这样测试更直观。突然，炮弹向着徐帆击射而出，爆炸将徐帆覆盖。龙广心脏剧烈跳动。廖徐，要不要再来一发？不用了，老李，测试效果还不错。徐帆迈着步子从烟尘中走出，龙广猛地一颤。这是什么身板？火箭筒都打不坏，是绝境病毒的作用还是战术背心？火箭弹都能防，这功能还小。徐帆走到众人面前，诸位，演示有风险，切勿模仿哈。咱的战术背心效果咋样？还不错吧？小徐，你这个战术背心神秘原理，这简直无法理解，怎么可能做到这种诡异的事情？这科学吗？这个原理其实也简单，其实就是交变电磁感应，有高速贴近的金属就会立刻将金吸附到背心上，您明白了吧？詹老木讷的点点头，眼神里满是迷茫，只听懂不到3成。小徐，你刚才说这个防弹功能只是顺带的小功能，它还有什么功能？总司令，您算是问到重点了，咱们现在就展示一下这个马甲的主要功能，配合浮游天阙，实现快速兵力运输投放的飞升系统。你敢信？小汉宫造出了外星飞船，不仅能让人类飞升上天，更是准备收复龙爪岛。诸位准备好飞升了吗？飞升是什么意思？难会像仙侠电视剧里修行圆满、破碎虚空、白日飞升？那不科学啊！这时徐帆掏出手机，快速点击，霎时苍穹之上，浮游天阙号下方快速打开一道圆形空腔。总司令、卫司令、詹老，我数3、2、1，大家一起点击飞升按钮，一块起飞。起飞是什么意思？不要吓人好不好？准备好，来，将手搭在飞升按钮上，3、2、1，走你！所有人瞬间双脚离地，悬浮腾空，快速拉升。龙广一股冷气倒灌进嗓子眼，匪夷所思，真的就活脱脱的飞了。白日飞升，谁能想到这种事情竟然真的就发生了？一瞬间，众人已经到了100多米的高空，随后来到了空腔面前。小许，这什么情况？总司令放心，浮游天阙首次上人，很多装置都是第一次启动，会慢一点。一道金属撞击声响起，冷光扫过所有人，一道空间通道出现在面前。小许，这是用来做什么的？这是进入浮游天阙号的通道，因为要兼具别的性能，所以运载人数这方面有所欠缺，一次性也就只能运载2万士兵。不过咱运输速度快，多跑2趟就行，是吧，总司令？龙广麻木的点点头。多跑2趟就行。等等，不对，小许，你刚才说一次性运载多少士兵？2万啊，少是少了点，只能先凑合着用了。龙广心中涌起惊涛骇浪，一次性运输2万人，好家伙，不算重型装备的话，这已经是2个师的人马了。收复龙爪岛指日可待啊！走，咱们上去看看。众人冲向了空间通道，进入了驾驶舱。小许，这些金属弹壳是做什么的？这些东西是多功能全息体感综合作战驾驶平台，我叫它弹壳舱。浮游天阙的驾驶员以及副驾驶和作战指挥员等等，都要进入这些弹壳里面工作。徐帆走到一个弹壳舱旁边，将手掌按在弹壳舱表面上。扫描结束，权限等级 SSS， 多功能全息体感综合作战驾驶平台已激活。弹壳缓缓倾斜，打开舱门。光看卖相就知道，这枚弹壳绝对不简单。小徐，好啊，这弹壳舱比现在世界上任何飞行器的座舱都要先进。小徐，这个小孔是用来做什么的？您说那个啊，是空气循环系统。当人坐进去以后，可以通过瞳孔聚焦进行调节，所有操作都可以使用瞳孔距进行更改调节。詹老猛地一愣，这种只存在于理论幻想中的技术，竟然被徐帆做出来了。小徐，主驾舱和这个应该不一样吧？确实有一点点不一样。诸位跟我来。小徐，这应该很难驾驶吧？这个看着唬人，实际上很好学，有新手教程，跟着流程操作一圈，谁都能学会，个把月就能开着随便兜风。小徐，要不是飞一圈吧，也不用飞太远，随便飞一飞就行。徐帆点点头，
行，那总司令和大家先进弹壳舱吧。说罢，徐帆取出手机，打开弹壳舱，众人各自进入了弹壳舱。诸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小许，出发吧。GDD 昆仑引擎能源转化阀打开，霍尔推进器分流槽连接完毕，当前功率85794千瓦，开始加氧，90%、100%。浮游天阙号瞬间飙射而去。咱们现在是加速飞行状态，等会儿靠近目标地点的时候会降低速度，进入隐形状态。小许，咱们这是到哪是飞？就随便去咱们的龙爪岛看看，反正也不远。小许，龙爪岛上的探测手段非常多，咱们再往前恐怕就会被发现。总司令放心，他们的探测手段发现不了咱们。全波阻断逐层开启电离析波模式，光学结晶导流显像开始，冷却阻断层开始液氮气态循环，全波段雷达隐身已开启，光学隐身已开启，热源阻断已完成。小徐，咱们这艘浮游天阙号真的能同步实现视觉、雷达波、热源3方面隐身？是的，还有就是因为采用的是几乎静音的霍尔推进器提供推力，且导流槽位于浮游天阙号的上方，所以基本实现了1马赫以下静音飞行。詹老眼神一片迷茫，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这艘飞船究竟融合了多少黑科技？有了这个，距离收复龙爪岛又迈进了一大步。与此同时，一艘豪华游轮驶入了龙爪岛领海。米郎，现在女王号应该已经进入龙爪岛海域，让雷电之神出动吧。是，将军。夏国人能成为我杰尔姆的垫脚石，既是你们的荣幸，也是你们的不幸。龙爪岛上空，浮游天阙悄无声息地悬浮在半空。弹壳舱内，龙广所在的弹壳舱有了动静。只见龙广总司令掏出了手机，快速接起电话。小许，突发紧急事件，这艘浮游天阙有没有攻击武器？有。威力怎么样？威力凑合。龙广点点头。现在有个紧急情况，约翰国利用女王号游轮做掩护，在龙爪岛海域派出了雷电之神。这架无人机携带了20架微型子机，试图将病毒投放到我国大中型城市。投放病毒、生化武器，之前就听人说过，鹰将在世界各地建造了数百座生化武器实验室。这事情恐怕不光只是约翰国，鹰将肯定也有份。机器人大赛后续发生的航母舰队拦截事件，以及刚不久发生的哈萨国豹2A6劫杀事件，明显都是鹰将和约翰国等西约国家对夏国下的狠手。现在这一手病毒武器就是他们的阴招。确实如此，消息来源于约翰国内政部，非常可靠。小许，我们需要在它靠近到我国边境之前，将之在空中完全击毁，甚至只是击落都不行。浮游天阙能做到吗？报告总司令，完全没问题。浮游天阙有绝对的能力将其彻底摧毁。好，立刻出发。是。连接码已发送，正在连接天刃神之眼，开始信号接入，马上246一体，保密级别 SSS， 成像级别最优，连接完毕。诸位，那东西就在前面，抓稳扶好。鹰豹炸穿长空，浮游天阙向着远空砸去。龙总司令，目标已经进入我攻击范围，给我狠狠地干碎它。是。夏国飞船前往龙爪岛溜达，却碰见约翰国正在投放致命病毒，而飞船一发电离炮，直接将病毒计划彻底破坏。发射口打开，电能1密洛伦兹，电离直径20米，电离炮有效杀伤距离2万米，目标已锁定，可进行超视距打击。浮游天阙汇聚出一个能量光谱，所有人在这一刻都要窒息了。说好的还算凑合，怎么感觉像是终极大杀器？这和弟兄们想的不怎么一样啊！20米宽的金色光柱瞬息之间横亘在苍穹之上。龙爪岛海域，伊丽莎女王号游轮，不愧是雷电之神，只要远离了夏国最新布置的棱晶防御塔，就能轻松避开各种雷达的探测。夏国的防空设施根本就是摆设，在雷电之神面前，夏国就是个瞎子。米郎，怎么了，将军？这次任务必将对夏国造成巨大的打击，我的履历也会再添一笔浓墨重彩，应该会出任约翰国海军第2舰队总司令。到时候你继续跟着我吧。将军，感谢您的栽培，米兰必将誓死效忠于您。吉尔姆点点头。夏国这种层次的对手真的是太弱了。米郎，准备安排返航吧，帮我转接司令部，就说我制定的病毒侵入计划已经……突然，画面中的雷电之神被金光覆盖，吉尔姆面色巨变。刚才那是什么东西？不像是夏国的激光武器啊！不到1秒的时间，约翰国最先进的雷电之神隐身无人机就被干掉了。走，去指挥室。夏国边境上空。金色光柱插向远空，雷电之神无人机寸寸崩解，金光散去，柱状路径中已经空无一物，臭氧层都被击穿了。弹壳舱内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是什么东西？总司令，要不要把伊丽莎女王号也收拾了？小许，你这电离炮劲儿太大，
朝着天上放，一炮打到了外太空。这要是攻击海面目标，会不会动静有一点点大？徐帆拖着下巴点点头。要是用电离炮的话，肯定是稍微大了点。不过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使用场景可能会出现需要静默状态展开攻击，所以咱也开发了悄无声息的攻击手段。总司令要来一发吗？是。启动纳米飞刃，飞行端口激活，纳米丝进入火化模式，父母开始剥离，90%、100%，剥离完毕。纳米飞刃出击。浮游天阙身边浮现无数银色广点，转眼消失在天际。龙爪岛海域指挥室内，任务失败了，奇耻大辱！携带着20架微型无人机的雷电之神被一道金黄色的光柱击毁，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简直匪夷所思。夏国，我杰尔姆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丝。那是什么？窗外一张光网快速通来，整艘伊丽莎女王号被那米飞刃贯穿，船体瞬间破碎。浮游天阙中，龙广彻底绷不住了。堪比航母大小的超级游轮，就这么被离成了格子长条，那都是实打实的钢铁啊！整艘游轮没有一丝反抗的机会，飞刃攻击太猛了。原以为刚才的电离炮已经够惊人，却不想现在的纳米飞刃更是离谱。小许，事情办得很漂亮，这纳米飞刃非常不错，咱们差不多先回夏国吧。徐帆点点头。现在还不是和约翰国、西约组织以及鹰将决战的时候，不过这2天不忙的时候，说什么也得给约翰国整点活，来而不往非礼也。浮游天阙营逐渐消失不见，约翰国庄园中，艾伯伦，你们研发的那东西真的能达到你说的效果？尊敬的首相先生，这次的毒株经过了上百人体实验，研发3年才有的成果，传染力和杀伤力堪比埃博拉，而且它的疫苗配方只掌握在我们手里，等到病毒将夏国彻底搞乱，咱们大可坐收渔翁之利。这时一个下属走过来，俯身在李苏克耳边小声说了2句。李苏克面色猛地一变。首相先生，冒昧的问一下，是这次的行动发生什么事了吗？前往执行任务的吉尔姆将军和女王号游轮完全失联，任务恐怕已经失败了。首相大人，那现在事情有些蹊跷，你暂且先回鹰将。说完，李苏克直接起身离开。夏国第3兵工厂，众人从天空激流而下，降落在地面上。总司令、卫司令、詹老，进里面吧。 4人来到徐帆的办公桌前，詹老一口冷气灌进了嗓子眼。小徐，这些图纸是？这些是浮游天阙的稿纸，也可能掺杂了一些苍龙号列车的设计图。詹老身体一颤，这都是无价之宝，随便哪怕一页放在国际上都能引起科研大地震，但就这么被小徐当废纸随便铺在桌上。小徐，浮游天阙研发的非常成功，要是再制造4艘，大概需要多久能造出来？龙广说完，心中有些忐忑。要是半个月内造出来，那就还好；要是超出半个月，可能会影响到计划。 4艘的话，大概1星期吧。龙广点点头。1星期的话，倒是也多少。1星期，小徐，你说1星期造好4艘浮游天阙，差不多吧。其实要是撸起袖子正经干，3、4天也就差不多搞定了。龙广彻底懵了，这特么是撸不撸袖子的事？3、4天造出浮游天阙这种超级飞船，这真的是人类能办到的事情？ 会不会太离谱了点？小许，不要太勉强，身体才是一切的本钱。魏东人和詹老也非常赞同的点点头。领导放心，咱这身板结实的很。小许，好样的，有你在，咱们夏国何愁不能崛起？收复龙爪岛指日可待。总司令怎么回事？怎么突然这么激动？这其中怕不是有什么误会？总司令您过奖了，功劳在于所有人，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哈哈，你不必自谦。东人，你不是也有项目要谈吗？魏东人愣了一下。对。 小徐，等你忙完了，咱航天军这边也希望与你合作，专为航天军研发一款装备。具体功能的话，要能载人航天，能有些防御能力就行。徐帆点点头。 载人航天不就是能飞到外太空？魏司令，您放心，航天装备的研发制造没问题。好，小徐，那就拜托你了。合作研发的方式还是和你之前一样，你只管设计就行。徐帆点点头。太好了，有了小徐的这句话，那基本就算是稳了。谁不知道小徐出品必属精品？一切谈妥，龙广众人离开了厂房。徐帆拨出了电话：“喂，世运，来了2个大伙，上材料。” 你敢信？小焊工造出了浮游天阙，正常人的体质只有10分，而这个小焊工却有9999分，惊掉众人下巴。次日傍晚，徐帆收到信息：尊敬的神风快递超级客户您好，您的好友有种打死我。
从塔尔国空运的贵重包裹已经运抵中海市，专职派送员正在派送中。是塔尔国的公主玛雅送的礼物吧？先不管了，反正派送员到了几十公里外的卡子那里，就会被士兵拦住，到时候会有专门的士兵把包裹送过来。徐帆来到了138超级厂房。浮游天阙2号制造完毕，浮游天阙3号制造完毕，浮游天阙5号制造完毕。徐帆眼睛一亮，浮游天阙越早完工，就能给驾驶员更多的练习时间，收复龙爪岛的日子或许就能提前。中海空军训练场，100人方阵已整齐地立在当场。战士们，你们之中最终能在第一梯队登上浮游天阙的人也只有50人，剩下的另外50是预备队。突然，地面开始跳动，一道身影从黑枪中激射而出，身影重重地砸在地面上。徐帆从烟雾中走出，嘿嘿，刚才落得有点猛了。这天底下敢这么干的人，恐怕也就小徐了吧，真的是艺高人胆大。小徐，今天不忙吗？有时间帮忙训练？还行吧，这次主要是过来送个货，训练的事估计得下午。送货？天上这大家伙，看来的确是徐帆加班加点制造出来的浮游天阙2号。小徐也真是难为你了，这么短时间就造出第2艘，真是快啊！4艘都造出来了，都搁头顶上飘着了。荣广猛地一惊，抬头看了一眼头顶。小徐，你是说剩下的4艘浮游天阙都造出来了，在哪？都搞定了。徐帆掏出手机，在上面点击2下，电流脉冲声音响起，苍穹之上在炸响。4艘浮游天阙悍然呈现在所有人眼中。小徐真是好样的，完全能想象到你建造这些飞船耗费了多少心血，有多么艰难，难为你了。任何物质或者精神的慰藉都不足以比你小徐的功绩。其实没啥艰难，和之前一样，就正常制造研发什么的，还挺容易的。这能容易了？小徐还是老样子，真的是谦逊到骨子里。小徐，有个关于上将军衔的事儿，咱们去办公室说。行。送货任务完成，徐帆回到了138号超级厂房。基因编辑任务完成，等待命令。徐帆快步进入到实验室中，一颗像极了5味地黄丸的圆滚滚球状物，静静地躺在实验台上。徐帆略作思考后，就叫你恶魔红伞吧。随后又来到139厂房，唐诗韵已经将虚空王座的建造材料送了过来。徐帆深呼吸一口，系统上。超声科技工作台 LV5启动，部署关于虚空王座设计构思读取完毕，信息数据强化修正，气候调控电极测算结束，风力诱导氦闪范围锚定，变形空间重力模拟完毕，红磷机械结构分级测控完成，材料扫描完毕。本次建造消耗50000科技点，预计耗时96小时，开始建造。徐帆给唐诗韵打去电话，诗韵，那啥，再上一批材料吧，做机械器官产线用的。4日测试场。徐帆驾驶飞车降落在地上，从车里出来。小许，这么快就过来了？龙广和王老快步走到徐帆面前。2位领导好。龙广和王老都满意的点头。小许，来的正好，现在正在给战士们测试身体抗压能力。这机器是王老结合机甲等尖端科技理论研发出来的测试舱，你要不要试试？说起来其实也简单，就是利用的你的量子源相控阵雷达工作机理，将目标变成了人，而且只探测人体辐射短波，要不试试？行，那就测一下吧。随后众人来到了机器面前。徐帆好奇地进入了测试舱，舱外，王老和龙广走进了观察室。想看都进来看，瞧瞧你们和小徐的差距。猛子和君子壮着胆子也跟了进去。徐帆肯定90分以上，要是没有这个分数，哥们儿晚上洗所有人的袜子。王老，你怎么看？最后说话这个士兵说的有几分准头，不过还是看最终结果吧。王老深呼吸一口，直接点击了开关。测试值准备完毕，测试舱开始工作，短波探测范围3到30 MHz， 开始探测，离心机开始工作。电弧流声快速响起，徐帆逐渐绕着中心圆柱急速狂飙，王老心跳也跟着加速，呼吸急促。这个是当前测试进度条，现在是1%，到达100%即为结束。中控系统会根据测试者的生命体征以及测试情况进行测试延长以及缩短，测试时间越长，证明最终评分会越高。介绍完进度条，所有瞪大了眼。进度条开始上升，5%、10%、15%。王老，这个读条它是不是坏了啊？不可能，小徐怎么可能这么差？按照这速度，再有不到15秒就结束，这样下来，小徐可能只有不到30分。无数人都懵了。君子看向了猛子，君子，晚上准备好洗袜子，哥们儿的汗脚，不知道你顶不顶得住？猛子抽搐，以徐哥的体魄，怎么可能连30分都没有？读条越来越快，几秒钟已经窜到60%、65%、72%、84%。王老有些抓狂。测试舱中的仪器运行速度分明越来越快，证明测试者正在以极快的速度通过难度逐渐增加的测试。这种情况，按理来说读条应该越来越慢才对，真的是邪门了。一会时间，读条走到了尽头，99%、100%。王老长呼吸一口，
结束了。王老目光看向了徐帆，本应该减速的机器转得更疯了。王老心里瞬间咯噔一下，看向进度条135%、165%，读条画面立刻跳转到徐帆的测试画面。徐帆此刻稳稳地坐在高速狂飙的椅子上，观察室所有人都呆滞了。徐哥做这个测试怎么跟张飞吃豆芽差不多？小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没啥感觉，挺好的。测试完毕，本次测试进度9999%，最终评分9999，评价超出智能系统理解，无法评价。测试舱中的仪器停了下来，王老和龙广都麻木了。我勒个去，我是不是产生幻觉了？徐院士却一人干了9999分，而且这特么只是仪器的极限，根本不是我徐哥的极限啊！快让我拧两下大腿，试试是不是幻觉啊？你怎么不拧自己？这时徐帆走了过来，诸位，刚才测试舱有语音播报说是9999分，这个分应该还行吧？满分是多少？小徐，满分100分，你这个成绩太恐怖了，一言难尽呐。总司令，要是没啥别的事，我就带他们先去飞一圈，帮他们找找飞行的感觉。猛子他们听到这，脸上的表情更加狂热。龙广点点头，行，小徐，那就麻烦你了，让他们去真正的长长见识吧。总司令放心，这次出击，他们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经历，都跟我走。说罢，徐帆领着众人消失在测试大楼。小汉宫造出了神秘药丸，派遣特工前往约翰国执行任务，却遭到直升机围攻。测试大楼外训练场，5艘浮游天阙一字排开，浮游天阙飞枪入口打开，众人进入到船舱里。徐帆自己飞入驾驶室里的主驾舱，启动3D 显影字幕，开始连接主驾画面，视频同步，左右声道同步，连接完毕。诸位，驾驶操作方面其实就是熟能生巧，这个只要利用新手辅导模式多练几遍就能学会。我今天要教导大家的是如何突破人体极限，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就抓稳扶好，出发。声音落地，浮游天阙拔地而起，冲上云霄。飞船内部，一瞬间10多个巨的力道砸在所有人肌肉和骨骼上。诸位，现在就是最关键的时刻，跨过这道坎，你们就会见到不一样的山。荣誉从来就不是人的一切，追求登峰造极才是任何人超越自我的无上阶梯。站吧！士兵们状若癫狂，浮游天阙爆发出更强的加速度。士兵们咬牙做着最后的坚持，瞪着眼珠子发出灵魂的咆哮。兄弟坚持住，徐哥能行，咱们肯定也能行。对，徐哥一个文弱大学生都能做到最好，咱们要是做不到，简直给部队丢人。徐帆再度提速，压力继续暴涨，同时猛子和君子同时爆发一股气浪，成功了！士兵兄弟姐妹们，你们完成了对自己的超越，宁折不屈的毅力让我惊叹，恭喜你们！刚才为什么徐哥说兄弟姐妹呢？兄弟可以理解，哪来的姐妹？猛哥，咱们队伍里有女兵。我还想问你，你小子该不会没板吧？去你的，哥们儿是纯爷们。那是什么情况？难道徐哥说错了？主驾舱，徐帆将浮游天阙快速降低速度，全波阻断图层开启电力吸波模式，光学结晶导流显像开始，冷却阻断层开始液氮气态循环，快速隐匿模式已全部开启。声音结束，现代化城市出现在视线中。这不是约翰国吗？徐哥带咱们来这里做什么？主驾舱中，徐帆左手攥着个小玻璃瓶，拨通了龙广的电话。总司令好，我们溜达到了约翰国上空，其实也没啥大事，就是昨晚研发了一个小玩意，想着要不就给约翰国送下去，看看他们遭不遭得住，您看咋样？同一时间，约翰国首相李苏克召开记者招待会。媒体记者朋友们，夏国破坏了世界和平，我约翰国决定将在半导体、军民两用技术的敏感领域对夏国采取制裁。我再次呼吁，全体西方国家都将夏国企业逐出本国市场，切断夏国一切命脉，将之所谓的科技崛起扼杀在摇篮里。话音落地，现场响起掌声。约翰国上空，浮游天阙悬浮在半空，主驾舱里，小徐，尽管放手去干，别的啥都不用操心，给我狠狠地收拾约翰国。是，总司令，保证完成任务。诸位，你们刚才表现的都很好，不过虽然已经突破一次极限，但是骡子是马，还是得拉出来溜溜。现在有个小任务，可以帮助验证你们的成果，你们要战吗？所有人浑身一震。你们都是好样的，但是这次任务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此去有可能客死他乡，再也回不来。即使这样，你们也愿意去？徐哥，我猛子烂命一条，这辈子的理想就是牺牲在战场上，这样哪怕是到了黄泉之下，阎王爷都得给我点烟，哈哈哈。说得对，士兵的最高荣誉，死后身披国旗，我君子甘愿赴死，算我一个。我龙悠悠也要码个果实。很好，我徐帆果然没有看错你们，我会给你们每人发一颗米粒大小的药丸颗粒，你们需要把它投放到对应的目标地点，记住，完成投放后立刻到指定地点集合。你们总共只有30分钟，30分钟如果没回来，可能就会永远的留在那里。徐帆将药丸
快速的给每人分发一粒。诸位，稍后定位就会发送到你们的特种战术手表上，给你们最后3分钟的准备时间，出击！浮游天阙下方，巨大的圆形豁口快速打开，一道道身影从空腔中射出。约翰国记者会接近尾声，各位媒体记者朋友，夏国对无数国家的毒害，全世界有目共睹。我代表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难民，对诸位表示真挚的感谢，谢谢你们。话音落地，掌声雷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接下来请允许我邀请诸位参加庄园的无公海水果采摘，晚上还有丰富的晚宴，当然精致的小礼物也不会少。与此同时，多尼诺庄园不远处，龙悠悠按照定位要求将小米粒投了进去。任务完成。突然，一个约翰国士兵走了过来。夏国小老鼠，感动一下就打爆你的头！当士兵来到龙悠悠身旁，龙悠悠突然一拳将士兵打飞。龙悠悠长长舒了口气，好险，差点闹出大动静。突然，一颗马格南子弹射来，瞬间贴脸。这时马格南子弹被吸到战术背心上，竟然还有狙击手埋伏，弹役了，可已经敲响，动静很快的会吸引更多的约翰国士兵，必须速战速决。龙悠悠猛地一个翻滚，瞬间消失。欧里谢特，人哪去了？突然身后出现一道身影，狙击手瞬间倒地，龙悠悠转身快速远遁，在丛林中以最快速度狂奔。空中直升机驾驶员暴喝：我已经锁定目标，2号直升机跟上。没过2分钟，龙悠悠来到开阔地，就被2架直升机堵住。没想到自己第一次出任务就会栽在这里。东方人，现在丢掉身上的武器，双手抱头，跪在地上，胆敢反抗，送你去见你们的玉皇大帝。龙悠悠眼神闪过一抹灰暗，再翻过这个山头就到集合地点了，可这么短的距离却成了生与死的间隔，但想让我投降，真是荒唐可笑。夏国人，我倒数3个数，立马跪地，双手抱头，否则将你轰成渣。3、2、1。这时天色突然转黑，小汉宫造出了恶魔红伞包子，布满整个约翰国，竟让约翰国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是蘑菇。一道声音在苍穹炸响：启动龙牙系统 ，AT 立场已叠加，龙牙手套连接完毕，屏蔽黑档电荷作用范围，加1、加2、负1、负2，完成控场。龙悠悠神色一震，好像是他来了。武装直升机中，奥兰多脸色惨白。奥兰多中校，您快看咱们头顶，这是什么东西？一道身影从天而降，2只手掌上戴着半米多宽的钢铁手套，悍然坠落大地。有这个人在，绝对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安全。士兵龙悠悠，跟我归队。是。徐帆身体悍然一跃，向上激射而去。阿奇葩武装直升机中，从天上掉下来，那可以理解为地心引力，可这反重力向上飞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讲点科学？管他是神是鬼，先给他一梭子。2艘直升机快速射向徐帆。哼，在浮游天阙的龙牙立场中，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跪下磕2个头再走。这种被人保护的感觉真的很好。徐帆手臂伸出，子弹头停滞在身前1尺之地，子弹竟然都被定在了半空中。嘿嘿嘿，黑客帝国。远处，徐帆随手一挥，杀内剑，2号武装直升机被无形的力量捏成一颗球体，瞬间爆炸。不远处的阿奇葩武装直升机中，奥兰多人傻了。法克，老子就不信你真的是灭霸！地狱火导弹上，2枚导弹瞬间爆出2道焰浪，直奔徐帆面门。米粒蜘蛛也敢和日月争光！徐帆再次挥拳，2枚地狱火导弹直接湮灭。奥兰多表情突然凝滞，2枚导弹正面击中都炸不死，果然是泰坦新人马。徐帆将手掌对准了直升机，火光顿时淹没直升机。徐帆揽住龙悠悠飞向上方，返回到浮游天阙。是不是哪里受伤了？我没事，没受伤。我刚才就是腿抽筋了，所以才动弹不了。我不是害怕。徐帆点点头，归队吧。是。徐帆看着龙悠悠回到座位，掏出手机给龙广回了个信息：不辱使命，帮总司令这个忙，我都快神经衰弱了。此时多尼诺庄园中正在采摘新鲜水果的记者们有些心神不宁。诸位放心，刚才我就说过了，估计是有人在附近私自打猎，有 SAS 特种部队潜伏守卫在旁边，所有人的安全都有保障。大家接着采摘，接着玩。比苏克的电话就响了。报告首相，咱们的3名 SAS 队员遇害了，而且派出的2架武装直升机也彻底失联。大卫，你在说什么鬼话？ SAS 是精英中的精英，怎么可能遇害？还有2架阿奇葩武装直升机，那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直升机，怎么可能突然消失？你确定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其实刚才接收到了一点断断续续的求救信息，但是说出来怕您不信。是 SAS 部队遭到了灭霸攻击，还使用无限手套捏碎的阿奇葩武装直升机。首相，您是不是有点
点不太相信。李苏克脸色黑成了锅底。听听，这说的是人话，把我这个首相当弱智癌耍着玩，智商按在地上摩擦。大卫，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信不信我现在就送你上军事法庭？首相，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您要是不信，我把接收到的最完整的一句信息给您发送过去。李苏克猛地皱眉。好，你现在就发。随后李苏克看完大卫发过来的信息，彻底变了脸色。妖兽了，真的是灭霸攻打地球，简直离了个谱。这时一个记者听到了对话内容，直接开启了直播。震惊！约翰国遭到灭霸袭击，人类该何去何从？没过2分钟，约翰国遭到灭霸入侵的消息席卷全球。八卦假新闻标题党，镜头里的人不就是约翰国首相李苏克？这时助手来到李苏克身边说了2句，李苏克神色一愣，这些记者吃我的，拿我的，现在这个节骨眼上竟然背后拆台，把事情捅大了。李苏克压下心中怒火。媒体记者朋友们，其实事情只是个熊孩子的恶作剧，希望大家不要小题大做，哪有什么灭霸外星人？今天的采摘活动就到这里吧，下次有机会再邀请诸位过来。难道真的是熊孩子捣乱？哇哟，天哪，好大的蘑菇！不远处响起惊呼声，李苏克猛地一怔，这又是什么情况？众人赶忙来到庄园外，一株2米多高的蘑菇矗立在地上，附近还呆呆地蹲着2个中年男人。李苏克懵了，的确是好大的蘑菇，而且旁边蹲着的那2个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卧槽，蘑菇旁边蹲着的人，不就是刚才和他通话的大卫？赶忙取出手机拨通大卫的电话。喂，你好，你找谁？大卫，你小子搞什么鬼？什么大卫？我是一只蘑菇。李苏克怒火上涨。大卫，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现在马上带着你的兵回来给我解释一切，否则我现在就撤你的职。蘑菇怎么可能会挪动位置？电话挂断，李苏克在抽搐。反了，真的是反了！耗子不发猫，当我是病危。这时大卫身边2米高的蘑菇突然爆炸，铺天盖地的白色粉尘掀起10多米高的烟雾浪潮，排山倒海般呼啸而来。看这里，这白雾不对劲。大家都是蘑菇，跑什么？就是蘑菇又没长腿。直播间镜头被茫茫白色覆盖，整个庄园再也没有一点声音。没过多久，土地上一些红伞伞白杆杆探出了头。Yasu啊，入侵的球的不是灭霸，是外星包子，一星蘑菇。快跑啊！离开约翰国，否则要变蘑菇了。约翰国生化应急处理部，我研究了半辈子生化武器，愣是没见过这种情况，得立马把首相从庄园里救出来。命令生化应急特战小组立刻出动，务必在半小时内将李苏克首相救出。本次行动命名拯救老 A。与此同时，高卢国科马龙也在第一时间采取紧急措施。最后，科马龙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喂，大哥，我是小马，您那边是不是最近有什么针对约翰国的小活动？随便练练兵而已，不用大惊小怪。你那边跟着别人做样子就行，继续潜伏，别被看出来了。好嘞，哥，明白。你敢信这个刚露头的蘑菇竟发生了300级大爆炸？而爆炸之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个蘑菇。事情爆发半个小时后，徐哥，刚开始那些爆炸的蘑菇都是我们埋进去的那些个小黑粒长成的吗？没错，那个东西是我培育的转基因蛤蟆菌的包芽粒，你也可以叫它恶魔红伞埋。进入土壤里，能在10分钟内长大到2米多高，内部压力到达极限，发生小规模气爆。原来是这样，所以才释放出那么多的烟雾。实际上那个不能叫烟雾，其实都是恶魔红伞的白色孢子。经过转基因后，孢子的数量过于巨大，爆发到空气中后，会与空气中的水凝胶粘结到一起，飘荡在离地10米以内的半空中，看着确实像白色烟雾。多尼诺庄园，约翰的生化应急特战小组抵达了庄园，马上抵达目标点，全都提高警惕，四周有可能会出现类似异形一样的东西，只要一出现，就给我打烂它。众人继续前行，一道人形黑影出现在前方，比尔来到人影身旁。你好，你在这蹲着做什么？我在这生长啊，你在这做什么？比尔一瞬间脑门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光天化日的，竟然说出这么骇人听闻的话！我和你一样，也在生长，我真他妈机灵！不管你是什么，老子和你一样，你不可能攻击同类吧？记者听到比尔的话，面色瞬间一喜，嘴角咧到了耳根。你也是蘑菇啊！比尔面色猛地一僵，一股凉意顺着脚底板直奔大脑皮层。比尔眼神逐渐变得有些迷茫。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也应该蹲在地上生长？他用力甩甩头，继续向前推进。没走2步，前线面出一株超大蘑菇，一个熟悉的面孔正蹲在蘑菇旁边。报告哈巴斯部长，发现李苏克首相踪迹，即将开始展开救援转移。马上开始救援，注意首相安全。是。随后比尔来到了李苏克身旁。千万别大声说话。比尔点头表示认同。我大哥在睡觉，你大声说话就把他吵醒了。
比尔猛地一惊，我3年前就听说过李苏克的大哥死于空难，现在正在睡觉是什么意思？亲娘嘞，你别吓我，您的大哥现在在哪？就在我旁边啊，这不就是？比尔顺着李苏克的目光看向旁边，头皮疯狂的震动。李苏克说的大哥，竟然就是旁边2米多高的蘑菇。李苏克首相，我们是生化应急特种作战小组，现在对您实施营救，得罪了。比尔抓住李苏克胳膊，就要把李苏克拽起来。你们要干什么？大家都是蘑菇，何必手足相残？蘑菇不能国度未战，根儿要翻。比尔和另外7名队员全都一愣，表情逐渐迷茫。对呀，咱们都是蘑菇，不能动。队员全都蹲了下。咱们赶快光合作用吧。其余人无比赞同的点点头。庄园再次陷入了寂静，旁边的手机镜头将这一切都直播到了世界网络。Oh my god！ 本以为是外星病毒 routine， now 了半天是超级魔力魔步 routine 实验室事件。完了，我们所有人都要变成蘑菇了。同时，约翰国生化应急处理部部长哈巴斯看着庄园的一举一动，拯救老 A 行动失败了。要是再不把人救回来，恐怕约翰国要有大乱了。想要成功救援，根本没那么容易，得从长计议。多尼诺庄园上空，浮游天阙内，龙悠悠好奇地盯着画面。徐哥，要不要现在下去把李苏克那只鹰将的家犬抓起来？他这么一说，周围人眼睛都冒出了金光。猛子，你现在下去，不怕也变成蘑菇？猛子瞬间一愣，徐帆哈哈一笑。其实恶魔红伞的孢子产生的致幻效果对咱们没有效果，而且这种孢子一旦离开约翰国所在的经纬度，它就会自然消亡。不过李苏克这种小角色，用不着你们下去抓捕，毁掉约翰国的根基才是最有效的行动。难道说还有大的？万众瞩目中，无数个蘑菇的红伞突然炸裂，雾气疯狂翻涌，向着四周急速扩散。哈巴斯冲出房门，快备车去机场，马上出国！这种节骨眼还管什么阿猫阿狗？先跑了再说，没谁会愿意变成蘑菇。高卢国总统科马龙，兄弟姐妹们，今日我高卢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为了咱们高卢国的安危，我决定，但凡是约翰国过来的飞机，如果强行降落，直接使用地空导弹当场击毁，无需请示。这场病毒战争，高卢国必胜。1个时辰后，烟雾彻底将约翰国变成了云海国度。哈巴斯乘坐飞机绕着整个西方飞了一圈，硬是没找到允许降落的机场。高卢国平日里号称什么兄弟国家，这种时候背后捅刀子，真不是东西。还有日耳曼，绝对是蓄意报复。咱们的飞机要不是跑得快，他们就真的要发射防空导弹了。刚才导弹发射口都打开了，火控雷达已经将咱们锁定。有人信？没人信，太狠了。几分钟后，马巴斯叹息一声，鹰将也不管咱们，现在只能回到约翰国想办法找机场降落了。所有人听到这话，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多尼诺庄园上空，徐哥，这些白雾会持续多久？现在恶魔红伞已经重复扩散5次，之后不会再扩散了，也不会有巨型蘑菇长出来，它们会以正常蘑菇的大小生长，成为蚂蚱的食物。那约翰国人一直都会觉得自己是蘑菇吗？当然不会，这种效果只能持续1天，1天之后，人体的免疫系统会识别出孢子在体内的寄生，开始清除体内的异物，同时他们所有人都会恢复意识。不过这个清除的异物的过程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痛苦。按经验来说，徐哥说的一点点可能不是字面意思那么简单。诸位，咱们差不多也该返程了。万米高空，浮游天阙高速疾驰。另外一边，一架商务专机在约翰国铁塔机场派遣了13群人。座舱中，哈巴斯和基里他们脑子都转晕了。飞机马上就没油，再不降落死路一条。他们已经决定拼一把。飞机缓缓下落，有惊无险的停下。包子很快钻入到机舱里。机长，你怎么了？我在光合作用。副机长眼神也变得迷茫。那我也光合作用。驾驶舱、客舱都陷入了安静，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就是一株蘑菇。你敢信？你随手造出的小玩意，竟引得2国公主送来大礼。你打开一看，顿时哈喇子直流。徐帆带着士兵回到中海空军训练场，安顿了几句就原地解散。今天下午的训练量有点大，晚上早点休息吧。徐哥，徐帆没有多说，径直离开，回到了139厂房，收到个信息，点开看了一眼，发信人是恶龙咆哮。这不是莉莉丝吗？徐帆带着疑惑点开聊天栏。徐哥，我也给你定做了个小礼物呢，明天就到了，记得要查收哦。徐帆突然想起来，前几天还收到过塔尔国玛雅公主发来的礼物，不过放到136厂房就没再管过。
怎么莉莉丝也不远万里的送礼物，这都没法拒绝，已经快到了，也不可能再邮回去。徐帆暂且回复个谢谢的表情，决定等明天不忙了再过去拆玛雅的礼物。这个夜晚并不平静，西方国家各大商超的食物饮料全都被清空货架，药店所有药品都被抢购一空。夏国起初也是人心惶惶，但这个时候局座的账号更新了一条短视频。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局座。约翰国蘑菇事件，我已经做过细致的调查，蘑菇真菌即使传播到夏国，也会自然死亡，无法存活，而且咱们已经采取了严格的熔断措施，做到了万无一失，大家和往常一样，照常生活就行。这个辟谣给所有人吃下了定心丸。鹰将水晶宫，副总统哈里看向旁边的女秘书达丽娜，查清楚了。副总统先生，已经确定这次的蘑菇病毒和咱们的 S 计划并没有任何关系，并不是实验室泄露或者计划暴露。根据属下分析，很有可能就是夏国在背后搞鬼。前几天咱们的实验室诞生了一种附属病毒，李苏克那个蠢货急着对夏国投放，任务莫名其妙的失败，执行任务的人全都人间蒸发。事情到此为止，不用查了。当务之急，加速推进 S 计划，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是。夏国第3兵工厂设计了一款便携式火箭筒吧？系统开干。超神科技工作台 LV 要启动。次日，徐帆将玛雅寄的包裹带回了厂房。这东西看着只有1米高，是真的重啊！刚把包裹带到138厂房，手机就收到一条信息。尊敬的龙峰快递超级客户您好，您的好友恶龙咆哮，从大户预送的贵重包裹已经抵达中海市，转职派送员正在派送中。莉莉丝的礼物也到了，估计等下就会有士兵送过来。徐帆开始拆玛雅送的包裹。金光璀璨的鎏金降天机甲呈现在眼前，释放着惊人的土豪气息。好家伙，这就是玛雅嘴里说的小礼物。卡尔真不愧是和大户一样的土豪，这礼物真的是过于浮夸。就在这时，一辆大型叉车缓缓驶到厂房。徐哥，这是您刚到的包裹。徐帆看着巨大的集装箱，脑子嗡嗡作响。干什么？说好的包裹送进来个集装箱是什么意思？我读书少，你别骗我，这东西叫包裹。徐帆饶是见识过大场面的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画面给震惊到。行吧，放地上就行。士兵将包裹放好，快速离开。徐帆深呼吸一口，上前打开了集装箱，金色光芒将四周染成了金黄色，纯 24K， 好刺眼。徐帆狠狠地倒吸口冷气。徐帆上下打量，大户真不是白叫的，穷奢极欲不外乎如是，绚烂、瑰丽、无价。徐帆将集装箱暂且存放进了空闲库房。礼物的事情处理完，便携式火箭筒制造完成，反坦克地雷制造完成，迷你无人机制造完成。徐帆取出手机，拨通了龙广的电话。总司令，您安排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万里之外，狗大户皇宫，拉普国王语重心长。莉莉丝，这次派你出使夏国军贸采购，关乎咱们狗大户未来100年甚至1000年的发展大计，咱们必须牢牢地焊死在夏国的大腿上。父王教给你的核心诀窍就是一句话：不买对的，只买贵的。哈马德那只老狐狸派出了他最得意的玛雅公主和咱们竞争，抢夺咱们的大腿挂件位置。达乌提，让你准备的军购资金准备好了吗？达乌提眼神略微有些茫然。不买对的，只买贵的，是不是哪里有点不对劲？达乌提，臣下在，回陛下，1000亿美刀都准备好了，还有2000亿储备资金，随时应对突发状况。很好，这次你和莉莉丝一起出使，一切大小事宜全部由莉莉丝做主，听懂了吗？遵命，陛下。莉莉丝，父王刚才的话你都听懂了吧？懂啦，您的意思就是使劲把3000亿花光光，在花钱这方面将玛雅彻底击败。旁边的达乌提脑门上写满了问号。公主殿下的理解能力真的是叹为观止，甘拜下风。哈哈哈，说的都对，咱们狗大户的未来就全系在你身上了。时间差不多了，你们现在就出发吧。我一定不会让父王失望的，这次说什么也要把这3000亿花出去。塔尔国皇宫国王哈马德正襟危坐。玛雅，父王刚才和你说的话都理解了吧？父王，女儿都明白，您的意思是，不管夏国卖的是啥，都要不管3721购买。咱们的目标是把钱1毛不剩的全砸出去。哈马德赞赏的点点头。不愧是我最聪明美丽的女儿，咱们塔尔国能否真正的抱紧夏国大腿？成败在此一举。魏父给你准备了1000万美刀的军购费用，以及2000万后备资金，一定要全部砸出去。在花钱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输给狗大户的莉莉丝公主。父王，我绝不会输，这次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不能输给莉莉丝。父王，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出发。但父王等你凯旋。玛雅转身走出大殿，哈马德看着玛雅离开的背影，自言自语：玛雅，我塔尔国今后100年国运就寄托在你身上了。两国公主前往夏国，飞机却突发故障，小汉宫立即就立成功解决危机，众人皆是大喊。
不多时，玛雅和内务大臣罗西乘坐加长款劳斯莱斯赶往机场。刚要上飞机，玛雅点开屏幕，就看到是恶龙咆哮发来的照片。玛雅闪过一抹疑惑，点开图片，所有的图片都打了马赛克，只露出金灿灿的颜色。为什么要打码？玛雅发送了一个问号。玛雅，这是我送给徐哥的礼物，他非常喜欢呢。想知道我送了什么吗？偏不告诉你，那是我们2个人的秘密，羡慕也没用。略。臭妹妹真小气呢。玛雅，你该不会还在看手机？没上飞机吧？我已经出发了哟，肯定比你先到。徐哥真好，现在他是我的啦。字里行间的那份得意，简直要从屏幕里溢出来。玛雅心头猛地一颤，这个莉莉丝那么单纯的人，怎么变得狡诈了？而且在飞机上发信息，不要命了。玛雅快速登机。师傅，麻烦快点，咱们赶时间。飞行员听到公主这话，瞬间一愣。殿下，您怕不是早上起床起猛了吧？这话听着怎么感觉像是在打出租车？罗西心中忐忑不安。这次的出使任务是军购，派出玛雅公主真的能行吗？但愿公主殿下去了夏国以后别做出什么奇怪的事情，只要正常的进行军购。飞机快速拉升，直冲云霄。另外一边，大副的飞机已经在云之上高速疾驰，莉莉丝一直在催促机长加速。达乌提一个劲的捏眉心，这次去夏国，怕不是要出什么大的幺蛾子。而此时2国公主前来的消息已经传递到了夏国外事部。龙广略作思考，决定让徐帆全权负责这次的军售接待事宜，派来罗宾辅助。干脆就在中海国际机场碰头，正好一起接机。徐帆车刚停下，罗宾也紧跟着到来。小徐，你这车是真快，兵工厂到这里怎么着也有100公里，刚才打电话还在兵工厂，这才不到15分钟就赶过来了。我前阵子没事把车改装了一下，比一般的车快一点。我信你个鬼，那是快一点吗？对了，小徐，这次军售的武器样品以及模拟战场的测试场地都安排好了吗？徐帆愣了一下，模拟战场，把模拟2个字去掉它不香吗？应该算是都准备好了吧。话音刚落，一架飞机缓缓降落，4名保镖率先下来立在左右两侧，紧跟着便是达乌提、莉莉丝。徐哥，徐帆上前2步。莉莉丝，欢迎来到夏国。上次你走得太快，本来我想好好送送你的。徐帆回想起来，当时的确实是事情多，走得有点急，没打招呼，的确有点不太合适。任务紧急，只能匆匆离开。略微俯身，伸手在莉莉丝的小脸上捏了捏。行了，一会儿测试装备的时候，带你好好玩玩，很刺激的那种。达乌提罗宾神经猛地一紧，好家伙，对方是狗大户史上最受宠爱的小公主，寻常人别说碰，多看几眼都不行，你直接上手捏人脸蛋，搞不好会引发国际争端啊！达乌提猛地倒吸一口冷气。曾经有人对公主伸出了咸猪手，哪怕最后什么都没碰到，也是被拉普国王灭了那只手。这位徐院士是不是有点过于胆大妄为了？莉莉丝公主搞不好要发怒啊！那行，但是说好了哦，不准像上次那样偷跑，不准耍赖皮。徐帆笑着点头保证，众人眼神中满是迷茫。剧情是不是哪里不太对？按理说徐帆和小公主也没见过几面，怎么会这么熟？公主殿下，您的高傲呢？您蔑视一切的傲娇呢？怎么说没就没了？您是尊贵的公主殿下，能不能矜持点？这时头顶上响起一道沉闷的回音。塔尔国的朋友也到了。一架飞机缓缓降落，逐渐的贴近跑道。就在这时，警报！警报！1号起落架伸缩杆故障，前轮无法弹出。机长倒吸口冷气，表情霎时变得惨白。前轮无法弹出，一旦机头与混凝土地面直接接触摩擦，必然会导致飞机炸毁。怎么回事？为什么起落架会出现故障？复飞失败，完了！机场中，罗宾他们一直关注着飞机降落，一切看似没有任何问题。后轮已经出来了，为什么前轮还没出来？他的话让所有人心头一震，罗宾瞬间面色大变。糟糕，前轮故障，出大事了！旁边的莉莉丝被罗宾的话吓到了，眼泪差点流出来。他们2人在鹰将留学的时候是同学，也是好闺蜜。她不想看到玛雅有3长2短。莉莉丝下意识的想要躲到徐帆身后，扭头一看，哎，徐哥哪去了？刚才还站在旁边的徐帆突然就不见了。就在这时，一道狂暴的声音炸响，徐帆驾驶越野车激射而出，向着飞机冲去。莉莉丝冒出无数个问号，徐哥这是要干什么？飞机一旦爆炸，靠近的所有人都会遭殃的呀。罗宾身体一颤，越野车毕竟不是机甲，这个节骨眼上又能帮得上什么？千万别把自己也搭进去了。与此同时，越野车侧飘到了机头正下方。不好，小徐这时要拿他的越野车给飞机当前轮，数十吨的重量砸下去，区一辆越野车瞬间就会散架，然后砸进地底。徐院士太冲动了，鲁莽了，完了！尊敬的玛雅公主，罗西部长，飞机起落架故障，大家即将十死无生。然而，下方出现了一辆越野车，要用自己最充当飞机前轮。
帮助飞机安稳着陆。刚才出现的越野车竟是来救我们的，驾驶员会是谁？他透过窗户看向远处人群，徐帆不在，玛雅呼吸变得更加急促。越野车的驾驶员是那个男人，是徐帆。他为什么要舍命救我们？他是夏国崛起的希望，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璀璨的明珠，超越牛顿、爱因斯坦的神一般的少年。对于他来说，值得吗？飞机后轮着地的瞬间，机头下方也跟着砸在了越野车的车顶，但机头与车顶产生的反冲力，将飞机头部撞得飞翘起来，逐渐上扬。突然，徐帆探出身子，一把将手臂插入到机头下方的铁皮中。远处罗宾嘴巴张大，说不出话来。莉莉丝眼眸闪烁着星光。徐哥好帅呀！徐哥那么厉害，一定不会有事的。玛雅也一定会得救。这个世界只有他才能做到这种事。这个世界太疯狂了，真的有超人。飞机逐渐减速停下，好像真的能活下去了。徐哥，他救了我们的命，真的得救了。玛雅深呼吸一口，终于要见面了啊！上集说到小汉宫徒手接触飞机后，与众人一起迎接两国公主。随着飞机安全着陆，众人来到了飞机面前。塔尔国公主和大臣倘若在夏国出事，鹰将必然会利用这个事件制造舆论风波。好在徐帆胆大心细，挽救了一场灾难。果然不愧是我徐哥，也只有我徐哥能做到这种事情。玛雅也不用死了，真好呀！这时，玛雅两人下了飞机，徐帆和罗宾往前迎了2步。诸位贵客受惊了，没造成人员伤亡吧？罗宾叔叔，我们都没事，谢谢您。罗宾，我的好朋友，差点就见不到你了。的确，罗西，刚才太危险了。徐哥，总算见到你了。你好，玛雅。徐哥，刚才驾驶越野车的人一定就是你，对吗？徐帆点点头。当然，我那车现在改装的乱七八糟，一般人还真开不了。多谢，举手之劳，不用放在心上。其实真的没费多大事儿，也就是把车挪了个地方。开车把飞机拖住，叫做挪了个车，不愧是天才，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咱们普通人就是不一样。沉稳内敛，阳光帅气，精彩绝艳，舍己为人，很难想象这些品质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两位公主殿下，要不先回酒店用餐，稍作休息，下午再参观这次军售装备。徐哥，你平时在什么地方吃饭？我在基地和部队的兄弟们吃大锅饭。大锅饭是什么呀？我也想吃，咱们去吃大锅饭吧。我也想吃大锅饭啊！徐帆捏了捏眉心，这俩小傻瓜是不是被刚才的事件吓傻了？星级酒店的顶级奢华午餐不吃，你俩要吃大锅饭，细皮嫩肉，娇生惯养的。平时在皇宫里吃东西，肯定挑肥拣瘦，能吃得惯吗？那行，那咱走吧。我的越野和罗首长的轿车，你们自己选。徐院士，你的车不是刚被压过，应该不能跑了吧？不用拉去修一修。用不着，我那车皮实得很，飞机爆炸了都不会有事。这说的什么话？是不是有点过于离谱了？能拖住飞机的确够强，但要说能抗住飞机爆炸，确实有点夸大了。罗西和达乌提都想着要公主殿下坐罗首长的车，怕车再出什么问题。玛雅哪去了？莉莉丝呢？玛雅，你别跟我抢，副驾是我的。好啊，臭妹妹，能坐上就是你的。现在我跑得可快了，你肯定没我快。徐帆也走过来了。二位系好安全带，抓稳扶好，咱们差不多也该动身上路了。车身激射而出，莉莉丝一愣，前方是一堵3米高墙。徐哥，你要做什么？说好的动身上路，究竟要上什么路？玛雅也破防了，刚躲过空难，现在又要经历车祸，这怕不是要上黄泉路吧？完了！可控核聚变昆仑引擎转接完毕，空域姿态调节系统启动，矢量喷口打开，归0号战车出击。越野车猛地冲天而起，明明坐的是一辆车，可它却在天上飞，这根本就不科学。爱因斯坦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难道我在做梦？还没睡醒。越野车向着天际狠狠地灌射。坐在后排的罗西破声惊呼：不好，有爆炸，恐怖袭击，快救公主，快啊！你们怎么了？你们……罗西，不是爆炸，冷静点，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公主他们的车，客们的上天了。罗西将头探出车窗，就看到越野车直冲天际。这哪是车，明明是宇宙飞船，怪不得能顶住飞机。就这凶悍的气势，超大型陨石坠入地球了，它都能给顶回去，区飞机又算什么东西？莉莉丝、玛雅，你们还好吧？徐哥，我还好。刚才玛雅吓得快哭出来了，我亲眼看见。我也没事，谢谢徐哥关心。臭妹妹，你真的看见了？你要是真的看见了，那就说明你是眼睛歪到了后脑勺，否则你坐在副驾上怎么能看到后排的事情？不对，我刚才扭头看到了。哼，徐哥，你的这辆越野车好开吗？对你来说应该算是好开，你对赛博坦克的操控系统熟练，很容易上手。怎么想试试？
想好，两人换过座位。莉莉丝把中控上的红色拨片拨到上面，就会取消自动驾驶，别的都和赛博坦克大同小异。你试一下就知道了。安安，我这就试试。莉莉丝竟然真的敢驾驶这辆越野车。莉莉丝猛地一脚踩在了油门上，车辆窜了出去。同一时间，约翰国多尼诺庄园，李苏克逐渐恢复意识，目光扫过四周，草地上结满了红蘑菇。李苏克回到了庄园中，靠在柔软的沙发上。这种真菌太恐怖了，夏国人，你们绝不会有好下场。先生，您怎么这么确定就是夏国所为？难道没有可能是一个意外事件吗？天底下没有这么巧的事。不过我约翰国这次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也就死了点人而已。接下来我会让夏国知道什么叫恐。李苏克肚子一阵搅动，飞快地奔向了卫生间。整个约翰国的人集体窜稀。高卢国总统科马隆当看到约翰国人全都开始窜稀后，嘴角勾起个弧度。果然被大哥说中了。昨天就让你开足马力建造的纸屑药工厂进展如何？有机电狂魔指导，已经全面竣工，开始试产，今天傍晚就能将第一批纸屑药生产出来。很好，不要怕滞销，将产能开到最大。约翰国这次窜稀至少会持续10年。约翰国，你们的国家不错，很快它就是我们的了。这时，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停在了夏国兵工厂门口。罗宾取出手机拨通了徐帆的电话。罗首长，我看见你们了，稍等一下哈，我们马上就到。小汉宫打造出了科技帝国，竟引得外国前来购买。这时，一道嗡鸣声在天际炸响，三人齐刷刷的后退一步，一辆越野车从天而降，瞬间落地，车头紧紧的嵌入到水泥地里面。这是小徐开的那辆越野车。罗宾众人冲了上去。小徐，徐帆是夏国的擎天脊梁，一旦出事，等同于天塌，整个夏国都要剧烈震动。三人从车里出来。马野，瞧你干的好事。我也不想的啊，那我把自己赔给徐哥还不行吗？徐哥才不稀罕你，徐哥肯定就喜欢我这样的。徐哥就喜欢我这样的。老达，你们小公主说的话是不是太露骨了？差点什么话都说出来，你不从旁劝谏的点。哎，朗西，这叫什么话？你家小公主说的内容更劲爆，你都不劝谏，好意思说我？这时，李国忠冲了出来。国忠，把车想办法拖出来吧。去，老徐平日里开车飞天遁的不当人，今天怎么栽了？得下次吃饭的时候有乐子聊了。小徐，咱们要不先进里面吧？徐帆点点头，众人一拥而入。徐哥，你真的喜欢那种的？当然，徐哥就喜欢这种的。这俩人真的是不能同时出现啊！这时，达乌提身形猛地一顿。老达，怎么了？我好像看到了科技世界的机甲，还有卫星，很强。诸位且听我瞎编啊！多解释一下，其实这种现象也很好理解，就是光的折射原理。光线通过小孔的时候，会将小孔中的一些蚊虫轮廓放大，散射到空气中，使人出现视觉错乱。达乌提脑门上写满了问号。小孔成像我听说过，没听说过这么成像的。这厂房几年前还在存放农用拖拉机，现在就是在空着，里面什么都没有，没啥好看的。走吧，咱们快到了。达乌提发出了信息：尊敬的拉普陛下，情况有变，得加钱，请求追加2万EZ 钞作为采购储备资金。罗西也发出了信息：陛下，事情出乎预料，此次军购重要性再次增加，请求增加2万EZ 军购储备资金。小徐，这就是本次军售装备所在地了吧？已经都布置好了，诸位请吧。众人进入了厂房内，一道红光将莉莉丝扫描，一个半透明虚拟人影出现在眼前。这是什么东西？所有人都紧盯着这个20厘米高的虚拟小人。尊敬的莉莉丝公主，你好，我是1号展台的人工智能售货员，我叫小红。你有什么购买问题，可以随意询问我。在这个展台，我就是您的私人助理。莉莉丝脸上写满了震惊。人工智能虚拟投影，这生化危机红皇后，科幻片里面才有的东西都被徐哥造出来了，真不愧是徐哥研发的东西，就连人工智能虚拟投影都只配当个售货员。小红，你能简单介绍下这个展台的物品吗？当然了，我的公主殿下。小红点点头，摆出个请看的姿势，看向旁边摆放的物件，是个反坦克地雷。亲，1号展台的物品名为智能追踪地雷，拥有敌我识别能力，能对目标进行追踪拦截，触发延迟0.01秒，爆炸有效杀伤半径1公里，是上阵杀敌歼灭敌军的利器。莉莉丝俏脸有点猛，这地雷和智能追踪都能组合到一块，绝对不一般。那这款地雷怎么卖？亲，我们这款地雷原价1000万，今天正值718大促，您又是老客户，可以给您打8。等下，不要优惠，原价。人工智能小红顿时一愣，这哪是买地雷，买的是人情世故吧？尊敬的莉莉丝公主，我们还为您定制了专门的买赠活动，买购100枚赠送。不好意思，再打断一下，这次军展总共销售多少枚这个地雷？1000枚。我买1000枚，不要赠送。还有这圈栏杆以及栏杆里面的所有东西，包括你和展台，我全要了。
莉莉丝说拿出一张黑卡，再刷卡吧。人类好可怕，量子超算都算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交易要求？我就是个小人工智能，容易吗我？带脑子了吗？正常人谁会这么办事？小猴你好，我也想买这款地雷。亲，不好意思，我每次只能接待1名客户，而且我已被莉莉丝殿下合法购买，请恕我无法为您服务。红外光线扫过莉莉丝的黑卡，直接进行了刷卡扣额。玛雅快步走西昂2号展台，感应系统瞬间扫描完成，一个和玛雅一样的半透明小人悬浮在展台上。尊敬的玛雅公主，我叫小紫，等会儿，小紫，咱们节省时间。这个看着像防弹衣的展品，你卖多少我就买多少，全要。而且这个展台里所有的东西，包括你，我都买了。对了，还有这个围栏。玛雅也掏出了黑卡，什么优惠赠送的都不要，怎么贵怎么来，快点刷卡吧。小紫快速刷卡。这时罗宾他们也到了2号展台跟前。人工智能售货员你好，这是防弹衣吗？能不能介绍下？您好，我已经被玛雅公主购买，现在属于玛雅公主的私人物品，很抱歉无法对您的提问做出任何回答。达乌提部长，这东西名叫战术背心，的确有很强的防弹能力。我们夏国军队已经开始大规模列装，等会儿我会送诸位每人1件。达乌提人瞬间傻了，这东西也是您研发的？对，这个其实才研发出来不久，效果还凑合，要是和另外一个大型装备配合使用，那用处就更大了。达乌提神经猛地一蹦，大型装备，这件战术背心已经开始列装，在夏国是配合大型装备使用的。在徐帆这位天才都能看得上眼的大型装备，那该是什么样的超级科技？那徐院士，您说的大型装备，咱们能否有幸远远的观望一眼？您放心，就一眼，绝不多看。瞧您说的，又不是什么大事，看一眼算什么？等会儿演示装备功能，咱们直接做那东西去演示场地。达乌提眼睛猛爆出一团金光，所有东西购买完事后，莉莉丝看向了脚下的扫地机器人。徐哥，这个扫地机器人卖不卖？卖，头顶1块布，全球我最富 Q， 实至名归。徐哥，刷卡吧。相信2国贵客已经购买到了心仪的装备，接下来咱们进行户外操作演示。小徐，户外测试场准备好了吧？都安排妥了，我还向上头申请了专门的运载工具，等下直接一次性把咱们载过去。罗宾点点头，徐帆手机也收到了信息，咱们的运载工具到了，驾驶员就在外面，要不现在就出发？现在就能去测试场吗？太好了！徐帆从旁边取出6件战术背心，分给每人1件，大家各自往身上穿戴属于自己。臭妹妹，你穿着不紧吗？没有啊，我感觉很合身，就属你毛病多。丢，我忘记了，你比较小，我比你的大，所有有点紧。莉莉丝瞬间定住了。你胡说，你的肯定是假的。玛雅，这个战术背心侧面卡扣有不同的调节卡点，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调节松紧。一伙人来到大门口，徐院士，特种空勤大队3组集合完毕，请您指示。按计划执行。是。走吧，咱们先进运兵船，其他的交给龙悠悠他们。徐哥，咋不走啦？咱们到了。玛雅愣了一下，这里别说船，连车都没有一辆，怎么到？徐帆出手机，点击了启动按键。无忧天去解除休眠模式，开始自检，动力系统正常，龙牙模组正常，电力炮正常，纳米飞刃正常，自检完毕，打开飞升舱，全系 SSS， 允许进入。声音刚结束，一连串的钢铁部件撞击声在苍穹炸响，天空之上出现一个黑点，快速扩大，悬停在100米高空。莉莉丝脸上写满了震惊，这哪是船，明明是个黑洞。徐哥，你造了一个黑洞，就是个普通的入口而已，咱们进去吧。大家看，战术马甲的右下角有3个按钮，其中有一个写着飞升2字，我喊3、2、1，咱们一起飞升。飞升是什么意思啊？咱们想跟上飞升去见上帝吗？不去行不？我还不想芭比靠啊，以后再也不敢 SS 了。3、2、1，走你！众人双脚瞬间离地，身体仿佛炮弹般向着上方激射而出，笔直的冲入了黑腔，进入了飞船内部。这哪是什么黑洞，根本就是一艘银河战舰的舰副。达乌提人妈了，说好的运兵船，这他妈明明是一艘外星飞船，真相大白了，外星飞船也是船，天才的大脑和咱们就是不一样啊，真有道理啊。徐院士，这个就是您说的运兵船，大型装备。徐帆点点头，咱这船咋样？够不够大型？运兵的话，是不是能运很多？够大型，这一船下去，至少也能运送上万人，太牛了。走，估计龙悠悠他们快把所有需要演示的装备带上来了。按理说去个普通的户外军事武器测试场，坐车几分钟就到了，有必要出动这么大的家伙吗？小徐，咱们要去的地方真的是户外测试场？当然，最好的户外测试场绝对能最直观地展示出武器的特性和用法。罗宾点点头，对于徐帆，
他肯定是相信的。不多时，龙悠悠来到了徐帆身前，报告徐院士，所有测试品均已安置妥当，是否前往目标地点？辛苦了，稍作准备就出发吧。是。龙悠悠转身离开，前往驾驶室。滴，浮游天阙即将出发，请系好安全带，扶稳坐好。3、2、1，出击！飞船以极快的速度向着远空疾驰。徐帆的手机突然收到个信息：徐哥，我们的驾驶技术提升的咋样？比之前好多了吧？徐帆快速的回了个赞。徐哥，听说今天晚上有 party， 是吗？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确实有，不过只是小型的，参加的人不会很多，专门为2位公主殿下举办的。玛雅点点头，拿出手机给徐帆看图片。徐哥，那个，你说我晚上 party 穿这个衣服好不好看？徐帆看向了玛雅伸过来的手机屏幕，顿时一愣，这个可能更适合沙滩派对吧？这样呀。玛雅又切换了一张照片。那这个呢？徐帆猛地倒吸口冷气，这个豹纹可能更适合森林派对。紧跟着，玛雅又滑到下一张。那这个咋样？这个护士清凉装和场景也有点不搭，除非开派对的地点在医院。玛雅又快速的扒拉开一张。行吧，那这个呢？这个容易着凉。徐帆呼吸都有点急促，玛雅看向屏幕上，瞬间一惊，赶忙点击删除。徐哥，你们说什么呢？什么容易着凉呀？九霄之上，浮游天阙高速狂飙，万里之外，巴勒国遭到小霸王入侵，巴勒国少将卡门德站在前线，保护着后面的数百万民众。这条战线要是失守，那数百万人都会遭到小霸王国部队的收割。兄弟们，敌人的下一波进攻很快就来，都记住，1个够本，2个血赚。夏国顶级军事家说过，狭路相逢勇者胜，等下都用典力干碎他们。就在这时，战场上空响起声音：巴勒国人，你们已经被包围，马上投降，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你们的左右两翼各自有3万重装甲部队已经全部就位，你们现在就是瓮中之鳖。这一刻，巴勒国军人全都变了脸色。真的要败了吗？来吧，上！这时天空6颗铁球快速降落，砸到地面上。这是什么鬼东西？没见过啊，该不会是核弹吧？铁球中直接到战场中央了，这要是被无数坦克围殴，我嘎就嘎了。小徐绝对不能有事啊！达乌提和罗西也懵逼了。亲娘嘞，要嘎这是坦克上的平油穿甲弹，分分钟干穿数十厘米厚的钢板。小徐，这该不会就是你说的户外测试场？对啊，这不就是户外也能进行装备测试，远是远了点，但在这里测试应该会有最直观的效果，相信也最具有说服力。罗宾木讷的点点头，还真有道理，但和咱们正常人理解的户外测试场是不是有一点点区别？诸位，接下来我先给诸位展示一下咱们这款风滚草防弹越野车的防弹能力以及机动性能。诸位看好了，小小的演示一下。铁球表面涌出一道道狂暴的电弧，小霸王国指挥官奎因眼中闪过一抹狞笑。管你什么牛鬼蛇神，哪怕是日耳曼的豹 2A6 在这里，也得被炸成废铁。听我命令，先排坦克，瞄准这个大铁球，干它！命令响起，4辆坦克射出炮弹，冲向几颗铁球。装神弄鬼，自不量力，看我穿甲弹！弹头即将撞到铁球，大户只要抱紧这条大腿，必将跟着一飞冲天。可我已经没有机会再见到了。早知道这样，在购买完装备后，就直接回狗大户交差了，悔不该当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经历了一次坠机危机，现在又被坦克围殴，死亡在所难免。可惜的是，玛雅公主也跟着遭难。穿甲弹撞击在金属外壳上，几秒时间过去了，就再也没有任何动静。活了50来岁，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么薄的装甲能挡住小霸王的平油穿甲弹，这不科学。但话又说回来，能活着就是最大的幸运。能活着固然好，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么好的东西，我咋就没买到呢？那个徐哥，这个东西还有多余的订单吗？这次只有20个，就预定了那么多的耗材，再多也没有了。可能1、2个月以后会有面向世界的军展，到时候我可以提前给你预留。莉莉丝心中有点失落，眼神忧郁。行啦，臭妹妹，看你可怜巴巴的，姐姐让给你1个，总行了吧？真的，你愿意让给我1个？多少钱？100亿。你50亿买的，卖我100亿。哥哥，臭妹妹你咋这么不识逗？50亿原价转给你，不许耍赖。小汉宫造出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武器，吸引大户和塔尔国前来采购。而这个汉宫被夏国派来接待2国公主，汉宫却直接选定了战场中央来测试武器。伟大的爱因斯坦先祖，您快从棺材里爬出来看看吧，这什么鬼东西，一点科学都不讲啊！小霸王指挥官奎因看着被穿甲弹射击而丝毫没有破损的铁球，脑瓜子嗡嗡的。巴勒国少将卡门德站在战壕里，眼眶红红的。他在这条防线已经整整坚守了2天2夜。对，我是卡门德。现在侧翼是什么情况？报告将军，刚才左翼突然涌出不明数量的敌军，被咱们的地雷阵挡住了，正在排
雷。报告，右翼这边也差不多，敌人的工兵在排雷。果然左右两侧都有敌军，幸好这个古怪的大铁球出现，或许战局的转机就在这颗大铁球上。风滚草防弹越野球中，诸位刚才展示的是防御力，现在咱们展示一下攻击力。诸位抓稳，出发！无敌风火轮。一瞬间，铁球以每秒数百转的速度转圈，防弹越野球仿佛炮弹一般，狠狠地撞向不远处的小霸王国军队。萨昂人本来应该千刀万剐，今天给你们个痛快，算是便宜你们。狂暴的风滚草防弹越野球撞向 M12 坦克，瞬间发生剧烈的爆炸，而铁球没有丝毫停顿，继续向着战线内部冲去，所过之处无可匹敌。奎因看着这一幕，彻底崩溃。小霸王国自从建国后未尝一败，如今被这么一个铁疙瘩轻易击溃了。不行，我中东小霸王的不败神话怎么能在这次夭折？前沿部队1到50号坦克停整，放弃攻击巴勒国阵地，跟我一起围剿突然出现的这颗铁球。驾驶员，随我一起上。50辆从鹰将进口的 M12坦克从四面八方向着大铁球围拢，而风滚草越野球直接在坦克群和人堆里横冲直撞，驾驶舱中所有人都懵了。徐远士，这攻击力就不能叫有点弱吧？这也太强了，逆天啊！旁边人也全都疯狂点头。徐帆听到身后罗西的话，眼中闪过一抹疑惑。不是啊，我还没开始测试攻击力，现在充其量就是随便跑一跑，热车顶多算是测试机动能力。测试机动能力，这么半天是在热车，这才不到2分钟，撞烂了4辆 M1A2，已经杀疯吗？你告诉我只是测试机动性能？此时就连罗宾这个自己人都惊呆了。来的时候，总司令说就是一些小玩意，用来应付大户和塔尔国。这第一个装备拿出来，明显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M1A2 都被干废好几辆了，这能叫小玩意？最终，风滚草防弹越野球停在了小霸王前线部队正面军团的中心，炮口快速向着徐帆他们瞄准。奎因所在的1号指挥坦克内，徐帆刚才搞出的破坏让奎因怒火中烧。这怪物为什么非要和我们萨昂人过不去？我们只是向巴勒国索要一点土地，竟然还和我们过不去。不管你来自哪，今天我奎因就要让你们躺在这，耶稣来了都拦不住。我说的，坦克炮长听令，给我狠狠的干他！同一时间，风滚草防弹越野车中，接下来咱们测试一款小武器，威力虽然一般，但攻击时间只有一刹那，大家千万别眨眼。说完，看着密密麻麻的120毫米滑膛炮口，这种工业废品还真是挺不入流的。无数炮弹向着风滚草防弹越野球撞击而来。重力增效装置启动，媒介导入，缓冲分流立场约束，场域笼罩完毕，粒子叠浆完毕，开始探索。20多枚穿甲弹全都停在外壳外。我的个乖乖，逆天了！核弹见了这东西都得直摇头。咱这越野车使用的碳缺合金只有薄薄一层，只能硬抗核弹外围，核弹中心的冲击力和高温顶个1-2分钟还行，再多就被初级伽马射线烧穿了。达乌提猛地一颤，真的能硬抗核弹，这次真的是买到好东西了，值啊，买太划算了。塌缩完毕，超重力棒发射。声音落地瞬间，一道红色涟漪从风滚草防弹越野球下向外急速扩散。奎因见到20枚穿甲弹没能破开大铁球的防御，心中战栗。这东西该不会是外星装备吧？外星人真的入侵地球了？不等坦克反应，红色涟漪横扫而来，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坦克被狂暴的重力悍然压入了地下。整个小霸王国前线正面部队全军覆没，小霸王国后方指挥部班古拉脸色阴沉的可怕。通讯组联系上了吗？报告长官，奎因少将的前线部队刚才兵分3路发起进攻，左右2路都很正常，都联系上了，但奎因少将自己所在的那一支重装坦克部队全部失联了。班古拉怒火中烧，拥有50辆坦克的重装甲坦克兵团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消灭了，这事情邪门儿了，是不是奎因那小子叛变了？班古拉压下心中波澜，马上联系前线左翼和右翼部队，依托有利地形原地防守，等待下一步指示，同时命令侦察兵立刻出发，最快速度搞清楚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有，命令第3导弹部队立刻前来支援。是。前线正面战场，驾驶舱中，莉莉丝和玛雅满眼星星的看向徐帆。老西，你瞅瞅，怎么不劝谏一下？公主殿下要做什么事情，咱们做下属的无条件支持就行了，哪那么多意见？好样的玛雅殿下，再接再厉，加把劲，只要迈出几大步，咱们塔尔国就稳了。达乌提将目光看向了自家公主。莉莉丝殿下，这节骨眼上，咱可不能怂了，咱们整个大户挺你，上啊！小汉宫造出了你问我答火箭筒，带领2国使者在异国测试。诸位，刚才的攻击看着应该还行吧？满意吗？相当行，太猛了，太强了，威力大的吓人，岂止是满意？大家满意就行，咱们现在就去测试另外一种武器，全名叫你问我答肩扛式火箭弹。出发！风滚草防弹越野球向着小霸王左翼部队驶去。小霸王左翼部队收到班古拉中将的指示，正在等待下一步指示。
奎因少将的正面重型装甲部队失踪了，有些不对劲。长官，情况有变，咱们要不先派人到正面战场侦查一下？派黑鹰直升机去，一旦有任何情况，立刻返回，不要恋战。是，长官。1分钟后，萨拉查站在临时指挥部外，看着起飞的黑鹰直升机，捏了捏拳头。究竟是什么情况？就看等下传回的消息了。此时1公里外的丘陵中，徐帆众人踩在可爱的草地上。根据雷达显示，小霸王国的左翼进攻部队现在就在丛林休整。徐哥，咱们现在就要测试火箭弹吗？等下看看会不会有飞机飞出来，随便射2发。那要是没有呢？那样的话，那咱们就步行靠近一点，直接把火箭弹发射到军营里测试。莉莉丝表情一愣，周围人心中多少有点发怵。这是战场，直接步行靠近，一发炮弹过来，团练一定要耍这么大吗？就在这时，徐帆眼睛一亮，黑鹰直升机真是刚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太感谢了，诸位！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你问我答火箭弹的使用方法。众人目光全都落在徐帆身上，徐帆提起火箭筒，扛在了肩上，对准远处的黑鹰直升机。已经锁定一个目标，如确定攻击，请扣动扳机。诸位，激活屏幕后，炮口大概对准目标方向，就能自动锁定目标，无需过多思考，直接发射就行。看好了，走你！火箭弹呼啸而出，向着远处黑鹰直升机飞去。远处黑鹰直升机上，驾驶员罗伯特单手操作直升机。作为王牌飞行员，他有自傲的资本。劲爆！劲爆！劲爆！罗伯特嘴角咧起个不屑的弧度。这2天，他遭遇了好几次火箭弹的攻击，但都被他成功躲避。不管是毛子的 RPG 还是夏果的69，都是谢特发射过来又如何？以为自己拿的是鹰将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小丑！罗伯特脸上挂着微笑，没当回事。这种程度的火箭弹，我用脚都能躲开。直升飞机迅速变得倾斜，在火箭弹来临的一瞬间，完美避开。总是发射这种垃圾，真是无趣。能不能来点有趣的？切！远处，莉莉丝众人看到黑鹰直升机成功避开火箭弹，面色开始变得难看，觉得徐帆那么要强，接受不了这种失误。没关系，刚才这发火箭弹刚好有点小瑕疵，这才没有命中，不要紧。徐院士，咱们要不先测试别的吧？而徐帆面不改色，仿佛一切尽在掌握。这枚火箭弹本来就不会直接击毁目标，大家忘记它的名字了。你问我打火箭弹？对，咱们这款火箭弹有特殊设计，目的并不是直接命中目标，具体还是接着吧。没有命中直升机的火箭弹绕了一个小圈，以极快的速度再次向着直升飞机飞去。罗伯特看到火箭弹再次返回，笑容瞬间僵在脸上。这导弹不按套路出牌，开挂了。火箭弹转瞬即至，砸在了直升机的前挡风玻璃上。完了，要杠。而几秒钟过去，火箭弹依旧毫无反应。你倒是炸，给个痛快行不行？这样真的很折磨人啊。又过了数秒，罗伯特情绪缓缓平静。太幸运了，这枚火箭弹是个哑弹，闹了半天，虚惊一场。黑鹰直升机快速度向着营地让专业拆弹人员拆除。远处，莉莉丝他们见到火箭弹能180度拐弯，全都被惊艳到了。但紧跟着就看到导弹卡在玻璃上哑火，这个属于正常情况。我远程操控按了暂停键，等下飞机回了营地再来后续。莉莉丝他们眼神中满是迷茫。火箭弹发射出去，还能进入待机状态，确定不是开玩笑。几分钟，罗伯特一个漂亮的急停。黑鹰直升机稳稳地落在空地上，拆弹工兵快速围了上来。罗伯特最快速度出来，滴滴滴，智能遥感炸弹激活，10米内所有人员，请勿挪动身体，否则弹头将即刻引爆。你问我答小游戏正在选题。罗伯特身体猛地一僵，活见鬼！亚丹开口说话了，被炸弹出言威胁，还是第一次遇到。罗伯特焦急地看向拆弹工兵，桑提，这是什么情况？这玩意儿真的会爆炸？你问我，我问谁去？距离这么近，一旦爆炸，必死无疑。说好的就是过来拆一枚哑弹，这都说人话了，能是哑弹？你问我打小游戏又是什么？选题完毕，答对可解除危机，答错炸弹立即爆炸，请认真听题。两人只能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先看看这枚火箭弹究竟要问什么。问桃花源记的第一句是什么？答题时间40秒，开始倒计时。罗伯特感觉自己的脑子瞬间裂开了。桃花源记是什么鬼东西？没听说过啊！小霸王国真的有这种东西？快点桑提，你初中毕业肯定学过，咱们是活是死就看你的了。我参军的时候毕业证是找人买的，实际上和你一样都是小学没毕业。罗伯特打了个哆嗦，完了，说巧不巧的，两个文盲凑一块了。两人被吓得双腿止不住的打颤，干了好几年拆弹工兵，竟然被一枚火箭弹拿捏了。罗伯特手腕上的通讯器突然响了，他眼睛猛地一亮，这才想起来还有场外援助。罗伯特，所有军官都到齐了，等你回来汇报情况。人死哪去了？报告萨拉查中校，我说出来您可能不信。罗伯特哭着快速说完事情经过。长官，再有25秒就要爆炸啊！桃花源记的第一句是什么？快啊！远处临时会议室中，萨拉查眉头拧成了麻花。这问题我哪知道？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一个直升机飞行员都是作战部队的宝贝疙瘩，一旦出事，损失都是巨大的。他掏出手机，在度娘上搜索，
迅速得到了想要的答案。第一句是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直升机旁边，罗伯特面色狂喜。好险，不愧是长官，博学多识，就崇拜这种有文化的人，真棒。哥们要是个女的，就嫁了。答案是庆历4年春。话说一半，电话里就响起萨拉查的惊呼：谢特，不好意思，弄错了。这个是《岳阳楼记》的第一句。罗伯特面色霎时一片惨白，眼睛下意识地像火箭弹。回答错误。火箭弹瞬间爆炸，倒卷的黑色烟尘悍然凝聚成了一颗醒目的蘑菇云。远处临时指挥部，一道凶猛的气浪将迷彩帐篷掀飞出去。萨拉查面色大惊。区区一枚火箭弹，哪来这么大威力？从停机空地直接炸到了指挥部，开什么玩笑？他看向停机坪，身形瞬间顿住。远处一朵巨大的黑红色蘑菇云悬浮在空中。核弹爆炸！萨拉查的通讯器突然响起。报告长官，11点钟方向发现一颗巨大的蘑菇云，在营地定位检测到核爆震波以及高能射线辐射，初步断定并非核爆。你看清楚了，是不是仪器故障？报告长官，2台检测仪器均稳定运行，没有故障。行，有情况立即上报。挂断通讯器，萨拉查浑身发软，被抽干了力气，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小汉宫造出了你问我答火箭筒，劲逼的无数敌军开始背诵古诗词。该死的，什么火箭弹能有这么大威力？刚才至少阵亡1000人，巴勒国哪来如此先进的武器？肯定是夏国。萨拉查则拨通了总部的联系方式。报告，班古拉中将，我方遭到不明势力的火箭弹攻击，疑似新型超级武器，拥有堪比战术核武的威力。总部的班古拉刚坐下，瞬间又跳了起来。你说什么？堪比核武？是的，将军，您所在的位置现在应该已经能看到蘑菇云。这说的什么混账话？比刚才奎因的部队突然失踪还要离奇。他冷哼一声，拿着电话快速向着门外走去。刚走到外面就直接亚麻呆住了。前方一颗蘑菇形状的云朵在不管的蒸腾上升。把情况一五一十向我汇报。萨拉查汇报情况的时候，有些军官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连队，将人员集合完毕。远处的爆炸都看到了吧？不想被炸成飞灰，都给我以最快速度记住下面这篇文章。军官掏出卫星电话，搜索到《桃花源记》正版翻译，带着士兵们疯狂背诵。金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长官，万一导弹的问题是别的文章怎么办？军官顿时懵了，于是背诵的范围扩大。桃花源记、岳阳楼记、小石潭记、醉翁亭记等等，但是聪明的军官选出一些记性好的，每人背诵一篇。等到导弹来了，直接什么都会背，连任务都不执行，就怕哪了会被某个文章的人去执行任务。火箭弹突然出来，远处丛林中，莉莉丝众人脸上写满了震惊。说好的小火箭弹，这大蘑菇是什么鬼？徐哥，咱们的火箭弹搭载的是核弹头。玛雅他们也都看向了徐帆，迫切的想要知道答案。不是，就是一种新型烈性炸药，学名6硝基6弹杂1五滋烷，威力比核弹还差不少，好处是没有放射性污染。莉莉丝点点头，这款火箭弹是我订购的呀，这下发了，君不见火箭蘑菇远出来，单流不息贴上去，真牛！这次军购可谓是奠定了我大户的百年国业。旁边的玛雅一脸的羡慕，想说什么却张不开嘴。玛雅，我们的火箭弹收到货后，也分给你们10枚吧，不过价钱你要补给我们哦。臭妹妹，算姐姐没白疼你。莉莉丝，咱们还有几发演示弹，亲手来一发试试。我真的可以吗？当然，总共就3步：扛稳、瞄准、射击。你那么聪明，肯定可以。莉莉丝听到徐帆的话，一股强烈的自信将她包裹。行，那我试试。莉莉丝摆好架势，突然眼神出现一丝迷茫。徐哥，我打哪？对呀，没有直升机可打了，算了，就随便照着树林那边来一发就行，反正剩余的左翼部队都在那边了，打到谁算谁。莉莉丝深呼吸一口，对准远处的灌木丛。已经锁定5个目标单元，点击对应序号，扣动扳机即可对目标实施打击。这是火箭筒自带的遥感探测系统，探查到了一些可疑目标单元，反正咱们也看不见，随便选一个就行。莉莉丝选择了中间那个，火箭弹向着远处灌木丛激射而去。小霸王左翼部队，班古拉中将命令他们继续坚守，等待下一步指示。而萨拉查明白，他们现在的作用就是为后方的总部吸引火力。现在这情况，想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就得找一些文化水平高的士兵，和他们待在一起，再让其余人员散开到半公里以外，这样部队即使遭遇你问我答火箭弹，也炸不到我。他抓起通讯器，拨通号码。现在我命令你部所有初中以上学历的士兵来临时指挥部集合。长官，我这里信号不好，听不见。谢特，通讯器怎么回事？突然就没声音了。通讯明明很清晰，怎么会听不到？他再次联系另外一小股部队。喂，是3团吧？我是萨拉。话没说完，通讯器直接故障挂断。萨拉查眼神中涌动着怒。反了，真的是反了。一个就算了，2个都是这样，岂有此理！这帮杀千刀的，跟我玩这套。警卫员，立刻前往各部队查明情况。远处一片丛林中，卡巴尔将通讯器一脚踩得稀巴烂。将再来，军令有所不受。萨拉查长官，对不住了，哥们先保住自己再说。就在这时，一枚火箭弹从远空激射而来。
不少士兵全都看向上空。这鬼东西千万别往我们这里来，求求了，老子醉翁亭记还没背过啊！万众瞩目中，火箭弹向着临时指挥部的位置冲去。萨拉查蹲在刚搭建的帐篷里，火箭弹斜斜地插到了萨拉查面前。萨拉查一屁股瘫坐在地上。10米以内所有人员请勿挪动身体，否则弹头即刻爆炸。你问我答小游戏正在选题。萨拉查从裤兜里掏出手机，喘息着点开度娘搜索。选题结束，请听题：齐天大圣的左腿上一共多少根腿毛？答题时间10秒，倒计时开始。萨拉查表情僵硬了。齐天大圣是什么？没听过。他将问题源输入到搜索框里，弹出的结果却是齐天大圣的介绍。这枚导弹不讲武德，一只猴子的左腿有多少根腿毛？哇，你先回答一下，老子嘎吱窝多少根腋毛？这种问题，诺尔生物学奖获得者都答不上来。火箭弹轰然炸裂，绯红色的蘑菇云遮天蔽日。远处丛林，卡巴尔长长的呼吸一口。都看见了吧？听我的准没错，打了这么多年仗，就不能搞搞文学，接着背诵，接着记。而更远处，徐帆对着莉莉丝竖起的大拇指，为这份欧皇气质点赞。你问我答，火箭弹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咱们就测试到这里。威力确实差了点，比不上真的战术核弹，但便携性和对敌牵制干扰能力应该还算可以了吧？威力真的相当可以了，而且便携性和对敌牵制干扰能力更是强大无比，完全就是一款镇国神器。咱们接下来测试下一款武器——爱之马杀鸡烟雾弹。左翼的军队都谈了，展示不出真正的效果，咱们去右翼看看。众人再次登上风滚草防弹越野球，来到了右翼部队营地外围。隔着老远就能听到士兵们在背诵着什么。刚才那2个士兵，一个在背《桃花源记》，另外一个在背《岳阳楼记》。徐帆心中赞叹：小霸王国人不愧是撒昂人，好学，怪不得一路上没遇到什么危险，士兵都去背课文了。徐帆带着众人继续深入，借着灌木丛的掩护，看到一个团的兵力全都集结在前方空地上。这里不错，咱们就在这里测试。等下切记把我发的这个口罩戴上，要不也中招了。徐帆拿出一枚巴掌大小的银白色铁棍丢了出去。小铁罐落到了人群中间，四周士兵瞬间捂住头，蹲在了地上。所有人都把它当做了手雷，粉色烟雾滚滚而起，烟雾中的人影成片倒下。徐帆向众人摆摆手，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小焊工造出了马杀鸡烟雾弹，让敌人欲仙欲亡。嗷呜，我爱马杀鸡！一个诡异的声音在粉色的烟雾中响起。几个菜啊，喝成这样，喝的是假酒吧。徐哥，这个粉色烟雾的成分里该不会有？想哪去了？他们是因为身体中的经络和肌肉遭到了剧烈刺激，舒服到无法控制，才会出现这个情况。类似于有手法高超的人给你做了一套顶级马杀鸡，物理层面让你爽到不能呼吸。这就是爱之马杀鸡烟雾弹的主要作用原理。那作用时间是多久？这个得看粉色烟雾散掉以后，什么时候有人来救他们。有人早点来救他们的话，把他们整冷水里泡一泡就好了。要是没人来救，那他们只能舒服到死为止。众人一阵阵倒吸冷气，毛骨悚然。这烟雾弹看着粉粉嫩嫩的，实则是战争大杀器。烟雾弹演示完毕，走吧，咱们先回防弹越野球。一行人回到了风滚草防弹越野球里，关闭了雷达屏蔽效果，同时把发动机开到最大档，明显生怕别人发现不了他。小徐，这是何意？趁天还没黑，咱们抓紧再测一个装备。不过这个装备得需要敌人配合。右翼临时指挥部旅长哈吉接到了总部的电话。哈吉，我是班古拉，你那边现在什么情况？报告班古拉中将，右翼一切正常。很好，小心提防一切可能出现的危机，一旦有任何情况，务必在第一时间向我上报。是，班古拉中。哎，这是什么？哈吉话说一半，帐篷中飞速涌入浓浓的粉色烟雾，一股爽感蔓延全身，就像是100万倍的马杀鸡作用到身上。哈吉，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快向我汇报。将军，我好舒服。话音结束，躺在地上，陷入了爱之马杀鸡烟雾弹的极致爽感中。后方总部指挥车中，班古拉抓着通讯器的手在剧烈抖动。前线究竟怎么了？正面部队全军覆没，左翼部队遭到2枚诡异火箭弹袭击，直接失联。右翼现在也成了这样，早些时候派出的侦察兵肯定也遇难了。究竟是谁在暗中与小霸王作对？真的不怕我撒昂人报复吗？突然，卫星电话响了。报告将军，第3导弹部队已经就位，可随时对目标实施定点摧毁。班古拉眼神闪出一抹光亮，导弹部队就位，意味着只要能确定目标位置，就能一击绝杀。报告，我方相控阵雷达发现明显反射源，初步确定是咱们一直在寻找的隐藏敌。班古拉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太好了，双喜临门，鼠辈，你们的嘎期到了。我命令第3导弹部队立刻与总部雷达部队确认敌方坐标，给我以最快速度发起饱和式导弹攻击，目标方圆10公里，导弹洗地。是，保证完成。挂了电话，班古拉站在了外面的空地上，30多枚7、8米长的陆基导弹横贯长空。
向着远空呼啸而去。数公里外，一颗直径10米的巨大铁球立在中央。来了，众人全都被徐帆给吸引到。什么呀？除了蓝天白云，什么都没有呀！徐哥，怎么啦？咱们等的东西，它来了。确实什么都看不对，好多个黑点，什么东西？玛雅俏脸骇然变色，周围人神经都紧绷起来。罗宾狠狠一颤，是导弹！天哪，这数量！大家别怕，不会有事，这就是咱们要等的东西。只有它配合，才能很好的演示这款装备。说着，徐帆从裤兜里掏出一把指甲盖大小的无人机，这是微型间谍无人机，专门用来对抗常规导弹，能夺目标识别方圆10公里以内的敌方导弹，让其从哪来回哪去，操作也简单。大家看好了，徐一把将手里的无人机丢出去，众人瞳孔表情都是一怔，眼中闪过一抹迷茫和费解。这种事情真的能做到吗？是不是有点太浮夸了？所有的迷你无人机同时冒着尾翼，冲向了那些遮天蔽日、横贯长空的导弹。这时，无人机全都贴在了导弹的弹头上，那些导弹奇迹般的快速转变方向，咆哮着杀向了来时的方向。周围人都懵了，导弹真的飞回去了！我的老天爷！莉莉丝表情也呆滞了。曾经在狗大呼皇宫有幸见识过徐哥展示这种神技，今日就这么猝不及防的在此得见，这浮夸的场面太震撼了！诸位，来戴上全息头盔，咱们看看最终效果。小霸王第3导弹部队检测车上，指挥官脸色非常难看。马上使用军事卫星搜索，导弹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一点爆炸反馈都没有？那么多的导弹发射出去，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这要是让班古拉中将知道，他这个师长也就不用当了。师长，有没有可能导弹全都是哑弹、残次品，所以才足30枚集束导弹，怎么可能全都是哑弹？警报！雷达中频波段探测结果检测到我方导弹正在原路返回，请在30秒内撤离。指挥员面色变得惨白。导弹冲我来了，30秒撤离，我撤离。同一时间，1公里外，班古拉站在室外看着天空，陷入沉思。突然，密密麻麻的导弹呼啸而至，班古拉定睛一看，瞳孔巨震。好眼熟，这是第3导弹部队刚发射出去的导弹，为什么又回来了？快撤离！热浪乍起。狂暴的火浪将一切淹没，风滚草防弹越野车中，小霸王的集束导弹威力还真挺不入流的。这款微型间谍无人机完全就是对抗导弹的神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帅呀！徐院士，这款微型间谍无人机太猛了，刚才获得了你问我答火箭弹，如今再次得到这款无人机，可谓是攻防兼备，拥有最强的矛和最强的盾。其实这款微型间谍无人机也不是对所有导弹有效，对于顶级的高超音速导弹和挂载核弹头的大型洲际导弹来说，有可能会失效。不过不要紧，咱们这次军售的装备里有一款专门对抗高超音速导弹和挂载核弹头的大型洲际导弹的雷达，全名叫看爷爷打奶奶有源相控阵雷达，能让敌方类似的战略导弹在近地轨道偏转轨迹，最终打到他的同盟国。小汉宫在小霸王遭到火箭攻击，不料我直接发明间谍无人机，将火箭全部返还，也引得阿拉伯小公主互相争夺。想要是吧？用你们的装备来换，记得补差价。行，换就换。时候不早了，我们回家呼叫浮游天阙3号机。徐哥，这么快就测完了？小霸王部队不太行，一轮轰炸什么都没了。你打开飞升通道，咱们准备返航吧。打遍阿拉伯无敌手的小霸王就这么被砍瓜切菜的虐了，太猛了！都抓稳扶好，咱们回家。此时巴勒国第3大城市外围战线，卡门德呆若木鸡。刚才的情况都看见了吧？那是真神显灵，对可恶的撒昂人进行了死亡裁决，所有强敌都被伟大的真神毁灭。就是我亲眼所见，800多米的真神身躯，一脚把敌方正面部队踩了个稀巴烂。对，真神还冲着右翼部队放了个粉色的屁，然后右翼部队全部阵亡，全体都有。所有有生力量以最快速度冲入3线阵地，彻底结束战局，全军出击。报告将军，左翼只发现一些散兵游勇，主力部队不知去向，抓到了一个蛇头。带过来。被俘虏的小霸王士兵被带到了卡门德面前，一脸的不服气。撒昂人到了老子面前还这么凶。这名小霸王士兵赶忙解释，长官，我不是凶您，我之所以生气，是因为我的部队那帮壁纸，他们竟然因为我不会背课文，就把我抛弃了。卡门德询问了一下发生了什么，对于心中的猜测更加肯定。伟大东方国度，感谢你们的帮助。报告将军，我们发现敌方士兵都陷入了发疯状态，地上有个像烟雾弹的罐子，就是一种新型烟雾弹，想来是小霸王国最新研发的，没来得及使用，他们就已经输了。这东西来自恩人，他要好好的保管起来。水晶宫，哈里副总统办公室。阿丽娜，马上联系约翰国、袋鼠国、小日子，让这些国家都动起来，制造出声势。这一次要让夏国知道，野鸡永远是野鸡，飞上枝头也不可能变成凤凰。是，副总统先生。
夏国，我倒是要看看，明天世界各地大游行以后，还有哪个国家敢和你做跨国贸易？当没有足够多的国家给你们供应材料时，你们的科技崛起就是个笑话。入夜，夏国华夏国宾馆。哎，徐哥哪去了？博叔叔，徐哥他没下来吗？他回去有事情要忙，一会儿再来。走，我先带诸位安顿住下，等会儿还有 party。罗叔叔，徐哥一会儿参加 party 吗？来得早了，应该就会参加。哦，那好吧。博叔叔，这里装修的风格就是华夏风吗？好漂亮呢。对喽，这些装饰造型都取自华夏文明中的图腾元素，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传承。整个蓝星只此一家。很快，罗宾带着众人找到了他们各自的房间。另外一边，龙悠悠把徐帆直接送回了第3兵工厂。徐帆来到厂房内部。这么霸气的造型，应该再起个编号名，就叫千年隼吧。千年隼的主体式设计完了，相关的配套装备也不能落下。徐帆在研发千年隼的同时，也为成员研发了一款还算看得过眼的太空服。超神科技工作台上，龙爪岛收复战即将到来，如果能尽快完成棱晶防御塔的全面部署，夏国的国土防御能力将会有质的飞跃。徐帆按照约定驾驶千年隼，将之运送到航天军训练基地后院。忙完时已经到了晚上11点，徐帆取出手机一看，有莉莉丝和玛雅发来的好多条信息。徐哥 ，party 马上就开始了，就是咱们几个属物人，快点过来吧。徐哥，你咋还不来？给你留了好吃的，你再不来我就咬你了。party 结束了。玛雅迎面而来一张图，徐帆瞳孔猛地一颤。徐哥，我穿这个衣服参加 party 行不行？好吧，徐哥，你竟然没来。我和臭妹妹玩了一会儿，只排推火车就回了。徐帆关掉信息，冷不丁的打了个哆嗦。真不知道这小公主是哪弄来的这东西，这都到了夏国了，还能这么折腾？看他们发的信息，他们应该也还没休息，要不现在就去把礼物送了吧，否则明天可能没时间接待他们了。上京华夏国宾馆，玛雅，我怎么才能像你一样？臭妹妹，想这样的话，姐姐亲自帮你哦。你要干嘛？坏女孩，别过来！估计是送一些水果或者夜宵吧。我正好也写完了，我去看下吧。徐哥，你来啦。徐帆掏出2个无针注射器以及2瓶异形绝境病毒给玛雅递了过去。徐哥，这是送你和莉莉丝的礼物，你们每人1支，里面装的东西类似于电影里的超级血清，但药效没那么夸张。注射了以后，徐哥进来慢慢说吧。这不太好吧？没关系啦。坏女孩，是不是有谁进来了？啊，没事没事，臭妹妹你慢慢洗哈。玛雅把一脸懵的徐帆拽进了卧室，坐在徐帆旁边，拿起针剂。徐哥，这个是那个注射到身体里的吗？对，这个注射到年轻女性身体里，能增强身体耐力、爆发力、敏捷、韧性，同时也能变得更加年轻。玛雅心中一颤，药剂向下滑落，徐帆眼疾手快，向着玛雅的身前一把探出。